今天是你们这一届进行职业觉醒的日子。记住，在进入新手村之后，你们将被规则笼罩，成为职业者。你们之中将会有小部分人觉醒自己的本源天赋，能够更加轻松地应付敌人。当然，联邦对任何一位觉醒本源天赋的职业者都会给予奖励。天赋等级越高，觉醒的本源天赋越稀有，获得的奖励越高。这些想必你们的老师都已经同你们说过了，我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这里只提醒大家一点，学校下发的都是联邦统一制式的新手装备，属性加成有限，并不会让你们的实力获得多大的提升。生命只有一次，死了可无法复活。大家在进入新手村之后，务必小心行事，保障自己的安全。时间差不多了，大家都做好准备，迎接你们的职业者生涯的到来吧。囚龙星、彩云市、天启裂缝下，赵天看着下方的3万多名学生，脸色严肃地向着即将进入新手村做着最后的告诫。秦牧看着那横亘在彩云市广场上空的天启裂缝，心中充满了期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也不知道我进入天启裂缝后能否觉醒本源天赋。秦牧作为一个穿越者，穿越到了这个世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了解，秦牧也是被这个世界的精彩深深吸引。这是一个全民转职的游戏世界，整个宇宙都处在游戏规则的笼罩之下，而人族在年满15周岁后，就可以通过进入天启裂缝后的新手村成为职业者，从此踏上杀怪升级的变强之路。职业者等级越高，实力越强，高等级的强者手握日月摘星辰，一念可毁灭星球。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人族已经踏出银河系，掌控浩瀚星域。秦牧所在的囚龙星就是人族掌控的无数生命星球之一。天启裂缝下，那身穿火红法袍的中年男子正是彩云市的市长赵天，一位2转88级的火魔导士，彩云市最强火法。秦牧在感叹间，他身边的一众少年也都在窃窃私语，希望我能够觉醒本源天赋，哪怕是最低的 F 级天赋，也要好过当一个普通职业者。我也是，我要求不高，觉醒个 A 级天赋就足够了。呸，这还要求不高，整个囚龙星历年的 A 级天赋职业者也不超过1手之数啊。哈哈，就是你怕不是在做梦呢？要是觉醒 A 级天赋，那就一飞冲天了。我倒是希望自己觉醒个生活类的天赋，这样就不用在前线打打杀杀，安心的转职生活职业，日子过得下去就好。我也是，我想成为一个锻造师，这样在后方打打装备就能升级，不用出生入死，多好。嗡！就在所有人都心怀期待时，赵天上空的天启裂缝猛地一震，发出一声嗡鸣，顿时一道道霞光冲出裂缝，照在了广场之上。新手村开启了，祝大家一切顺利。赵天见状也是立刻高呼一声，宏大的声音瞬间传遍整个广场，令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刷刷刷！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广场上的3万多名少年瞬间被霞光吸入了天启裂缝之中。秦牧亦是如此。嗡！秦牧只觉得自己脑海闪过片刻的眩晕感，眼前一阵白光闪过，他便发现自己周围的环境已经大变，从之前的彩云市广场来到了一片荒凉的草原上，周围则是之前和他一同在广场上的彩云市的学生，所处的队形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所有人都被天启裂缝中释放的光芒整体从彩云市广场传送了进来。丁，欢迎诸位进入荒神星域第1008611号新手村。在众人刚刚适应过来之际，天空中陡然响起了一道机械化的声音。嗡！就在此刻，3万多名彩云市的学生之中，陡然间升起了300多道光柱，这些正是觉醒本源天赋的征兆。哈哈，老子觉醒了地级天赋，力量强化，每次升级力量双倍成长，爽！大剑专精 F 级天赋，装备剑气攻击力额外提升 20%， 看来10级以后要转职战士了。我的是 B 级天赋，火焰亲和，释放获悉魔法威力提升 200%， 消耗降低 40%， 老子是要成为彩云市最强火法的男人。天哪， B 级天赋，这在我们彩云市可是顶尖天赋了啊！大佬，求抱大腿！哈哈，这是我意中的天才周浩，这下咱们校长要笑掉大牙了。呜，B 级天赋啊，羡慕哭了。随着一道道代表着天赋觉醒的光柱消失，那些觉醒了天赋的少年们无一例外都是喜形于色，不少人都是大肆的将自己觉醒的天赋高呼了出来，引得周围的学生一顿羡慕。秦墨，你也有觉醒光柱出现，你觉醒了什么天赋啊？在人群轰动间，秦牧身边也围上来一群人，全部都是他的同学。而且一开始在彩云市广场上站位的时候，3万名学生都是按照各自高中和班级为集体分区域站位的，其中8班54名学生，也就只有秦牧一人觉醒了天赋。自然，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秦牧身上。
嗨嗨，这个我不好说。看见众人的目光汇聚到自己的身上，秦牧则是尴尬的咳嗽一声。听见秦牧的回答，周围本来兴致勃勃的8班众人都是没了激情，默默的退开。切，不说就算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无语，都是同班同学，还卖什么关子？其中觉醒本源天赋的又不止你一个，装什么装？离开的一些人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心中却是暗自腹诽。对此，秦牧全然不知，他刚刚还真没有装什么，而是自己觉醒的本源天赋确实是超出了他的认知。在他所学的知识和了解的信息中，本源天赋按照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 F、E、D、C、B、A、S、SS、SSS。目前所知的最高级的别的本源天赋的等级就是 SSS 级，而秦牧所觉醒的本源天赋却是超限级，根本不在这些等级之中。这也是他没有将自己的天赋等级说出来的原因。第二章逆天，开局就是 SSS 级特性和技能。属性表：姓名秦牧，职业未定，等级 LV1 0%，转生0转，血量200，魔力100，力量10，体质10，敏捷10，智力8，自由属性点0。装备：新手大剑 LV1，新手衣 LV1，新手靴 LV1。技能：血祭裁决 SSS 级，限制自身1%最大生命值，对血量低于最大生命值10%的目标予以斩杀。无冷却。本源天赋：血海无量，超限级，以万灵之血汇聚无边血海，血量无限提升。每次转生可觉醒一项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天赋特性：1. 饕餮盛宴 SSS 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获取其最大生命值5%的血量上限提升。卧槽！第一道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都是 SSS 级，一个无视任何防御的斩杀技能，一个可以令我无止境的杀怪提升生命值上限的成长天赋特性，两个都无愧于 SSS 级的级别。最重要的是，这还只是我这本源天赋的第一项天赋特性和技能，随着我的转生，还可以继续觉醒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这真不愧是超限级的本源天赋，超限级绝对就是超越了现在已知的最高 SSS 级之上的等级。再次仔细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界面，确定自己没有看花眼后，秦牧无比的激动。有了这超越了 SSS 级的超限级本源天赋，他未来的成就不可估量。整个囚龙星历史上最高天赋职业者，也就只是一位 S 级天赋职业者，这已经是令整个囚龙星都为之自豪不已的成就。而整个荒神星域数十万的生命星球，每一届觉醒 S 级的天赋职业者也就寥寥数千人，每届觉醒的 SS 级天赋职业者更是屈指可数。荒神星域数十万生命星球，数以百万亿新觉醒的职业者中都不超过10位。至于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更是100年难得一遇。荒神星域的主宰9转顶级职业者荒神，就是一位 SSS 级天赋觉醒者。无一例外，觉醒了 SSS 级天赋的职业者都是人族的妖孽天才，会受到人族最高级别的待遇，重点培养。当然，也会成为宇宙其他种族千方百计想要刺杀的目标。宇宙中的任何一族都不愿意其他种族中多出一位成长起来的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包括人族也是如此。面对宇宙中其他种族中觉醒的 SSS 级天赋职业者，人族的顶级强者也会想方设法的将对方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是在整个宇宙之中都普遍存在的生存法则。而秦牧所觉醒的超越了 SSS 级的超限级本源天赋，更是从未出现过。对此，他深知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天赋一旦曝光，究竟会引来多大的轰动。在荒神星域偏僻角落中的囚龙星上，他可不敢随意暴露自己的本源天赋。我的第一项天赋特性，能够吸收被击杀单位的5%最大生命值，提升我的生命值上限。现在就去刷怪试一试效果。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秦牧没有犹豫，紧握自己手中力量+2的新手大剑，就朝着不远处的炼级区走去。火湖森林，这是一个距离秦牧他们降临的新手村附近最近的几个炼级区，里面的火湖算是新手村外威胁程度最低的怪物之一。在秦牧来到了这里的时候，火湖森林中已经有了不少学生在里面练级。不过这里面的面积很大，秦牧也没有和这些学生抢怪，而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了一个偏僻无人的角落，找到了一只落单的火狐。这是一只通体火红色的狐狸，身形要比普通的狐狸更大。火狐等级 LV1， 血量100，魔力100，力量5，体质5，敏捷8，智力3，技能利爪，100点血量，属性都比我弱，可以打。
看着这火狐的属性，秦牧没有任何犹豫，提起新手大剑就朝着火狐的头上斩去。他现在有学校发的联邦统一制式的新手装备，力量、体质和智力都完全碾压这只1级的火狐。就算是在火狐最引以为傲的敏捷上，秦牧在新手靴的2点敏捷加成下，也能够以10点敏捷稳胜。噗嗤，负22。秦牧一剑斩在了火狐的头顶上，顿时就对火狐造成了22点伤害。火狐的血条顿时就少了1/5。之，受到攻击的火狐也是瞬间暴怒，嘶吼着扑向秦牧，发动技能，利爪挥出就朝着秦牧的脖子袭去。速度慢了，还露出了破绽。看着火狐一跃而起，朝着自己袭来，秦牧丝毫不慌，更高的敏捷让他及时的反应了过来，侧身轻松躲过了火狐的攻击。紧接着便是双手持剑，在火狐飞扑在半空，无处借力躲闪时，又是一剑斩在了火狐的腹部。砰！强大的力道顿时就将火狐轰飞，同时一道狰狞的伤口也从火狐的腹部出现。负25。砸落在地上的火狐顿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然而不等他反应，秦牧已经提剑赶来，接连的对他发动了攻击。负21。负23。击杀1级火狐，获取少量经验。击杀1级火狐，生命上限加5。从交战开始不到3秒的时间，火狐就被秦牧解决，而他自己却是一点血都没掉，完美的无伤单刷了一只同级别的野怪。击杀一只火狐，经验值就只增加了 1%。 看来想要升级，得击杀100只1级的火狐，才能从1级提升到2级。击杀火狐后，秦牧看了一眼自己属性面板上的经验条，在经验栏上，原本 0% 的经验变成了 1%， 而他的生命值上限也确实得到了增加，达到了205。重新调整好状态，秦牧继续朝着火狐森林探索。他在还未成为职业者之前，就借助其中的教学设备，全息模拟了多次和野怪的战斗，这才能够如此轻松地应对新手村外的野怪。1个小时过去，击杀1级火狐，获取少量经验。击杀1级火狐，生命上限加5。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体质加1，敏捷加1，智力加1，获得自由属性点加5。随着第100只1级的火狐被击杀，秦牧的等级也是顺利提升到了2级，实力顿时大涨。第3章连升2级，精英级火狐升级了，5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力量和敏捷上去。升到2级后，秦牧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将多余的5点自由属性分配到了力量和敏捷上，2点敏捷，3点力量。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自己在达到了10级之后就转职战士职业。有了饕餮盛宴这一天赋特性，他并不需要加点体质来提升自己的血量上限。至于智力，既然已经打算转职战士职业，关乎法术攻击的智力便是完全不需要额外加点了。姓名秦牧，职业未定，等级 LV2 0%， 转生0转，血量720，魔力200，力量14，体质11，敏捷13，智力9。此刻秦牧的血量上限已经达到了720点，增加的固定属性中的1点体质也让他多出了20点的血量上限，还要加上击杀的100只火狐获得的500点生命值上限加成，正好就是720点血量。2级之后属性提升了不少，应该可以无伤击杀2级野怪了，继续冲。扫了一眼自己现在的属性，秦牧信心大增，开始朝着火狐森林深处走去。火狐森林的火狐等级在1到3级之间，越是深入，遇到的火狐等级越高。很快深入火狐森林的秦牧就遇到了自己想要找的2级火狐。火狐等级 LV2， 血量150，魔力150，力量7，体质7，敏捷10，智力5，技能利爪。属性比1级火狐提升了不少，但在我面前还是不够看。按照这么点等级提升增加的属性，我现在完全可以去刷3级的火狐啊！看了一眼2级火狐的属性，秦牧眼前一亮，当即有了去刷3级火狐的想法。2级火狐所增加的属性比他想的更低，加上刚刚击杀了100只火狐，秦牧现在已经有了充足的对付火狐的经验，让他有足够的信心面对3级火狐。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在这之前他还是得试一试这2级火狐的实力。念头一动，秦牧便是提剑朝着不远处的2级火狐杀了过去。不一会，击杀2级火狐，获得少量经验。击杀2级火狐，生命上限加 7.5。 2级火狐经验只加了 0.5%。 想要靠着2级火狐升级到3级，
得杀200只。看了一眼自己增长的经验，秦牧微微啧舌，暗叹升级越到后面就越难。深吸了一口气，他稍微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便是继续朝着火狐森林深处杀去。2级的火狐对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威胁，他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3级火狐。越级击杀3级火狐，这才能够让他的等级更快提升。击杀2级火狐，获得少量经验。击杀2级火狐，生命上限加 7.5。 一路击杀了总共20只2级火狐后，秦牧终于见到了自己想要寻找的目标。火狐，等级 LV3， 血量200，魔力200，力量8，体质10，敏捷12，智力8，技能利爪。3级的火狐敏捷属性也就比秦牧差了一丝，而且达到了8点的智力属性，让3级火狐变得更加的警觉。在秦牧发现这只3级火狐的时候，他也发现了秦牧，并且直接朝着秦牧攻击了过来。好家伙，这速度确实快了不少。看着3级火狐风驰电掣的朝着自己冲来，秦牧双眼微眯，手中大剑紧握，不退反进，一剑斩出，精准的命中了一跃而起的火狐。负38点伤害打出，顿时让火狐传出一声痛呼。秦牧强大的力量也是将其一剑轰得倒飞而去。不等火狐落地，秦牧便是乘胜追击，手上的新手大剑不断的朝着火狐的身上攻击。负38。凭借自己多年训练的成果，加上之前击杀100多只火狐的经验，面对3级火狐，秦牧也依旧是轻松的将其无伤击杀。击杀3级火狐，获得少量经验。击杀3级火狐，生命上限加10，等级 LV2 11%。3级火狐击杀获得的经验能够提升我 1% 的经验条，只需要再杀89只3级火狐就能够升到3级。扫了一眼自己的经验条，秦牧十分满意。解决掉3级火狐后，他没有任何的迟疑，继续寻找新的目标。又是1个小时过去，秦牧又击杀了89只3级火狐，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3级。再将自由属性点分配到了力量和敏捷上，他的力量成长到了18点，敏捷也是达到16点，血量更是直接来到了1790点，实力又获得了提升。爽！2个多小时提升到了3级，我这进度应该能排在前列了。最爽的就是我现在高达1790点的血量，在彩云市的3万多学生中，绝对是领先所有人的。看着自己高达1790点的血量，秦牧不由一笑。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尖笑猛地传来，秦牧只感觉自己背后袭来一股令他汗毛倒竖的危机感，没有任何的迟疑，他下意识的一个驴打滚，躲过了后方的未知攻击。唰，堪堪躲过了这一击，秦牧只感觉自己背后一股灼热感悄然而逝，紧接着就听见了一声爆炸的轰鸣声在自己前方响起，火光乍现。随着秦牧迅速的起身，定眼一看，却是见到自己前方一棵大树树干上被轰出了一个篮球大小的焦黑坑洞，冒着袅袅白烟。这是火系魔法攻击，还好躲得快，不然中了这一下，不被打死也得疼死。秦牧见状，心中骇然，不敢有任何的犹豫，他迅速转身，提起了12分的精神。在他转身之后，便是见到一只状如牛犊般的大号火狐从一旁的灌木中窜出，一双赤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自己。火狐精英，等级 LV3， 血量400，魔力500，力量16，体质20，敏捷15，智力18，技能利爪、火球术，全是精英怪。这火狐的属性比普通的3级火狐高出了1倍。看清楚了面前的敌人后，秦牧脸色微沉，一股压力油然而生。面前这只精英火狐绝对是他成为职业者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尤其是对方还掌握了火球术这样的远程攻击技能，让其对自己的威胁成倍的增加。他必须小心应对。第4章震惊，小怪爆出蓝色装备。看着及时躲过了自己攻击，完好无损的秦牧，精英火狐双眼之中闪过些许错愕的神色。他没有想过自己从背后偷袭的一招居然能够被秦牧躲过，但是他的错愕也仅仅是持续了短短片刻时间。低吼一声，张嘴再度朝着秦牧发出了一道火球术攻击。炙热的火元素在他的口中迅速汇聚，片刻功夫，一道拳头大小的火球便从他的口中喷出，直射不远处的秦牧。还来！看着这一枚散发着炙热气息的火球袭来，秦牧自然不会傻傻的站在原地等待精英火狐的攻击。之前这家伙偷袭他都没有得逞，现在直面自己发起攻击，秦牧更不会让精英火狐轻易的命中自己。
在金鹰火狐凝聚着自己口中的火球术的同时，秦牧就已经有所动作了。他手提新手大剑，快步冲向金鹰火狐面前。面对这种拥有远程攻击手段的精英野怪，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近对方，将其斩杀。否则，现在的秦牧只会被金鹰火狐不断的使用火球术攻击。唰！在秦牧冲上来的同时，金鹰火狐的这一道火球术也是直接冲向了秦牧的胸口。但是就在火球术即将落在秦牧胸前的瞬间，秦牧一个侧身，险之又险的擦着火球躲过了这一击。高达16点的敏捷属性在这一刻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他敏锐地做出极限反应。亲眼看着秦牧正面躲过了自己的攻击，金鹰火狐也是发出了一声带有惊讶情绪的嘶鸣。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秦牧的反应居然如此及时，而且对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样极限的操作，稍有不慎就会玩脱了，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就在金鹰火狐惊骇之时，躲过了火球攻击的秦牧却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两者本来的距离也并不远，在秦牧如今的敏捷属性下，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是眨眼之间。噗呲！随着一声铁器入肉的撕裂声响起，秦牧手中的新手大剑精准无误地刺入了金鹰火狐的右眼，血光乍现，一声凄厉的嘶吼顿时从金鹰火狐的口中传出，右眼被废，剧烈的疼痛感让金鹰火狐身形踉跄。就在这时，秦牧又是一剑朝着他的左眼刺出，这一刻，金鹰火狐的双眼彻底失明，再也看不见外面的一切。双目失明带来的痛苦让金鹰火狐变得异常的暴躁，恐慌的情绪也是迅速浮上心头。他嘶鸣一声，利爪开始疯狂地攻击自己周围，企图使用自己的利爪将秦牧开膛破肚。但废掉了金鹰火狐双目之后，秦牧便立刻拉开了双方的距离，让金鹰火狐的企图落空。双目失明，这下就好对付多了。看着不远处胡乱挥舞着双爪的金鹰火狐，秦牧悬着的心这才放松下来。这个世界虽是游戏化的世界，但是游戏和现实结合，怪物的一些弱点被攻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单纯的游戏中对怪物的弱点攻击更加严重。如今双目被废的金鹰火狐，尽管生命值还有300多点，但是威胁程度却已经大幅降低。就这样，秦牧默默地看着金鹰火狐在疯狂地胡乱攻击中渐渐力竭，攻击不再有力后，他立刻提剑上前，手中的新手大剑接连攻击，负32，负30，10多次攻击后，在他面前的这只金鹰火狐彻底没有了动静。击杀3级金鹰火狐，获得些许经验。击杀3级金鹰火狐，生命上限加20。随着金鹰火狐被秦牧击杀，刚刚升级到3级的他，经验条直接涨到了 5%。击杀一只3级的金鹰火狐，比他击杀一只3级的普通火狐收获的经验高出10倍。叮！就在秦牧刚刚扫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的时候，死亡的金鹰火狐身体上陡然冒出一道蓝色的光芒，伴随着一声脆响，一件雕刻着火焰花纹的长剑便是悬浮在了蓝光之中。爆装备了，还是蓝色品质的装备。眼前的一幕顿时让秦牧大喜。这个世界的野怪掉落物品的概率小得可怜，就如之前秦牧击杀了200多只普通火狐，连一根毛都没爆出来一样。普通野怪几乎不会掉落什么物品，也唯有精英野怪击杀后掉落物品的概率会高一点，但也极为有限，掉落装备的概率就更低了。即便是最普通的白色品质的装备，掉落概率也不到 1%。 秦牧根本没有想过，他自己击杀的第一只精英级的火狐居然能给他爆出蓝色品质的装备。这个世界的装备等级从低到高有6个等级，分别是白色普通装备、绿色精良装备、蓝色稀有装备、紫色史诗装备、金色传说装备、红色神话装备。秦牧面前的这把带着火焰纹路的长剑就是一件稀有装备。迅速上前将这把长剑拾取，秦牧立刻查看起了这把长剑的属性。火狐长剑，武器，稀有， LV1， 力量加15，破甲加5，攻击额外附带 20% 火焰伤害。卧槽！看着火狐长剑的属性，秦牧忍不住惊呼一声。一件 LV1 级的火狐长剑整整增加了15点力量属性，仅仅是这一项就能让他此刻的攻击伤害翻倍，何况还有5点破甲，外加 20% 的额外火焰伤害。只要装备这一把火狐长剑，他攻击造成的伤害恐怕接近现在的3倍，这简直就是新手神器。装备没有任何犹豫，秦牧直接将手里的新手大剑丢回了背包，在武器栏上装备了刚刚到手的火狐长剑。顿时他便感觉自己体内一股暖流涌入，浑身充满了力量。属性界面上，秦牧的力量属性直接从18点暴增到了33点，外带5点的破甲和 20% 的额外火属性伤害，瞬间让他的战力提高了2倍。
爽！这下可算是鸟枪换炮了。感受到装备火狐长剑后身体增长的力量，秦牧忍不住高呼一声，士气高涨，激动不已，提着火狐长剑继续猎杀火狐森林中的怪物。第5章，疯狂刷怪，血量破万。击杀精英火狐后，秦牧很快就遇到了一只3级的火狐，他快步上前，在绝对的敏捷优势下，不等3级火狐反应，率先就朝着他的身上刺出一剑。负100、20，顿时一个巨额伤害冒出。秦牧凭借着手中的火狐长剑，一剑打出了高达120点的伤害。仅仅2剑，3级的普通火狐就被他斩杀。击杀3级火狐，获得少量经验。击杀3级火狐，生命上限加10。好强！有了这蓝色品质的火狐长剑，杀怪就是爽。看着倒在血泊中的3级火狐，秦牧举起手中长剑，赞叹了一句。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次击杀了3级火狐之后，他的经验条只增长了 0.3% 左右。秦牧基本上可以断定，等级达到3级的他，至少要击杀3只3级的火狐，才能够让他的经验条上涨 1%。也就是说，现在想要提升到4级，还需要击杀284只3级火狐。继续，升级所需要的庞大经验并没有给秦牧带来多少的困扰。他现在可是击杀怪物就能够获得生命值上限的增长，几乎是每击杀一只野怪，他的实力都能够得到增长，这让他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兴致来击杀野怪。击杀了3级火狐，获得少量经验。击杀了3级火狐，生命上限加10。击杀3级火狐，生命上限加10。就这样，秦牧在火狐森林深处不断的击杀火狐，时不时的也会遇到3级精英火狐。但有了火狐长剑的加持，即便是这些精英火狐，在秦牧的手中也撑不过5剑。时间迅速流逝，秦牧杀的火狐越来越多，而他的血量上限也是不断的增加着。2000、3000、8000、10000。终于在接近傍晚时分，秦牧的血量突破了10000大关，他所斩杀的火狐也已经接近1000只，同时他的等级也来到了5级。秦牧升级之后，也是照例将自己获得的属性点全部分摊在了力量和敏捷上。血量突破10000后，秦牧也是打开了自己的属性表，姓名秦牧，职业未定，等级 LV5 28%， 转生灵转，血量10000，魔力500，力量41，体质14，敏捷24，智力12，属性点0。装备火狐长剑 LV1， 新手1 LV1， 新手靴 LV1。一天时间从1级提升到了5级，这升级速度恐怕整个彩云市的学生都无人能比。若不是为了将血量刷到10000点，我去更高级的野怪区练级，等级提升的速度还会更快。不过在后面击杀了接近1000只火狐，却是没有爆出第2件装备。呵，这爆率还真是低得感人。收起属性面板，秦牧轻笑一声，不再停留，开始往回赶。临近傍晚，夜幕即将降临，他需要回到新手村好好的休息。新手村有安全区，在里面不需要担心野怪和其他职业者的袭击，这是最佳的休息场所。从早上杀到傍晚，秦牧疯狂地折腾了一整天的时间。尽管升级能够补充不少的状态，但是秦牧此刻也是身心俱疲，必须好好的休整一番，第2天才有精神继续杀怪。20分钟后，秦牧一路奔袭回到了新手村的安全区。此刻天已经完全黑了，一轮皎月高悬夜空，驱散了些许黑暗，让人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新手村中不少人都已经从野怪区赶了回来，大家都是3、5成群的聚在一起，讨论着今天的经历，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自己第1天面对野怪击杀野怪的场景，也有人亮出了自己今天练级1天的成果。这些都是在1天内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3级以上的精英。3万多名学生升到3级的不足1000人，而升到4级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每一个爆出自己等级达到4级的学生，都会引起周围的同学一阵惊呼，收获大量或是崇拜或是羡慕的眼神，还有无数赞誉的言语。沉浸在同学们的惊呼赞扬中的人，脸上都是挂着志得意满的笑容。吼吼，嗷呜！新手村中大家高谈阔论，外面的野怪区也是时不时的传来了阵阵低沉的兽吼，远比白天更加的活跃频繁。夜晚是野兽的专场，这些学生可不愿意在视线受阻的情况下在夜间和这些野怪战斗。就如在进入天启裂缝的新手村之前，赵天和他们说的那样，这并不是游戏，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没有复活的机会，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即便是觉醒了 B 级天赋的周浩，此刻也是回到了新手村中。
没有盲目的仗着自己的天赋高、实力强就不顾夜间的危险在外练级。秦牧回到新手村，没有和任何人交流，从随身携带的干粮中取出一些，简单的填充了一下空空如也的肚子后，他便是找了一块还算柔软的草坪，直接躺着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秦牧便是从睡梦中清醒，简单的吃过一些干粮，扫了一眼大部分还在熟睡的新手村的学生，他没有惊扰任何人，一人一剑杀向了等级更高的风狼区。虽说他拥有的超限级本源天赋已经注定他将成为一名绝世强者，但是天赋再好也需要他自身努力。为了变强，秦牧可不会有任何一丝的懈怠。离开新手村半个小时后，秦牧就已经达到了风狼区。这里的野怪是比火狐更加难缠的风狼，等级区间为5到10级，是整个新手村20多个练级区中最危险的4个区域之一。另外3个区域则分别是金刚蚁区、魔猿区和恐鳄区。天启裂缝后面的新手村布局都是一致的，数千年来都未曾变过。4大区域作为新手村最危险的区域，也是有着新手村的4大 BOSS 坐镇，击杀任何一只 BOSS 都将获得丰富的奖励，尤其是首杀奖励更是丰厚。因此历届以来的人族新晋职业者进入天启裂缝后，都以获得新手村4大 BOSS 首杀为目标，以此获得丰厚的首杀奖励，让自己的实力进步得更快，领先所有的同届职业者。第6章，一个人来风狼区，这小子是在找死。嗷呜！前面有动静，居然已经有人先我一步来到了风狼区练级了。刚刚来到风狼区外围，秦牧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狼嚎声，同时还夹杂着一道道谩骂的声音。这一发现也是让他颇感诧异，毕竟能够在第2天进入风狼区刷怪的绝对不是一般人。风狼区最低的风狼都是5级的存在，即便是在外围，若是遇上5级精英风狼，或者从深处跑出来的8、9级的高级风狼，就算是等级达到了5级的职业者，也将有性命之危。若不是秦牧现在自身的血量已经突破了1万点，又有蓝色品质的火狐长剑在手，实力远超常人，他也不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带着好奇，秦牧循着声音朝着前方探索。轰！当秦牧穿过灌木，他刚好见到一道火球飞出，命中了一只体型硕大的风狼，将其狠狠地击飞。火球在他身上炸裂，瞬间就将他身上的大片狼毫灼烧成黑炭。负80，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值飞出，这一个火球直接打掉了这只5级风狼近1/5的血量，威力十分强大。居然是他，昨天觉醒了 B 级天赋的周浩，这家伙居然获得了火球术的技能，难怪敢进入风狼区练级。看见了战斗的双方后，秦牧顿时双目一亮，认出了刚刚激发火球术的少年，正是一开始大喊自己觉醒了B 级天赋火焰清河的一中学员周浩。除了周浩之外，在他前面还有一名少年，手持新手大剑，满脸戒备地盯着被击飞出去的风狼。显然周浩和这位少年是一同组队进入风狼区练级的，能够让周浩和他组队，这家伙应该也是一名 B 级天赋职业者，而且还是一位近战天赋的觉醒者。秦牧看了一眼两人，立刻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周浩的 B 级火焰清河天赋能够增加 200% 的火焰伤害，这家伙运气也是极佳，不知道哪里弄来的火球术的技能，这让他的攻击在彩云市这一届的所有职业者中都处于 T0 梯队，甚至可能是除了秦牧之外攻击最强的人。若是带着一位同样是觉醒了 B 级天赋的近战职业者一同组队，一攻一防，确实是有进入风狼区练级的本钱。谁？就在秦牧刚刚出来的瞬间，他就立刻引起了周浩两人的警惕。周浩更是直接对着大声呵斥，不怪他们两人如此紧张。现在两人刚刚将这一只5级风狼打残，若是被秦牧抢了怪，他们可就什么经验都没有了。放心，我无意和你们两个抢怪。看着两人紧张的模样，秦牧嘴角一勾，摆了摆手，便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并没有多做停留。看着秦牧自己一人朝着风狼区的深处走去，周浩和他身边的那位少年都是一脸的惊愕。哼，自己一个人就敢往风狼区走，这小子简直就是在找死。直到秦牧的身影消失在了视线中，周浩也是冷哼一声。秦牧一人在这风狼区闲庭信步的样子让他很是不爽。他可是觉醒了 B 级天赋的天才，在这风狼区都要和另一位 B 级天才组队才放心。这小子他凭什么敢一人进入风狼区，还这么无视他们？周浩，别关注那家伙了，咱们面前的这风狼要逃。就在这时，前面突然传来的急促喝声立刻将周浩的注意力拉了回来。转头一看，残血的风狼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并且朝着一旁的灌木丛中冲去。火球术！见状，周浩赶忙施展了一道火球术，阻断了这只风狼的逃跑计划。哦！
眼见无法逃脱，这只风狼也是嘶吼一声，凶狠地朝着周浩两人扑来，准备和两人拼命。双方再度站到了一块。嗷！秦牧在离开了周浩他们所在的位置后，并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一头风狼。风狼在见到秦牧的瞬间，就是发出了一声怒吼，锐利的双目死死地盯着他，龇牙咧嘴，口中流着哈喇子。风狼等级 LV5， 血量500，魔力500，力量18，体质25，敏捷22，智力12，技能赤突利爪，力量18，敏捷达到了22。这风狼最擅长的就是速度，好在我之前将升级获得的所有自由属性点都分配在了力量和敏捷上。面对同级别的风狼，我的敏捷还要在它之上。这风狼对普通职业者的最大威胁就是太过敏捷，但这对我而言却是不足为惧。扫了一眼面前凶恶的风狼，看清楚了对方的属性后，秦牧心中稍定，没有任何的慌乱，握紧手中的火狐长剑，率先发动了攻击。他的速度极快，24点的敏捷让他稳稳压制住了5级风狼的速度。一剑挥出，顺利命中，负88 17，一剑打出了88点的伤害，加上火狐长剑上附带的 20% 的火焰伤害，秦牧这一击就将风狼的1/5的血量清空。吼！受此一击，风狼也是吃痛的嘶吼一声，同时恶狠狠地直接挥出利爪，朝着秦牧抓来。技能利爪发动，让他的利爪上带上了一道幽幽寒光，威力大增。这一爪可以碎金裂石。当！面对风狼的利爪突袭，秦牧反应迅速，立刻横剑格挡。风狼的利爪砸在了火狐长剑上，瞬间爆发出了金属交击的精鸣声，一道火花也是从双方触碰的地方爆发。给我滚！看着僵持在了自己的火狐长剑上的风狼利爪，秦牧脸色一冷，猛地挥出一剑。此刻高达41点力量的他，只是一剑就将风狼横推了出去，同时手中的长剑一扫，又是在风狼的前爪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负60 12，虽然砍在了风狼的前爪上，对其造成的伤害不如之前的一剑，但是这一剑却是将风狼的前爪废掉，让其速度大减。至此，秦牧完全能占据了战场的主动。在前爪受伤的情况下，风狼再也无力发起攻击，只能够任由秦牧宰割。秦牧上前几剑挥出，便将风狼击毙。击杀5级风狼，获得少量经验。击杀5级风狼，生命上限加25。第7章疯狂杀怪，等级暴增，上调直刺格挡。风狼区，秦牧面对自己面前的风狼不断的发起攻击，火狐长剑赋予他强大力量。面对等级5级的风狼，秦牧仅仅是5次普通攻击就能够将这些风狼斩杀。击杀5级风狼，获得少量经验。击杀5级风狼，生命上限加25。随着秦牧又一次斩杀了面前的5级风狼之后，他的血量上限再度增加了25点。继续，继续，解决掉面前的这只风狼，秦牧没有丝毫的停歇，继续朝着风狼区深入。击杀5级风狼，获得少量经验。击杀5级风狼，生命上限加25。击杀6级风狼，获得些许经验。击杀6级风狼，生命上限加30。击杀7级风狼，生命上限加40。时间不知不觉的流逝，转眼间5个小时过去，秦牧在风狼区已经从天刚刚亮的早晨一直杀到了正午。此刻他也是深入了风狼区，所遇到的风狼的等级都达到了7级，时不时的还会遇到达到了8级的风狼。而经过了5个小时的激战，秦牧也是斩杀了超过500只风狼，他自身的等级也是顺利的提升到了7级。同时击杀的500多只风狼也让秦牧现在的血量上限突破了25000点。咕噜噜，在解决完面前的一只7级风狼后，秦牧的肚子也是传来了一阵声响。呼，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再继续杀怪。感受到腹部传来的饥饿感，秦牧停下了继续寻找风狼击杀的打算，而是取出了干粮就地补充。升级可以将秦牧的血量、体力等状态补满，但是他若是不吃东西，腹部的饥饿感可不会随着升级而消失。一边吃着东西，秦牧也是点开了自己现在的属性面板，扫了一眼自己的属性。现在我的血量已经达到了25880点，在后面将升级的1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敏捷属性上。现在我的敏捷已经达到了36点，这样的敏捷属性应该不比10级的风狼差了，可以去挑战一下10级的风狼。等级达到7级后，秦牧也是发现自己击杀同等级的风狼获得的经验越来越少。在5级的时候，他击杀3只5级的风狼就能够获得1%的经验，但是现在他得击杀5只7级的风狼
才能够让他7级的经验条增长1%，这也是这个世界的规则。职业者越到后面升级越困难，而且等级高的职业者击杀等级比自己低的怪物，还会受到经验惩罚，获得的经验将会大幅度降低。等级相差过了3级，击杀怪物将不会获得经验。因此，高等级的职业者想要尽快的提升自己的等级，就需要越级击杀等级比自己更高的怪物，又或者是击杀同等级的精英怪物。然而，这个世界是游戏降临现实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的纯游戏世界。所有人的命都只有一条，若是死了，就是真的死翘翘了。可没有游戏里面还能够再重生点复活的机会。越级杀怪对于绝大多数的职业者而言都是危险无比。至于击杀同级别的精英怪，危险更甚越级击杀普通怪物。因此，只有觉醒了强大天赋的职业者，才有胆量和资本越级击杀野怪，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经验，迅速的将自己的等级提升起来。秦牧在看过了自己现在的属性后，对自己越级击杀野怪的实力十分自信，血量高达25000多，又将自己的敏捷提升到了36点，他完全能够独自击杀10级的风狼。就算是面对10级的风狼，他可能会被击伤，但凭借他现在25000多的血量，也完全不惧。决定之后，秦牧也是迅速的填饱了肚子，然后就提着火狐长剑直奔风狼区的最深处，一路披荆斩棘。秦牧花了10几分钟的时间，迅速奔袭了20公里，又接连斩杀了10几只风狼后，他终于遇上了第一只10级的风狼。等级 LV10， 血量1500，魔力1000，力量28，体质45，敏捷33，智力17，技能赤突利爪。哦，秦牧刚刚看清这10级风狼的属性，这只风狼就率先朝他发动了攻击。33点敏捷的属性让这只风狼的速度超过了秦牧遇到过的所有怪物。发动攻击的瞬间，整只风狼就如同离弦的箭一般直扑秦牧，张开血盆大口就朝着秦牧的咽喉咬去。唰！然而在这只风狼刚刚靠近秦牧的瞬间，一道剑光闪过，只见秦牧脚下一扭，整个身体须臾间侧开，躲过了风狼的攻击。他手中的火狐长剑也是风狼和他交错而过的瞬间斩在风狼的腹部，将其腹部划开了一道半米长的口子。负360，一道巨额的伤害数值出现，风狼带着一声痛呼扑倒在地上，腹部破开的巨大口子让其体内的肠子都流了出来。铜头铁骨豆腐腰，这是秦牧在击杀了数百只风狼后摸索出来的风狼身上的致命弱点。他这一剑在打出了巨额的弱点伤害的同时，也使得这只10级的风狼陷入了持续掉血的重伤状态。受此一击，秦牧面对的这只风狼每秒都以50点的伤害持续不断的掉血。死！看着这只风狼的状态，秦牧低喝一声，火焰长剑挥舞，继续发起攻击。负103， 20，负110， 22，击杀10级风狼，获得些许经验。击杀10级风狼，生命上限加75。不到10秒的时间，秦牧就解决掉了这只10级的风狼，经验直接上涨了 2%。越级击杀的经验就是高，一只10级的风狼顶得上我击杀10只7级风狼了。而且击杀10级风狼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简单。果然，之前将升级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敏捷上是正确的选择。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唯有在敏捷上压制对手，才能够轻松的应对敌人。秦牧无伤解决掉了这只10级的风狼后，也不由得感慨一声。见这只风狼没有爆出任何的物品，他没有在这里停留，一人一剑继续寻找着其他风狼进行击杀。第8章越级击杀精英怪，又出货了。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1，体质+1，敏捷+1，智力+1，获得自由属性点+5。随着升级提示传出，秦牧身上的疲惫全部都被体内传来的一股力量清除，终于提升到9级了。还得是越级杀怪获得的经验多。浑身舒畅的秦牧也不由得欢呼一声。从中午到现在，他一杀就是3个小时，在击杀了300多只10级风狼后，他的等级也是顺利的提升到了9级。和之前一样，在等级提升后，秦牧将自己的5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到了敏捷上。接连2天的战斗，让他切实体会到了高敏捷的巨大优势。在超高的敏捷下，面对野怪的攻击，他不仅能够及时的做出规避，还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击。这2天秦牧击杀了近2000只野怪，他都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每一次都是无上刷野。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一直保持领先的敏捷属性。至于伤害，有火狐长剑这一件蓝色品质的新手神器在手，秦牧也是不缺的。
尽管后面他从5级升级到9级的20点属性点全部都加到了敏捷上，现在他的力量属性在火狐长剑的增幅下也达到了45点，比他现在主家的敏捷也就少了3点。不仅如此，秦牧击杀的300多只10级风狼，也让他现在的血量高达48000点，9级近5万的血量足以傲视群雄。噗，负80。突然间，秦牧就遭受了攻击，一道无形的锋刃直接落在了他的身上，对他造成了80点的伤害。与此同时，他身上的新手衣在承受了这一击之后，后背上也是离开了一道口子。操！哪个狗东西搞偷袭？突然到来的攻击直接让秦牧暴喝一声，连忙转身看向了偷袭自己身后的家伙。哦！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他又是感受到了一股危险袭来，没有任何的犹豫，秦牧本能地提起了自己的火狐长剑，横在了自己面前进行格挡。枪！在他的横剑格挡的瞬间，一股强悍的力量猛地轰在了他手中的火狐长剑上，让整个剑身都是发出了一道精鸣。这攻击居然看不见任何的轨迹，只能凭感觉抵挡。感受到了剑身上传来的力道，秦牧立刻警惕起来，随即就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前方发起攻击的罪魁祸首。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风狼，比他所斩杀的任何一只10级风狼都要更大。淡青色的毛发披在身上，隐隐有着一种清灵之力萦绕在这些毛发周围。而此刻，秦牧也是看清了自己面前的这只风狼的属性：风狼精英，等级 LV10， 血量3000，魔力2000，力量40，体质65，敏捷40，智力45，技能齿突、利爪、锋刃，10级的精英怪。刚刚的攻击定是这家伙锋刃技能，无形无界，这有点棘手啊。看着精英风狼的属性和他的技能，秦牧双眼微眯，脸上闪过一丝凝重。精英风狼的锋刃技能激发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痕迹可循，就是纯粹的操控风之力将空气压缩凝聚成刀刃而形成的攻击。虽然锋刃和火球术都是基础的魔法技能，同级别的强者施展出来的火球术和锋刃的威力相差不大，但是在低级职业者中，大多数人都更愿意面对火球术的攻击，毕竟火球术凝聚的火球还是肉眼可见的形态。可是锋刃，你完全看不见它的形态，更不知道它的攻击轨迹，想要防住或者躲闪都只能够靠着自己的意识和对细微的空气变动的捕捉，应对起来远比对付火球术更加的困难。这也是为何秦牧之前面对精英火狐的火球术攻击能够及时躲闪，而面对精英风狼的锋刃偷袭却是没有及时反应过来的原因。哦！秦牧横剑格挡住锋刃的一幕，也是让他面前的精英风狼低吼一声，一双狼瞳之中闪过了诧异的神色。他也好奇秦牧为何能够挡住自己的锋刃攻击，但他眼中的诧异也仅仅是持续了片刻的时间，接下来就对秦牧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这家伙的智力比力量和敏捷的属性都更高，看来无论是精英火狐还是精英风狼，都是极为擅长魔法攻击的怪物。想要解决他们，即必须尽快的靠近这些家伙，发动近身战。面对再度发起攻击的精英风狼，秦牧没有掉以轻心，同时也是知晓了这精英风狼的锋刃是从其嘴中激发的一点。为此，他很快就做出了选择，手持火狐长剑迅速的冲了上去，要拉近自己和风狼的距离。而他双眼则是死死的盯着风狼，时刻注意他激发锋刃时张嘴对着自己的角度。经过初步的试探，秦牧已经了解到了这精英风狼的锋刃攻击激发之后只能够直线攻击，仅有10级的精英风狼并没有能力操控锋刃进行追踪攻击。他只要注意到精英风狼激发锋刃时张嘴的角度，便能够及时调整自己冲向精英风狼的脚步，及时做出规避的动作。就这样，在接连躲过了4道锋刃之后，秦牧靠着8点的敏捷优势，顺利的来到了精英风狼的身边。战场的主导权瞬间更替，被秦牧近身之后，精英风狼便是迎来了他狂风骤雨般的攻击。敏捷属性上的优势让秦牧的追击速度、反应速度、攻击速度都要超过精英风狼。没有任何意外，精英风狼在承受了秦牧穷追不舍的近30次的攻击后，他那庞大的身躯也是应声倒地。击杀10级精英风狼，获得大量经验。击杀10级精英风狼，生命上限加150。精英风狼一死，刚刚升级到9级的经验条直接上涨了 5%， 上涨了 5% 的经验。麻烦再给我来一打精英风狼。越级击杀加上精英怪的庞大经验，让秦牧眼前一亮。不过击杀精英风狼的惊喜还不止于此。叮！随着一声轻响传出，精英风狼尸体上陡然亮起了一道光芒，
一本古朴的羊皮卷轴缓缓浮现，悬浮在蓝色光芒之中。这是技能卷轴。看着面前出现的一幕，秦牧顿时大喜。第9章，升到10级，5万血量。1级技能卷轴，使用后可习得技能锋刃术。1级技能锋刃术，发达了。看着手里的技能卷轴的介绍，秦牧嘴角上扬。这一份技能卷轴的价值要比他手里那蓝色品质的火狐长剑更高。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技能都弥足珍贵，除了特定的秘境中遇到的特殊的任务奖励外，也就只能够从击杀怪物后在这些怪物的身上爆出来。但这些怪物爆出技能树的概率，那是真的小得可怜，比掉装备的概率更低。因此，即便是最差的 F 级的技能，在彩云市的市面上都价值上万联邦币。至于1级技能卷轴的售价，至少10万联邦币。在彩云市，10万联邦币几乎是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1年的收入。只要秦牧将这1级技能卷轴拿出去售卖，便可以轻轻松松地赚上10万联邦币。当然，他也可以选择自己用掉这一道技能卷轴。在这个世界，未转职之前，职业者可以随意学习任何一种技能。同样的，在装备限制上，没转职确定自己的职业之前，任何装备都能够进行佩戴。但一旦转职之后，就只能够学习和装备该职业相关的技能和装备。或许有人会说，这样一来，大家都不转职，一路升级就好，这样就能够学习任意一项技能和装备各种装备。但这只是想当然了。职业者等级达到了10级，若是不进行职业选定，完成一转，其后续等级就会无法提升，即便是击杀再多的怪物，也无法获取经验。正是这一道规则限制，让所有职业者在达到10级之后，都必须做出职业的选定，完成一转。当然，在完成职业选定后，后续升级所获得的固定属性点的加成，也将会按照职业的偏重得以提升，让职业者的能力朝着职业定向的方向成长。这本1级锋刃术的技能卷轴还是留着，等7天新手试炼结束后，到交易市场卖掉换钱。看着手里的技能卷轴，秦牧沉思片刻，就将其收到了自己的背包里。以秦牧的本源天赋，血量会无限的增长，最为适合他这一个天赋的就是狂战士。秦牧也是早已经决定要转职狂战士职业，他后续基本不会浪费自己的自由属性点在智力上，像火球术、锋刃术等等，这些伤害需要靠着智力属性提升的魔法技能，他完全没有必要学习，就算是学了，也不会有多大的作用。在不加智力的情况下，掌握这些1级的魔法技能，到时候打出来的伤害，还不如他上去拿着剑瓶 A 下来的伤害更高。现在我的等级已经来到了9级，今天想要在天黑之前提升到10级，就得抓住这最后的2-3个小时，趁着天黑之前，尽可能的击杀更多的10级风狼，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10级。收起锋刃术的技能卷轴，秦牧抬头看了天空，没有继续迟疑，迅速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继续寻找风狼区深处的风狼。通过刚刚击杀10级精英风狼的一场战斗，秦牧已经判断出来自己现在的实力完全足够他在这新手区横着走，只要不遇上新手村的4大终极 BOSS， 他就是无敌的存在，任何的怪物都无法对他产生威胁。击杀10级精英风狼，获得大量经验。击杀10级精英风狼，生命上限加15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体质加1，敏捷加1，智力加1，获得自由属性点加5。经过了2个小时的扫荡，秦牧终于在击杀了最后一只精英风狼的时候，等级顺利提升。2个小时的时间，他击杀了上百只10级普通风狼和5只10级精英风狼，这才让他的等级得以突破。而此刻，天也即将彻底黑下来，终于升级了。接下来就是解决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了。看着升级提示，秦牧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顺手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查看起了自己的属性。姓名：秦牧，职业：未定，等级 LV10 0%，转生0转，血量55980，魔力1000，力量46，体质19，敏捷49，智力17，属性点5，生命值上限已经破5万，估计明天再杀一天的10级怪，我的血量就能突破10万大关。我想到时候遇到了新手村的4大终极 BOSS， 他们也未必有我的血量多吧。看着自己现在的血量，秦牧信心满满。这一次，秦牧并没有将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加在敏捷上，而是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等级提升到了10级，他已经达到了目前能够提升的最高等级，就算是继续杀怪获取经验，也只能够将他10级的经验条拉到 100%， 无法将等级继续提升下去。想要继续升级，就需要等到7天新手试炼结束，天启裂缝再度开启。
将它传送出去后，再转至神殿选择职业定向，完成一转才能继续提升等级。等级提升到10级后，秦牧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寻找新手村的4大终极 BOSS， 将他们全部击杀，从而拿到丰厚的首杀奖励。留下的5点自由属性，秦牧可以到时候遇到了 BOSS 时，根据需要进行加点。5点自由属性虽然不多，但是在关键时刻，1点属性点的优势都能够主导战斗的胜负。秦牧现在的实力已经足够应付任何新手村的怪物，留下5点自由属性点，也是给他自己在遇到 BOSS 的时候留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比如遇到风狼王的时候，若是敏捷不如对方，他可以将这些自由属性全部加到敏捷属性上，说不定靠着这5点自由属性点的加成，秦牧就能够在速度上压制风狼王，占据战斗的优势。若是他的敏捷足够高，他到时候就能够将这5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到力量上，让他获得更高的输出，能够更快的解决掉风狼王。在秦牧将自己的属性面板关闭的同时，天空彻底黑了下来，今晚的皎月也被一层厚厚的黑云遮住，让夜晚的风狼区变得漆黑无比。嗷呜！也就是这个时候，一声穿透力极强的狼啸传出，一股强大的气势横扫了风狼区的核心，让现在身处风狼区核心的秦牧心中一紧。第10章 BOSS 出现，风狼王，这股气势绝对是风狼王无疑。好家伙，天一黑就出现了，我倒要看看作为新手村的4大 BOSS， 这风狼王究竟有多强。朝着狼啸传来的方向看了一眼，秦牧双眼微眯，低声说道，然后就是提剑保持戒备的朝着风狼王所在的位置摸索了过去。虽然现在到了夜晚，夜色比昨日更浓，但提升得到了10级的秦牧实力也是远非昨天可比。即便是在漆黑的夜里，他的视线也要远超寻常人。虽然现在的视野不及在白天的时候，但对他的视觉的削弱也没有太多的影响，依旧能够看清楚前方50米的情况。而且自身超过5万点的生命值，也让他有了在夜间行动的资本和胆量。向前摸索了200多米，秦牧猫着身子藏身在高达1.5米的灌木后面，目光透过灌木的缝隙看向了前方。就在不远处，一双拳头大小的散发着绿色光芒的眼睛出现在黑暗中。这一双绿色双瞳的主人正是风狼区的王者，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之一，风狼王。风狼王的体型远超10级的精英风狼，身高近3米，体长超过4米，1.8米的秦牧在他面前都得仰着头看着这家伙。注意到这风狼王的时候，秦牧也发现了这家伙的属性。风狼王领主级 BOSS， 等级 LV10， 血量3万，魔力15000，力量80，体质120，敏捷55，智力100，技能齿突、利爪、连环锋刃、狂暴。卧槽，100点的智力属性，3万血量，这要是被他的连环锋刃命中，可就有点伤了。看着风狼王的属性，秦牧内心也是咯噔一下。虽然知晓新手村的 BOSS 是领主级别的 BOSS， 但是切实见到这家伙拥有如此强大的属性，他也是免不了震撼。BOSS 的强弱也是有区别的，同样等级的 BOSS 阶位越高，实力也越强。按照从弱到强， BOSS 的阶位可以分为兽将级、领主级、君王级、皇者级、帝尊级。虽然秦牧面前的这只风狼王仅仅是第2阶级的 BOSS， 但是在刚刚进入天启裂缝后的新手村的职业者面前，领主级的 BOSS 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职业者很大部分的实力都来源于自身的装备，而新人进入新手村只能够携带统一制式的新手装备，加上新手村外的野怪那低得可怜的装备爆率，新人基本上在新人试炼结束后都依旧是穿戴着联邦最初发放的新手装备。仅仅是靠着最低级的新手装备，即便是觉醒了 S 级战斗天赋的天才，没有好的装备，同等级之下也很难完成对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的击杀。唯有觉醒 SS 级的战斗天赋的天才，才有把握单杀秦牧面前的这只风狼王。至于秦牧现在所在的荒神星域1008611号新手村，如今这个阶段除了秦牧之外，就算是将彩云市这一次觉醒的3万多人全部集合在一起，恐怕也未必是这只风狼王的对手。嗷呜！在秦牧对面前的这只风狼王的强大属性感到诧异的同时，风狼王此刻也是耸了耸鼻子，敏锐地捕捉到了秦牧身上的气息，当即便是嘶吼一声，一双狼目上释放着凶狠的幽光，看向了秦牧所藏身的灌木丛的位置。而随着风狼王的一声怒吼传出，风狼区核心区域中，那些听见风狼王嘶吼声的风狼们都是迅速地朝着风狼王身边汇聚。嗷呜！这些普通风狼和精英风狼一边赶路，一边发出阵阵嚎叫，响应风狼王的号召。不好，被发现了！这家伙还叫了帮手，这下麻烦大了。突然发生的变故
让秦牧顿时一惊。听见附近由远及近此起彼伏的狼嚎声，他也判断出了如今的形势，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仅仅一个风狼王就足以让他陷入苦战，若是他现在还被数十只普通风狼和精英风狼围攻，那就危险了。没有任何犹豫，秦牧立刻转身就走，不敢在这里有半分的停留。咻咻咻！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身后的风狼王却是直接动手，风元素在他的操控下迅速凝聚成风刃，直接发动了连环风刃技能，5道风刃破空而至，直袭秦牧后背。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危机，秦牧即便是做出了极限躲闪，却也仅仅是躲过了3道风刃的袭击。面对剩下的2道风刃，他只能够硬抗下来。噗呲噗呲，负400，负400，2道风刃命中秦牧的后背，火辣辣的疼痛感迅速从背后传来，剧烈的痛楚令秦牧也不由得龇牙咧嘴。好强，2道风刃就打了我800点血，若是全部吃下了这风狼王的技能，我这2000血就没了。看着自己骤减800血量，秦牧也是心悸不已。这样的恐怖伤害，若是换做其他人，早就被秒了。普通职业者就算是达到了10级，没有优良的装备支撑，血量根本达不到2000。风狼王一个连环风刃的技能打满，绝对能将一名10级的普通职业者秒杀。感受到了风狼王的攻击强度后，秦牧不敢有任何的犹豫，他直接将手里的5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敏捷上，顿时他的敏捷属性就达到了54点，只比风狼王的55点敏捷低了一丝。敏捷得以提升后，秦牧奔跑的速度也变得更加的迅速，眨眼间就窜出了数十米。嗷呜！看着秦牧受到自己的攻击却依旧生龙活虎，还迅速的逃向了远方，风狼王彻底怒了，一声怒吼过后，他也是直奔秦牧追去。55点的敏捷让他的速度更胜秦牧，全力追击下，他和秦牧之间的距离也在缓缓的拉近。不仅如此，风狼王追击秦牧的同时，一道道嘶吼声也是从他的口中传出，召唤着前方存在的风狼对秦牧进行堵截。就算这些风狼不是秦牧的对手，但只要能够阻挡秦牧片刻的时间，让他能够迅速追上秦牧，这就足够了。哪怕这些风狼会被秦牧斩杀，他也不在乎。好，风狼王的策略很快就有了效果。在追逐秦牧大概半分钟时，秦牧前方的道路上也是猛地窜出了一只风狼，挡住了秦牧的去路。靠！居然遇到了一只10级的精英风狼挡路！看着前方拦路的风狼，秦牧忍不住怒骂一声，连忙一个急刹车，迅速调转方向逃走。然而就在他刚刚转过方向的瞬间，前方又是传来一声嘶吼，又一只10级的精英风狼从灌木中窜出，挡在了他的面前。对，这下不用跑了，接连被2只精英风狼拦住了去路。秦牧也只能苦笑一声，火狐长剑出现在他的手上，速度丝毫不减地朝着第2只精英风狼出去。既然不能逃走，那他就得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掉一只精英风狼，最大程度上缓解他接下来的战斗压力。第11章风狼战甲，战撸领主级 BOSS。 嗷呜！挡住秦牧的这一头精英风狼看着秦牧继续上前，他也是立刻嘶吼一声，目露凶光，张嘴就朝着秦牧释放了一道风刃。哼，这么喜欢拦路，那就先拿你开刀。这一刻，为了尽快的解决掉这一只精英风狼，秦牧对这一道袭来的风刃没有任何的躲闪，而是顶着这一道风刃的攻击。在这一头精英风狼错愕和惊骇的目光中，一剑刺出，火狐长剑直接从他的左眼刺入他的脑海。一招得手，秦牧并没有抽出火狐长剑，而是用力一旋，强大的力量带着火狐长剑将这头10级的精英风狼的脑袋搅成了一团浆糊。负3000，致命伤害。伴随着精英风狼的一声哀嚎，秦牧这一剑直接就将这家伙秒杀了，居然打出了致命伤害。见自己一剑就将这满状态的10精英风狼秒杀，秦牧也是瞪大了眼睛，这还是他这2天第一次打出的致命伤害，着实是让他吃了一惊。击杀10级精英风狼，获得些许经验。击杀10级精英风狼，生命上限加150。叮！就在秦牧面前出现1-2条击杀提示后，精英风狼的尸体上方也是爆出了一件闪耀着蓝色光芒的物品。这一幕立刻就吸引了秦牧的所有注意，定睛一看，却是一件战甲悬浮于光芒之中。没有任何的迟疑，他一把将其拾取，迅速的扫过了这一件战甲的属性。风狼战甲，护甲，稀有 LV5， 体质加30，护甲加10，韧性加5，减少20%风系法术伤害。卧槽，又爆出蓝色稀有装备了，还是可以减少风系法术伤害的强力护甲。看完了风狼战甲的属性后，秦牧顿时激动的欢呼一声，
立即就将这一件战甲装备在自己身上，替换了自己身上的新手衣。穿上了风狼战甲之后，秦牧的血量也是上升了600点，同时防御也是得到了大幅的加强，让他面对身后的风狼王的追击时受到的威胁都弱了3分。有了这一件风狼战甲，我已经有了正面和这风狼王以及周边汇聚的风狼正面一战的实力了。感受着风狼战甲给自己带来的提升，秦牧双眼绽放璀璨金光。有了风狼战甲的韧性和防御的加持，外加对风系法术的 20% 的减伤效果，足以让他直面风狼王和他召唤的其他风狼的攻击。杀！感受着身后继续追击而来，因为自己刚击杀精英风狼单个的时间而已经距离自己不足20米的风狼王，秦牧一个转身，手持火狐长剑，不退反进，径直朝着风狼王杀了过去。哦！秦牧突然间掉头杀了回来，让原本一直追杀他的风狼王也是愣神了片刻。也就是这一片刻的愣神，秦牧已经迎了上来，一剑斩在了风狼王的前腿上。-110，22，血光乍现，秦牧全力一剑，只带走了风狼王不到150点血量。照这样下去，他至少得砍这家伙200多刀才能够将风狼王击杀。不过，对于自己能够一剑打出3位数的伤害，秦牧已经心满意足了。以他现在的实力，挥剑砍杀这只风狼王200多次，也不过是1刻钟的时间就能完成。当然，这是在没有其他风狼干扰的情况下。有了风狼王一声狼啸召集过来的其他风狼和精英风狼的阻碍，他想要击杀这风狼王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好！突然传来的痛楚立刻让风狼王从刚刚的愣神之中回过神来，看着自己居然被眼前的渺小人类刺伤，他顿时发出一声怒吼，利爪瞬间拍出，朝着秦牧一抓。唰！3道寒芒闪过，秦牧险之又险地躲过了风狼王的这一道利爪攻击。就在他继续挥剑攻击之时，他心中危机顿生，没有任何的犹豫，秦牧立刻放弃了继续攻击的想法，脚下连点，辗转腾挪间，他便是避开了不知道从何处袭来的4道锋刃，最后被一道锋刃斩在了他的胸口处。-200，一个巨大的伤害顿时从他的身上冒出，胸口隐隐传来的痛楚也让他眉头一皱。不过很快，秦牧紧皱着的眉头就舒展了开来。风狼王的连环锋刃对我的伤害居然直接降低1半，这风狼战甲比我想象的更强。秦牧在知晓了这一击是风狼王发动的连环锋刃之后，他心中顿时大喜。之前他在没有装备风狼战甲的时候，面对风狼王的锋刃攻击可是掉了400点血，2道锋刃的攻击就让他减少了800点血量。但是现在在将之前的5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敏捷上，又装备了风狼战甲后，他能够躲开4道锋刃，只需要承受1道锋刃的攻击，并且这道锋刃攻击对他造成的伤害还降低了1半。如此一来，他就算是和这只风狼王战撸也完全不怂，对方一个连环锋刃的技能攻击也就能够打掉他200点血量。虽然伤害比他对风狼王造成的伤害高，可他的攻击那只是拿着火狐长剑对风狼王平 A， 而风狼王的连环锋刃断然不可能无间断的一直发动。在敏捷属性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战斗经验丰富的秦牧有信心躲开风狼王的绝大多数的近身搏斗的攻击，只需要提防对方的连环锋刃的技能攻击便可。再靠着他那超过了风狼王的2万多的血量，和风狼王硬碰硬换血，他也能最终战胜这只实力强大的领主级 BOSS。 杀！电光火石间，秦牧就已经有了作战计划。一声怒喝，他又是迅速的拉近了和风狼王的距离。面对这只远比自身庞大的怪物，秦牧没有任何的胆怯，手中火狐长剑飞舞，不断的对着风狼王攻击。火狐长剑每一次命中风狼王，都能够带走对方上百点的血量，而风狼王也是时不时的对秦牧发动连环锋刃的攻击，同样对秦牧造成了不小的伤害。随着秦牧和风狼王展开缠斗，周围的被风狼王召集而来的风狼和精英风狼也是越聚越多。不过无论是精英风狼还是普通风狼，在看到了秦牧和风狼王打得火热时，却都没有上前一步加入战斗。风狼王现在只想自己亲手将秦牧这个胆敢闯入他领地的人类斩杀，并没有让这些风狼加入其中，只命令他们将战场牢牢地围住，不给秦牧有再次逃走的机会。第12章，风狼王暴走，恐怖增幅，血祭裁决显微。转眼间，双方的战斗就已经持续了10分钟。这段时间，秦牧专门挑着这风狼王的腹部攻击，铜头铁骨豆腐腰，任何一只狼类怪物基本上都是如此。而且现在以秦牧和面前这只风狼王的体型上的差距，他也无法轻松的攻击这只风狼王的头部，对其双眼进行弱点攻击，只能够将目标放在风狼王的腹部和他的四肢上。10分钟的战斗也是让风狼王伤痕累累，腹部、四肢都是遍布火狐长剑攻击留下的剑伤。哦！又是承受了秦牧的一剑后，风狼王再度嘶吼一声，
又一次鼓动自己身周身的所有风属性力量，凝聚出一道道锋刃，朝着秦牧突袭而去。面对风狼王的攻击，秦牧早就有所准备，十分熟练地躲掉了大半的锋刃，又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挡下一道锋刃后，他头顶也就只冒出了200点的伤害数值，仅仅是承受了一道锋刃的攻击。哦，看着自己的5道连环锋刃居然依旧只能够击中秦牧一次，风狼王满是愤怒地嘶吼一声，一双狼目紧紧地盯着秦牧。经过了一场大战，他也早已不复最初的神威，身上那被秦牧打出的上百道伤口不断地往外渗出鲜红的血液，乍一看他要比秦牧更加狼狈不堪。秦牧在和风狼王的战斗中几乎没有被对方的利爪和撕咬击中过一次，而面对风狼王的锋刃攻击，就算是承受了最后一道锋刃的攻击，他也有身上的风狼战甲的庇护，虽被锋刃打出了伤害，身上疼痛不小，但却并没有显著的伤势，整体状态也要比风狼王好很多。此刻风狼王看着秦牧再一次硬扛住自己的一道锋刃攻击后，又是提剑杀来。他双目中最初的蔑视早已消失不见，现在只剩下了浓浓的惊骇和一丝不解。他实在是想不明白，秦牧这样一位渺小的人类，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居然能够和他这样的一尊领主级 BOSS 硬拼到现在。即便是秦牧能够躲过他绝大部分的攻击，但在这10分钟的时间里，对方也是承受了他几十道锋刃的攻击，哪怕每一次攻击只会对他造成200点伤害，这几十次的攻击累计的伤害也达到了近万点。10级的职业者，即便是天赋强大的 S 级职业者，在新手村试炼的时候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多的血量啊。风狼王又岂能想到，秦牧可不是普通的职业者，他觉醒了超限级的本源天赋吗？就连那些 SS 级的天赋职业者也远无法和他相提并论。经过了这2天的杀戮，秦牧现在的整体血量可比他还要多出2万多点。嗷呜！轰！又是5分钟过去，秦牧经过了一番战斗，终于将风狼王的血量打掉了 90%。 也就是这个时候，残血的风狼王陡然间发出了一声嘹亮的嘶吼，滚滚血气瞬间席卷他的全身，一双在夜间呈现幽绿色的双瞳赫然变成了血红之色，整体气势更是直接攀升了1倍。强大的气势爆发之下，一道利爪迅速袭来，秦牧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一爪命中胸膛。负800，嗨嗨，好强的力量，好快的速度，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至少提升了1倍。秦牧手中火狐长剑插在了地上，向后倒退了7、8米才堪堪停下。强大的冲击力却让他刚刚承受了风狼王一爪的胸口气血翻涌，强忍住口中的腥甜气息，秦牧立刻将自己的目光朝着前方的风狼王，顿时一行小字就浮现在了他的面前。丁，风狼王当前生命值降低至 10%， 发动技能狂暴，所有属性提升 150%， 持续时间 60s。 果然，看着面前的提示，又看了一眼此刻风狼王狂暴后的属性，秦牧轻叹一声。在狂暴的 150% 全属性增幅下，风狼王此刻的属性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所有属性全部突破3位数，即便是最低的敏捷属性，那也是达到了138点，力量属性更是到达了200点，这才导致了刚刚秦牧面对突然暴走的风狼王攻击时，没有来得及躲开，被对方一巴掌拍出了7、8米远。若非秦牧拥有风狼战甲，让他多了不少的韧性和防御，刚刚风狼王的一击足以打出上千的伤害，更是可能将秦牧一击轰飞。好，风狼王一击得手，并没有任何的停顿，嘶吼一声，庞大的身躯化作了一道旋风般再度冲向了秦牧。他知晓自己现在的状态只能够持续1分钟的时间，因此他要在这短短的1分钟的时间内，将面前这个逼得他暴走的人类彻底碾碎。狂暴状态下的风狼王，其速度之快令秦牧顿时瞪大了双眼。好快的速度，这速度我完全无法躲闪。面对敏捷属性已经高达138点的风狼王的攻击，秦牧指根本无法闪躲。现在他的敏捷属性也不过是54点，和风狼王根本无法相比。轰！刚刚提剑格挡的秦牧立刻就遭到了风狼王的第2次攻击，一击之下，他的身形再度被轰退数米。而这一次，即便有火狐长剑格挡，他也遭受了500点的伤害。抬剑格挡的双手在风狼王200点力量属性的一击下，也是被震得虎口生疼。秦牧只感觉自己再被这风狼王多来几下，就算是自己血量不见底，他周身的骨头都要被震得散架。想逃是不可能的了，我现在的剩余血量只有3万多点，以现在这暴走的风狼王的状态，在这 60s 的时间内，我若是一直被动挨打，很可能就交代在这里了。既然如此，那就牺牲掉我这 1% 的生命值，直接将其斩杀得了。看着再度冲杀过来的风狼王，秦牧眉头一挑，当机立断地做出了决定。血祭裁决，一声怒喝传出，一股浓郁的气血之力从秦牧的体内狂涌而出。紧接着，
这一股气血之力立刻锁定了冲过来的那只暴走风狼王。电光火石之间，一道血色巨刃从天而降。轰！一声巨响传出，不可一世的风狼王身躯顿时被血色巨刃顶在他的脖颈间，将他死死地压制在地面上。噗呲！没有任何意外，风狼王在被压制在地面的瞬间，血色巨刃便直接划过了他的脖颈，将他那硕大的狼手斩落。击杀风狼王，获得大量经验。击杀风狼王，生命上限加1500。随着风狼王被斩首，秦牧立刻获得了1500点的生命值上限，血条再度厚了不少。虽然血祭裁决的施展需要献祭掉秦牧现有1%的生命值，不过只要他休息一会，凭借着自身的回复，用不了多久就能将血条补满。在和风狼王交战之时，秦牧的总血量达到了56000点，而现在击杀了风狼王后，他的总血量则是达到了57500。不过秦牧击杀风狼王后并没有在意自己现在的血量如何，反倒是充满期待的将目光投向了风狼王的无头尸身上。击杀了风狼王，这回该给我个史诗级大爆了吧。看着风狼王的尸体，秦牧心中如是想到，连周围围住他的几十只风狼都被他暂时忽略。第13章全服公告，名震宇宙。叮！在秦牧的注视下，轰然倒地的风狼王尸体上顿时冒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光芒之中，一件又一件物品缓缓浮现，看得秦牧双眼放光。收！念头转动间，秦牧直接将这所有爆出来的物品全部收到了自己的背包中。他并没有忘记这个时候自己身边还有着几十只风狼围在他的身边，眼下并不是他清点风狼王爆出来的战利品的时候。全服公告，恭喜荒神星域第10086111号新手村秦牧完成风狼王首杀，声望加1000，奖励称号新人王者。全服公告，恭喜荒神星域第10086111号新手村秦牧完成风狼王首杀，声望加1000，奖励称号新人王者。秦牧刚刚将这风狼王爆出来的物品全部收入自己的背包空间中，一道虚无缥缈、毫无感情的机械声顿时响彻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之中。同时，在所有人的职业者面板内亦是出现了刚刚声音提及的内容，就连秦牧也不例外。全服公告，草率了，我居然忘记了这一茬，这一下可是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所有人面前了啊，以后的麻烦绝对不会少。陡然间传出来的提醒，也是让秦牧脸色微变。全服公告可不仅仅是人族的职业者能够收到，这个世界之中的其他星空万族的职业者都能够收到这一公告。如今不仅是人族的职业者，还是其他种族的职业者都已经知晓了他仅仅是在第二天晚上就将新手村的终极 BOSS 斩杀的消息。仅仅是进入新手村第二天就斩杀了终极 BOSS， 这样的成绩从未有过。秦牧所知晓的最高纪录，那也是一位异族的 SSS 级天赋的职业者在第4天才成功的斩杀终极 BOSS， 而他却要比这整个宇宙的最高纪录还要快上2天。此公告一出，秦牧注定会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整个宇宙都关注的焦点。秦牧必然会被人族的顶尖强者所重视，将会受到最好的资源培养，当然也会受到其他人族敌对势力和种族的强者的敌视，成为这些人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嗷呜！就在秦牧因为世界公告愣神之际，周围的几十只风狼都是仰天咆哮，几十双泛着幽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秦牧，下一刻便是朝着秦牧发起了攻击。风狼王的死亡并没有让他们这些风狼感到任何的畏惧，没有了风狼王的压制，这些风狼再也不用忍耐心中的杀意，纷纷嘶吼着扑向了被围困在中心的秦牧。阵阵嘶吼声立刻让秦牧回过神来，摇了摇头，没有再去想自己离开新手村之后的事情，而是专心的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周围的狼群上。48只风狼全部都是10级的，其中还有10只精英风狼。来得好，等我将这些畜生全部斩杀，我的血量上限又能够再增数千。面对周围围攻过来的风狼群，秦牧脸上没有任何的畏惧神色，低喝一声后，他就手提火狐长剑，直面48只风狼的围攻，一人独占群狼。本来以他的实力，根本就不惧这些同等级的风狼，现在有了风狼战甲在，秦牧面对这些风狼更是游刃有余。虽然剩下的风狼足足有48只之多，但实际对秦牧的威胁还不到刚刚那风狼王的一半。凭借自身的硬实力和高达数万的血量，秦牧一人一剑在风狼群中杀了个7进7出。剑光血影之间，一只又一只风狼接连的倒在了他的剑下。与此同时，全服公告一出，整个宇宙的职业者都是浑身一震。宇宙中一尊尊无比强悍的存在都被这一道公告所惊，哪怕是当今的至强者，站在了宇宙顶端人物，亦是被这一道世界公告所震撼。短短2天时间就完成了新手村 BOSS 的击杀，这个叫秦牧的家伙究竟觉醒了什么本源天赋，竟如此强大，能够如此短时间内击杀风狼王，此子必然是一位 SSS 级的本源天赋觉醒者。荒神星域
好像是人族所占领的18大星域之一。走，我们过去瞧瞧。人族这些年发展的趋势越发的强劲，在宇宙中的势力也越发的壮大。若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想办法将这一名叫秦牧人族小辈提前扼杀，万不能再让人族多出一位至强者。宇宙空间中，一个个强大的种族中的至强者都立刻做出了行动，整个宇宙顿时暗流涌动。一尊尊实力强大无比的存在开始横跨无垠宇宙，朝着荒神星域而去。人族这边，荒神星域中心的大荒星上，一尊浑身沐浴着火焰的红发中年于星河中走出，一步跨出就已经来到了大荒星外的星空之中。仅仅是第2天就击杀了风狼王，我荒神星域终于又出了一位绝世妖孽。身影背负双手，一头赤红色的长发无风自动，一双赤红的双眸透过无尽星空，扫向了整片荒神星域的一颗颗生命星球，喃喃自语道：此人正是这一片浩瀚星域的主宰，人族至强者之一的荒神。嗡嗡嗡！就在荒神的低语刚刚落下之际，一道又一道强悍的身影接连投射而来。大家都来了呀！看着身边一道道强大的身影到来，荒神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看向众人。这些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星域之主，执掌着人族一方星域的至强者，每一个都是站在了宇宙之巅的顶尖人物。而现在，这些人全部齐聚荒神星域，来到他的大荒星，显然都是为了刚刚引发了全服公告的秦牧而来。君明，这一次你荒神星域可是出了一个好苗子啊！仅仅是第2天就解决掉了风狼王，这可比之前的宇宙纪录要快了整整1倍。咱们人族这一次又要多出一位顶尖强者了。一位刚刚来到大荒星外的中年强者立刻笑着对着荒神说道，显得格外的激动。这名强者的话刚落，在他身旁另一位年纪稍长的中年美妇便是皱眉道：曲阳，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秦牧既然触发了全服公告，宇宙中的其他种族的强者定然也会齐聚荒神星域，尤其是咱们人族的那些敌对种族，他们绝对不会放任我们这边再多出一位至强者的。这点我们必须要加以防范，万不可让这些家伙对秦牧下手。闻言，包括刚刚开口的曲阳和其他人都是沉默了下来，默默点头。荒神君明亦是如此。沉默片刻后，他便是对着众人再道：在新人试炼结束后，我会立刻获取10086111号新手村对应的天启裂缝所在的星球和区域，第一时间将秦牧保护起来。这段时间就有劳诸位在我荒神星域驻守，震慑那些靠近我荒神星域图谋不轨的家伙了。放心，我们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才马不停蹄的赶来的。没错，若是那些家伙胆敢出手，我们也不用和他们客气，为战而。我人族虽崛起时日比不上那几个古老种族，但以我族如今的实力，也不惧和他们一战。面对荒神的请求，其他10几位人族强者都是满脸慎重的点头回应，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涌动着磅礴战意，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威压，令他们身边的宇宙空间都泛起了一阵涟漪。第14章紫色狼王套装，金色称号，实力暴增。10086111号新手村安全区内，近3万的彩云市职业者此刻也是被刚刚的世界公告震撼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10086111号新手村是我们这个新手村吧？我们彩云市居然出了这么一个猛人！我的老天爷，今天才是第2天啊！秦牧居然能够击杀风狼王，这得是觉醒了什么级别的天赋啊 ？SSS 级，绝对是 SSS 级的天赋，只有 SSS 级的顶级天赋才能够让秦牧在短短的2天时间内完成对风狼王的击杀。秦牧该不会是我们班的那家伙吧？难怪我们之前询问他觉醒了什么本源天赋的时候，那家伙不告诉我们，没想到他居然觉醒了 SSS 级天赋，一飞冲天！秦牧这是要起飞了呀，绝对会被人族重点培养，和咱们以后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羡慕，太羡慕了。7中8班的同学，秦牧是你们班的同学吗？他有没有女朋友啊？此刻，这些新人们都忘记了和野怪鏖战了1天的疲惫，疯狂地讨论着他们彩云市的这位横空出世的顶级天才。整个彩云市就只有3万多人，觉醒了本源天赋的职业者也仅有300多位，现在更是有一部分人在这2天陨落在外，人数已经减少到3万人之下。众人只要稍微一打探，就能够确定秦牧的身份。一时间，7中8班的学生立刻成了香饽饽，被大量的学生围着询问秦牧的情报。对于自己造成的轰动，秦牧并不知晓，就算知晓了，他也只能是无奈一笑。现在的他正在风狼区深处屠戮着大批的10级风狼，经过几分钟的鏖战，他身边已经躺满了风狼的尸体。围攻他的48只风狼被他斩杀了大半，直到最后一只风狼倒在了他的剑下，秦牧的血量上限也是顺利突破了6万点。10级的经验条也在击杀了大量风狼和风狼王后达到了100%。因为没有转职，秦牧现在只能够卡在10级，无法继续提升。
只有等到新手试炼结束，前往转职神殿进行转职，才能继续提升自己的等级。总算搞定这些喽啰了，可以好好看看刚刚击杀风狼王获得的奖励了。秦牧一挥手，甩掉火狐长剑上的血渍，快步踏出，离开了这遍地尸体的区域。寻找到了一块空地，秦牧翻身爬上了一棵高大的树木，便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背包里的各种物品上。除了最开始被他收起来的新手剑外，在他的背包内静静地存放着5件物品，全部都散发着紫色光晕。狼王头盔、头冠、史诗 LV10，体质加80，血量加500，暴击减伤正 20%。狼王项链、史诗 LV10，体质加100，血量加800，魔力加2000，受到控制时长减免正 10%。狼王战甲、护甲史诗 LV10，体质加100，血量加1000，防御加50，受到攻击造成 5% 的反击伤害。狼王镜甲、护腿史诗 LV10，体质加50，伤害减免正 10%。狼王战靴、鞋子史诗 LV10，敏捷加40，移动速度正 20%。3/5套装效果，额外血量上限加2000。4/5套装效果，额外血量上限加4000。血量恢复效果加50s。5/5套装效果，额外血量上限加10000。血量恢复效果加400s。特技狼王霸体主动释放，可维持 ES 霸体效果，冷却时间24h。卧槽！卧槽！卧槽！当秦牧将5件装备全部属性查看一遍后，他也是震撼的说不出话来。这些装备全部都是史诗级的装备，每一件拿出来都是极品中的极品。任何一件装备所增加的属性都十分强大，都有额外的词条效果。不仅如此，这还是成套的史诗级装备，只要凑够3件狼王装备就能够激发套装效果。达到5件装备的套装效果更是强大无比，血量上限直接增幅10000点，还能够获得400点每秒的自动回血效果，更不用说还能够激发霸体技能。没有任何犹豫，秦牧立即将自己身上除了火狐长剑之外的所有装备全部换掉。穿上了狼王套装的瞬间，秦牧便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自己的体内，同时他之前和风狼王以及风狼群战斗所损耗的血量也是在迅速的恢复着。舒适的感觉让他差点呻吟出声，他能够切实的感受到自己现在的实力已经暴增了数倍。装备上狼王套装后，秦牧立刻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查看起了自己此刻的属性。姓名秦牧，职业未定，等级 LV10 0%，转生0转，血量23800-78900，魔力3000，力量46，体质349，敏捷94，智力17，属性点0。装备火狐长剑 LV1，狼王战甲 LV10，狼王头盔 LV10，自动回复 400s， 移速正 20%， 伤害减免正 10%， 爆伤减免正 20%， 反伤正 5%， 免控正 10%， 接近8万的血量上限，高达349的体质。以我现在的实力，在面对风狼王，对方哪怕是在暴走状态下，一道锋刃都未必能够打掉我2位数的血量。看完自己此刻的属性，秦牧忍不住欢喜道：体质和血量以及防御相关，体质属性越强，防御越高。以他现在349点的体质，力量在200点以下的敌人攻击他都未必能够破防。风狼王暴走状态下，其力量属性也不过是200点，普通攻击能否对秦牧造成伤害都难说，也唯有使用锋刃，在他暴走状态下的250点智力属性下，或许才能对秦牧造成伤害。当然，就算施展锋刃，对秦牧造成的伤害也极其有限。更何况现在秦牧的敏捷属性也达到了94点，加上额外的 20% 的移速加成，暴走之后的风狼王都未必跟得上秦牧的速度，更不要说施展锋刃击中他了。在狼王套装的加成下，秦牧现在的实力比之前至少增加了2倍。对了，我之前击杀风狼王后，世界公告中可是给了我一个新人王者的称号奖励的，作为首杀 BOSS 的奖励，想来绝对不差，赶紧看看。满心欢喜间，秦牧高兴了好一阵，这才想起自己击杀风狼王之后，还获得了一份首杀奖励的新人王者称号，当即点开了称号栏。当他看到称号栏的那一刻，他的双眼顿时爆发出了璀璨金光，嘴角不由自主地激动道：金色称号，居然是金色称号，赚大发了。第15章，屠杀金刚蚁群，血量破10万，新人王者，传说称号，力量加100，体质加100，敏捷加100，智力加100。佩戴称号后，每次等级提升可额外获得双倍自由属性点。卧槽，强！看着自己首杀新手村终极 BOSS 获得的新人王者这一称号，
秦牧顿时双眼发光，忍不住惊呼一声。这一称号提供的全属性增幅100点的效果，足以让任何一名普通职业者瞬间实力暴增，拥有单挑风狼王的实力。更遑论这一称号还能够提供双倍升级所获的自由属性点，这效果不亚于觉醒了 S 级天赋对职业者带来的增幅。不愧是传说级的称号，也不知道往届那些在新人试炼中完成对终极 BOSS 首杀的人是不是和我一样获得了称号奖励。这新人王者的称号作用之强，一点也不比觉醒 S 级的本源天赋差了呀！感慨一声，秦牧没有犹豫，立刻将这一称号佩戴上。顿时，一股强大的力量笼罩他的全身，力量、体质、敏捷、智力再度暴增100点。同时，在100点体质的增幅下，他的血量也是再度提升了2000点，达到了8万以上。爽！实力的再次暴增让秦牧身心愉悦。以他现在的实力，若是再次遇上风狼王，他有绝对的把握无伤将对方击杀。今天就先在这树上过一夜，明天一早就前往金刚蚁所在的区域猎杀第2只领主级 BOSS。尝到了甜头后，秦牧已经决定尽快的将新手村外的4大终极 BOSS 全部斩杀。虽然终极 BOSS 的首杀奖励他已经拿到手了，但击杀领主级 BOSS 爆出来的物品那可都是极品。他现在身上的狼王套装，只要拿出去挂牌售卖，至少价值100万联邦币。10级的史诗级狼王套装，即便是秦牧用到30级也依旧不差。除了风狼王外，后面还有3只终极 BOSS 等着秦牧去宰。只要斩杀了这些 BOSS， 秦牧即便用不上这些 BOSS 爆出来的物品，等他出去了，大可以将这些物品拿去交易，也能够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一夜无话，休息了一整夜，秦牧第2天一早便从他过夜的大树上跳下，朝着金刚蚁所在的野怪区急速赶去。经过了一夜的恢复，秦牧血量早已回满，顶着8万多的血量，他也是一路横冲直撞，一人一剑直接杀穿了整个风狼区，进入了金刚蚁区。金刚蚁区可以说是整个新手村外最为危险的野怪区域。这里面的金刚蚁或许个体实力不如风狼区的风狼，但是这些家伙的数量却是要远胜风狼。而且这些金刚蚁都不会单独行动，每次行动最低都是3-5成群。因此，即便是 SSS 级的顶尖天才，能够击杀新手村外4大终极 BOSS 的顶级职业者，也都会将金刚蚁王作为最后的猎杀目标。基本上都是猎杀完了其他3大区域的终极 BOSS， 获得足够多的极品装备，实力增幅到最大的时候，才会对金刚蚁王发起最后的挑战。纵使如此，历届的新人试炼能够将新手村外4大终极 BOSS 全部击杀的都没有几回。哪怕是觉醒了 SSS 基本源天赋的职业者，最后都未必能够击杀金刚蚁王。只有少数的最顶级的 SSS 级职业者才能够完成在新人试炼期间击杀新手村外4大终极 BOSS 的壮举。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只要不夭折，最终都能成为顶级强者，镇压无尽辽阔的星域，成为己方族群在宇宙中立足的支柱。金刚蚁所在的野怪区就和风狼区紧挨在一起。秦牧穿过风狼区，就来到了一片荒漠平原上。眼前荒漠一望无际，没有任何草木，一片荒凉的景象和秦牧身后郁郁葱葱、高木林立的风狼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牧自然没有任何的心思来欣赏眼前的风景，只是看了一眼周围，大致了解了情况后，就一头扎入了荒漠中。很快，他就遇上了第一批金刚蚁群。这是5只足球大小、浑身披着金色甲壳的蚂蚁，嘴角的一对大颚足有拳头大小，可轻松夹断金石。金刚蚁等级 LV5， 血量500，力量25，体质25，敏捷20，智力8，技能石化皮肤。第一批金刚蚁就是5只，运气倒是不错。看着这些金刚蚁，秦牧嘴角微微上扬，低声说道：“5只金刚蚁都是5级的野怪，和风狼比起来，金刚蚁的力量明显更胜一筹，同时速度上也是要比风狼逊色一些。但这20点的敏捷属性也并不比同级别的普通职业者差。吱吱吱。与此同时，这5只在荒原中巡逻的金刚蚁也发现了秦牧，嘶吼着就朝着秦牧冲了过来。来吧，都统统化作我变强的养料吧。5只金刚蚁的速度，在如今的秦牧眼中，只能用慢如蜗牛来形容。面对冲过来的5只金刚蚁，秦牧抽出了手中的火狐长剑，一个箭步踏出，后发先至，一剑精准地刺在了为首的金刚蚁的脑袋上。噗呲，负500，一剑秒杀。有了新人王者称号的加持，秦牧现在的力量属性已经达到了146点，加上火狐长剑的穿甲效果和他现在10级的等级压制，一剑秒杀金刚蚁，并没有让秦牧有任何的动容。杀！击杀为首的金刚蚁后，秦牧并没有停手，他的速度极快。此刻，其他4只金刚蚁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同伴已经被杀了。秦牧并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机会，火狐长剑迅速的挥舞，不到2秒的时间，
他就将5只金刚蚁全部斩杀。继续解决掉5只金刚蚁，秦牧没有任何的停留，继续持剑朝着荒原深处杀去。现在的他还处在荒原的边缘，只有深入荒原核心，他才能够找到金刚蚁王，将其击杀。击杀5级金刚蚁，生命上限加25。击杀5级金刚蚁，生命上限加25。击杀5级金刚蚁，生命上限加25。时间一晃，秦牧已经在荒原上持续杀戮了2个小时。其所过之处，遇到的所有金刚蚁都没有能够逃过他手里的火狐长剑，全部都被他斩杀。而这一路也是没有任何一只金刚蚁能够承受秦牧3剑的攻击。即便是深入到了荒原核心，遇到了10级的精英金刚蚁，也仅仅是被秦牧3剑解决，毫无还手的余地。金刚蚁区的金刚蚁确实不少，这一路杀来，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就让我的血量上限暴增5万点。现在我的总血量已经超过了13万，这血量就算是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的血条加起来也没有多吧。荒原核心，秦牧解决掉了一队由1只10级精英金刚蚁带领的18只10级普通金刚蚁组成的巡逻队。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着自己现在的总血量，脸上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虽然等级提升到了10级无法继续获得经验提升，但是他的 SSS 级天赋特性却是依旧有效。其他人等级提升到10级后，除非是杀 BOSS， 否则击杀寻常的野怪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绝大部分人在提升到了10级，将经验值拉到 100% 后，基本上都会回到新手村的安全区，等待着新人试炼的结束。而秦牧却完全不同，他杀怪就能让他的总血量持续提升，完全可以在10级之后继续刷怪，这样也不算浪费后面在这新手试炼中的5天时间。第16章弱点攻击，破万伤害，溃逃的金刚蚁王。轰隆隆，地震了。就在秦牧扫完自己的属性面板后，他所在的区域猛然间剧烈震动了起来。突然发生的变化也是让秦牧为之一愣，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在这个新手村的野怪区可不会有什么地震这些灾害，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大量的怪物朝着自己这边赶来才造成的如今的动静。能够造成这般动静，那怪物的数量绝对不少，或许这是遇到了金刚蚁大军了。回过神来的秦牧双眼闪过一丝金光，感受着脚下传来的震动。他顺着震动来源的方向看去，就见到了远处的地平线上掀起了漫天黄沙。在这漫天黄沙最前方，则是有着一头体型巨大、超过2层楼高的巨型金刚蚁，在他身边更是有着密密麻麻不知多少的普通金刚蚁跟随，这才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动静。而这大地上的震动，显然是那高达2层楼的巨型金刚蚁居功至伟。这么大的个头，这家伙绝对是金刚蚁王了。还有他身边的其他金刚蚁，这数量至少上万，这是给我送上了一门大礼啊！待这些金刚蚁冲到了秦牧近前时，秦牧也是大致算出了这些金刚蚁群的数量。然而面对如此多的金刚蚁大军，秦牧却没有丝毫的怯懦，不退反进，手持火狐长剑就朝着金刚蚁大军直冲而去。若是有人看到了这一幕，绝对会大喊秦牧不要命了。这般规模的金刚蚁群，即便是20级的职业者遇上了都要避其锋芒，一旦被这些金刚蚁大军包围，哪怕是20级的职业者都有陨落的危险。蚁多咬死象，何况这些还不是普通的蚂蚁。但面对这令20级的职业者都闻风丧胆的金刚蚁巢，秦牧却没有任何的畏惧。他的目标很明确，就直奔着金刚蚁王而去。金刚蚁王领主级 BOSS， 等级 LV10， 血量5万，魔力2万，力量150，体质150，敏捷45，智力30，技能横冲直撞，挖掘隧道，狂野之势。好家伙，金刚蚁王的力量和体质属性要比风狼王强大太多了。冲向金刚蚁王的同时，秦牧也是扫了一眼金刚蚁王的属性，顿时就被他那超高的力量和体质属性吓了一跳。虽这样说，但他的动作却没有丝毫的停顿。凭借着高达194点的敏捷属性，秦牧只是几步跨出就来到了金刚蚁王的身前，手中的火狐长剑向前横扫，一剑斩落在这只金刚蚁王一条粗如水桶的长腿上。-48，我擦脸，一剑只有不到50点伤害。若不是我现在装备了新人王者的称号，增加了100点的力量属性，让我现在的力量属性达到了146点，还有火狐长剑的破甲加持，我还真不一定能够破得了这家伙的防御。一剑斩掉了金刚蚁王48点血量，这一伤害立刻就让秦牧瞪大了眼睛，脸上露出了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按照这样的伤害，他想要将这金刚蚁王斩杀，那他得砍这家伙1000多刀才行，这不得把手里的火狐长剑都给砍卷刃了呀！震撼间，秦牧面前的这只金刚蚁王也是感受到了自己遭受的攻击，
虽然秦牧的攻击在他看来就像在给他挠痒一般，但他也依旧愤怒不已，不为其他，只因他看见了不远处那倒在地上的18具金刚蚁的尸体。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居然屠杀他的子民，简直罪不可恕。嘶吼声传出的同时，他那一条水桶粗细、披着坚硬甲壳的蚁腿猛地朝着秦牧撞去。太慢了！然而面对这如山岳般的重击，秦牧却眼路不屑，脚下一点，轻而易举的就躲过了这金刚蚁王的攻击。在他眼里，金刚蚁王也就只是一个体型庞大的沙包罢了。仅有45点的敏捷，想要伤到拥有高达194点敏捷，还有额外20%移速加成的自己，根本不可能。轻松躲过了金刚蚁王的攻击后，秦牧凑准他收腿的瞬间，脚下猛地发力，身形眨眼间就跃上了腿部关节处，然后又是借力一跃，他便是顺利的来到了金刚蚁王的后背上。面对这么一个拥有坚硬外壳的庞然大物，秦牧想要迅速的解决战斗，就必须攻击这家伙的弱点。很显然，这个弱点就是金刚蚁王的双眼以及他那头顶的2根长达3米的触须。给我破！跃上金刚蚁王背后，秦牧没有任何的停留，趁着金刚蚁王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他迅速的跑到了金刚蚁王的头顶，拼尽全力的将自己手中的火狐长剑朝着金刚蚁王的右眼刺了下去。噗呲！长剑仅仅是受到了一丝阻碍，随即便是长驱直入，除了剑柄之外，剑身完全没入了金刚蚁王的脑袋中。-8800、1760，一道巨额伤害瞬间冒出，让秦牧看着也顾不上那些飞溅出来的黄色液体，猛地又是抽出了火狐长剑，迅速的朝着金刚蚁王的左眼刺去。-9000、1800，长剑没入金刚蚁王的脑袋，又是一道巨额的伤害数值冒出。2剑下来，金刚蚁王的血条顿时消失了一大截。吱！与此同时，剧烈的疼痛让金刚蚁王爆发出了凄厉的嘶鸣。感受到了自己身伤的秦牧，此刻双眼全瞎的他猛地高高跃起，在秦牧还没有来得及抽出卡在他脑袋里的火狐长剑前，便是猛地朝着地面下钻去。不好！感受到了金刚蚁王的意图，秦牧脸色微变，不敢有任何的迟疑，连忙抽出火狐长剑，顾不得继续去斩击金刚蚁王的触须，直接从他的头顶一跃而下，落在了上万金刚蚁群中。轰隆隆隆！他刚刚从金刚蚁王的身上跳下，金刚蚁王那巨大的身躯便是遁入了地下，大地上顿时隆起一座小山包，并且迅速地向着远方遁去。哼，想跑？到手的鸭子岂能让你就这么飞了？看着遁地逃跑的金刚蚁王，秦牧冷哼一声，脚步轻点，身子如同青焰般在这上万的金刚蚁群中接连跳跃，迅速地朝着金刚蚁王追杀而去。超高的敏捷属性让秦牧在这上万的金刚蚁群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任何一只金刚蚁能够对他造成哪怕一丝的阻碍，反倒是被他踩着脑袋不断地追向金刚蚁王。第17章传说级装备逆天特效。施展技能后，遁地的金刚蚁王的速度提升了近1倍，饶是如此，却也慢了秦牧一大截。在秦牧的追击下，不过3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这家伙的身后。这家伙在地下不出来，我也拿他没办法，只能跟着了。我不信这家伙能够一直待在地下不出来。跟上之后，秦牧这才发现自己貌似对着钻地而行的金刚蚁王没有任何的办法，无奈的叹息一声，他也只好默默地跟在这家伙的身后，等待着他从地底冒头的时机。金刚蚁王现在遁地可是施展的挖掘隧道的技能，需要不断的消耗自己的魔力。2万点魔力虽多，但绝对不足以支撑他在这地底无限的停留。在秦牧追着金刚蚁王跑的同时，其身后的金刚蚁大军也是紧随而来，紧紧地跟在秦牧身后，嘶吼着要朝着他攻击。但奈何这些普通的金刚蚁和精英金刚蚁的速度完全跟不上秦牧和金刚蚁王，双方的差距只能够越追越远，造就了一幅看起来颇为诡异和滑稽的画面。双方在角逐了1刻钟的时间后，金刚蚁王帅先坚持不住，身上的魔力已经见底，不得不解除了技能，重新破土而出。刚刚从地下钻出，金刚蚁王便是马不停蹄的继续朝着远处逃去。虽然他双眼被废，但是他的触须却能够一直捕捉到秦牧的气息。他知晓自己现在还未从秦牧的手中逃脱，秦牧之前的2剑已经让他掀不起任何抵抗的意志，只能够拼命逃跑。总算是出来了，你可是让我好等啊！看着破土而出的金刚蚁王，秦牧双眼一亮，淡笑一声。话落，他的速度顿时暴增，只一瞬就追上了金刚蚁王，一跃从后方跳上了金刚蚁王的后背，继续朝着金刚蚁王的头部冲去。感受到秦牧再次上身，金刚蚁王顿时吓得亡魂皆冒，一个急刹，身体猛地一顿，想要借此将背上的秦牧甩出去。然而秦牧又岂会如此轻松的让其如愿？在身躯被甩飞之前，他就眼疾手快的一跃而起，朝着金刚蚁王的头顶跳去。与金刚蚁王转身停顿的瞬间，
一手握住了金刚蚁王头顶成年人小臂粗细的触须，身体沿着出去一个360度的旋转，卸掉身上的惯性，最终稳稳地落在了金刚蚁王的头顶。结束了。刚一站稳，秦牧低喝一声，右手持剑，全力斩在了金刚蚁王头顶的触须上。噗嗤，一道剑光闪过，3米长的触须被他一剑齐根斩断。一声痛苦至极的嘶鸣再度从金刚蚁王的口气中发出，本身的血量又是下降了一大截，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血量。秦牧的攻击却并没有停止，在斩断了金刚蚁王的一根触须后，他又是一剑斩断了另外一根触须。至此，金刚蚁王也彻底变成了瞎子，无法再依靠气味感官来捕捉秦牧的位置，甚至连方向都无法再辨别。吱吱吱，没有了双眼和触须，金刚蚁王心中的恐惧也被无限扩大，顿时就发了疯一般疯狂地在地上打起滚来。他无法捕捉到秦牧的气息和身影，只能够靠着这一方式妄图将他身上的秦牧压扁。殊不知，秦牧在斩断了他的所有触须之后，就已经有了预感，从他的身上跳了下来。此刻正在一旁好整以暇地看着痛苦的不断嘶吼和打滚的金刚蚁王。等金刚蚁王体力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他这才提剑而上，朝着金刚蚁的伤口不断的攻击。-1200、240、-1380、276，对着金刚蚁王头部的伤口进行攻击。秦牧的每一次攻击也是效果卓绝，每一剑挥出都能够带走金刚蚁王上千点血量。本就只剩下半条命的金刚蚁王，在秦牧的攻击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彻底没了气息。击杀金刚蚁王，获得大量经验。叮！当前经验值已满，等级到达0转上限，无法继续升级，请尽快转职。击杀金刚蚁王，生命上限加2500。随着金刚蚁王陨落，秦牧面前也是出现了一行行小字的击杀提示。没有理会这些击杀提示，秦牧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金刚蚁王的尸体上。击杀 BOSS， 那可是必爆战利品的。风狼王被他斩杀后，掉落了一整套的狼王套装，价值不菲。他很期待这一次击杀金刚蚁王能够爆出什么物品。很快，一道光芒就从金刚蚁王的尸体上亮起，一件物品缓缓从金刚蚁王的尸体上浮现，悬浮在光芒之中。就只有一件装备。当看着面前浮现的一枚古朴戒指后，秦牧也是露出了一副愕然的神色。他击杀风狼王可是爆出了一整套的装备，这金刚蚁王可比风狼王难杀多了。若不是他先将风狼王斩杀，获得了狼王套装和新人王者的称号加成，以他之前面对风狼王的实力，对上这只金刚蚁王，即便是使尽浑身解数，也绝对无法奈何对方。这比风狼王更加强大的金刚蚁王居然只爆出了这一样装备，确实让他有些难崩。不过很快，在这一枚戒指上开始展露金色光芒后，秦牧脸上的错愕就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脸的欢喜。金色传说，居然是传说级装备！我的天！看着沐浴着金光的古朴戒指，秦牧瞪大了双眼，眼中直冒金光，激动不已地喊了出来。话落，反应过来的秦牧迫不及待地拾取这枚戒指，然后迅速查看起了这一枚戒指的属性。金刚王戒戒指传说 LV10， 体质加100，力量加150，魔力恢复加 200S， 每次攻击有 80% 几率造成强制击退和额外 50% 的伤害。极品，绝对的极品装备。只是扫了一眼这一枚古朴戒指的属性后，秦牧便是激动的惊呼出声。10级的装备能够增加100点体质和150点力量属性，还有 200S 的魔力恢复，已经十分难得。最让秦牧兴奋的是这一枚金刚王戒的特殊击退效果，每次攻击都有 80% 几率触发强制击退。单凭这一属性，他手里的这一枚金刚王戒，就算是9转顶级强者都得眼馋不已，足以比肩神器了。第18章虎入羊群，破100万血量。这新手村的终极 BOSS 仅仅只是领主等阶，居然能够爆出如此极品，就算是地级 BOSS 死后爆出的物品，都未必有我手里的金刚王戒强大吧？难道这就是新手福利不成？在新手村击杀 BOSS 获得的都是极品装备，金刚王戒的豪华属性让秦牧都忍不住感慨一声，如此极品的强制击退效果，实在是超出了秦牧的预料。不过震撼归震撼，秦牧还是第一时间就将自己手里的金刚王戒装备了起来。戴上金刚王戒的瞬间，秦牧就感觉自己的力量得到了暴增，巨大的提升让他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笑容。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秦牧扫了一眼，大呼满意。在金刚王戒的加持下，现在他的力量属性已经达到了296点，体质属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49点。如此属性，即便是一些刚刚完成2转的职业者都避之不及。轰隆隆！秦牧感慨着金刚王戒强大的同时，身后那上万数量的金刚蚁大军此刻也是循着他和金刚蚁王的气味追击而来。庞大的数量，即便是没有金刚蚁王这个巨无霸在，这些金刚蚁奔跑时也是激起了一片尘土飞扬。哼，可算是来了，
这些家伙正好可以用来给我试一试金刚王界的击退效果。看着这一群冲上来的金刚蚁大军，秦牧嘴角一勾，脚步一跨就冲了过去。吱吱吱，面对冲过来的秦牧，大量的金刚蚁也都是发出了疯狂的嘶鸣，纷纷朝着秦牧涌来。然而下一刻，他们和秦牧接触的瞬间，天空上就出现了一只又一只足球大小的金刚蚁，这些赫然都是被秦牧一剑劈飞的。其实以秦牧现在的力量，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能够轻松的轰飞这些金刚蚁。不过有了金刚王界之后，这些金刚蚁几乎全部都受到了金刚王界的强制击退效果。在秦牧的攻击下，这些足球大小的金刚蚁也是飞得更高，退得更远。同时力量上的增长让秦牧拥有了足以一剑秒杀10级普通金刚蚁的战力。至于那些精英级的金刚蚁，秦牧在触发金刚王界的强制击退效果附带的 50% 的额外伤害，基本上也是一剑一个，全部秒杀。秦牧此刻就像是冲入了羊群中的猛虎，面对数量上万的金刚蚁大军，如入无人之境。每一次挥剑就会带走一只金刚蚁的性命。击杀10级金刚蚁，生命上限加80；击杀10级金刚蚁，生命上限加80；击杀10级精英金刚蚁，生命上限加250。哈哈，爽！再来，给我更多的金刚蚁！杀杀杀！有着一击秒杀同级精英怪的畅快体验，秦牧也是越打越兴奋，整个人犹如一台不知疲倦的杀戮机器，疯狂地屠戮着身边的金刚蚁。在他身边3尺之内，没有任何一只金刚蚁能够靠近，所有金刚蚁在距离他3尺范围内都会被立刻轰飞击杀。就这样持续杀戮了2个小时，秦牧一剑下去扑了个空。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身边已经再无一只能够站着的金刚蚁。短短2个小时，上万的金刚蚁便是被他全部屠戮殆尽。不知不觉间，秦牧自身的血量也是已经突破了100万级别。被他击杀的上万金刚蚁都是荒原核心地带的10级金刚蚁，算上其中一些10级的精英金刚蚁，平均下来，他每击杀一只金刚蚁就能够让自己的血量上限增长100点。本来秦牧在击杀了金刚蚁王之后，装备了金刚王界就已经拥有了14万血量。如今他清理掉了全部的金刚蚁大军，他的血量上限也是达到了惊人的116万，仅仅10级就拥有了破100万的生命值，这要是传出去，绝对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从游戏降临现实以来，无论是人族联邦还是星空万族中的各种天才职业者，还从未有出现过有人在一转之前就拥有了100万血量的。即便是出了新手试炼，装备上一整套的10级神器，恐怕也未必能够拥有如此高的血量上限。居然已经杀完了，上万的金刚蚁居然这么不经杀。这时发现了自己身边全部都是金刚蚁的尸体，没有任何一只金刚蚁存活后，秦牧也才回过神来，不由得吐槽一声。亢奋的情绪也是渐渐的平复了下来。不过在他的满腔热血稍作平息之后，一股浓烈的疲惫感便是涌了上来。高强度的激战了2个小时，秦牧哪怕现在拥有高达500多点的体质，耐力远超同级别的职业者，此时此刻也是有些招架不住这一股冲上来的疲惫感。同时腹部也是传来一股强烈的饥饿感，让他不由得皱眉。这一战消耗可不小，得找个地方好好的歇一歇，补充消耗才行。秦牧喃喃自语一声，下一刻便是迅速的离开了金刚蚁活动的荒原，重新回到了郁郁葱葱的风狼区。2天的时间，他已经将自己身上携带的干粮全部消耗殆尽。现在想要填饱肚子，秦牧只能够猎杀一只风狼后将其烤了来吃。哥，好饱，这10级的精英风狼肉味道确实不错，就算是没有任何的调料，单纯烤出来的肉都是美味佳肴。这一不小心就给我干撑了。风狼区的一条溪流旁，秦牧撑着滚圆的肚子，满脸享受的躺在河畔晒着太阳。在他的旁边有着一个临时搭建的烧烤架子，此刻的烤架上还架着半只烤得金黄酥脆、外焦里嫩的精英风狼。这是秦牧特意挑选的一只10级的精英风狼，即便是去除了5脏6腑，也依旧超过40公斤。饶是秦牧现在已经是10级的职业者，饭量大增，且又是饥肠辘辘，最终也仅仅是吃下了不到1半的精英风狼肉。躺在地上，秦牧也没有闲着，而是缓缓的闭目冥想，开始快速驱散自身的疲惫，同时也让自己迅速的消化刚刚所吃的食物。接下来还有2个新手村的 BOSS 等着他去狩猎，他并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第19章暴打4臂魔猿，最憋屈的 BOSS。时至下午，秦牧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一座山谷前方。仅仅是站在了这座山谷狭长的入口处，秦牧就能够隐隐的看见山谷中掠动的身影。这个山谷正是他此次前来的目标，也是魔猿活动的区域。在这山谷深处，便是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之一的4臂魔猿所在。没有犹豫，来到了山谷外的秦牧直接踏入山谷之中。好，他刚一进入山谷，立刻就引起了最外面游荡的魔猿的注意。
零散的4只魔猿在发现秦牧的第一时间便是高呼一声，下一刻就朝着他冲了过来。小小的5级魔猿过来也是送死罢了。面对冲上来的魔猿，秦牧眼睛都不眨一下，向前踏出一步，手中的火狐长剑在他的挥舞下闪过了几道寒光。不等这些魔猿靠近，秦牧身形如电，已经从他们身边掠过，并且头也不回地朝着山谷深处疾驰而去。扑通扑通，在秦牧离开之后，这4只冲向他的魔猿便是踉跄倒地，每一只魔猿的脖子处都出现了一道血口，鲜血迅速流出，而他们头顶的血条却是已经清空。显然就在刚刚那一瞬间的接触，秦牧就已经将这些魔猿秒杀，一路畅通无阻。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秦牧就凭借着自己超强的实力冲到了山谷核心。他所遇到的所有魔猿，从最外围的5级魔猿到了山谷深处的10级魔猿，甚至是10级精英魔猿，都被他轻松的秒杀，没有任何一只魔猿能够让他多挥出哪怕一剑。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冲杀，秦牧也总算是得偿所愿，找到了这山谷中的 BOSS 魔猿区的王者4臂魔猿。4臂魔猿领主级 BOSS， 等级 LV10， 血量4万，魔力3万，力量100，体质140，敏捷50，智力100，技能战吼、黑暗法球、复苏之风。这家伙还是一个魔武双修的 BOSS。 秦牧查看了一眼面前的4臂魔猿的属性，看见他那100点的力量和智力属性后，也是不由得低声说道：100点的力量和100点的智力，这样的属性要比之前他遇到的风狼王强大不少。实际上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之中，也就只有风狼王比较菜。每一届的职业者，那些觉醒了 S 级之上的本源天赋的天才，自己的第一个 BOSS 目标基本也都会放在风狼王的身上。看着面前身高2米有余，生长着4条粗壮有力的手臂，双眼泛着漆黑的凶芒魔气的4臂魔猿，秦牧在话音落下之际便是提刀而上。好！这一刻，随着秦牧冲向远处的4臂魔猿暴露了自己的身形，这只山谷中的4臂魔猿也是发现了他，同样是暴吼一声，带着无比狂暴的气息，大踏步地朝着秦牧冲了过来。双方临近之时，战斗瞬间爆发。4臂魔猿挥舞着自己的4条手臂，拳头如同雨点般朝着秦牧落下。轰轰轰！然而秦牧的速度却是要比4臂魔猿快上一大截，面对这家伙的攻击，他一击得手就迅速后退。尽管4臂魔猿动作干脆利落，却还是无法攻击到秦牧，只承受了秦牧的一剑，他的腹部就留下了一道尺长的伤口，受到了高达500多点的伤害。秦牧现在的力量属性高达296点，借助火狐长剑这样一把蓝色武器，他的攻击就算是不命中弱点，也能够打出巨额伤害。这只有4万血的4臂魔猿，在秦牧的攻击下都未必能够撑过3分钟。负510、102，负480、96。就这样，秦牧靠着自己灵活的走位，在4臂魔猿的身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伤口。在他的攻击下，4臂魔猿的血量就已经被他打掉了一半。反观秦牧自己却是没有受到一次攻击。4臂魔猿和他的巨的敏捷属性上的差距，让他根本无法伤到秦牧。好，终于在血量降低到只剩下一半之后，4臂魔猿终于没有再无脑的对着秦牧出拳，而是对着刚刚斩了他一剑就退到了3米开外站定的秦牧发出了一声怒吼。怒吼传出的同时，4臂魔猿的双眼也是闪过了一道磅礴的魔气。与此同时嘛，秦牧真准备趁着4臂魔猿攻击的间隙继续上前冲杀，但就在他听见了4臂魔猿的吼声时，他顿时感觉自己的脑海一阵轰鸣，似乎后脑勺被人狠狠地重击了一下，让他眼前所有景物全部消失，仅剩下一片白色的苍茫空间。不过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1秒的时间，秦牧的脑海之中的晕眩感便是消失不见，眼前的景象也全部恢复。随后映入秦牧眼帘的则是一双砂锅大的拳头。卧槽，是你这家伙搞的鬼！看着近在眼前的巨拳，秦牧心底暗骂一声，连忙挥剑格挡，不过却也只是挡住了一拳，自己的胸口却被另一拳命中。咚！一声闷雷声传出，秦牧顿时感到了一股强劲的力量袭来，让他忍不住退了半步。负13，一个伤害数值瞬间从他的头顶冒出，然后又是一个加250的绿色数值闪过。刚刚4臂魔猿对他造成的伤害瞬间就被治愈，秦牧的血条也是恢复到了满状态。这时又是一声怒吼传出，4臂魔猿在成功命中秦牧之后，又是接连的轰出巨拳，想要乘胜追击。他娘的，给你脸了是吧？看着刚刚凭借战吼技能眩晕自己成功得手的4臂魔猿还要得寸进尺，秦牧也是生出了一股火气，怒骂一声，面对这家伙的攻击，他不再闪避，
直接一拳轰出，与四臂魔猿那比他大了数倍的巨拳碰撞在一起。-10、-380、190，大小完全不成比例的双拳轰在一起，其结果却是完全不同。在这一击硬碰下，四臂魔猿只打出了10点伤害。不仅如此，他那高达2米多的身形也是在这一击中骤然倒退了10几米。这其中有被秦牧完胜他的力量所压制，也有秦牧手中金刚王阶的强制击退效果的触发。给我死！一击击退了四臂魔猿，秦牧没有任何的停留，脚步向前一踏，还不等四臂魔猿站稳，他就已经再度冲了过来。紧接着就是挥起手中的武器，接连不断地对着四臂魔猿发动攻击。在他这般疯狂的攻击下，四臂魔猿就如同一个大号的皮球，被他打得到处乱飞。短短的1分钟后，四臂魔猿在一声屈辱至极的嘶吼声中憋屈地结束了他的生命。第20章终极彩蛋，神话品质道具，击杀四臂魔猿，生命上限加2000。四臂魔猿死后，秦牧也是立刻收到了击杀提示，血量再度增长了2000点。经过了山谷中击杀大量的魔猿和现在击杀的四臂魔猿后，秦牧如今已经拥有了120万的总血量。不过秦牧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刚刚获得的血量上，而是看向了这一具四臂魔猿的尸体，期待着这样一只 BOSS 能够给他带来惊喜，再度爆出极品。叮！在秦牧的期待中，四臂魔猿的尸体上渐渐地浮现了一道光芒，一双雕刻着强大铭文的霸气拳套赫然出现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一本散发着金光的技能书。是武器，还有技能书。看着这2样物品，秦牧双眼顿时一亮，立刻将其拾取，随后便是迫不及待地点开了这2件战利品的属性。魔猿拳套，武器，史诗 LV10，力量加150，命中加30，暴击正 25%， 暴击效果正 50%。 S 级技能卷轴，使用后可习得 S 级技能复苏之风。牛逼，居然爆出了 S 级技能卷轴。这复苏之风应该是刚刚那四臂魔猿施展的复苏之风，是一个技能。看着手中的烫金卷轴，秦牧露出狂喜的笑容。S 级的技能卷轴，这绝对是有价无市的宝贝。技能不同于装备，装备因为等级的限制会被不断的更换。在职业者的等级提升之后，低级装备就算是传说级，若是没有足够优秀的特殊属性，也会被替换掉。毕竟单论基础属性的增幅，一件100级的普通装备，其增加的属性也要碾压10级的传说装备。而技能则完全不同，技能只要习得便可以受用一生，学会了一项 S 级的技能，哪怕是到了7转、8转的顶级强者序列，亦是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实力。S 级技能卷轴，若是秦牧现在暴露出去，绝对会引起剧烈反响。到时候一些7转强者都说不得要出手抢夺，若是放到拍卖行进行拍卖，其价值之高，就算是整颗囚龙星的强者身上的财物加起来，也未必拍得下来。当然，面对这样的一份 S 级的技能卷轴，秦牧自然不会选择将其卖掉。尤其是刚刚他在和四臂魔猿战斗的时候，识过了这复苏之风的强大后，更是决定要自己学习这一技能。学习复苏之风，秦牧手握技能卷轴，心中默念一声嗡。随着他的确定，手中的技能卷轴便是化作点点星光，下一刻就涌入了他的眉心处。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之中也是响起了一道提示音。叮！恭喜你学习了 S 级技能复苏之风。复苏之风，被动 S， 当前生命值低于 30% 时触发强力恢复效果，瞬间恢复 50% 总生命值，并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所受的生命值恢复效果提升 500%。 技能冷却 EH。 卧槽，这个技能牛逼啊，不愧是 S 级的技能，和我的第一天赋特性简直是绝配。而且这复苏之风的效果似乎要比刚刚那头四臂魔猿触发的时候强大得多。学习了复苏之风后，秦牧忍不住惊呼一声。他之前在和四臂魔猿战斗时，最后他压着对方打，将其打的只剩下 20% 的残血后，四臂魔猿的复苏之风也才仅仅是给他恢复了 30% 的血量，让其血量恢复到总血量的一半。可是现在秦牧所学的这 S 级的复苏之风，却是能够直接在他的血量低于 30% 的时候，直接给他拉到 80% 的状态。这再配合上秦牧现在击杀野怪就能够增加生命值上限的天赋特性，他以后在战斗中成千上万的敌人好不容易才将他的血量磨到 30%， 结果他一下就将自己的血量恢复到 80%， 这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绝望。不仅如此，这技能触发之后还会增强秦牧所受到的所有生命恢复效果，高达 500% 的增益。若是秦牧配备上一些极品的回血装备，他在这10分钟内基本上就是无敌的，堪称打不死的小强。就如同之前他面对四臂魔猿时和对方硬碰硬一样，四臂魔猿的攻击对他造成的伤害还不及他身上的狼王套装带来的每秒恢复的血量多。打完 BOSS 下来，秦牧的血量状态都还是满的，
这 S 级的技能对我来说，丝毫不比其他职业者收获 SS 级的技能差。配合上我现在的第一天赋特性，这越到后期，其威能便是越发恐怖。这一次击杀这只4臂魔猿，算是赚大发了。还有这史诗级的魔猿全套，属性效果也十分不错，也是时候鸟枪换炮了。深吸了一口气，秦牧压下了自己心中的激动，将武器装备换成了刚刚获得的魔猿全套，只感觉自己的力量又是提升了一大截。现在我的力量已经高达446点，在面对4臂魔猿，恐怕随便一击都能够打出上千的伤害。解决了这4臂魔猿，接下来也该是去会一会这最后剩下的 BOSS 了。替换掉了自己手里的武器，秦牧没有再在这山谷之中停留，而是迅速地朝着自己早就探知好的恐鳄区所在的位置赶去。击杀恐鳄王，生命上限加2500。2个小时后，秦牧站在了黑水沼泽的核心地带，看着面前倒地缓缓下沉的恐鳄王，伸手一挥，就将其爆出来的又一件史诗级的武器收入了自己的背包之中。这最后一只恐鳄王倒是只爆出了一件史诗级的武器，看来咱的运气是用完了呀。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史诗级黑水长弓，秦牧也是无奈一笑，就要撤离此地。黑水沼泽的环境要比他之前去过的任何一个怪物区都更加的恶劣，这里不仅随时都会有陷入沼泽之中的风险，最主要的是这里的野怪都潜伏在沼泽之中。秦牧想要找到他们，比其他地方寻找风狼、魔猿、金刚蚁困难不止一星半点。就算是在后面剩下的4天时间内刷怪来提升自己的总体生命值，这黑水沼泽也是最不受秦牧待见的地方。叮！恭喜你完成了新手试炼中4大终极 BOSS 的击杀，你是第一个在3天内完成4大终极 BOSS 击杀的职业者，特此奖励神话道具转生水晶。就在这个时候，秦牧陡然收到了一条提示，令他不由得停了下来。卧槽！击杀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居然还有彩蛋，还是赠送的神话品质的道具。神话道具，这可是目前最高级别的道具，就算是宇宙顶尖的强者，那都会眼红不已的存在。一旦现世，绝对会在宇宙中掀起一番腥风血雨。第21章狂刷4天，破500万血量。得到了这一提示之后，秦牧便是迫不及待地看向了自己的背包。在他的背包之中，正放着一道闪烁着红色神光的物品，正是他刚刚获得的神话品质的道具——转生水晶。特殊道具，神话绑定后拥有死而复生之力，可令绑定者遭受致命攻击后满状态复活，且可自由选择复活地点。死而复生，有了这东西，我无疑是多了一条命啊！看完了这转生水晶的属性信息之后，秦牧的双眼顿时爆发出了骇然的金光，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在这个世界，虽然是游戏降临现实，但大家可都是一条命。现在他多了一件能够让他死而复生，并且还能够自由选择复活地点的道具，就是让他拥有了2条性命。没有任何犹豫，秦牧立刻将这一道转生水晶绑定在自己身上。爽！这一趟在新人试炼之中击杀这4大终极 BOSS 给我带来的收获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也不知道之前那些在新人试炼之中的人将这4大终极 BOSS 全部击杀后，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获得了神话品质的道具？绑定了转生水晶后，秦牧如是想到。他不知道的是，在他之前，就算是宇宙中顶级的 SSS 级本源天赋的天才职业者，也无法像他这样在这短短的3天时间内击杀4大终极 BOSS。甚至在他之前的最高纪录还是在第4天击杀的第1只新手村 BOSS 的击杀。而除此之外，同一人能够在新人试炼之中完成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击杀的，还从未出现过。就一个被上万金刚蚁大军跟随的金刚蚁王，就足以抵挡住所有顶级天才的猎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秦牧这样觉醒超限级的天赋，在第2天的时候就能够将自己的血量提升到超越终极 BOSS 的程度，并且还拥有极高的运气，在挑战 BOSS 之前就能够获得2件蓝色品质的稀有装备的。秦牧能够拥有如此成绩，3天内斩杀了新手村的4大终极 BOSS， 这其中除了他觉醒的超限级的本源天赋外，还和他那极高的运气不无关系。没有提前获得的火狐长剑和风狼战甲这2件蓝色品质的装备的极佳运气，秦牧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地完成4大终极 BOSS 的击杀。4大终极 BOSS 已经被消除，现在就该轮到我继续刷自己的生命值上限了。今天解决掉了3只终极 BOSS， 晚上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4天时间就去刷金刚蚁吧。秦牧绑定了刚刚获得的转生水晶许久，这才平复下激动的心情，随后就朝着黑水沼泽外飞速奔驰而去。荒原区的金刚蚁每天都会刷新，不仅仅是金刚蚁，其他的野怪也都会在第2天的时候刷新，因此即便是秦牧今天斩杀了众多的金刚蚁，几乎将整个荒原核心的金刚蚁全部击杀，但只要今晚12点一过，凌晨一到，那荒原中被击杀的金刚蚁便是会全部刷新。当然，被他所击杀的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是不会再刷新的。每一个新手村外的终极 BOSS
都只能够被击杀一次。因此，现在4大终极 BOSS 被秦牧击杀，彩云市的其他职业者想要再击杀 BOSS 也是没有机会了。翌日清晨，秦牧从一棵大树上悠悠醒来。现在的他已经拥有了130万的巨额血量，加上拥有一身的史诗级套装，他已经可以纵横整个新手村外的野怪区。就算是半夜待在野怪区过夜，他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哪怕是夜间被偷袭，以新手村外的野怪实力，秦牧即便是躺在那里任由这些野怪攻击，都不会有危险。在秦牧高达500多点的体质属性下，这些野怪根本无法破他的防。第4天开始了，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咱尽可能的将自己的血量上限刷到500万以上吧。看着天际线上升起的半轮朝阳，秦牧深吸一口气，全身顿时充满了干劲。下一刻，他就手持黑水长弓，迅速的朝着荒原杀去。这件黑水长弓是他昨天傍晚击杀恐恶王获得的10级的史诗级长弓，丝毫不比他击杀4臂魔猿后获得的魔猿拳套差。现在秦牧还未转职，他可以装备任何一件武器。他现在之所以换上长弓，都是为了能够更快的猎杀野怪，增长自己的血量。以他现在的实力，任何一只野怪都无法承受他一剑。装备黑水长弓后，秦牧只要一发现野怪，他就可以直接举弓射箭，将对方一击击杀。黑水长弓作为史诗级的神兵利刃，射出的都是能量箭矢，不需要普通的箭矢，也就不需要秦牧额外的准备箭袋。在黑水长弓的帮助下，秦牧的刷怪效率比他使用近战武器提升了近1倍。装备了黑水长弓，他的力量属性虽然不如装备魔猿拳套的时候高，但也突破了400点。加上有黑水长弓的额外穿透的效果，任何出现在了秦牧世界之内的怪物都会被秦牧一箭射杀。就这样，凭借着黑水长弓，秦牧接下来的4天时间，每天都能够击杀上万的怪物。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升级，但是他的生命值上限却是保持着每天100万点的增幅。直到7天新人试炼的最后一天，在即将被传送出1008611号新手村前，秦牧的血量上限已经突破到了580万点。叮！请全体玩家做好准备，新人试炼即将结束，10分钟后，各位玩家将会被传回进入新手村的天启裂缝外。随着一道系统公告的响起，整个宇宙中的所有新手释的职业者此刻都是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熬过了新手试炼，他们以后就是正式的职业者了，只要回到了天启裂缝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喜好决定自己以后的职业发展路线。当然，于绝大多数的新人而言，能够在新人试炼中存活下来，就已经足够令他们欢喜了。呼，终于要结束了吗？总算可以离开这个新人秘境，继续升级了。荒原核心，秦牧一箭射杀了一只10级的精英金刚蚁。听见这一道公告之后，他的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微笑，对接下来离开1008611号新手村转职战士继续升级充满了期待。可他不知道的是，随着新人试炼即将结束，整个荒神星域外或明或暗已经聚集了宇宙中各族的顶尖强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秦牧在第2天就斩杀风狼王激发的全宇宙的首杀公告引来的。一旦新人试炼结束，囚龙星彩云市这一届所在的天启裂缝后面就是1008611号新手村的情报也将会立刻被人知晓，而他的身份也绝对无法隐瞒。届时还不知道又会有何种风暴在等着他。第22章，星际执法队9转巅峰强者齐聚荒神星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新人试炼就要结束了，我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弄清楚这边的天启裂缝后面对应的是否是1008611号新手村，加强一切防备力量，谨防别有用心之人对我人族天才下手。一旦确认秦牧身份，立刻使用传送阵将秦牧传送到荒神大人的大荒星上，保障秦牧的安全。随着7天的新人试炼接近了尾声，囚龙星、彩云市所有高层强者都汇聚在了天启裂缝外。而此刻，原本属于彩云市的第一强者的市长赵天，此刻却是战战兢兢地带领着彩云市的一众高层站在了3名身穿制服的中年身后。根据3人的吩咐，他们都是分散开来，将彩云市中心广场牢牢地保护起来。而站在天启裂缝最近的这3人，乃是荒神星域的星际执法队的强者，每一位都是5转200级以上的职业者，实力极为强大。5转以上的强者已经能够横渡星空，进行长距离的太空游行，其实力比之囚龙星的星主也不遑多让。88级的2转活法赵天在这3人面前也就只配给他们3人提携，甚至连提携都不配。在更远处的外围围观的彩云市各大家族势力的强者见到这种阵仗，一个个都是露出了惊骇和疑惑的神色。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连荒神星域的星际执法队的人都来了？哼，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就在新人试炼第2天的时候，咱们所有职业者都收到了一则公告，咱们荒神星域1008611号新手村出了一位名叫秦牧的顶级天才，在第2天就斩杀了风狼王。这不，荒神大人为了保障咱们人族的
这位顶级天才就将最精锐的执法队派了出来，提前来到此届由以秦牧身份进入新手村的城市进行筛查。咱们彩云市这一届的3万名学员中，正好就有了一位名叫秦牧的学员，这不就来了3位执法队的强者守护吗？死！第二天就斩杀了风狼王，这秦牧绝对是觉醒了 SSS 级战斗类的本源天赋。咱们荒神星域居然出现了秦牧这样的一位顶级天才，这要是能够成长起来，未来绝对又是一位9转巅峰强者。这3位执法者究竟什么实力，居然能够让市长他们都如此恭敬？呵呵，孤陋寡闻了吧？咱们荒神星域的星际执法者，那可是精锐中的精锐，每一个执法者都是5转的顶级强者。天呐，5转职业者！咱们彩云市最强的市长也才2转啊，这也强了吧？不仅是我们彩云市，根据我族中的一位人脉不凡的长辈说的消息，整个荒神星域这一届所有登记在册名为秦牧的新人所在的城市都有执法者蹲守，就等着新人试炼结束之后确认各大城市的天启裂缝后面的新手村号了。天哪，这每一个有秦牧的城市都要派出3位执法者，整个荒神星域有咱们人族的几10万颗生命星球，一个星球上同名同姓的人怕不是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这不得派出上亿5转强者了。原来我们荒神星域的星际执法者队伍居然这么强大吗？想想都令人振奋啊！外面一些消息比较灵通的强者在围观的同时，也是给周围那些不明所以的围观人员进行解释。一通解释下来，让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彩云市的市民们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惊骇不已。与此同时，荒神星域外围，人族的其他星域的所有9转巅峰强者都已经汇聚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之中。17位星域之主将自身的气势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每一位强者的威压都辐射亿万里疆域，独属于9转巅峰强者的浩渺神光映照上千光年之地，比之耀日更加夺目千倍、万倍。然而，尽管是拥有超然的实力，17位人族9转巅峰强者此刻却也依旧满脸严肃，脸色凝重至极。因为此刻汇聚到荒神星域外的其他宇宙各族的9转巅峰强者的数量已经远超人族的17人。那一道道映照亿万里星空的浩渺神光，每一道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势，数量足足200余道。这也就意味着此时宇宙各族汇聚在荒神星域的9转巅峰强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人族强者的10倍以上。而这些人的到来，那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些人很明显都是为了秦牧这位刷新了宇宙新人纪录的绝世天才而来。眼看着距离新人试炼结束的时间越发接近，面对着聚集在荒神星域外的200多道强大的身影，人族17位9转巅峰强者中实力最强、资历最老的银河星域之主此刻也是站了出来，对着所有人沉声道：诸位，今日我荒神星域彻底封锁，谢绝任何一族强者进入，大家还是请回吧。低沉的声音带着难以想象的强大魔力，瞬间传遍了周围亿万里的星空，落入了每一个聚集在荒神星域周围的9转巅峰强者的耳中。声音虽然低沉，但是在落入这些强者耳中之时却是震耳欲聋。尤其是幽冥族、暗影族、克隆族等几大敌视人族的那些强者受到了特别关注。银河星域之主柳白的声音落下，震得他们这几10位巅峰强者气血翻涌。多年不见，柳白这老东西的实力越发精进了。该死！感受到了银河星域之主柳白的强大实力后，这几10位9转巅峰强者也不由得心中一凝，顿时心生忌惮。不过他们这一次仗着己方这边人多势众，倒也并不惧怕柳白。柳白的实力虽然比他们想象中的更进了一步，但是充其量一个人能够对抗他们这边3位9转巅峰强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他们几大族的强者齐聚，根本不需要畏惧对方，要害怕也得使人族那些家伙害怕才是。当即这几大族的强者便是嗤笑着开口道：哈哈，咱们这么不辞辛劳，万里迢迢的赶来，银河之主就这么将我们拒之门外，是否有些不妥？是啊，我们这次是来恭贺人族现世一位妖孽天才的，可不是要来和你们打打杀杀的。哼，咱们这么多人还要和他人族虚与委蛇什么？银河之主，我劝你们人族还是看清楚形势，新人试炼结束之后立刻将你人族天才秦牧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科隆族和幽冥、暗影等族今日联手踏平荒神星域。第23章惊天杀局。哼，你们的那些心思以为我们不知道不成？要战就战，不怕死的就尽管放马过来。这时听见科隆族的那位9转巅峰强者的话，人族这边一头红发的青年暴喝一声，身上的气势升腾，无穷无尽的火焰法则之力映照茫茫星河，让周围的温度都是急速攀升。炎神，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脾气，既然你想战，那我便陪你一战。面对这名火爆的青年，科隆族一方也是走出一位气势如渊的强者，淡定地看了一眼青年后，同样是爆发了自身的全部气势和法则之力。轰！他的话音一落，
其身影便和人族这边的红发青年同时消失。无尽的虚空之上，陡然爆发出了剧烈的能量波动，两道强大无比的气息不断的彼此纠缠。显然，二人已经站到了一块。哈，既然都已经撕破脸皮了，那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们一起上！务必将人族那位天才扼杀在摇篮之中。随着两人交战，场面也是彻底失控。科隆族、幽冥族、暗影族等大族强者都是纷纷爆发了自身气势，强大的威压令靠近他们的无人荒星都是承受不住压力而破裂。唉，事已至此，战罢！见状，柳白也是叹息一声，声音落下，他的身影也是凭空消失，化作了一道白芒，冲向了科隆族的强者。随着一道白光闪过，科隆族剩下的5位九转巅峰强者便是被白光裹挟，朝着无尽虚空而去。紧接着，虚空之上，无尽白芒纵横亿万里，无穷的法则之力绽放，将5位科隆族的九转强者牢牢地困在了白芒之中，顿时爆发了恐怖的战斗威能。他竟是一人带走了5位同级别的强者，以1敌5，而且看情况还丝毫不落下风。战！其余15位人族九转巅峰强者见状，也都是彼此对视一眼，身上战意奔腾，同样是毫不犹豫地朝着其他剩下的九转强者冲去。15人都是人族最顶尖的强者，一方星域之主，不管是1对1还是1对2，都是丝毫不虚。一时间，整个无尽虚空之中，各种法则之力疯狂飞舞，双方几十位顶级强者的大战，只打得虚空震动，空间崩裂，随便一道技能碰撞的余波爆发，都能够轻松地击穿一颗行星。若非双方交战之所乃是在无尽虚空之上，浩瀚的荒神星域恐怕都要被战斗波及而毁灭大半。人族还是一如既往的疯狂，如此巨大的人数差距，居然没有任何犹豫的开战。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一战若是落败，人族会迎来何种结局吗？哼，我倒是蛮欣赏人族这份气魄的，他们能够做出如此决定，我是一点都不意外。若是连自己族内的顶级天才都无法保护，不敢和敌人拼死一战，那么人族也不可能从区区一个小星球的地盘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不得不说，银河之主的实力实在是太强悍了，居然以1敌5，还占据上风。整个宇宙中的巅峰强者中，他柳白也能排进前10了。是又如何？面对3大族群的30多位巅峰强者的围攻，人族真要死战到底，最终也只有遗憾落败的结果。我倒不认为科隆族、幽冥族和暗影族有这种和死磕到底的气魄，终究是3族联合，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和人族完全无法比。依我看来，一旦3族之中有巅峰强者陨落，这一战也就到此为止了。赞同。或者他们成功将人族那位新现的顶级天骄击杀后，也会第一时间撤退。咱们这些人已经是站到了宇宙之巅，实力越是强大，也越惧怕死亡。3族的强者可没有人族的那些顶尖强者疯狂。没错，等着吧。据我的了解，3族强者并没有全部到场，还有人不知道潜伏在何处。我想这些人才是真正对人族天骄进行扼杀的强者。人族这边，荒神星域之主也没有现身，在自己的星域内，荒神的实力也会得到巨大的增幅。3族就算有强者偷偷潜入荒神星域，也还有荒神防着呢，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随着人族17位星域之主与3族强者开战，剩余那些围绕在荒神星域外的近200位九转强者，此刻也都是对此情况热议起来。他们这些族群和人族并没有恩怨，这番前来也是感受到了科隆族他们的动作，一同跑来看热闹罢了。至于说要将这一届人族的顶级天才秦牧扼杀一事，他们和人族无冤无仇，自然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新人试炼马上就要结束了，根据我族的情报，荒神会在第一时间确定秦牧的身份，然后通过星际传送大阵将其传送到大荒星保护起来。大荒星是荒神的大本营，这么多年已经被他打造的固若金汤。一旦被秦牧成功的进入大荒星，我们就休想再扼杀对方。所以咱们能否成功将人族这名天骄扼杀，就全看幽冥狂你的了。呵呵，放心吧，别忘了我的法则乃是空间法则，只要你们拖住荒神那家伙，大荒星的星际传送大阵一旦触发，我会立刻将秦牧那小子从虚空通道中逼出来的。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嘿嘿，人族怎么都想不到我幽冥族新进了一位掌握空间法则的九转强者，真的很想看看那些老家伙得知自己人族的妖孽天骄被扼杀时的表情啊。好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继续朝着大荒星赶吧。注意好隐匿自身的气息，别被半路发现了。放心好了，传说级的隐匿气息的道具都带着呢。走！在荒神星域外，众多九转强者围观着双方人马大战的时候，荒神星域内6道潜行在暗处的强者，此刻也已经汇聚到了一块，一同朝着荒神星域的核心大荒星潜伏而去。而在新手村静静的等待天启裂缝重开，
将其传送回彩云市的秦牧还不知道，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和惊天杀局已经悄然形成。第24章，什么情况？这就去大荒星了？囚龙星，彩云市。随着最后倒计时的结束，是中心广场上的天启裂缝猛地一震，一道道流光便是从天启裂缝中飞出，化作了一道道身影落在广场之上。出来了，快，迅速确定这一批新人所在的新手村。小子，你们所在的新手村村号是多少？快告诉老夫！看着剩余的2万多人被传送出来，3名荒神星域的星际执法者忙不迭的立刻拉着最近的一位学生询问起来。几名被拉着询问的学生刚刚被传送出来，脑袋的眩晕感还没有消失，又被面前的执法者拉着一个劲的猛问，一时间也是更加的懵逼了。好一会，这才有人弱弱的说道：“我们的新手村是1008611号新手村啊，这位前辈有什么问？”轰！还没等这名学生的话说完，3名执法者在听到了这一串数字后，身上的气势都不由得一震。强如他们，哪怕仅仅只是泄露一丝气息，都足以震得这些新人头晕目眩。刚刚开口的那名学员也是因此被打断了接下来的话。面对3人不经意间释放的气息，他只感觉头晕目眩，双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好可怕的气息！然而3名执法者却是顾不得多言，立刻根据自己手中拿到的资料，目光一扫，就发现了人群中的秦牧。在这，秦牧和登记簿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就是你了。见到秦牧的一瞬间，3人几乎是同一时间闪身来到了秦牧的身边，一脸激动和惊喜。这是怎么回事啊？这3个家伙的气息好强，全是5转强者。当秦牧通过自己的探查术扫了一眼面前3人的等级后，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还不等他反应，他面前的3名执法者却是急切地对着他说道：“秦牧同学，我们是星际执法队的队员，现在要将你传送至大荒星上。放心，我们没有任何恶意，至于其中的原因为何，等你到了大荒星后，自会有人向你解释。”嗡！话音一落，没有给秦牧任何的反应时间，3人手掐印诀，早就准备好的星际传送大阵瞬间笼罩了秦牧。一道光柱顿时落在了秦牧身上，下一刻，秦牧的身影便是消失在其中。处理完这一切后，3名星际执法队的强者便是第一时间将这边的消息上报了上去。紧接着就是踏上了悬浮在彩云市上空的星际飞舟上，飞舟一个加速，顷刻间进入了曲速行驶状态，眨眼间就消失在了众人眼中。没想到这创下纪录的天才居然出自我彩云市，咱们彩云市终于出真龙了！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咱们这么一个平时连诞生一个 A 级天赋职业者都难的偏僻小城，居然出现了一位 SSS 级的顶级妖孽，咱以后说出去自己是彩云市的人都倍感自豪啊！直接就被传送去了大荒星，那可是荒神大人所在的主星，这下秦牧是要一飞冲天了呀！看着消失在眼前的执法队的非洲，彩云市广场上的所有人无不是羡慕万分的惊叹道。与此同时，传送前往大荒星的虚空通道内，我尼玛，这到底什么情况？大荒星好像是荒神星域主星，荒神所在的大本营吧？这就把我传送到大荒星去了？秦牧愣神片刻后，便是猛地爆了粗口。从离开新手村到现在被传送去往大荒星，期间都不超过10秒的时间，让他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现在，他都感觉自己脑子乱糟糟的。不过很快，他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猜测起这一切肯定和他之前在新手村的时候，第2天就击杀了风狼王引发的世界公告有关。这一定是人族高层见他完成了终极 BOSS 的首杀，认定他是一位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这才如此匆忙地将他送到大荒星去。而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是为了保护他免受其他有心之人的加害。对，应该是和我想的一样，他们害怕我这位顶级天才被其他种族的强者暗杀，这是送我去大荒星接受荒神的庇佑啊。不过荒神星域的执法队居然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效率，径直将我送往大荒星，这倒是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料。看来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小看荒神星域执法队的能耐了呀。反应过来的秦牧在虚空通道之中默默地沉吟一声，随即便是安分地任由自己被传送到大荒星上。囚龙星和大荒星相隔茫茫星空，即便是有着星际传送大阵，想要抵达大荒星，这也需要耗费近几分钟的时间。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找到目标了。大荒星上，军民也是在秦牧被发现后的数秒内就收到消息。一直守护在传送大阵前的他，得到消息后也是惊喜的高呼一声，满脸期待的看着自己面前的传送大阵，等待着秦牧这位人族天骄的到来。轰隆隆隆！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荒星的星界壁垒却是遭受了猛烈的攻击。强大的攻击令整个大荒星外的星界壁垒都是摇摇欲坠。与此同时，嘹亮的警报声也是响彻了整个大荒星。
无数的强者都是立刻从大荒星中各自的驻地飞出，冲向了半空，目光凝重地仰望虚空。虚空中5道伟岸的身影站立在虚空之中，一道道足以粉碎恒星的恐怖攻击不断地朝着大荒星的星界壁垒上砸落。是3族的9转巅峰强者。该死的，他们怎么摸到我大荒星了？立刻启动一击动员，星界壁垒功率开到最大。看见了虚空之上的5道身影后，大荒星的强者们一个个都是立刻行动起来，刷刷刷。与此同时，荒神军民所在的位置也都是出现了数道身影，全部都是9转强者，但是都是战力不强的辅助系职业者。荒神大人来到军民身边，几人都是立刻对着他恭敬道：你们守在传送阵前，不得让任何人靠近，顺便在大荒星内对我进行增幅。我要让这些家伙知道我荒神星域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闯的。面对到来的几人，军民微微颔首。嗡嗡嗡轰！得到他的命令，身后几人没有任何的言语，立刻就将各自最强的增幅技能放在了他的身上，带着数不清的强力 buff， 军民一闪身就冲向了大荒星外，大战瞬间爆发。第25章通道崩毁，大打出手！大荒星远处的星空中，幽冥族的那位空间系的9转强者幽冥狂躲在了无数陨石组成的陨石带中，眼中闪烁着计谋得逞的笑意。嘿嘿，打起来了！荒神这家伙上当了！大荒星的星际传送主阵已经被激活了，现在也该我出手了。说话间，幽冥狂便是凝神施展了自己的独有技能，感受着整个大荒星上的主传送阵隐隐散发着的空间波动，同时他的魔力也在迅速的消耗。即便是他作为9转空间系的顶级强者，但是想要隔空捕捉到星际传送阵这种阵法所塑造的虚空通道，并且准确的找到目标在这空间通道中的空间节点，也绝非易事。仅仅是10秒的时间，幽冥狂的眉头便是皱了起来，眉宇间更是有汗珠凝聚，显然是消耗不小。又是10秒过去，幽冥狂紧皱的眉头也是瞬间舒展开来，紧闭的双目猛然间睁开，露出了无比惊喜的神色。找到你了！禁咒欲灭遁空，一声低喝，幽冥狂身上顿时散发出了一股极端强大的气势。下一刻，一股玄奥神秘的力量包裹住他的身躯，带着他瞬间穿越了空间的阻隔，破开他身边的空间，朝着不知名的星域深处疾驰而去。轰！就在这一刻，秦牧所在的虚空通道中，一道裂口豁然开启，幽冥狂的身影直接出现在了秦牧的面前。什么东西？这突然爆发的变故也是令秦牧猛地睁开了双眼，惊骇地望着面前全身披着黑色鳞甲、青面獠牙的人形生物。这明显不是人类，而且幽冥狂身上那无比强大的气息，也是给了秦牧一种自己在面对一尊无上神奇的感觉。自己在其面前简直比蝼蚁还要更加的渺小。不用去看对方的等级信息，秦牧就知晓面前这位绝对是一尊绝顶强者。轰！-5813-400。面对秦牧的惊呼，幽冥狂没有任何的回答，而是直接挥手，一股强大的神力骤然爆发，轰在了秦牧的身上。神力接触秦牧的瞬间，就将他轰成了漫天的血雾。下一刻，在他的强大神力中，秦牧爆散的血雾都是被直接蒸发，死的连渣都不剩。死！还未一转就拥有580多万的血量，这家伙也太变态了吧！还好这一次咱们成功的将其斩杀了，不然一旦让这人族的小家伙成长起来，以后绝对又是一个银河之主，甚至要比银河之主更加的强大。看着自己亲手斩杀了秦牧时造成的伤害数值，幽冥狂脸上也是不由露出了一抹骇然的神色。不过在见到秦牧已经被自己轰杀的连渣都没有剩下之后，他也是感到了万分的庆幸。轰隆隆隆隆！就在这时，周围的虚空通道开始发起了阵阵轰鸣，幽冥狂也是立刻反应了过来。这时虚空通道在他刚刚的神力攻击下有了崩毁的趋势，当即他也不再停留，沿着自己刚刚开辟出来的次元裂缝重新钻回了大荒星外的那片遥远的陨石带。砰！就在幽冥狂刚刚回归的瞬间，原本传送秦牧前往大荒星的那一座虚空通道也是瞬间崩塌，连带着在大荒星的星际传送阵也是忽然爆发了一道轰鸣声，所有闪耀的铭文都是瞬间暗了下来。传送阵熄灭了，怎么回事？是谁将虚空通道击碎了？击碎虚空通道至少也得是100万神力才能够做到，究竟是哪位9转半神出手了？该死，一定是那3族使用的阴险手段。传送阵的变故一下就让守卫在传送阵附近的几位9转职业者脸色骤变。传送阵熄灭，虚空通道崩毁，就算是没有人出手，秦牧也断无存活的可能。他们人族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位震烁古今的绝世天才，居然就这样夭折了。这个结果让他们这些9转强者都难以接受。啊！幽冥族的狗东西，
你该死！与此同时，大荒星外，一人独占5大9转巅峰强者的荒神也是在这一刻发现了远处的幽迷狂。在大荒星上的传送阵熄灭的瞬间，他就已经知晓了这个消息。当他察觉到了远处的陨石带传出的一丝隐晦的空间波动之后，他立刻就猜到了这一切的变故都是那幽迷狂引发的。人族痛失一绝顶天才，这让他愤怒的几欲发狂。一声怒吼，他猛地一拳轰出，将自己面前的一位科隆族的9转巅峰强者轰飞，随即身形化作了一道虚芒，朝着幽迷狂所在的位置爆射而去。幽迷狂，小心！感受到了他的这一举动，5名9转巅峰强者中唯一一位幽冥族的强者立刻惊呼一声。幽迷狂只不过是他们幽冥族一名刚刚晋升的9转强者，面对9转巅峰的军民根本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何况此刻的军民还有大荒星镇守的数位9转辅助职业者的 buff 加持，战力被激发到了极致。这幽迷狂若是躲闪不及，很有可能就被秒了。什么？荒神居然发现我了！刚刚从虚空通道出来的幽迷狂还未来得及松一口气，他也是感受到了军民朝着他急速冲来，脸色骤变，连忙就要逃。然而刚刚的消耗却是让他此刻的魔力几乎见底，而且军民此刻的速度也是爆发到了极致。还不等他躲开，一道又一道足以寂灭恒星的恐怖攻击就朝着他迎头轰下。轰隆隆，仅仅一个交锋，在军民强大的攻势下，幽迷狂几乎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直接就被他那强悍的攻击秒杀。直到这时，后边那5位9转巅峰的强者这才堪堪赶来。幽迷狂，该死！荒神，你敢杀我族天才，等着你我2族彻底开战吧！当发现自己来晚一步后，幽冥族的那位9转巅峰强者脸色铁青的怒视着军民，对着他大声的吼道：呸！彻底开战！从你们闯入我荒神星域猎杀我人族天才的那一刻开始，战争就已经开始了，你们5个一个都逃不了！面对幽冥族这位9转巅峰强者的威胁，军民却是狠狠地啐了一口。他的话音一落，身形瞬间朝着那名幽冥族的强者冲了过去。轰！双方没有任何的废话，再度战成了一团。一道道七彩斑斓的霞光在双方大战的时候从大荒星上迸射而出，不断的落在军民的身上，不断的提供 buff 支持。凭借着大荒星上的强者辅助，暴怒不已的军民此刻竟是以一己之力压着5名同级别的强者暴打。与此同时，秦牧被杀的消息也是迅速的传递到了荒神星域外的17名人族的星域之主的耳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所有人都是愤慨不已。几乎是在一瞬间，所有人族强者都是开始不要命的打法，不顾一切的将自己此刻的愤怒宣泄在了自己的对手身上。尤其是最强的银河之主柳白，一人一剑，神威无穷，砍得科隆族的5位9转巅峰强者节节败退，喋血虚空。第26章，蓝水星极光城。蓝水星，一颗处于荒神星域西北角毗邻炎神星域的一座人族占领的生命星球。在一处杳无人烟的荒地上，一道光柱从天而降。待光柱消散之后，秦牧的身影也是猛地出现在了此地。啪嗒，呼呼呼！我尼玛，这太他妈的恐怖了！老子居然被秒了！那家伙的外表应该是和人族敌对的势力幽冥族的族人无疑，能够直接降临虚空通道杀人，这简直闻所未闻。那该死的家伙绝对是幽冥族的顶级强者，说不定就是9转的职业者。刚刚选择在这一处偏僻的星球上复活的秦牧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脸上也是带着一抹深深的后怕之色。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这绝对是人族敌对势力的强者针对他的暗杀。虽然他也想到了自己创下了全宇宙最快击杀新手村终极 BOSS 的记录，一定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注定会成为宇宙中人族敌对势力的那些强大的职业者的暗杀。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暗杀会来得这么快。明明人族高层的动作已经足够迅捷，将他第一时间传送前往了大荒星接受庇护，却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有能够将他保下来。经过了这一次的死亡经历后，秦牧此刻也是决定，在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面对宇宙中的敌对势力的巅峰强者之前，还是一个人隐姓埋名苟着发育算了。这人族破纪录的天才，谁爱当谁去当。刚刚那种死亡的感觉，让他再也不想体会第二次。妈的，这一次要不是由我完成新手村4大终极 BOSS 后获得的转生水晶，老子就真的彻底交代了。幽冥族，老子记住你们了，等我以后踏足9转，就是将你们一族彻底在宇宙中抹除的时候。哼！直到晃了好一会后，秦牧这才平复下自己疯狂跳动的心，接着缓缓起身，话语中带着无边的寒意。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一次因为幽冥族等3大族的强者潜入了荒神星域，对他展开暗杀一事，已经彻底引爆了人族顶尖强者的怒火。此时此刻，人族的所有9转巅峰强者已经和3族的强者厮杀了起来，并且这一战
双方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族的18位九转巅峰强者陨落了3位，其余人也几乎是人人带伤。而幽冥族、暗影族和克隆族3大种族的九转巅峰强者，更是在愤怒的人族九转巅峰强者的拼命攻击下，在荒神星域陨落了7位九转巅峰强者和1位九转空间之道的幽冥族强者。双方在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后，双方的九转巅峰强者纷纷退场。接下来就是本来双方就已经是旷日持久的九转之下的强者之间的战斗演变得更加的激烈。毕竟整个宇宙之中并不是只有他们这几大种族，还有无数的其他种族，其他种族也有九转巅峰强者。若是双方的巅峰战力真的死磕到底，陨落太多，最后只会便宜其他的种族。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当务之急还是先去转职神殿进行一转吧。一转之后，我就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等级，同时也能够再度觉醒一项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实力更加的强大。说话间，秦牧便是朝着附近最近的一座转职神殿而去。虽说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一片无人的荒野区，但是每一座转职神殿都会常年亮起一道冲天光束，光束蕴含某种不知名的神秘力量，就算是大白天在千里之外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秦牧完全可以根据这些转职神殿所释放的光柱为目标，搜寻到最近的一座城市中的转职神殿。而现在距离他最近的一道转职神殿绽放的冲天光束目测也仅仅是不到100里的距离，也就是说在秦牧附近50公里内就有一座城市。以他现在的属性，就算是徒步奔袭，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成功的抵达。半个多小时后，秦牧面前也是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市——极光城。这倒是一点都不比我之前所在的囚龙星的彩云市小啊。看着面前这座矗立的巨城，秦牧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意，随即就来到了城门处，排在了进城的队伍最后。游戏世界降临现实之后，怪物不仅仅是在秘境、副本之中存在，在宇宙中的各大星球之中都是有怪物的降临，甚至有的一整个星球之中全部都是怪物。这些星球也都通常被作为职业者的猎杀怪物，获得各种资源、提升等级的好去处。正是因为有着降临在星球上的怪物的袭扰，每一个城市都会在最外围建立一堵高墙，派遣驻城守军来防止野外的怪物对城市的骚扰。极光城也不例外，高达100米的钢铁城墙将整个城市都围了起来，在高墙之上还有大量的士兵手持机械师设计的各种高能武器来回巡逻。城门口也是有2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守护，维持着出入城的秩序。这个时间段，由于刚刚距离新一届的新人试炼结束不久，进出城市的人并不是很多，秦牧很快便是顺利的进入了极光城，并且迅速的来到了在极光城中的转职神殿前。儿子，这一次你觉醒了地级的力量强化天赋，最适合你的职业就是战士。待会你进去转职一定要选战士职业啊，可别选错了。放心吧，爸，我一定会成为和你一样强大的战士。哥，我这次没有觉醒天赋，待会进入转职神殿要转职什么职业更好？给个意见呗。这一次我们极光一中的校花夏清月据说是觉醒了 A 级天赋，也不知道她会选择什么职业。哎，本来看待夏清月是平民出生，我觉醒了 C 级天赋以后就能偶追求大校花了。可惜夏清月觉醒了 A 级天赋，可谓是一步登天，这下我是彻底没戏了。转职神殿外，此刻正排着长龙，极光城中这一届所有成功通过新人试炼的2万多学生，此刻都等着进行转职。秦牧来到这里之后，也只能够排在队伍的最后面，静静的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秦牧也是从周围排队的人群中大致了解了这一次极光城的新人情况。A 级天赋吗？当听见了绝大部分人都在谈论着这一届极光城的第一天才夏清月时，秦牧嘴角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淡笑，并没有因为夏清月的天赋而有任何的动容。A 级天赋虽然不弱，但是和他却完全没有可比性，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第27章又是 SSS 级，实力暴增，属性破千。排队1个小时后，秦牧总算是成功的进入了转职神殿。我现在的天赋是血量成长无上限，这样最适合我的就是技能释放全靠血的狂战士的职业。狂战士需要1转战士之后才能够在2转时选择转职。既然如此，我的初级职业就直接转职战士吧。来到转职神殿内部，他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选择了战士职业，将自己的职业彻底定了下来。嗡！随着秦牧站在转职圣柱面前选择自己的初级职业后，一道光芒瞬间笼罩在了他的身上。下一刻，一道声音就从他的脑海之中响起：叮！转职战士成功，获得战士初级技能2段斩。2段斩 F 级，消耗30点魔力，使接下来的普通攻击触发2次100%攻击力的伤害。不仅如此，在秦牧刚刚完成转职的瞬间，
他在新手村积累的10级的100%经验，也是直接让他提升到了11级。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成功转职之后，不仅可以继续提升等级和获得职业针对性的固有属性的加点，就连每次升级之后获得的属性点也是大幅的提升。10级之前，秦牧提升1级，也就是4位属性都增加了1点，自由属性点也只有5点，相当于每次升级获得的总体增幅属性只有9点。但是现在他在完成转职成为战士之后，升级获得的属性点却是达到了64点，期间的差距可想而知。正是如此，也让职业者越到后期，每提升1级的实力差距越大。这也是为何所有人都会在等级达到转职要求之后会立刻转职的主要原因。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当然，秦牧这升1级提升的自由点，因为之前获得的金色称号的缘故，直接提升了1倍，这才有的40点自由属性点的获取。否则，他升到11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也就仅有20点罢了。除了属性点的增多外，新人确定职业之后，每个人都会获得该职业的初级技能，这也是所有职业者唯一一次转职之中能够白嫖职业专属技能的机会。以后不管是2转还是后面的9转，都不会再有技能的获取。想要后续获得新的技能，只能够靠怪物掉落的技能卷轴学习技能。虽然初始技能是最低的 F 级技能，但是能够爆发2次普通伤害，对于很多没有天赋的平民战士而言已经十分珍贵。有了这样的一个战士技能，他们的实力也将获得巨大的提升。毕竟是一次可以爆发2段100%攻击力伤害的技能，在关键时刻也是会起到奇效的。不过秦牧和其他的战士完全不同，他现在不仅仅是收获了 F 级的战士初始技能，在他刚刚成功转职战士的瞬间，他的技能和天赋特性栏里面就已经多出了一项全新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 SSS 级，又是 SSS 级的天赋特性和技能。老子这超限级的本源天赋也太他妈的给力了吧！当秦牧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上的时候，他顿时露出了狂喜的神色。姓名秦牧，职业战士，等级 LV11 0%，转生1转，血量5815400，魔力3200，力量1031，体质1134，敏捷775，智力701，属性点40，装备魔猿全套 LV10，狼王战甲 LV10，狼王头盔 LV10，自动回复400S，移速正 20%， 伤害减免正 10%， 爆伤减免正 20%， 反伤正 5%， 免控正 10%。 技能血祭裁决 SSS 级，限计自身 1% 最大生命值，对血量低于最大生命值 10% 的目标予以斩杀。血神武装 SSS 级，燃烧 100W 血量，召唤血神武装 ES， 武装期间自身将处于无敌状态，每燃烧100万血量持续时间增加 ES。 复苏之风被动 S， 当前生命值低于 30% 时触发强力恢复效果，瞬间恢复 50% 总生命值，并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所受的生命值恢复效果提升 500%。 技能冷却 EH， 本源天赋血海无量，超限级，以万灵之血汇聚无边血海，每次转生可觉醒一项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天赋特性1，饕餮盛宴 SSS 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获取其最大生命值 5% 的血量上限提升。2，血神恩赐 SSS 级，最大生命值每突破1万，全属性增加1点。全新的 SSS 级技能和天赋特性让秦牧的实力和保命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尤其是技能血神武装提供的无敌效果。若是之前秦牧在虚空通道之中就拥有这样一道技能的话，他完全可以燃烧自己500万的血量，维持5秒的血神武装。在这5秒内，就算是幽冥狂这位9转强者都别想在5秒内击杀他。而第2项天赋特性也是十分强悍，每提升1万点生命值上限就能够让秦牧全属性提升1点。如今秦牧的581万点血量也是让他的力量、体质、敏捷和智力全部增加了581点，让他仅仅是在11级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突破1000点的高额力量和体质属性。真正的令他实力暴增的还得是这第2项本源天赋特性。秦牧现在的4维属性，就算是一身史诗级套装的40级战士都未必有他这么高的属性，若是装备一般的战士，甚至50级都未必比得过秦牧。也就是说，如今的秦牧在成功一转后，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一转巅峰战士的实力。我这才11级啊，11级就拥有了破千的4维属性，简直要逆天了呀！爽，真的太爽了！不愧是超限级的本源天赋，实在是太强了。将自己此刻的所有属性全部扫了一遍后，秦牧内心疯狂的呐喊，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嗨嗨，
你小子还要在这转职圣柱前待多久？傻笑什么呢？完成转职了就赶紧离开，后面还有一大堆人等着呢。就在秦牧沉浸在兴奋中时，一道略带不满的声音响起。闻言，秦牧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转头看向了自己身后那排队的队伍众人。此刻，他们正带着不满目光的紧紧地盯着自己。嗨嗨，不好意思，激动了。见状，秦牧也是有些尴尬的咳嗽一声，对着负责维持转职秩序的工作人员，亦是刚刚开口催促他的男子抱歉一声，然后迅速地离开了转职神殿。第28章，冒险者公会，血神。现在也完成一转了，接下来就是快速提升等级的时候。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找到这极光城的冒险者公会，这样才可以迅速地弄清楚这极光城附近有哪些怪物副本，同时也能够接取冒险者公会发布的任务，一边刷级还能够一边赚钱。走出转职神殿后，秦牧迅速地确定了自己接下来的目标。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水蓝星极光城，他想要了解附近有哪些副本，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冒险者公会走一趟。冒险者公会可是人族第一强者柳白早年间崛起的时候创立的，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人族18大星域所有生命星球的顶级公会。当然，冒险者公会几乎不参与任何的势力斗争，他们只是负责收集人族领地出现的各种副本的信息，并且承接各种任务委托，然后再由公会注册的冒险者们接取任务。公会负责赚取中间的差价，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中间商的存在。正是因为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冒险者公会的势力遍布18星域，因此几乎所有的人族职业者都有在冒险者公会注册过，甚至就连周边星域和人族交好的其他宇宙种族的职业者也会在冒险者公会注册为冒险者。冒险者公会很好找，秦牧正是稍微在极光城中心转了一下就找到了目标。冒险者公会就坐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这一条街上的商铺也是全部和职业者有关，药剂店、武器店、防具店等大大小小的店铺占据了全部的门面。在这些店铺内外，也是有着不少身穿各种装备的职业者来往，或是出售自己打怪获得的材料和装备，或是挑选店铺中对自己有用的物品。而这条街的最里面就是占地面积庞大的冒险者公会，进出冒险者公会的职业者数量也是最多的。秦牧走进冒险者公会，很快就对自己的信息进行了登记，并且注册成为了一名冒险者。在这里登记注册成为冒险者，并不需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需要将自己的职业类别填写，并且取一个冒险者的称号就足够了。当然，在登记过后，所取得冒险者称号就会伴随一生，不会再进行更改。秦牧所选的称号也是根据自己现在的天赋做出了选择，给自己来了个血神的冒险者称号。冒险者身份注册成功，注册称号血神，贡献度0，权限1星。1星权限是冒险者公会给予的最低权限，基本上没什么大用。而权限的提升则是需要根据贡献度提升而提升，贡献度越高，冒险者在公会内享有的特权也会增加，如在公会内购买装备和药剂等物品时能够获得打折优惠，或者让公会出动强者帮助其处理一些自己无法处理的事件，甚至是贡献度高的还能直接一跃成为冒险者公会的管理层。不过这些都和秦牧无关，他注册冒险者不过是为了方便自己了解极光城附近的副本罢了。完成了一系列注册手续后，秦牧便是来到了冒险者公会的任务大厅，看看有没有自己可以接取的任务。无限回收哥布林头骨，每份100联邦币；无限回收魔狼利齿，每份1000联邦币；前往幽梦森林副本寻找幽冥草，任务酬劳5万联邦币。秦牧看着魔力水晶投影出来的一排排任务，目光在上面迅速地搜寻着适合自己的任务。在任务栏上的这些任务，大多数都是炼金师、锻造师、药剂师等生活职业发布的材料收集任务。每一个生活职业都需要大量的材料来锻炼自己的职业技能。同样的，在锻炼自己的职业技能的同时，他们也能够将这一过程中制作出来的成品挂出去售卖，换取丰厚的资金。外面那些店铺，甚至是冒险者公会大厅出售的武器、防具、饰品和药剂等，绝大多数都是这些生活类职业者打造出来的。秦牧现在的实力已经堪比一转巅峰的战士，他的目标自然不会放在这些普通的材料收集上面。他的目光迅速地扫过一个又一个任务，不多时，他就被一个任务所吸引。这个任务倒是不错，就决定是你了。淡淡的低语一声，秦牧看向了一行人物，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求购矿山副本内的黑曜晶晶，酬劳100万联邦币。注：必须在噩梦级难度以上的矿山副本击杀最终 BOSS 矿山狼王才有几率掉落，任务风险高，未达到30级的冒险者请慎重考虑。秦牧被这一道任务吸引，并不是因为收获着黑曜晶晶的酬劳，而是在这一道任务后面的提醒，能够让雇主提醒30级以下的职业者不要贸然接取的任务，可见在那矿山副本中的怪物等级绝对不低。
你好，请问这矿山副本是个什么情况剧？能够告知一下吗？很快，秦牧就来到了任务台，向工作人员了解起了矿山副本。这位冒险者应该是外地来的吧？矿山副本乃是我们极光城热度排在前列的副本之一，因为它的准入等级为11至35级，可以正好囊括大批的一转职业者。极光城的很多在这个等级的职业者都会选择进入其中刷怪练级。面对秦牧的询问，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给出了答案。原来如此，秦牧闻言顿时点头，然后又是看向了面前的工作人员道：既然这样，我就将这黑曜晶晶的任务给接了吧，你给我安排一下地图。好的，请稍等。多谢。对于秦牧的要求，工作人员并没有任何的犹豫，迅速的给他办理好了一切。拿上地图，秦牧便是迅速的朝着城外赶去。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就来到了这一次的目的地矿山副本外。第29章挑战地狱级副本，恐怖的怪物属性。组团刷矿山困难副本，来个30级牧师，4等1，来给前排骑士一起刷本。战利品评分，玫瑰冒险团挑战矿山副本，来个强力法爷。矿山副本外，大批的职业者汇聚于此，许多人都在副本外招兵买马，一同进入矿山副本。这个副本最多可以5人组队一同挑战，且副本挑战难度越高，在副本之中击杀怪物获得的经验也更多，怪物掉落装备、技能卷轴、药剂等物品的概率也越大。正是如此，大多数职业者为了能够获得更丰富的经验，一般都会选择组成一支满编的5人队伍，挑战高难度的副本。这极光城外的矿山副本还挺多人的，不愧是热度能够排进前列的副本。秦牧来到了这边，看着副本外聚集的人群，他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他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周围的人群，几道侦查术施展下来，就将这些挑战副本的职业者的等级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矿山副本准入等级虽然是11到35级，不过聚集在这的职业者的等级基本上全部都在20级以上，根本看不见20级之下的职业者。并不是20级以下的职业者不想来这边刷级，而是这个副本对于这些20级以下的职业者而言，难度有些过高。就算是一支15级的5人队伍，想要度过最简单副本难度都极为困难。这位兄弟，有没有兴趣来我狂龙的队伍？我们要挑战困难难度的矿山副本，现在还差一名战士。就在秦牧准备进入矿山副本的时候，一名青年走了上来，对着他开口询问道。他的等级也是高达28级。面对秦牧，他并没有贸然的施展侦查术查看秦牧的等级。之所以一眼就看中秦牧，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也是因为他看见了秦牧身上的狼王套装，这一套战士装备十分的不凡，认定秦牧是一位实力不俗的战士。正准备动身的秦牧闻言也是顿了下来，转头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看去，就见到了一位身穿法袍，手里拿着一根白银法杖，一看就是一名法师的职业者的青年，面带笑意的朝他走来。在青年身后还跟着另外3名职业者，一名牧师、一名骑士以及一位刺客。谢谢你的邀请，不过抱歉，我打算一个人单刷副本。面对青年的邀请，秦牧对其淡淡一笑，毫不犹豫的拒绝，随后头也不回的朝着矿山副本入口走去。如此干脆利落的拒绝，也是让法师青年脸上的笑容一僵。很快他就想起了刚刚秦牧说的单刷2字，便是双眼一眯，连忙施展了侦查术，朝着秦牧看去。毕竟敢这么自信满满的单刷矿山副本的，一定是一位实力强大的职业者。职业战士，等级11。侦查术虽然能够看出怪物的详细属性，但面对职业者却是只能够看见对方的职业和等级，其他的信息一概无法探查。哪怕是高级职业者查看低级职业者，情况也是如此。这其实也是相当于对职业者的一种保护机制，能够更好的保障职业者的权益。卧槽，我没看错吧？这才11级，就这个等级去单刷矿山副本，这小子莫不是去送死？当看到了秦牧的职业和等级信息后，青年也是猛地一愣，顿时张大了嘴巴。秦牧的等级和实力完全和他预期的不同。矿山副本虽然说能够接受11级到35级的职业者进入，但是这里面哪怕是普通难度的最低级怪物都是15级，秦牧和副本最低级的怪物都相差足足4级的等级，这别说单刷副本了，能不能在副本里面活过3分钟都是问题。切，还以为是一个强者，没想到是一个刚刚成为职业者的愣头青。微微愣神过后，这名青年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嘲讽，吐槽了一句，随后就带着自己的队伍离开。哪怕是猜到了秦牧或许是一个刚刚从新人试炼之中走出的新人，他也不想去提醒秦牧。刚刚秦牧直接对他的态度也是让他很是不爽。若是秦牧能够被副本的怪物杀死在这副本里，在他看来也算给自己是出了一口恶气。对于青年的心思，秦牧自然不会知晓。他现在已经来到了矿山副本前，选择起了进入副本的难度。
废弃矿山副本11至35，挑战模式：普通、困难、噩梦、地狱。噩梦之上还有地狱难度吗？那么就选你了。看着陈列在自己面前的副本难度的选择，秦牧十分果断地选择了这一最高难度。嗡！随着周围一道光芒闪动，秦牧的身影也是迅速地消失在了矿山副本的入口前。等秦牧再一看身边的场景，已经切换到了满目疮痍的废弃露天矿洞之中。好！秦牧刚刚现身，周围立刻就传来了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吼声。3道黑影疯狂地朝着他奔袭过来，每道黑影都是身穿破浪衣裳，浑身肌肉裸露的半兽人形态。狂暴兽人矿工，强化型精英怪，等级 LV35，血量 15W， 魔力2万，力量800，体质800，敏捷280，智力100，技能野蛮冲撞，巨石投掷。卧槽，这属性有点恐怖啊！不愧是地狱级副本里的强化型精英怪。秦牧对着3道冲来的身影施展侦察术一探，也是被3名身高2米多的半兽人矿工的属性吓了一跳。35级拥有800点的力量和体质属性，一般一转的战士每提升1级都会获得10点的力量和体质的增长，就算是将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力量和体质上，每一级的力量和体质属性提升也才20点。从10级提升到35级，便是有25次获得20点属性的机会，加起来也不过500点。算上前期10级获得的属性提升，力量和体质也绝对无法超过550点。而实际上，没有战士会将所有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自己的力量和体质上。就算是战士不在乎智力加成的法术技能的伤害，但至少敏捷这一项属性也是不能够拉下的。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名35级战士的基础力量和体质属性恐怕都过不了500点，和地狱级副本之中的精英怪的属性比起来，要差一大截。尤其是这35级的半兽人矿工的血量更是高达 15W， 除非是装备精良的战士，否则这里面的每一只怪物都要比同级别的战士更加的强大。第30章，强化型领主级 BOSS， 双斧兽人工头。咚咚咚，3名半兽人矿工冲体型庞大，冲向秦牧时宛如3辆坦克，每一步踏出都震得地面的沙尘飞扬。战！面对冲过来的3名半兽人矿工，秦牧非但没有因为这些怪物实力强大而有任何的恐惧，反而是迅速换上了史诗级的武器魔猿拳套，带着无尽战意的迎着3只强化型精英怪冲了过去。相比于3名半兽人矿工，秦牧身形更加的矮小，但是他的速度却是远胜3人。砰！毫无花哨的一拳轰出，金刚王界上的击退效果顷刻间触发。仅仅是一拳，秦牧就将最前方的那名半兽人矿工直接轰地砸在了矿坑一侧的墙壁上，将这一侧墙壁砸得4分5裂。负2800，暴击！负1400。2道巨大的伤害瞬间从这名半兽人矿工的脑袋上冒出，魔猿拳套触发暴击伤害，加上金刚王界击退造成的额外 50% 的伤害，仅仅一拳，秦牧就打掉了这名半兽人矿工4200点血量。杀！瞬间轰飞了这名半兽人矿工，秦牧没有任何的停留，右脚猛烈一踏，身形如同炮弹一般冲向了另外2名半兽人矿工。砰砰，又是2拳轰出，2道庞大的身影也是应声倒飞而出。还不等这3名半兽人矿工反应过来，秦牧如雨点般的拳头便是疯狂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负2800，暴击！负1400，负1800，700多的敏捷属性让秦牧的攻击速度远超同级别的职业者，即便是35级的射手的攻速，那也是无法赶上他。在他的攻击下，3名半兽人矿工连3分钟都没能撑过。击杀35级半兽人矿工，获得大量经验。击杀35级半兽人矿工，生命上限加7500。击杀35级半兽人矿工，获得大量经验。击杀35级半兽人矿工，生命上限加750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3只半兽人矿工被秦牧击杀之后，立刻就给秦牧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跨越超过20级的等级，击杀强化型的精英怪，所获得的经验庞大无比，几乎一名半兽人矿工都能够给秦牧提供他现在所处等级升级所需的 80% 经验。升到12级后，秦牧现在的经验条也是达到了12级的 40%。再杀3个这样的怪物，秦牧的等级又将继续提升到13级。爽，3分钟升1级，这样的升级速度简直太爽了。不过，这职业者越到后面升级的速度也越慢，倒是真的。之前11级的时候，击杀一名矿工获得的经验能够达到 80%， 现在到了12级，最后击杀的这名矿工提供的经验也就只有 25%。12级升级的经验比11级升级的经验要多出来2倍还多。
这要是以后每升一级所需要的升级经验都是前一个等级的3倍，那些达到了几百级的8转9转职业者们升一级经验简直不敢想象。击杀3名半兽人矿工，秦牧激动之余，也是感慨着自己等级提升之后想要继续升级的经验增加幅度太大。算了，不管这些，先将这个副本里面的所有怪物全部击杀再说。反正以后等级提升之后，也会有更高等级的怪物提供经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快的将自己现在的等级提升上去罢了。摇了摇头，秦牧扫了一眼没有爆出任何物品的3具半兽人矿工的尸体，他没有继续迟疑，继续开始向着矿场下方赶去。环形的露天矿场周围都是如同梯田一般的阶梯形状，秦牧每下一层，他所面临的半兽人矿工数量就更多一位。直到矿场最底部的时候，秦牧一次性面对的半兽人矿工已经达到了16位。但即便是秦牧一次性面对16名半兽人矿工的围攻，他也是游刃有余。从第一层杀到最底层，秦牧斩杀的半兽人矿工的数量达到了113名，击杀超过100名的半兽人矿工，也让秦牧现在的等级达到了15级。113名半兽人矿工给他带来的血量上限的提升更是达到了997500点，让他现在的总血量上限高达681万。在第2项天赋特性血神恩赐下，秦牧也是额外多出了100点的全属性增幅，加上秦牧将自己后面提升的4级所获得的16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点到了敏捷属性上，让只有15级的他4项属性中的力量、体质、敏捷3项属性都突破了1000点，力量属性达到了1171，体质更是达到了1274，敏捷突破了到了1043。超高的敏捷属性也是秦牧面对最后一层的16只半兽人矿工的攻击显得游刃有余的依仗。面对敏捷属性只有自己1/5左右的半兽人矿工，秦牧清空最后一层的怪物，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掉。无论是半兽人矿工施展技能、投掷巨石，或者是横冲直撞，秦牧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躲闪。解决掉了最后一层的半兽人矿工后，秦牧也是来到了最底层通往矿场底部的铁门前。在这铁门后面，则是大量的体型高大的巨狼在来回游荡。最中心的一只体型要远超其他巨狼的狼王，就是这废弃矿山的最终 BOSS。不过，秦牧想要打开自己面前的一道铁门，他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麻烦。守卫在铁门前的半兽人头目，双斧兽人工头，强化型领主级 BOSS， 等级 LV35， 血量 500W， 魔力 20W， 力量1200，体质1000，敏捷500，智力150，技能野蛮冲撞，横扫千军，回旋飞斧。这家伙居然是强化型的领主级 BOSS，500万的血量。虽然和之前我在新手村时面对的那4大终极 BOSS 都同属于领主级别的存在，但这家伙明显更加的强大。恐怕就算是同样只有10级，这副本内的工头放到新手村都能够以一己之力屠杀4大新手村 BOSS 了。看着面前身高3米，手中握着比自己整个人还要更大的战斧的半兽人头目，饶是秦牧也是不由得握紧了双拳。这名半兽人工头的力量属性和体质属性已经不比他差多少了，他唯一的优势就是敏捷上要比工头强。想要击杀这家伙，就只能靠着他灵活性打游击，慢慢的磨死这头 BOSS。第31章卡 bug， 乱拳打死。觊觎矿石的入侵者，该杀。好，和其他的半兽人矿工不同，这名半兽人头目在见到了秦牧的第一时间，便是对着秦牧开口怒喝，最后对着秦牧张口咆哮一声。下一刻，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冲向了秦牧，在其强大的实力下，一声咆哮都能够掀起阵阵狂风，吹得周围的沙石乱飞，即便是拳头大小的碎石也是在这一声咆哮中连续朝着后方滚去。操！这尼玛好大的口气！这一声咆哮面对秦牧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那一股难闻的气味却是让秦牧忍不住骂娘。脚下一震，一块拳头大小的碎石瞬间被他震飞，紧接着就被他一脚抽射，化作了一颗炮弹，径直朝着那半兽人头目大张的嘴巴击射而去。嗨，该死的入侵者，我杀了你！碎石入喉，这名半兽人头目咆哮声立刻止下，脸色憋得涨红。将碎石吐出后，这名半兽人头目变得更加的愤怒，大踏步的朝着秦牧冲了过来，身上隐隐闪动着淡红色的怒气光芒，竟是直接发动了技能野蛮冲撞。哼，谁杀谁还不一定。面对如同坦克般冲过来的半兽人头目，秦牧冷哼一声，不闪不避，反倒是直接蓄力一拳朝着这家伙轰去。咚！两人瞬间交锋，秦牧一拳轰在了半兽人头目那肥硕的肚皮上，发出了一声锤在闷骨上的巨响。一股无形的冲击波从两者交锋之处震荡开来，比之前半兽人头目那一声咆哮引发的气浪更加强大的气浪朝着四面八方冲刷而去，掀起了无数飞沙走石。与此同时，
一股巨力也是从秦牧的右手上传来，直接硬汉了力量以及体质属性与自己相差无几的半兽人头目的野蛮冲撞。他的身躯也是在这一击之下向后滑退了5、6米的距离，同时也是受到了1800点的伤害。不过半兽人头目比他更惨，他这一击触发了金刚王界的强制击退效果，因此即便是普通攻击的一拳，秦牧也是直接将这体型远比他更大的半兽人头目轰得倒退了数十米远。庞大的身躯砰的一声撞在了身后的铁门上，震得铁门和矿场石壁的连接处掉落了一堆被震碎的沙粒。负1400，暴击！负700，两道几乎同时飘出的伤害数值迅速地从这名半兽人头目的头顶飘出，腹部传来的剧痛也是让他忍不住嘶吼了起来：杀！我杀了你！一个鲤鱼打挺，半兽人那臃肿肥胖的身躯此刻却是显得十分的灵活，一起身就是朝着秦牧投掷出了自己双手的一双战斧。咻！战斧迅速回旋，带着尖锐的破空声，一左一右朝着秦牧急速袭来。利刃边缘寒光闪烁，如此凶猛的攻击足以轻松地将一排3人环抱的大树拦腰斩断。面对着半兽人头目的这一次攻击，秦牧没有选择硬汉，而是发挥出了自己的速度优势，身形如鬼魅般轻松躲过了这2柄旋转飞斧的攻击。在其回旋之际，他的身影更是紧紧地贴在了这2柄飞旋的战斧身后，直冲向半兽人头目。此刻半兽人头目眼见秦牧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自己的又一个技能攻击，他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尤其是看着秦牧紧紧地跟着自己回旋的战斧冲向自己，他心中不由得出现了一丝慌乱和隐隐的担忧。而这一丝隐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刚要去接自己投掷出去的双斧时，秦牧瞅准时机，速度暴增，一把冲到了他的面前，一双带着散发紫色光晕拳套的拳头便是疯狂地砸落在了他的身上。仅仅2拳，一股熟悉的感觉再度传来，下一刻他的身躯便是直接倒飞而出，再度砸到了身后的铁门上，将铁门砸得微微变形。本来要被他抓住的双斧也是坠落在不远处的地面上。哼，没有了武器，看你怎么玩！看着失去了双斧的半兽人头目，秦牧嘴角一咧，再度欺身而上，拳头疯狂地砸在了半兽人头目身上。轰轰轰，轰轰轰！就这样，秦牧压着半兽人头目卡在铁门上，不断的锤击。金刚王界提供的80%几率的强制击退效果，在此刻几乎每一拳都会触发，震得半兽人头目不断的后退。但由于副本的机制中，只有击杀了半兽人头目后，才能开启这一扇铁门，因此就算是秦牧轰的半兽人头目不断的砸在铁门上，将铁门砸得变形扭曲到了极致，却也依旧无法将铁门轰开。也正是如此，秦牧几乎是卡住了 bug 一般，就这样靠着自己的双拳，就将半兽人头目死死地控在了铁门上。不断触发的强制击退效果，让半兽人头目苦不堪言，找不到任何的还手的机会，只能这样不断的被秦牧攻击。负890，负1400，暴击！负1011。尽管秦牧每一拳造成的伤害只有1000点左右，相较于这半兽人头目的500万血量毫不起眼，但是架不住他的攻速快，1000多的敏捷属性让他的攻击频率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几乎每秒钟都能轰掉半兽人头目2万多的血量。哪怕半兽人头目拥有500万的血量，秦牧也仅仅是花费了4分钟的时间就将其轰杀。击杀双斧兽人工头，获得海量经验。击杀双斧兽人工头，生命上限加 25W。 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随着半兽人头目倒下，秦牧身上也是接连的闪过了2道升级光芒。一名半兽人头目居然能够让我提升2级，果然还是 BOSS 给的经验多啊！看着自己的等级达到17级，秦牧大喜，2级的提升能够让他获得多出128点的属性，而击杀了半兽人头目获得的25万血量也让他获得了额外的100点属性增幅，一共228点的属性提升，让秦牧面对着最底层的那些巨狼有了更大的把握。第32章，狼王，君王级 BOSS。叮！就在秦牧身上的升级光芒闪烁完后，一道道五彩缤纷的光芒便是从被他击杀的双斧兽人工头的尸体上升起。卧槽，这么多宝贝，这下发财了！看着这些爆出来的宝物，秦牧双眼发亮，惊呼一声。之前他还抱怨之前击杀了半兽人矿工，只是掉落了一些普通品质的装备和一些矿石材料，并没有任何一件精良品质以上的装备。但现在击杀了这名半兽人头目之后，他面前出现的宝物可是让他之前的抱怨一扫而空。兽魂铁铠护甲稀有 LV30， 力量加80，格挡加100，血量加25000，每秒回血加200。
撕裂战斧武器稀有 LV30， 力量加200，暴击正 20%， 攻击有 20% 几率造成流血效果，每秒减少敌方 20% 攻击的血量，持续 30s。 金刚长剑武器精良 LV30， 力量加100，暴击正 10%。 金刚护腿鞋子精良 LV30， 敏捷加100，移速正 10%。 大生命药剂 X10， 服用后每秒回血2000，持续 60s。 金链紫铜 X100， 打造武器装备的上好材料。没想到这只领主级的 BOSS 除了爆出了2件蓝色稀有品质的30级装备外，还有4件绿色精良品质30级装备，除了6件装备，还有10瓶大生命药剂和100份金链紫铜。仅仅是半兽人头目爆出来的东西卖出去，那都是至少100万联邦币。一举将所有的战利品收回了自己的背包空间，秦牧迅速地清点了自己这一次击杀半兽人头目所获得的战利品。他也不由得惊喜地说道，脸上笑容也是越发的灿烂。前面的半兽人矿工和工头都已经被斩杀殆尽，现在也是时候准备猎杀这最后一层的手矿凶狼和他们的王了。平复了略微激动的心情，秦牧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面前已经严重变形的铁门，透过铁门的缝隙看向了门后盘踞在最底下的大平层上的手矿凶狼。他收敛笑容，脸上露出了一抹杀意。体会过高敏捷属性带来的战斗优势，秦牧也是照例将自己刚刚升级获得的80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到了敏捷上，配合着自己刚刚击杀半兽人头目获得的25万血量上限带来的25点敏捷属性的增幅，他现在的敏捷属性也是高达1152点。这样的高额敏捷属性已超过了绝大多数一转巅峰的刺客职业者。纵然是面对铁门后面游荡的200多只手矿凶狼，秦牧也是完全不惧。轰隆隆，深吸了一口气，秦牧伸手将面前的这道解除了限制的铁门打开，一脚踏入了手矿凶狼的地盘。嗷呜！他刚一踏入这些手矿凶狼的地盘，顿时就吸引了所有怪物的仇恨。200多只体型庞大的手矿凶狼纷纷嘶吼着就朝着他这边急速冲来。这些手矿凶狼的速度远超之前秦牧遇到的那些半兽人矿工。与此同时，一道道高速旋转的锋刃迅速凝聚，铺天盖地的朝着秦牧轰了过来。手矿凶狼强化型精英怪，等级 LV40， 血量 15W， 魔力25000，力量500，体质500，敏捷500，智力1000，技能螺旋锋刃、撕裂魔爪、血腥咆哮。这些手矿凶狼居然全部都是智力型怪物，还真看不出来啊。不对，与其说是智力型怪物，倒不如说这些凶狼是魔武双修，只是他们的技能攻击更加强悍罢了。看着铺天盖地朝着自己杀来的大量的螺旋锋刃，秦牧双眼微眯，瞬间洞悉了这些普通的凶狼的属性。见到对方高达1000点的智力属性后，秦牧也是不敢任由这些家伙释放的螺旋锋刃攻击自己。意念一动，他的双腿猛地发力，整个人直接激射而出，在眨眼间就越过了超过100米的距离。速度之快，让所有凶狼的攻击全部落空。不仅如此，秦牧在躲避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退怯，迎着一头又一头凶狼挥出了自己的双拳。秦牧的敏捷属性要比这些凶狼强上1倍，力量、体质更是这些凶狼无法比拟的。面对这些站起来比他还高一头的凶狼，秦牧闪身到了这些凶狼的腹部，对着这些家伙的腹部就是一个上勾拳打出。砰！一道沉闷的声响伴随着被秦牧一拳轰中腹部的矿山凶狼的痛呼声传出。这只凶狼被秦牧触发的金刚王界的击退效果直接轰飞至数十米的高空。这金刚王界的强制击退效果还能这么用？好好好，那就让我送你们这些家伙起飞。看着被自己一拳轰上了数十米高空，双目露出惊恐神色的凶狼，秦牧先是一愣，随后便是立刻露出了一抹深邃的笑容，没有去管这只被轰得飞上了半空的凶狼。他的身形飞速的在众多凶狼之间闪动，毫不犹豫的在这些凶狼没有反应过来之前，重重的一拳砸在这些凶狼的腹部，将这些凶狼轰飞。不一会，在他的攻击下，由于有着金刚王界的作用，在这矿山底层的空间中就出现了一幅震撼的画面。一只只体型硕大的凶狼接二连三的被秦牧轰飞。秦牧的速度极快，一些凶狼甚至在刚刚砸到地面上，还没来得及重新站起，便是又遭受到了秦牧重重的一拳轰出。庞大的身躯便是再度飞了起来，连攻击都无法正常释放。好！看着情况不对，一道震得整个矿山都微微颤抖的愤怒嘶吼传出，嘶吼声之中带着一道令人头晕脑胀的精神冲击，令秦牧也是一阵轻微的眩晕涌现，使得他的身影不由得停顿下来，持续的攻击节奏也是被彻底打断。头脑清明过来后，秦牧脸色凝重地看向了底层核心，在那边，一头高达3层楼的庞大身影带着磅礴的气势缓缓走来，所过之处
即便是那些刚刚从半空中砸落在地的凶狼，也是顾不得身上的伤痛，畏惧地朝着两边退去，让出了一条路。手矿凶狼王，强化型君王级 BOSS， 等级 LV40， 血量 1500W， 魔力 120W， 力量1500，体质1500，敏捷1500，智力2000，技能战争咆哮、精神冲击、猩红风暴、兽血沸腾。狼王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吗？这家伙居然是强化型君王级 BOSS， 所有属性都要比我高出不少。貌似11级就挑战这家伙有些欠考虑啊，这下麻烦了。当看见狼王的属性后，秦牧也是不由得心中一紧，脸色变得更加的凝重。BOSS 的阶位有兽将级、领主级、君王级、帝尊级。40级君王阶位的 BOSS， 在绝大多数一转职业者面前，绝对算得上是一尊无敌的存在。何况现在秦牧面前的这只还是强化型的君王阶 BOSS， 面对这样的一尊怪物，单挑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 SS 级以上的同级别的天赋职业者才有能力与之一战。第33章，身如灵蛇，斗智斗勇。好，看着秦牧这么快就清醒了过来，原本目露凶光的狼王又是发出了一声怒吼，只不过这一次的嘶吼声之中却是带上了几分惊疑不定。要知道，刚刚他的那一声嘶吼可是发动了自己的技能精神冲击，精神冲击的技能可是能够将敌人眩晕至少1秒时长的。可是秦牧虽然被他的精神冲击命中，身形停顿，但却是在眨眼间就回过了神来，这显然是超出了他的意料。加上刚刚秦牧面对他麾下的200多狼崽子时一副碾压的姿态，他也顿时知晓了秦牧的实力绝对不弱，必须要慎重对待。动手！秦牧可不管狼王在想什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将这最后一层的狼怪击杀。看见了这头狼王的强大属性之后，秦牧确信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单打独斗都未必是对方的对手。如今能够做的就是先将这些普通的狼怪击杀，让自己的等级能够再度提升，获得更多的属性点的提升，并且同步获得更多的生命值上限的增幅，让他的实力更进一步。这些40级的强化型的精英怪数量已经超过了200只，要比之前他面对的半兽人数量更多，等级更高。若是能够将所有的怪物击杀，秦牧即便是现在已经达到了17级，凭借着击杀这些狼怪的经验，他至少也能够提升到20级。算上每只狼怪 15W 的血量，200多只狼怪那就是超过3000W 血量。若是全部击杀，秦牧的饕餮血焰也能够给他提供额外的 150W 的生命值上限，届时的所有属性都将再度增加150点以上。这样一来，20级的他在属性上也就并不比这地狱级副本中的狼王差多少，加上他自己身上的装备和天赋特性以及天赋技能，完全有能力将最后的狼王击杀。轰轰轰！嗷呜！身影飞掠间，秦牧又是逮着一只又一只的手矿凶狼攻击。强大的力量和金刚王戒带来的击退效果，再度让刚刚平静下来的矿场最底层混乱了起来。一声声痛苦的狼嚎伴随着这些被秦牧轰飞的凶狼身影不断的传出，在秦牧超强的战力下，这些等级比他高出23级的强化型精英怪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只能够任由秦牧攻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身上的血条不断的减少。好，看着秦牧在自己出现之后还肆无忌惮的攻击着自己麾下的凶狼，狼王也是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怒吼，庞大身躯也是飞快的朝着秦牧冲杀过来。他那高达1500点的敏捷属性让他的速度更胜秦牧，想要追上秦牧并不是难事。可是秦牧却是极为的滑脱，面对狼王的追击，他却是发挥出了自己身形比这些巨浪都要小的优势，不断在其他的普通凶狼之间来回穿梭，若一条灵蛇般在狼群之中灵巧的游走躲避，时不时的还一拳轰在自己身边的凶狼身上，借助金刚王戒的力量将其庞大的身躯砸向追击过来的狼王，使得狼王不得不将躲闪，又或者是直接一掌拍飞朝着他撞过来的凶狼身躯。但是不管那种处理方式，都会让他的速度受到影响，使明明有着超过秦牧的速度，却偏偏无法追上对方。持续追击了3-4分钟，依旧没有碰到秦牧的一片衣角，这把狼王也是气得龇牙咧嘴，鼻腔之中不断的呼出滚烫的白色雾气。好，嗷呜！眼看着秦牧再度将一头凶狼的身躯朝着自己砸了过来，狼王再也忍不住嘶吼一声。这一声嘶吼传出，整个最底层的手矿凶狼双目全部变成了通红之色，身上的凶煞气息也是变得越发的浑厚，一个个都是仰头咆哮，所有凶狼身体周围都泛起了红色的光芒。下一刻，无数的螺旋锋刃带着无比狂猛的气势疯狂地朝着秦牧冲去，甚至锋刃都带上了一丝淡淡的血色，攻击威力比之前强大了1倍不止。叮！手矿凶狼王施展战争咆哮，所有手矿凶狼进入狂暴状态，全属性提升 50%， 耐性正 90%， 持续时间 180S。
与此同时，秦牧这边也是收到了提醒，让他脸色微变。这些家伙的属性全部提升 50%， 这点并没有让秦牧在意，反正这些狼崽子的实力就在那里放着。500的属性增强 50%， 也不过是750的属性，和他上千点的属性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但是这增加的 90% 的耐性却是让他手里的金刚王界的击退效果大打折扣。如之前他触发金刚王界的击退效果，能够一拳将这些狼崽子击退70-80米远，现在有了 90% 的耐性加持，他的一拳恐怕也就能够将这些家伙击退7-8米。他想要靠着轰飞这些狼崽子来阻挡狼王的追击，显然已经不行了。如今这情况，只能够先在这些狼崽子的身边穿梭奔逃，等着这3分钟的时间过去了。深吸了一口气，秦牧没有再对这些手矿凶狼进行攻击，而是发挥出自己体型小的优势，不断的躲闪着这些手矿凶狼的攻击。不对这些凶狼攻击，是因为他的攻击也会让自己停留那么一刻短暂的时间。之前攻击是因为他能够将这些凶狼击退，当作沙包一样撞上身后追击的狼王，大大的迟缓对方的速度。现在这些手矿凶狼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抗性，他再这么做就有些得不偿失了。现在的他只能够发挥出自己现在唯一的优势，借助这些体型庞大的手矿凶狼的身躯去阻挡体型更加庞大的狼王的追击。事实也证明秦牧的这个决定十分正确。在他迅速游走在这些围攻他的手矿凶狼的缝隙间的时候，身后追击他的狼王却是不得不蛮横的将挡在自己家面前的所有凶狼全部撞开，大大的降低了他的速度。如此这般，还真的让秦牧拖过了这战争咆哮持续的3分钟时间。3分钟时间一过，所有的手矿凶狼几乎都是同时发出了一声哀嚎，身上血光消失，双眼血色也是全部褪去，各自的气势顿时弱了一大截。第34章风水轮流转，轮到我反击了。手矿凶狼强化型精英怪，等级 LV40， 血量 13W、15W， 魔力 2330-25000， 力量300，体质300，敏捷300，智力600，技能螺旋锋刃、撕裂魔爪、血腥咆哮。注：处于狂暴结束之后的虚弱状态，全属性降低 40%， 持续时间 200s。这些狼崽子的情况有些不对，难道是刚刚结束了狂暴状态后进入虚弱期了？果真如此。哈哈，老狼王，你这是自掘坟墓啊！当秦牧看向了这些气势突变的手矿凶狼，眼前出现这些家伙此刻的属性状态后，他顿时大笑出声。在狼王的战争咆哮维持的狂暴状态消失后，所有的手矿凶狼都陷入了200秒的虚弱状态。这个时候仅剩下原本的60%属性，连之前的那些35级的半兽人矿工都是远远不及。所有属性的全面下降，秦牧的对这些凶狼的攻击也将会造成更大伤害。为此，洞悉一切的秦牧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动手对着自己身边最近的手矿凶狼爆发了攻击，重新恢复了最初应对狼王追击的策略，边打边逃。砰砰砰，负4550，负6400，暴击，负4500，负4610。面对全属性降低 40% 的手矿凶狼，秦牧现在的每一拳打在这些家伙身上造成的伤害都比原本高出了1倍。一拳若是触发暴击和金刚王界的击退效果造成的额外 50% 的伤害，秦牧甚至能一击打掉这些手矿凶狼1万点生命值。平均下来，秦牧基本上只需要20拳就能够击杀一只手矿凶狼，一拳打出1万伤害。接下来的 200s， 这里就是我的主场，必须在这 200s 的时间内将这些手矿凶狼全部斩杀。看着自己对这些手矿凶狼造成的伤害，秦牧身上的战意也是越发的强大，动作也越发的迅捷，身形如电，拳影如雨。随着秦牧不断的攻击，这些矿山凶狼终于是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击杀40级手矿凶狼，获得大量经验。击杀40级手矿凶狼，生命值上限加750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击杀40级手矿凶狼，获得大量经验。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轰！在200秒结束时，秦牧已经将在场的手矿凶狼击杀了90%，足足210只。如今在这矿场最底层，也就只剩下了30多只手矿凶狼以及狼王还能站立。而秦牧也是在击杀了210只手矿凶狼后，如他所预料的一样，等级提升到了20级，获得了总计192点的等级提升的属性奖励，并且他击杀了这些手矿凶狼，也让自己的血量上限获得了1575000点的提升，同时增加了157乘4点的额外属性成长。姓名：秦牧，职业：战士，
等级 LV20 61%，转生一转，血量 744W 864W， 魔力5000，力量1433，体质1536，敏捷1315，智力991，属性点120。除了智力和敏捷，我的力量、体质属性已经跟上了这头狼王，体质属性更是要超过对方36点。这家伙的速度很快，血量也比我高。现在没有了大量的手矿凶狼的掩护，就得和他正面交战。就算是硬要和这家伙硬碰硬，我的敏捷属性相差也不能太大，不然也不好操作。既然如此，那就将提升3级获得的120点自由属性继续加到敏捷属性上好了。秦牧扫了一眼自己现在的属性，再和狼王进行了一番对比，迅速做出了决定。120点自由属性全部增加到了自己的敏捷属性上，将自身的敏捷属性提升到了1435点。这顿时让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再度轻盈了不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速度的增强。风水轮流转，你这畜生之前追了我那么久，现在也该轮到我反击了。加完点之后，秦牧冷哼一声，脚下一踏，如飓风般朝着狼王冲杀了过去。强大的力量在他脚底的地面留下了一个遍布蛛网般裂缝的足球大小的坑。嗷！面对冲过来的秦牧，狼王也不逊色丝毫，嘶吼一声便是迎着秦牧冲了过去。两者相会之时，狼王猛地抬起了自己那比秦牧半个人还大的前掌，狠狠地朝着秦牧拍下。秦牧也是丝毫不退，迎着这一掌就是一拳朝上轰出，魔元拳套上的拳刺散发着紫色寒光，猛地砸在了狼王前掌的掌心之中。砰！一声巨响传出，秦牧脚下的地面猛地崩碎出一个直径4-5米的大坑，他的双脚更是直接陷入了被震碎的碎地块中，没入到了膝盖位置。而狼王也是在这一击之下，掌心一痛，一股不可抵抗的巨力袭来，2层楼高的身躯猛地向后倒飞而出。好机会！秦牧眼见倒飞而出的狼王，脸色一喜，知晓这是触发了金刚王界的强制击退效果，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双脚猛地发力，顿时如同火箭一般拔地而起，朝着倒飞而出的狼王杀去。轰轰轰！接连不断的攻击便是落在了狼王的身上，不相上下的力量加上有了金刚王界几乎2拳触发一次的强制击退效果。秦牧一次次的和狼王碰撞在一起，又是一次次的将他击退，不给对方丝毫发挥自己技能攻击的机会，将双方之间的战斗强行拉锯成了近身肉搏战。因为秦牧清楚，这只狼王的实力70%都在他的技能上，只要不让对方有施展出技能的机会，他凭借自身并不输给对方的身体优势，加上身上获得的史诗级狼王套装提供的回血效果，完全可以和这家伙拳拳到肉的彼此对轰到最后。嗷呜！看着双方的交手势均力敌，甚至是狼王这边还要更加吃亏一些的局面，侥幸存活下来的那些手矿凶狼也是出了一声声不可思议的嘶吼。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秦牧这位入侵者居然能够与他们那强大无比的王在战斗中占据上风。第35章击杀狼王，再获 S 级技能，一人一狼大战了近半个小时，最终秦牧师展出了自己的血祭斩杀，献祭掉自身8万多的生命值上限，一招就将还剩下140多万血量的狼王斩杀。嗷呜！伴随着最后一声不甘的嘶吼，狼王那庞大的身躯也是轰然倒下，再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生机。击杀手矿凶狼王，获得海量经验。击杀手矿凶狼王，生命上限加 75W。 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将狼王斩杀的瞬间，秦牧身上骤然亮起了2道升级光芒，他的等级也是成功的连升了2级，达到了22级。同时获得的 75W 生命值上限也是让他再度获得了全属性67点的属性增幅，让其血量上限重回巅峰，变得比之前更加的强大。呼，总算是将这个家伙给击杀了，要不是我还有着自己最后的一招血祭斩杀，可以直接将低于自身血量 10% 的家伙弄死，我估计自己想要通过这地狱级的副本也有点悬。秦牧看着倒下的狼王尸体，也是松了一口气。在和狼王的硬碰硬的战斗中，虽然看着是他将狼王打得节节败退，但是双方之间的战斗，每一次碰撞，彼此所受到的伤害都相差不多。秦牧仅有800多万的血量，和这拥有1500万血量的狼王硬换血明显不够。不过好在有狼王套装提供的每秒400点血量的恢复，以及秦牧的复苏之风，让他在血量低于 30% 的时候，直接恢复到了 80% 的血量，外加额外的10分钟血量恢复效果，提升 500% 的技能被动。这才让秦牧后面触发了 S 级技能复苏之风后，和狼王的战斗中，将自己损耗的500多万血量全部回满。
并且在复苏之风持续的10分钟内，凭借着每秒2400点的血量恢复，让他保持了自身血量一直都是满状态的情况。后面还将之前击杀半兽人头目爆出来的10瓶的大生命药剂全部喝了，借助装备和技能的双重效果，才让他在最后的战斗之中存活了下来。凭借换血，硬生生的将1500血量的狼王斩杀。不过，即便是如此，他在斩杀了狼王之后，现在也就只有200多万的血量。若是这只狼王再强一些，恐怕死的就将是他了。叮！就在这时，死去的狼王尸体上也是爆出了带着5颜6色光芒的物品，其中一本散发着金光的技能卷轴和一块篮球大小的黑金石块最为引人注目。这是黑曜金晶，第一次斩杀狼王就爆出来了，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将所有的物品全部收取之后，秦牧便是发现了自己这一次进入矿山副本的任务目标。惊喜的感慨一声后，他也没有继续去查看其他的物品，因为此刻剩下的那30多只的守矿凶狼已经朝着他发起了攻击。先解决掉你们这些畜生，再看收获也不迟。看着最后悍不畏死的冲向自己的一群守矿凶狼，秦牧冷哼一声。虽然现在他击杀了狼王，可以随时选择离开副本，但这剩下的30多只守矿凶狼对他来说可是一笔不菲的经验。击杀狼王之后，他升到了22级，经验条已经达到了 93%。只要击杀这剩下的30多只的守矿凶狼，相信他还能够再升一级。而且这些家伙被他斩杀之后，还能够提升自己20多万血量上限，何乐而不为？砰砰砰！面对这些普通的守矿凶狼，秦牧不费吹灰之力，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就解决了战斗。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和他所预料的一样，击杀了30多只守矿凶狼之后，他的等级也是顺利提升到了23级，同时生命值上限再度增长了24万点。哼，这下总算可以安心的查看刚刚的收获了。将最后一只守矿凶狼击杀后，秦牧嘴角一勾，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自己背包中刚刚收获的宝物上。活力苹果 X10，服用后可让疲惫的身体恢复巅峰状态。大生命药剂 X10，银血剑武器史诗 LV30，力量加600，破甲加150，吸血正 25%。狼牙项链史诗 LV30，智力加500，魔力加10000，魔力恢复加200S。S 级技能卷轴，使用后可习得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现战士。黑曜金晶 X1，高级矿石，可锻造50级以下的史诗级装备。爽，太爽了！这一趟地狱级副本下的不亏。看完了自己这一战的收获，秦牧大喜。斩杀狼王后，他不仅一发入魂，获得了这一次任务需要的黑曜金晶，更是直接收获了2件30级的史诗级装备以及一份 S 级的战士专属技能，加上之前击杀双斧兽人公头获得的稀有级装备，他转手一卖，至少都是1000万联邦币起步。尤其是这 S 级的战士技能归海绝息斩价值更是无法估量。当然，秦牧自然不会将这 S 级的技能拿去卖，他自己就是战士职业，正好可以学习这个技能。没有犹豫，秦牧拿出技能卷轴就将其使用，让自己学会了归海绝息斩。归海绝息斩 S 级，消耗2000点魔力，施展出9道剑气攻击敌人，每增加1道剑气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提升 100%， 并附带击飞效果。好强的技能！每道剑气攻击提升 100% 的伤害，9道剑气施展下来，总伤害将会达到 4500% 的伤害，一击爆发自身45倍的伤害，还有击飞效果。这只要魔力充足，第一发命中敌人，那接下来完全可以一直释放这没有冷却时间的技能攻击敌人，这岂不是将自己的战力提升了45倍？妥妥的杀手锏！看着自己刚刚习得的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的技能介绍，秦牧脸上那是笑开了花，不由得赞叹这 S 级技能的强大，每一个都不会让自己失望。清点完所有的收获后，秦牧也没有继续在这矿山副本内久留，意念一动便是离开了副本，回到了矿山副本入口处。第36章震撼，他至少是 S 级天赋职业者。1个小时的时间，通过困难模式的副本比上一次快了2成，等级也成功升到了29级。明天再来这副本走一趟，完成一次困难副本的吊账，我的等级就能够提升到30级了。这一次还多亏了谢兄的帮忙，不知道谢兄有没有意愿加入我们的小队，以后一起合作，继续刷本。废弃矿山副本外，5道身影缓缓凝聚后，为首的一位青年脸上露出了激动不已的笑容，对着自己身边的一位脸色冷峻的中年开口邀请道：若是秦牧在这里，他一定能够认出此人，因为此人正是之前他刚刚到达这边的时候向他发起组队邀请的那名青年。既然是宋少相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青年的话刚刚落下，他身边的那名背负重剑的中年战士也是立刻笑着回应。
显然对于加入青年的团队很有兴趣，而且从他的话里也可以知晓，这名宋姓青年也是有一定背景的。哈哈，好，那我们明天这个时候继续来这里一趟。嗡！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又是一道光芒在他们的身旁汇聚，光芒消散，秦牧的身影也出现在众人面前。死！居然是一个人从副本中出现，难道说他一个人就单刷了废弃矿山副本吗？这小子23级，应该是单刷的最低级的普通难度的副本吧，不然以他这个等级，面对更高难度的副本，根本不可能从里面活着走出来。不好说，说不定这小子在进入副本的时候还是5人组队，这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人出来了，也不一定。这以前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哪种情况，这家伙能够以23级的等级成功的从副本里面走出，这家伙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应该要比同级别的职业者强大不少，估计是觉醒了本源天赋的天赋职业者。秦牧一个人从副本之中被传送出来这一幕，立刻就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不少人都是对此议论纷纷，猜测着秦牧究竟是怎么从副本走出的。他居然活着出来了，没想到这小子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能够单刷普通的矿山副本，看来这小子应该是一位十分了得的天赋职业者，至少都是 B 级天赋。不对，他的等级居然提升到了23级，这怎么可能啊？然而和其他人不同，被秦牧吸引了目光的宋姓青年在见到了秦牧的时候，却是明显一愣，目瞪口呆地看向了秦牧，脸上一副见了鬼一般的神情。他之前是看着秦牧自己一人进入矿山副本的，身边可没有其他的队友。最重要的是，秦牧在进入矿山副本的时候，他的等级也才11级。最初在宋姓青年的眼中，只有11级的秦牧进入矿山副本，这完全是在作死，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可是如今对方不仅仅完好无损地从副本中走出，等级更是一下子提升到了23级，这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因为就算是秦牧是天赋职业者，天赋等级不低，能够单刷普通级别的矿山副本，但是通关普通级别的副本，即便是单刷，其中的怪物给到秦牧一个人的经验，也绝对无法让他的等级从11级提升到23级。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对方单刷的不是普通级别的副本，而是更高难度的副本。但以仅11级的等级进入，至少是困难级别的副本，还成功的通关副本，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他就是刚刚和自己的队友通关了困难难度的副本，知晓困难难度的副本的怪物有多强，那是最低都是20级的精英怪物。若对方真的是单刷了困难难度的副本，那岂不是意味着秦牧能够在11级时候就越级击杀20级的精英怪物？这得是何等逆天的战力！如此强大的战力，对方觉醒的本源天赋该有多强 ？A 级、S 级，还是 SS 级？至于更高，他都不敢继续想下去。宋少，你怎么了？你认识那小子吗？就在宋姓青年还处于震撼失神的时候，他边上的那位中年战士则是疑惑地看着他，轻轻地开口喊道：“啊，哦，没事，我不认识，只是在前面进入副本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罢了。”反应过来的青年也是连忙摇头，心中却是在呐喊：这的顶级天才职业者，他要是能够认识，简直就是修了8辈子的福气。原来是这样，不过这小子确实是不错，23级的等级能够从副本里面出来，不管是不是何种情况都不容小觑。而且和我一样都是战士，若是有机会，倒是想和他结交一番。可惜这小子已经走远了。听见了宋姓青年的回答，中年战士也是了然的点了点头，摸着自己的络腮胡子，有模有样的点评道：“见他这一副模样，宋姓青年心中不由得鄙夷。就你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天赋的30级战士，结交至少 S 级的天才职业者，也配？”当然，他没有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而是迎合着淡淡一笑，随即便是和自己身边的队员告别，然后一溜烟的朝着秦牧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这样的天才，一定是极光城这一届刚刚觉醒了天赋的新人，他可不能放过和对方结交的机会。一旦和这样的天才相识，那么以后等这个小子成长起来，手里随便露出一点资源，都足够他受益一生了。对于这一情况，秦牧自然是一无所知，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此刻的他正迅速地朝着极光城赶去，准备将自己身上的东西出售到冒险者公会的交易行中，然后换取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比如生命恢复药剂，这些东西就极为适合他。若是能够找到比大生命药剂更加强效的生命恢复药剂，他在战斗之中也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样，一些恢复魔力的药剂，他也需要购买一些。现在有了一门需要消耗魔力发挥战力的 S 级进攻技能，唯有保证自己有充足的魔力释放这一道技能，才能将这一道 S 级技能的优势彻底发挥出来。第37章，随手一甩就赚了5000万。
极光城冒险者公会。你好，我来提交29号任务，这便是那任务所需要的黑曜晶晶。秦牧来到了任务大厅，直接将自己的身份牌取了出来，并且将自己刚刚斩获的黑曜晶晶取了出来，一并给到了工作人员的看台上。是你？你这么快就将这黑曜晶晶打出来了？对面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看清来人之后，也是惊讶的低呼一声。她对秦牧并不陌生，毕竟秦牧1个多小时前才接受了这个任务。29号任务要进入至少噩梦级别的废弃矿山副本，击杀最终 BOSS 才有几率掉落黑曜晶晶。噩梦级别的副本挑战，就算是5位35级的精锐职业者组成的团队，也未必有100%的把握能够通关。所以这个任务在任务大厅已经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人接取。也正是如此，在秦牧接取这个任务的时候，这名女子才会对秦牧多留意了几分。没想到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对方就将这个任务完成了，自然会让他感到惊讶。不过在惊呼之后，女子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当即对着秦牧点头道：尊敬的冒险者，请你稍等片刻，我们确认这块黑曜晶晶的真伪后，会立刻给你进行任务结算。说完，他就拿出了一台仪器，迅速对着足球般大小的黑曜晶晶进行了扫描。不多时，便是关闭了仪器，取过了秦牧的冒险者身份牌，操作了一会后，随即满脸笑容递过身份牌，对着秦牧道：确认无误，这是100万联邦币的任务酬金，已经打入了你的冒险者徽章之中。身份牌是秦牧在注册自己冒险者身份时由冒险者公会提供的，除了能够证明自己血神这一冒险者身份之外，还兼具打款的功能，相当于一张全联邦通用的银行卡。多谢。收下身份卡，秦牧查看了一眼卡上的金额，对着女子淡淡一笑，随后就朝着冒险者公会的交易行的方向走去。他手上有不少的好东西，如在新手试炼的时候获得的火狐长剑、1级技能卷轴、黑水长弓等等，以及刚刚在废弃矿山副本里获得的蓝色稀有品质的装备，打怪爆出来的各种矿石材料。除了最后击杀狼王获得的银血剑外，其他的装备他都看不上，只能拿去出售。这位冒险者，请问是要购买物品还是出售物品？秦牧刚刚进入交易行，迎面就走来了一位身穿红色旗袍、面带微笑的女服务员，对着他恭敬地说道。见状，秦牧也不犹豫，直接开口说道：我手头上有不少东西要出售，你前面带路吧。请随我来。女服务员闻言，微微弯腰，伸手做出请的动作，随后就在前面带领着秦牧来到了一处房间内。莫大师，这位冒险者要出售一些物品，我将他领来了。进入房间后，秦牧就见到了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埋头对着一堆物品捣鼓着。男子闻言也是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抬头看向开口的女服务员。我知道了，你先退下吧。是，莫大师。待女服用离开后，男子便是对着秦牧道：这位小友，我是这交易行的鉴定师莫无风，你有什么东西要出售的？莫无风见秦牧面容还带着少年的稚嫩，并不认为他手上有什么好东西，所以对秦牧的态度也并不是很热切。对此，秦牧也不在意，他只是上前一步，就将自己背包中用不到的装备和一些矿石材料全部一股脑的倒了出来。叮铃哐啷的一声声响动传出，看着面前散发着五彩斑斓光芒的一堆物品，原本面容冷淡的莫无风唰的一声就坐了起来，脸色激动的一路小跑，来到了秦牧面前的这堆货物前，一件件的过手查看这些物品的属性。这是1级风刃术的技能卷轴，价值100万联邦币。这居然是史诗级的装备，即便是10级的也能价值100万。还有这30级稀有武器撕裂战斧和稀有极护甲兽魂铁铠，这2件装备的价值至少500万啊！我的天，这是30级史诗品质的首饰狼牙项链，价值至少3000万。每看一件，他都不由得惊呼一声，激动的嘴皮子都在颤抖。这位贵客，你确定要将这些装备和矿石材料全部都卖了吗？当莫无风将所有的装备和物品全部清点完毕后，他在看向秦牧时已经是满脸的震撼。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秦牧这么一个稚嫩的少年手里居然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尤其是那30级史诗品质的狼牙项链，这可是史诗级的首饰，在一转职业者中绝对是最受欢迎的装备。30级史诗品质的装备，即便是50级一转巅峰的职业者也完全够用。毕竟这个世界上击杀怪物爆出装备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秦牧一样可以随意的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副本。绝大多数的职业者面对和自身相差不大的副本时，能够通过困难难度的副本就很不错了。而困难难度的副本，即便是击杀了最终 BOSS， 能否爆出一件蓝色品质的稀有装备都不一定。因此，超过90%的职业者身上的装备基本上都是绿色精良品质的装备，能够拥有蓝色品质的装备，那都极为难得。秦牧这一出手就是好几件蓝色稀有品质的装备，还有更加珍贵的紫色史诗品质的装备，这怎能不让他激动？
这些我都用不上，都给我卖了吧，钱都打到这张卡上。面对莫无风的询问，秦牧十分淡定地拿出了自己血神的身份卡，递了过去。行，我这就给贵客您清点转账。见状，莫无风也不再迟疑，恭敬地伸手接过了秦牧手中的卡片。这时，哪怕秦牧再怎么年轻，他也不敢轻视半分。不到1分钟的时间，莫无风就将秦牧的身份卡以双手递了回来。贵客您这所有的物品总价值5400万，所有的钱款已经打到了您的卡上，请您过目。不错，刚刚好。秦牧接过自己的卡片，只扫了一眼就将其收下，然后就离开了房间，朝着药剂区走去。第38章，花钱如流水，新的秘境。复苏药剂，每秒增加回血2万点，持续60S。好，就是这个，先给我来1000瓶。大魔力药剂，每秒增加魔力，恢复2000点，持续60S。这个就先给我来2000瓶。交易行外，秦牧来到了药剂柜台前，看着上面的药剂，当即就大声地对着面前的售货员开口喊道：“好家伙，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有钱人？一口气居然买这么多药剂！复苏药剂，那可是极光城目前最高级的生命恢复药剂，每秒恢复2万点生命，持续60秒。这可是一瓶就能够回满一名1转巅峰战士血量的救命药剂啊！每瓶都需要4万联邦币，他居然一口气要买1000瓶！还有这大魔力药剂，一瓶也要5000联邦币，他居然也是一口气要了2000瓶，一共就是5000万联邦币。财大气粗，财大气粗啊！就算是咱们极光城的世家大族里的少爷小姐，都没有几个能够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的资金吧？败家也不是这样败的吧？居然一次性花费5000万购买药剂，这小子想要干嘛？秦牧兴奋的呼喊，立刻就吸引来了周围不少人的目光。当他们看见了秦牧一口气购买了5000万联邦币的药剂后，无一不是看傻眼了。不少人都是纷纷摇头，对着秦牧露出了一副痛惜的表情。5000万联邦币全部拿来购买药剂，这太败家了。不过秦牧可不在乎这些人的感受，这些药剂对他的作用可大着呢。哎呦，这位爷，您快移步咱们贵宾区喝茶休息，我们这就给您去取货。而柜台的售货员听见了秦牧的话，在短暂的迟疑之后，便是立刻兴奋地喊道，满脸谄媚地看向秦牧，将他引进了贵宾间，奉上了店里最好的茶水后，他就立刻转头去收拾秦牧所需要的药剂来。5000万啊，这可是一笔大单子，要是交易成了，我拿到的提成都够我1年的工资了。今天真的是天降祥瑞，发达了呀！这名店员一边准备秦牧所需要的药剂时，也是一边激动的嘴角不住的哆嗦。平时就算是有职业者来购买店铺的药剂，最多也就是购买几瓶，而且还很少有人购买复苏药剂这样的高级生命恢复药剂。一瓶复苏药剂可以恢复的血量高达120万，而能够达到120万血量的，无一不是1转巅峰的强者。在极光城，这样的强者少之又少，平时一天都难卖出1-2瓶。现在秦牧一来就是1000瓶，这甚至已经顶得上复苏药剂在他们店里1年的销量了。兴奋的店员很快就将所有的药剂全部收拾完毕，然后和几名店员一同动手，将东西全部提到了秦牧面前。这位爷，这里便是你购买的药剂，还请您过目。来到秦牧面前，店员面带笑意，双手放在身前，不断的来回搓手，心中万分的期待。秦牧此刻也是起身扫了一眼自己面前的所有药剂，顿时点了点头，道：不错，1000瓶复苏药剂和2000瓶大魔力药剂数目都对，咱们交易吧。得嘞，这位爷，这边请。1分钟后，秦牧若无其事地从店里走出，那1000瓶复苏药剂和2000瓶大魔力药剂已经全部被他收入了自己的背包中。直到走出了交易行后，秦牧这才叹了一口气，想着自己手中的余额只剩下400万，他也不由得苦笑道：嗨，这职业者还真是花钱如流水，赚得多花的也多，这5000万联邦币到手还没捂热乎就又没有了。算了，之前在副本和那狼王激战了1个小时的时间，肚子都打空了，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再说。嘟囔一句后，秦牧便是踏出了冒险者公会，循着附近的酒楼走去。虽然花掉了5000万巨款，但只要不是购买职业者相关的物品，他手里剩下的400万联邦币还是足够让他在极光城的任何地方都能好好享受一番的。呼，那家伙跑得好快，我居然连个影子都没有见着，居然错过了和这位天才结交的机会，太可惜了。都怪我当时在副本外反应太慢，没有及时上前打交道。就在秦牧已经在极光城最高档的酒楼包间里享用着大餐时，一道身影匆匆从野外进入了极光城。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人影也是满脸不甘地喘着粗气，眼中充满了后悔的神色。此人正是那旷世副本外一路追逐秦牧而来，想要和秦牧攀上关系的宋姓青年。奈何任由他一路施展全力赶路，他和秦牧之间的巨大差距还是让他远远落后于秦牧。一路上他连秦牧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秦牧这都已经忙完自己的事情了，他才堪堪抵达极光城。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动用家族的力量去找寻此人了。整个极光城这一届就那么多新人职业者，我已经见过了他的面容，想要找出来不难。深吸了一口气，宋姓青年眼中金光一闪，立刻做出了应对，当即就朝着宋家方向跑去。宋家在极光城也有着不俗的势力，想要在2万多新人职业者中找到其中的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难度。只不过秦牧并非极光城的人，他这么做注定是徒劳无功。轰！与此同时，极光城外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陡然响起，让周围在野外猎杀怪物的职业者们都是纷纷侧目，好奇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都是不明所以。然而很快，大地陡然间颤抖了起来，如同地震到来一般，而且越来越剧烈。这是怎么回事？地震了吗？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几道身影亡命般从动静传来的方向飞速奔来。几人全部都是30级以上的职业者，实力不俗，但是此刻每一个人都是脸色惶恐，使出了吃奶的劲撒丫子狂奔。快跑！刚刚那是新秘境出现的动静，里面冲出了大量怪物，已经形成兽潮了。当看着前方有人不明所以的看向自己这边时，这几名职业者立刻朝着他们大喊：什么？咱们极光城外出现了新的秘境，还有兽潮！当听见了这几人的慌张的声音后，原地几名职业者都是大惊失色，他们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下一刻也是加入到了亡命奔逃的队伍中，朝着极光城的方向急速奔逃而去。一路上也是有越来越多的野外职业者纷纷感受到了动静，接连的加入了逃难的队伍。第39章兽潮攻城，1级战备。轰隆隆！极光城外，大批的职业者朝着极光城的城门飞奔，身后跟随着大量的怪物，引起了巨大的动静。在极光城驻守的卫士也是在对方靠近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一股动静。很快，在100米高的钢铁城墙上，一名实力强大的统领便是注意到了前方的情况。怎么回事？居然有这么大的动静！鹰眼开！所谓站得高看得远，这名统领在发觉动静的时候，立刻就施展出了自己的一个侦察技能，朝着远处激荡起来的滚滚黄沙所在的方向看去。这么多的职业者都在狂奔，不对，他们身后是兽潮，这规模至少1000万级别，居然是1级兽潮！该死！当他看清楚了远处的情况后，这名统领立刻大惊失色，脸上露出了无比惊骇的表情。快拉响警报！兽潮来袭！不敢有任何的迟疑，他立刻鼓起自己全部的力量，当即大声喊道，同时也是立刻开启了自己的职业者面板，联系上了极光城的高层，将兽潮到来的消息上报了上去。作为守城统领，他自然是有和极光城城主直接联系的权限。职业者的面板上，除了自己和怪物的属性可以查看之外，正常游戏该有的功能也是一个不落，也同样拥有好友系统，可以直接取得联系。就在统领联系极光城高层的同时，急促的警报声也是立刻响彻了整个极光城。怎么回事？市中心，秦牧刚刚吃饱喝足，从酒楼中走出，就听见了这响彻了整个极光城的警报声。他也是不由得疑惑地看向四方。城南出现大规模兽潮，极光城进入1级战备状态，所有主战职业者还请立刻赶往城南杀敌。除了主战职业者外，其余人等请全部回到家中，轻易不要外出。就在这时，一队实力强劲的执法队刚好从他的面前路过，急冲冲地冲向了城墙的方向。与此同时，从他们边冲边喊中，秦牧也是了解了警报究竟是何原因。兽潮攻城，难怪这么大的阵仗。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之后，秦牧脸色一变，低沉地说道。不过很快，他的脸上就闪过一道兴奋之色。兽潮啊，还是让极光城直接进入1级战备状态的兽潮，那得多少怪物？100万、1000万，这可是送上门的经验和生命值啊！冲了！没有半分的恐惧，秦牧连忙跟上了执法队，朝着城南而去。速度之快，竟是后来居上，直接将那一队平均等级达到了35级的执法队的强者超越。好快的速度，这应该是一位1转巅峰的强者了吧？就算是1转巅峰，面对1级兽潮也是杯水车薪，除非来上几百名1转巅峰强者才有用。我们得加快速度，增援城南。希望这一次，我们极光城能够守住这一波兽潮的冲击。是，队长。轰！好！立！就在秦牧抵达城南时，这边的战斗已经打响。高达100米的钢铁城墙上，一门门全自动火炮不断地喷吐着火舌，朝着远方轰炸而去。在炮火轰鸣中，整个南城附近都是地动山摇，就连高达100米的钢铁城墙都是微微的震颤。除了轰鸣的炮火声外，还有无数的怪物嘶吼声不断地从外面传来。此刻城门也是早已经关闭，尽管如此，
厚重的钢铁城门也都是在不断的震颤，显然是遭受了剧烈的攻击。而一群阵法师则是在钢铁城门后面施展着一道道阵法，加固钢铁城门，抵挡着外面的怪物冲击。上城墙！匆匆地扫了一眼周围的情况，秦牧立刻明白，如今他只能够奔上城墙，才能够对外面的怪物进行攻击。同时，极光城内大量的职业者也都是和秦牧一样，朝着城墙上奔去。面对受潮攻城，任何一位极光城的主战职业者都会挺身而出，一来是和城卫军一同保障极光城的安全，毕竟极光城一旦被受潮攻破，他们这些人没有了钢铁城墙的保护，暴露在怪物如同潮水般的冲击中，只有死路一条。另外则是击杀这些怪物，他们也能够获得不菲的经验。平时在野外的时候，可没有机会遇到这么多的怪物给他们杀的。而那些副本，每个副本都有进入限制，不可能无冷却的一直刷下去。就如同秦牧之前在通关了地狱级的废弃矿山副本出来后，就尝试过再度进入废弃矿山副本刷等级，却发现自己想要再次进入废弃矿山副本，需要等到48小时的冷却期过去才可以再度进入。在冷却期间，他就只能够进入其他副本刷怪。若是极光城附近的副本呢，都被他刷了一遍，全部处于副本准入的冷却期，那么秦牧就只能够在野外自己寻找怪物厮杀，又或者朝着更远处的城市而去，寻找其他适合自己的副本进入其中练级。因此，在应对怪物攻城的受潮时，对于职业者来说，既是危机，也是一场杀戮盛宴。只要杀的怪物够多，一场怪物攻城下来，等级提升4、5级都是常有的事。这场面够大的呀！登上城墙，秦牧看见了外面的状况后，也是不由得啧舌。城外乌泱泱的一大群各种各样的怪物，豺狼虎豹虫等不公的怪物应有应有，延绵向外不知多少里。一眼看去，全部都是10级以上的怪物，大量怪物都是30级左右。这样等级的怪物实力已经不弱。除了受潮之外，下方在靠近城墙的位置，还有不少职业者靠着城墙不断的击杀着冲上来的怪物。这些人并不是自愿冲到外面作战的，面对这如海潮般席卷而来的怪物，就算是一转巅峰的强者，也绝对不愿意出城面对这些怪物。至于这些职业者，都是之前在外被受潮追着逃往极光城的最后一批职业者。由于时间来不及了，为了保障极光城的安全，这才关闭了城门，让这些职业者留在了城外。这些落在后面的职业者，实力自不用多说，肯定是最弱的一批，不然也不会落在最后。正是因为如此，面对外面成千上万的受潮，他们这些实力欠缺的职业者，就算是背靠极光城城墙，有着城墙上的强者支援，此刻也是损失惨重，不少人都被这些怪物杀死，身体被怪物分食殆尽，场面十分血腥。第40章，绝境中的希望，咱们有救了！救啊！须臾间，又是一位站在队伍前方的战士被一只蜥蜴怪物吐出的舌头缠住了脚踝，然后就被一把拖拽了出去，陷入了怪物群中。这个哥们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烈的嘶吼，便是被周围蜂拥上来的怪物撕裂了身躯，吞噬得一干二净。随着这一幕的发生，剩下为数不多的职业者们更是心生绝望，死亡的危机笼罩在了所有人的头上。清月，是哥哥不好，你今天刚刚转职成功，哥不应该着急带你出城练级的。人群中，一名青年一枪击退面前冲上来的狼类怪物，胸膛剧烈的起伏，看着自己身后脸色煞白的绝美少女，她的脸上满是歉意。少女正是极光城这一届觉醒了 A 级本源天赋的顶级天才夏清月，面前的少年则是和她相依为命的哥哥夏宏远，25级的骑士。本来今天夏清月刚刚从新手副本出来，成功的转职成为了法师后，夏宏远打算带着他一同进入一个20级的副本去刷怪升级，争取尽早的让夏清月的等级提升起来。却不曾料到刚刚通关副本出来之后，却是遇到了受潮的追击。本来以夏宏远的25级的实力，不至于落在最后无法及时进城，可是他要保护刚刚晋级到12级的夏清月，加上夏清月还是法师，因此两人最终都没能够来得及进入极光城，只能够和其他落在后面的职业者抱团取暖，艰苦地躲在城墙下的一角，苦苦支撑。到了现在，接连爆发自己的技能，将冲上来的怪物击退后，夏宏远体内的魔力已经所剩无几，再无法支撑多久的时间。哥，我不怪你，反倒是我要说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你早就进城了。听见夏宏远急促的声音，夏清月一道火球术释放而出，轰飞一只冲上来的怪物后，看向站在自己身前保护着他的夏宏远，双眼之中也是泛起了水雾，心中充满了自责。然而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容他们兄妹俩多言，周围扑上来的怪物让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些怪物身上，竭尽全力地抵挡着怪物的攻击。吼！然而就在这时，一只庞大的怪物猛地嘶吼着冲了出来，一把撞飞了周围的怪物，张开了血盆大口，
一口就将一名守在前方的战士身体咬成了2截。而夏宏远也是被他一爪拍中，即便是夏宏远及时的蓝枪格挡，也是直接被轰得吐血倒飞，血量顿时减少了1/3。这是35级精英怪物，嗜血狂狮！该死！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怪物，夏宏远眼睛猛地瞪大，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这只身高近4米的巨大怪物，正是35级的精英怪。别说现在他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是全盛时期的他，以25级的等级对上35级的精英怪，那也是有死无生。嗜血狂狮，是35级的嗜血狂狮！完了，我们完蛋了！这时，其他人也都看清楚了这突然冲出来的嗜血狂狮的等级属性，顿时全场绝望。尽管在嗜血狂狮出现后，周围的那些10几级的怪物都是低着头不甘的后退几步，让他们不用再抵挡大量怪物的围攻，可是情况却并没有好转。一只35级的精英怪对他们的威胁，反而要比之前被大量10几级的怪物围攻更加巨大。他们这些人除了25级的夏宏远之外，其他的人最高都不超过18级的等级。面对其他10几级的普通怪物，或许还能勉力抵挡，但是面对嗜血狂狮，他们只有被秒杀的份。好，众人惊骇欲绝，陷入绝望，甚至放弃了抵抗。但是嗜血狂狮可不管这些，在击退了夏宏远后，他又是抬起了蒲扇般大小的爪子，猛地朝着夏清月拍去。面对嗜血狂狮的这一击，夏清月抬头看着那落下的利爪，小脸被吓得毫无血色，无边的恐惧甚至让他掀不起任何的反抗的勇气。当然，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是反抗也是毫无作用。清月，不要！一旁刚刚站稳身子的夏宏远见状，更是瞪大了眼睛，充满惶恐、绝望、不甘、痛惜的大声呼喊。不管自己的伤势和实力，他提着枪就朝着嗜血狂狮冲去，想要替夏清月挡下这一击，可却是为时已晚，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嗜血狂狮的利爪朝着夏清月拍下。完了，这一击之下，夏清月断无存活的可能。周围的其他人见到这一幕，恐惧万分的同时，也都认定了夏清月在嗜血狂狮的攻击下必死无疑。毕竟夏清月只是一个12级的新人，在他们所有人中等级是最低的一个，若不是有着夏宏远的拼命保护，早就陨落在怪物的攻击中了。以夏清月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在35级精英怪物嗜血狂狮的攻击下幸存。塔，没有人注意到，在嗜血狂狮出现的时候，一道身影便是从高达100米的城墙上一跃而下，身体与100米高墙成90度，脚步飞快地在城墙上踏步飞奔，急速俯冲，几乎是眨眼间就来到了距离地面10米左右的位置。紧接着猛地发力，右脚在钢铁城墙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脚印，身体便是如同炮弹一般冲向了那只嗜血狂狮。动！千钧一发之际，秦牧从天而降，挡在了夏清月的身前，对着嗜血狂狮落下的利爪一拳对轰而去。砰！嗷！伴随着沉闷的声响和惨烈的嘶吼，嗜血狂狮那庞大的身躯便是骤然间倒飞而出，砸倒了一片10几级的怪物。什么？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嗜血狂狮怎么飞了？等等，夏清月前面有个人，难道是城里的高手来救我们了吗？太好了，我们有救了！突如其来的变故立刻就让周围的职业者一脸的懵逼。不过在见到秦牧一拳就将35级的嗜血狂狮轰飞后，所有人心中都升起了一抹希望。能够一拳将35级精英怪轰飞的强者，实力绝对不弱，定然是极光城的强者。第41章，那人是谁？剑梦猛滴吗？我得救了！预想之中的攻击并没有落下，夏清月看着自己面前挡住了攻击的身影，他那一双绝望的双眸之中也是绽放了生的希望。同时，秦牧本就1米8的身材，在他的眼里也是逐渐变得高大了起来，眼神不由得有些痴迷。别发愣了，给我打起精神来，我去杀敌！你们聚在一起，保护好自己。然而，秦牧这个时候却是突然发生，下一刻，他的身子便是迅速的冲了冲去，又是一拳将自己面前一只因为刚刚突然发生的动静而陷入呆滞中的15级普通怪物给一拳轰飞，一拳就将这一只怪物的脑袋打爆，将其秒杀。通过了地狱级的废弃矿山副本后，秦牧现在的属性已经高达1500点以上，15级的普通怪物根本挡不住他这一拳的攻击。好，直到这个时候，周围那些因为刚刚秦牧降临而陷入短暂呆滞的怪物，也都是一个个朝着秦牧发出了嘶吼，下一刻便是疯狂地朝着他奔涌而来。当然，其他仅存的幸存者也都是成了他们继续攻击的对象。一时间，周围剩下的10余人都是迅速地紧凑在了一起，再次组织起了防御。秦牧则是没有半分要防御的打算，反而是一头扎入了怪物群中，凭借着超高的速度，不断地游走在众人周围。
将一只又一只刚刚冲过来的怪物一拳轰飞。有着传说品质的金刚王戒在，秦牧几乎每一拳都能够将这些怪物轰飞。受到秦牧的强制击退的攻击，这些怪物无论体型大小与否，他们到飞出去的时候都能够将身后的怪物砸倒一大片。正是有走了秦牧的加入，周围仅存下来的10余人受到的怪物攻击的压力顿时减少了9成9，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只怪物能够突破秦牧的防御，杀到这些人的面前。死！这位前辈好猛啊，我居然连他的身影都看不清楚。好快，好强，这就是一转巅峰的强者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实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真是无辈楷模。这一次咱们都欠了这位强者一命啊。周围的人看着秦牧如此生猛，也不由得惊叹起来。除了夏宏远之外，所有人都是20级以下。秦牧火力全开，动作之迅捷，他们根本就无法看清秦牧的身影。只见到一只又一只的怪物接连的倒飞而出，他们面前几乎没有怪物攻击过来，唯有夏宏远，他占着25级的实力，勉强才能够看清秦牧的身影。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也是不由得施展自己的侦查术，想要看一看秦牧的等级。然而等他将秦牧的等级和职业看清楚后，他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惊骇至极的表情。这居然只有23级，我没看错吧？23级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战力？秦牧没有隐藏自己的信息，在他的侦查下，秦牧的23级战士的职业信息也是暴露了出来。看着等级比自己还低的秦牧，却是远胜过自己数倍，甚至是10几倍的战力。夏宏远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都有些发懵。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如此强大的秦牧仅仅是一个23级的战士。与此同时，夏宏远的惊呼也是被刚刚掠过了他身边的秦牧听了个正着。闻言，他眉头也是瞬间皱起，当即便是选择了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嗨，太急着杀怪了，忘记在周围这么多人的时候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免除其他人的查看。希望这一次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我的等级和职业信息，不然又是少不了麻烦。大意了，实在是太大意了。秦牧一边击杀这些怪物，一边摇头，同时也是连忙将自己的职业信息全部隐藏了起来。虽然现在他将自己的职业信息掩藏起来有些亡羊补牢的意思，但总归是要在众人面前展露自己的信息更好。以他现在的实力，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除非是拥有特殊查看属性的能力和技能，不然就算是等级超过他100级的强者，也别想使用侦查术就将他的职业信息查看出来。砰砰砰！因为自己的信息被夏宏远发现，秦牧此刻也有些憋闷，对着这些怪物下手也是越发的狠厉。顿时，这周围的怪物都是遭了殃，成了亲密的出气筒，一个个的要不是被秦牧秒杀，要不就是被秦牧揍得鼻青脸肿。这些怪物大多数都是10级、20级左右的普通怪物，像是刚刚出现的那一只嗜血狂狮这一类35级的精英怪毕竟是少数，所以在秦牧面前，这些凶狠的怪物都是不堪一击。就算是35级的精英怪，在秦牧面前那都是被一拳轰飞的结果，更不用说这些普通的怪物。这边的动静很快就引起了高墙上一众城卫军和赶来支援的职业者的注意。那个人是谁？剑了猛滴吗？卧槽，我没看错的话，下面这小子刚刚是从城墙上一跃而下的吧？这家伙居然这么猛，这是谁的部将？乖乖，一个人从100米高墙上冲到下方无穷无尽的兽潮之中，这份勇气和实力令人敬畏，应该是一位一转巅峰的强者。哎，一转巅峰又怎样？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怪物，就算是2转强者，也要被这些怪物耗死，他不该这么冲动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咱们也不要闲着。法师们朝着下方的怪物发起攻击，咱们也替他们出一份力。那个下面的女子好像是这一届刚刚觉醒的学员，我记得她是觉醒了 A 级本源天赋的夏清月。什么？居然是 A 级天赋的职业者？你确定？好像是她。今天的新人试炼结束后，我也见到了这位 A 级天赋职业者。什么？居然是这样的天才！快传报大统领，咱们极光城的天才被困在城外了，让他们速速组织救援。第42章2转之威，一招秒杀一大片。什么？夏清月还在外面？南城城墙上的主城楼前方，当听见了外面传来的消息之后，这边一位头发花白、身穿法师长袍的老者脸上顿时露出了惊骇的表情，大声地说道。与此同时，他的身上也是立刻释放出了一股极其强大的气势，恐怖的威压下，顿时令刚刚那位跑过来通报的联络员脸色惊恐，额头冷汗直冒。是，我也不确定，这都是其他附近的职业者说的。他连忙开口解释了起来。王校长不要激动，快，不管是不是夏清月，你现在立刻给我说出来位置。A 级本源天赋的觉醒者，这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极光城最出众的苗子，不管是不是，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A 级天赋的天才绝对不容有失。就在这时，一旁身穿皮甲、手持一杆黄金长弓的中年，便是立刻对着那名联络员说道：“是，大统领。”根据下面人传来的联络消息，发现疑似夏清月的职业者在。面对中年男子的呵斥，那名联络员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当即便是将秦牧他们所在的位置说了出来。唰！随着他将位置报告了出来后，被大统领称呼为王校长的老者身上顿时涌起了一股风元素之力，将他迅速的带着飞了起来，直接冲向了秦牧他们所在的方位。好快的速度，一中的校长实力又增强了啊！恐怕比之城主大人也不弱多少了吧？当看着老者迅速的消失在了自己的面前后，手持黄金长弓的大统领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骇然的神色，眼中闪过了一丝金芒，看着老者消失的方向，为此也是低声的感慨道：“好！”轰隆隆。不过很快他的思绪就被打断，外面大量的怪物由于少了老者和他的持续阻击，此刻也是蜂拥而来。哼，这些畜生找死！回过神来的大统领见状，当即暴喝一声，弯弓搭箭。黄金长弓上绽放了一缕缕金色光芒，周围汇聚了金色的能量，显化成了一支黄金箭矢。随着大统领一松手，这一支黄金箭矢便是直冲而出，落在了冲上前来的怪物群中。轰！箭矢射出，顿时炸裂开来，爆发出了一声巨响，轰鸣声震耳欲聋。爆炸之后，原地留下了一处宽达30余米的真空区，此区域的怪物身影完全消失不见，显然都是在刚刚的那一箭之威下，直接被全部斩杀。一箭之威，恐怖如斯。而射出了这一箭之后，大统领也是没有停歇，一支又一支黄金箭矢从他的长弓之中飞出，如同一股人形炮台般，不断的收割着下方的怪物的生命。击杀15级风狼，获得微量经验。击杀15级风狼，生命上限加30。击杀28级铁甲犀牛，获得少量经验。击杀28级铁甲犀牛，生命上限加200。秦牧这边正在不断的击杀着身边的怪物，强大的实力让他真的以一人之力挡住了所有袭向了身后那一群幸存者的怪物。就连35级的精英嗜血狂狮再度袭来，也是被他多次攻击命中，被他所杀。配合上城墙上的法师、弓箭手的攻击，秦牧斩杀的怪物已经超过了200只。哈哈，爽！这才短短的2分钟，咱就斩杀了200多只怪物，生命值增加了5万多。和面前的这些怪物比起来，当初在新手村的那上万的金刚蚁群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啊！这一次我要杀他个痛快！感受着自己生命上限的快速增幅，秦牧带着畅快的大笑，不断的朝着周围的怪物发起攻击，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真的是夏清月，还好来得及时。不过下面这小子是谁？我极光城何时出了这么一个年轻的一转巅峰的强者了？没见过的生面孔，应该是从其他城市过来的。以他的年纪成为一转巅峰的强者，这小子绝对是觉醒了本源天赋的天才，而且等级还不低，说不定和夏清月一样，都是 A 级天赋职业者。这时，一中校长王超也是御风而行，来到了秦牧他们所在城段的上空。他一眼就看见了被夏宏元保护在身后，时不时对着外围的怪物释放法术攻击的夏清月。见到了夏清月并没有大碍之后，他的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是放了下来。而当他的目光落到了秦牧身上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是立刻瞪得老大的盯着秦牧快速移动的身影看。因为现在秦牧已经将自己的职业信息隐藏起来的缘故，因此即便王超是一位等级达到了85级的二转强者，也是无法分辨出秦牧的等级来。只是凭借着秦牧此刻所表现出来的实力猜测，秦牧已经是一位一转巅峰的战士，同时也是被秦牧如此年轻的外表所震撼。一转巅峰在这极光城之中也是高手了，基本上都是有名有姓，尤其是这么年轻就能够达到了一巅峰的职业者，若真的是极光城的人，他绝对不会不认识。因此在短暂的疑惑之后，王超便是认定了秦牧是由其他城市赶来的强者，更是猜测秦牧觉醒了 A 级的本源天赋。仅仅是短暂的迟疑之后，王超也是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城外的怪物身上，他的脸上也是出现了一抹肃杀的神色。这些畜生竟敢围杀我啸天才，该死！无尽锋刃！一声怒喝之后，手中的法杖被他高举，浓郁的魔力便是疯狂的从他的体内涌入了法杖之中。紧接着，周围狂风骤然升起，无数的无形锋刃出现，朝着秦牧他们周围的怪物飞驰而去。噗噗噗！几乎眨眼间，以秦牧他们所在的区域为中心，周围上百米的怪物都受到了锋刃的攻击。这些锋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每一道锋刃的威力都是十分的强大。锋刃所过之处，哪怕是40多级的怪物都是纷纷喋血，
被这一道技能一波带走。仅仅是这一击，秦牧他们方圆100米内的所有怪物便是直接升天。这一幕也是令在场的人浑身一震，满脸震撼。第43章，孺子不可教也。卧槽，有高手！突然间，周围的怪物全部都俯首。这一幕也是把秦牧吓了一跳。不用多想，一定是城内的强者出手了，而且至少都是2转的法师强者。因为秦牧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寻常1转巅峰的强者都无法匹敌的地步。他自己击杀这些怪物还得拳拳到肉的攻击，对于等级高一些的30多级的怪物，他也不能够做到秒杀。但是现在这方圆上百米的几百只怪物就这样直接死在了他的面前。毫无疑问，来人的实力非常强大，而且还是一位风系法师。刚刚那些攻击怪物的无形锋刃，其他人感受不到，秦牧却是能够感受得清清楚楚。之前无论是在新手村对战风狼王，还是在废弃矿山副本之中对战最终的狼王 BOSS， 他都直面对方的多次锋刃攻击。正是这样的原因，他对锋刃的感受极为的敏锐和熟悉。抬头看去，秦牧也是立刻看见了借助风元素之力漂浮在空中的极光城一中校长王超。好强大的压迫了，这家伙恐怕不比彩云市的市长实力低多少了，至少也是80级的2转强者。当秦牧感受到了王超在天上浮空而立所散发着的强大气势时，他心中也是默默地想到，在彩云市进入新手村之前，他就和彩云市的一众高中学生一同接受过彩云市市长赵天的气势压迫。感受过赵天的气势之强的他，在对比此刻王超身上所散发的气势，他也很快有了判断。既然两者的气势威压相差不大，赵天作为88级的2转火焰法师，上面这位老者能够和赵天相提并论，其达到80级2转风系法师的实力也是保守估计。是校长，我们一中的校长也来救我们了，太好了！直到这个时候，夏清月等人也才反应了过来，看向了高空出手的王超。看清楚了王超的身影后，夏清月当即兴奋地大喊起来：一中校长，这下咱们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了！当众人听见了夏清月的欢呼声后，所有人都是松了一口气。在极光城，王超的真面目或许没有多少人有印象，但是对于一中校长这个名头，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是极光城的人都知晓一中校长的实力强大，那是仅次于整个极光城最强战力的城主之下的第2人。有他在，他们必然不会再被这些城外的怪物袭击而陨落。切！和他们所想的一样，王超一招解决了众人周围100米范围内的所有怪物后，便是施展出了庞大的精神力，催动周围天地间的风元素力量，将夏清月等人都托举了起来，让他们的身影缓缓升空，朝着城墙上头飞去。秦牧也同样是被他用风元素托举起来，准备一同带回到城墙上。然而就在这时，秦牧的声音却是响起：前辈，我想要再在这外面多击杀一些怪物，还请前辈不用担心我的安危。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是将目光放到了秦牧的身上，就连王超也不意外。你可想好了，这外面的凶兽怪物数量庞大，你虽然实力不弱，但人力有穷尽，你若是战到脱力，就算你是1转巅峰，面对这如潮水的兽潮，你也将难以招架。切莫要为了一时之力让自己万劫不复。深吸了一口气，王超平复下心走的诧异，对着秦牧好言劝道。他还以为秦牧是为了贪图这外面的怪物的经验而自不量力，可他的话刚刚落下，秦牧的声音马上响起：多谢前辈提醒，我自己有分寸的。嗨，罢了，随你去吧。看着秦牧如此果断的回答，加上他脸上那坚定的神情，王超就知道自己劝不动秦牧，便是不再多言。刚刚的这一段时间的耽误，周围100米被清空的区域，又是已经被后面冲上来的怪物填补了空缺。再不走，就又得让他耗费大量的精神力出手攻击周围的怪物，保障夏清月等人的安全。虽然心中有些不悦，但也依旧将萦绕在秦牧身边的风元素全部散去，让他重新落回了地面，只是带着夏清月他们这些10来级的职业者回到了高墙之上。看着下方秦牧再度和冲杀上来的怪物再度战成了一团，夏清月脸色复杂的看着被王超抛下的刚刚救了自己一命的秦牧，欲言又止。他很想让王超带着秦牧一同回到墙上，但是刚刚秦牧那般明确的表示自己要在城外杀敌，这也令他无从开口，毕竟这是秦牧自己的选择。希望你能够平安无事吧。回到城墙上后，夏清月看着下方不断冲杀不知疲惫的身影，低着头默默地说道：夏清月，你怎么在城外？还好我来得及时，否则咱们极光城这么多年来的一位最佳天赋的好苗子可就要夭折了。回到城墙上后，王超并没有再去关注下方的秦牧，而是快步来到了夏清月面前，语气带着一些责备的说道。他这是爱的急切，才会语气带着一丝责备。毕竟觉醒 A 级天赋的夏清月，这可是极光城的瑰宝，100%能够进入星辰学院深造的天才。
星辰学院是蓝水星附近星球中最为顶级的高等学府，实力辐射周围上万光年范围内的所有生命星球，在荒神星域中的高等学府中也是能够名列前1000的存在。学院掌握了大量的高品质的秘境、副本，甚至是怪物星球，师资力量也十分强大，在里面任教的老师准入门槛那都是4转职业者，而真正能够通过考核进入其中任教的老师，基本上都是5转职业者，每一个都是实力强大，可以肉身游走星空的强大存在。招收的学员全部都是天赋职业者，而且基本上都是觉醒 B 级天赋的职业者。A 级天赋的夏清月，只要参加星辰学院的招生考核，不出意外，基本上进入星辰学院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只要成功从星辰学院毕业的学员，那都至少都是2转巅峰的等级。天赋好一些的，4年时间毕业时都能够突破3转。若是夏清月能够进入星辰学院顺利毕业，那他30岁之前突破4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结果。有生之年，说不定能够冲击6转，甚至7转境界。极光城若是能够走出一位6转强者，那他一中在极光城的历史上也能够青史留名了。第44章，连升7级，实力暴涨。王校长，都怪我太心急了，急着带着清月出城刷怪练级，这才遭遇了这一场好大的兽潮的冲击，落在了最后，没有来得及进入城内。不等夏清月回答，一直守在了他身边的夏宏远却是率先开口：“你是？”看着面前开口的夏宏远，王超也是有些疑惑。校长，这是我哥哥。面对王超的询问，夏清月也是立刻抢答：“原来如此，我就说看着你们2人长相有几分相似。算了，能够平安回来就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兄妹2人就跟在我的身边，哪也不要去。”兽潮凶险，这一次更是1级兽潮，如此大的规模，背后必定有实力强横的兽王指挥。这一次，极光城能否顶得住这些兽潮，都尚未可知。若是势不可为，我还能够带着你们离开。深吸了一口气，王超目光复杂地看向了城外悍不畏死，如同潮水般连绵不绝地冲击过来的怪物，语气沉重：“1级兽潮，这一次居然这么凶险！”听见了王超的话，夏宏远心中一震。他对于1级兽潮究竟多么恐怖也是有一定的了解，曾经蓝水星上的不少和极光城相差不大的城市就是覆灭在1级兽潮之中的。如今面对的真的是1级兽潮，那么王超的担忧绝对不是夸大其词。同时，他也是为自己和夏清月能够从1级兽潮的追击和围攻之中存活下来感到无比的庆幸。走吧，我们去主城楼，那边的强者多一些，更加的安全。而且城主应该也赶到了南城城楼，指挥了作战了。有我和他在一块，真要是发生了什么危险，你们也能够受到最大的安全保障。在2兄妹还在因为这一次兽潮规模达到1级而震撼万分的时候，王超也是再度开口，就要带着他们前往主城楼的方向。校长，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吗？那救了我们的恩人。看着王超转身要走，夏清月却是立刻上前一步，看向了下方的城外和怪物打成一片的秦牧，担忧之色溢于言表。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已经劝过他了。面对夏清月的犹豫，王超的声音却是显得比较冷漠。虽然秦牧确实是救下了一中的天之娇女，但是他之前也确实是给了秦牧机会，要带着秦牧一同回到高墙上。可秦牧却是拒绝了他的好意，既然对方如此，他也不会再用自己的热脸去贴对方的冷屁股。他可是一位85级的2转锋法，整个极光城之中实力仅次于城主宗兴，就连宗兴平时都是同他客客气气的。地位、实力在极光城之中都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长此以往，他的心气自然高傲。刚刚好言相劝，他被秦牧当众拒绝了一次，现在他绝不会再去规劝秦牧回到城内。这好吧。听见了王超那冷漠的声音，夏清月知晓自己是不可能让这位实力强大的校长再度出手将秦牧拉回城内了，只能叹了一口气，心中默默祈祷秦牧在兽潮之中击杀足够多的怪物，取得了自己想要的目标后，能够安然无恙地回到城内。就这样，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夏宏远和夏清月便是被王超这位极光城顶级强者带着离开了此地。对于城墙上发生的一切，下方的秦牧却是一点也不知晓。此刻的他正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击杀周围的怪物身上，火力全开，带着魔元全套，疯狂地击杀着任何敢于冲向他面前的怪物。100只、200只、300只，从中午杀到傍晚，秦牧没有任何停歇地战斗了足足5个小时。在他的身边已经堆满了各种怪物的尸体，他自己本人到了后面也是站在了怪物的尸体上，不断地继续斩杀着脚踩同伴尸体冲上来的怪物。不仅是他这边，整个极光城南城墙外都是堆满了怪物尸体，在地面上垒上了超过20米的尸山，甚至兽潮已经不仅仅是从极光城的南城墙发起了进攻，还弥漫到了其他方向，
对着极光城不断的冲击。若不是极光城有着日积月累的炼金师加固城墙和长年累月积攒起来的炼金火药，有着强大的火力支撑，轰杀着远方冲击过来的怪物，极光城城墙下方的怪物尸体说不定早就已经堆到了和极光城100米城墙一样的高度。所有人都将与极光城外的怪物短兵相接。击杀40级精英赤甲蝎，获得大量经验。击杀40级精英赤甲蝎，生命上限加50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随着秦牧一拳轰碎了面前一只赤红色巨蟹的脑袋，他也是长舒了一口气。呼，终于又升级了，等级现在已经达到了30级。5个小时的时间连升7级，这受潮持续越久越好啊！看着自己等级到达了30级，秦牧脸上喜色渐浓，因为等级已经到达了30级，他就能够装备上自己在废弃矿山副本上击杀狼王获得的30级的史诗级武器银血剑。装备银血剑，他将能够施展出归海绝息斩，战力再度飙升，杀怪的速度也将更加的迅捷。又是40点自由熟悉感，加点，全部加到敏捷和力量上。还有现在也该换一换装备了。银血剑装备升级的瞬间，秦牧便是立刻将自己的自由属性点使用完毕，又将自己的武器装备换成了30级的史诗级银血剑。顿时力量属性再度暴增150点，加上这段时间斩杀了数万的怪物，秦牧获得的血量上限增长也超过了500万，获得了超过500点的全属性增幅。如今他的总体血量更是超过了1500万。姓名秦牧，职业战士，等级 LV30 0.01%， 转生一转，血量1553万，魔力7000，力量2430，体质2270，敏捷2340，智力1618，自由属性点0。装备银血剑 LV30， 狼王战甲 LV10， 狼王头盔 LV10。力量、体质、敏捷全部超过了2000点，血量更是高达1500万。我现在的实力至少是最初和兽潮交手时的10倍以上，而且现在也该试试归海绝息斩的威力了。扫了一眼自己现在的属性，秦牧嘴角一勾，目光迅速地锁定了前方冲来的几只30多级的怪物，手中长剑一斩，强大的魔力狂涌而出。归海绝息斩第45章，范围秒杀 S 级技能之威。哗啦啦，随着秦牧施展归海绝息斩，魔力涌动之下，一股股浪潮般的声音响起，周围的空气都为之湿润了起来，无数的水元素迅速朝着他的身边汇聚。怎么回事？周围怎么起雾了？听，是海浪的声音。咱们极光城距离大海超过几千公里，怎么可能有浪潮的声音？不对，你们看下面。施展归海绝息斩带来的异象，也是立刻让周围那些站在极光城高墙上的职业者和城卫军都是莫名奇怪，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样的动静。而就在这时，一直关注着秦牧杀敌的部分城卫军和职业者都是惊呼出声，脸色震撼地看着城外。一些激动的人更是伸手直接指向了秦牧的方向，嘴巴大张，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轰！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秦牧身上的时候，顿时他们就见到了令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幕。只见秦牧手持银血剑，一剑斩出，一道道如同巨浪般的水蓝色剑气顿时奔涌而出，剑气纵横100米，向前横推了一切。所有海浪般的剑气冲击的怪物都不受控制的被击飞到了半空中。而这一剑斩出后，剑气却不止一道，而是一道接着一道，如同滚滚浪潮不断的横推而出。足足9道剑气，一道更比一道强。那些被剑气击飞的怪物，没等他们从空中落下，就又被后方袭来的剑气冲上了高空，一次比一次受伤严重，一次比一次被击飞得更高。-3000，-6000，-9000，成片成片的伤害不断的在秦牧的眼前闪过，伤害持续增强。到了最后第9道剑气，伤害已经被增幅到了900%。攻击落在那些怪物身上，一道剑气就轰掉了怪物27000点血量，触发暴击更是高达4万点的伤害。击杀35级精英嗜血狂狮，获得大量经验。击杀35级精英嗜血狂狮，生命上限加4000。击杀38级钢铁蛮牛，获得大量经验。击杀38级钢铁蛮牛，生命上限加2500。击杀30级火尾松鼠，获得少量经验。仅仅是一次归海绝息斩的攻击，秦牧就清扫了前方长200米、宽100米区域内所有40级精英怪物以下的全部怪物。即便是40级以上的精英怪物，在他的这一击之下，也是受伤严重，血量骤降。一招 S 级等级的归海绝息斩，让秦牧瞬间斩杀了超过400的怪物。
好恐怖的威力！这 S 级的技能未免也太强大了，这可比我自己刚刚带着魔元拳套一拳一拳的攻击这些畜生的效率高多了。虽然比不上刚刚那名二转法师的锋刃攻击将方圆100米全部清场的威力，却也相差不远。这一击直接让我的经验条增长了 3%， 这下搞个几十次不就升级了？看着自己这一击造成的巨大杀伤，秦牧脸色大喜，惊呼道：他的这一击和之前王超施展出来的攻击清理掉了方圆100米的全部怪物，也就是差了一些威力，无法杀死其中40级精英怪罢了。但是他若是再释放一次归海绝息斩，定然能够将这些剩下的怪物全部清理掉。一个 S 等级的技能让他的实力大增，足以释放出堪比二转法师的范围攻击伤害。杀！归海绝息斩！体会到了 S 级技能带来的好处，秦牧没有任何的停留，脚步踏出，重重的在地面一踏，身子瞬间在一步间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几个闪身的功夫，便是又冲到了大量怪物的面前，再度释放归海绝息斩。游戏降临现实的世界，基本上所有的主动技能都没有冷却一说，只要拥有足够多的魔力，那么就可以不断的施展出技能攻击怪物。正是如此，职业者们除非是觉醒了非法师类的本源天赋，基本上都会选择主战职业中的法师职业。只要蓝足够，那法师就是一个人形自走炮台，在战斗中可以发挥其他职业者难以企及的战力和作用。因此，在无天赋的主战职业者中，法师职业的占比高达 80%。强大的法师类的主动攻击技能，同等级下远比战士类的技能更贵，有时候价值更是相差数倍。虽然归海绝息斩作为 S 级主动技能，消耗的魔力高达2000点，但是以秦牧现在30级高达7000点的魔力值面前，他可以释放3次攻击，全部像是刚刚那样杀伤那么多的怪物。他只需要将自己的魔力值耗空，那基本上就能够让自己的等级经验提升 10%。这样的刷级速度可比他之前一拳一拳的杀怪要快多了。这也是为何秦牧如此兴奋激动的原因。而且就算是他将自己的魔力值耗空，他背包里可是还有今天上午在冒险者公会交易所中购买的2000瓶大魔力药剂。一瓶大魔力药剂就能够让他每秒增加魔力恢复2000点，持续 60S， 一瓶就足以让他连续施展60次归海绝息斩，让他的等级提升2级都不是问题。而现在他的背包中可是有着2000瓶大魔力药剂，就算是用到他撑过这一波1级受潮也用不完啊。在不计魔力值消耗的情况下，归海绝息斩再度绽放，很快又是一批怪藏送在了秦牧的手中。嗑药，继续猛干！看着自己魔力值在施展了2次归海绝息斩之后锐减了一大半，秦牧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背包之中取出了大魔力药剂，打开瓶口，一把将其中的药水一口闷。咕噜，随着这一小瓶的魔力药剂入口，一股磅礴的魔力瞬间充盈了秦牧的全身，原本只剩下了3000点的魔力瞬间恢复到了5000点。很快，而且秦牧的状态上还多出了1秒2000点的魔力恢复标识。哈哈，爽！这大魔力药剂确实给力，事不宜迟，继续杀，可不能浪费了自己这2000点每秒的魔力恢复。魔力瞬间恢复，秦牧大呼过瘾。很快，又是提着银血剑，身形如电，穿梭在海量的怪物之间，不断的释放自己的技能。归海绝息斩，归海绝息斩！随着秦牧的身影穿梭在兽潮之中，无数的怪物全部被他的攻击命中，抛飞在空中，最后化作尸体落下地面。场面颇为壮观，惹得极光城上协助攻击城外怪物的所有人纷纷侧目，目瞪口呆。第46章，震撼全城，凶兽王者！卧槽，这小子究竟是谁？居然这么猛！我看着他一个人在城外已经杀了一个下午了，他不会累的吗？这是什么技能？他真的是战士吗？我怎么感觉比法师的技能杀伤力还要恐怖？又是一瓶大魔力恢复药剂，1分钟磕一瓶，那可是5000块啊！他不是一转巅峰的强者吗？怎么还能升级？而且升级速度这么快，有点不像是一转巅峰啊！这样的升级速度，击杀的全部都是30级左右的怪物，就算是数量巨大，有着高等级击杀低等级的经验惩罚，那他绝对无法升级这么快。莫非他一开始的等级还不过30级？30级不到，兄弟，你掐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啊，痛死了！你真掐啊！城墙上看着秦牧几乎一个人就顶住了这一段城墙外冲过来的所有怪物，所有人都是不由自主地停止了攻击，无比震撼地看着城外的这一幕。有了秦牧在，城外的怪物基本上都冲不过来，自然无需他们再出手。而反观秦牧就像是永动机，永远不知疲倦地释放着强力技能，如同割草机一般不断地收割着城外的怪物。尤其是那些一开始就看到了骑马的那些人，
更是因为秦牧的恐怖持久力感到万分的震撼。他们怎么都想不到，持续征战了1个下午，秦牧怎么依旧是生龙活虎，如同打了鸡血一般不知疲倦。殊不知，秦牧在之前击杀了地狱级副本中的君王级 BOSS 后，获得了10颗火力苹果，只需要1枚就能解除所有的疲劳。正是如此，秦牧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和持久力。也正是因为手上掌握了10颗活力苹果的原因，他才敢一个人冲到兽巢之中，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这些如潮水般的怪物耗死。在秦牧的疯狂屠戮中，他的经验条也在同时疯长。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短短的10分钟，秦牧就将自己的等级提升了5级，来到了35级。哈哈，爽啊！这样的等级提升速度，放眼整个人族联邦的职业者，恐怕都没有几个比得上了。这10分钟的时间，比他今天下午5个小时斩杀的怪物还要多出数倍。庞大的怪物群也是让他一连升了5级，血量上限更是提升了超过2000万点。实力的迅速飙升和等级的飞速提升，让秦牧笑得酣畅淋漓。在他的第2项天赋特性下，仅仅是10分钟的时间，就让他的全部属性都提升了2000点以上。不过，现在这边的怪物已经被我杀得差不多了，想要再达到归海绝息斩最大的杀伤效果，除非去到火线外。回过神，秦牧看了看周围变得稀疏的怪物，他的目光投向了1000米外的方向，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1000米之外已经是火光冲天，时不时的有巨大的能量炮弹砸落，将冲击过来的怪物炸得血肉横飞。这些能量炮的来源正是经过炼金大师加固和强化的极光城城防炮，威力十分强大。就算是40级的精英怪物，2炮下去基本也能轰杀，威力已经不弱于他施展归海绝息斩。若不是攻击间隔长了些，有着这么强大的城防炮，其他的怪物根本不可能冲到城墙外。面对这么大的火力，他若是冲出去，绝对会被火炮误伤。看来如今只能够让朝着其他城段斩杀那些怪物了。以我现在的实力增长速度，到了50级，血量上限恐怕要超过1个亿，那就是全属性1万点的增幅。只要让我在这些兽巢之中将等级锻炼到一转巅峰的50级，我在极光城将不再有对手。就算是刚刚那位实力强大的2转风系法师，我也有信心战胜他。沉思了一番，秦牧放弃了杀到火线外的大批怪物巢之中去，而是决定朝着更远处的城段冲杀过去。极光城的规模不小，南段城墙的长度达到了近30公里。他今天站了一下午所在的区域，也不过是这一段南段城墙的左侧1/5左右的区段，区2公里的城墙段罢了。2公里外，其他的城墙段的怪物依旧十分密集。好，烈！也就是在秦牧打算朝着其他城段冲击过去的时候，2道震耳欲聋的兽吼声突然传出。在2道兽吼声传出之后，所有的怪物凶兽都变得更加的疯狂，拼了命的朝着极光城的方向冲去。这果然是有怪物的王者在后面指挥这些怪物攻城。2声传遍了整个极光城南墙区的怪物嘶吼，立刻就让不少人确信先前的猜测。秦牧一样如此，而且他比其他人感受到的东西更多。这是兽巢后面的指挥者忍耐不住，要亲自出手了。仅仅是声音之中就蕴含着如此强悍的气势，恐怕这2只 BOSS 的等级已经近100级了吧？若是2大 BOSS 冲到了极光城来，仅仅是靠着极光城的人能守住吗？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秦牧感受到了2股强大的气息正在迅速的靠近。他现在的精神力也已经高达4000点，一点也不比2转的法师精神力差，感知自然也是不输给那些2转的职业者。在他感受到了2大声音的主人的强大气息后，他也不由得为极光城捏了一把汗。算了，我还是尽快猎杀怪物，将自己的实力提升上来吧。天塌了，自然有高个的顶着。极光城有城主，还有刚刚那位强大的风系法师，就算他们不敌这2大 BOSS， 集合极光城之中其他2转强者，拖住对方一段时间也是没问题的。等我达到了一转巅峰的50级，实力应该能够和那2只 BOSS 抗衡。深吸了一口气，秦牧放下了心中的顾虑，提着银血剑，一步踏出就已经飞奔出去几十米的距离，迅速的朝着更远处的怪物密集处冲杀了过去。归海绝息斩不断的施展，再次开启了疯狂的杀戮模式。第47章，举全城之力，坚持3分钟。快看，那是什么？是鸟！好大的一只鸟！这是难道就是刚刚发出震天嘶吼的怪物吗？那大家伙朝着我们极光城来了。BOSS， 那是 BOSS， 而且还是80级的君王阶 BOSS。什么？80级的君王 BOSS？ 完了，完了，我们极光城要完了。这时，极光城南墙高墙上的众人纷纷看向了远处地平线和天空相接之地迅速飞来的一道庞大身影，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尤其是当这只庞大的怪物靠近，被一位二转强者说出了他的等级信息后，几乎所有闻言之人都不由自主的双腿颤抖，心中无尽惶恐。那可是80级的君王阶的 BOSS， 这种恐怖的怪物根本不是极光城能够对付的了的。君王阶的 BOSS， 除非是有着 S 级以上的本源天赋的同级战斗职业组成的标准的小队阵容，才有可能对抗。也就是说，想要挡下这只80级的君王阶 BOSS， 除非他们极光城出现一支有5位80等级且觉醒了 S 级本源天赋的冒险者小队上前迎战。若是没有，那就只能够用添油战术，不断的靠着人去堆伤害，才有可能将这只 BOSS 耗死。然而，极光城中根本找不出任何一位 S 级的天赋职业者，更别说组成一支团队了。甚至在极光城之中，实力最强大的城主也只不过是 B 级天赋。而极光城虽然说也曾经走出过 A 级天赋的职业者，但是人往高处走，这些人实力提升上去后，都已经前往了更繁华的城市，甚至是移民其他高等级的星球去生活。因为留在极光城周围都没有高等级的副本供他们这些强者提升等级，会严重耽误这些天赋职业者的实力进步。也正是因为如此，类似极光城、彩云市这类小城市坐镇的强者也都是联邦委派的2转 B 级天赋的职业者，实力再强一些的人也不愿意在这种地方久留。怎么会？这一次受潮之中怎么有2只君王阶的 BOSS？ 有这2只 BOSS 加入，极光城真的能够守住吗？在南城城楼之上，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脸色阴沉，眸光闪动间流露出了一丝恐惧。他正是极光城的城主邱鹤鸣，89级2转守护骑士，拥有 B 级本源天赋，防御力额外增幅 200%。 可即便是如此，面对80级的君王阶 BOSS， 他都不敢保证自己能够挡得住对方的攻击。何况这一次出现的君王阶的 BOSS 可不止一只，同样神情凝重的还有邱鹤鸣身边的一中校长王超。和其他职业者不同，他和身边的王超2人实力最为强大，眼力也远超其他强者。正是如此，他们2人除了看见了天边那冲过来的君王 BOSS 外，还发现了地平线上的无尽受潮之中，同样有一道如山岳般的身影迅速地冲向了极光城。那也是一只君王阶的 BOSS， 等级更是高达85级。如此恐怖的敌人，一个就足以让极光城有灭城之危。现在出现了2个，极光城不出意外根本守不住。屈臣，你迅速动员极光城所有百姓，从南区撤离到北区的地下避难所，南区务必清空，不然我们接下来和2只凶手王者的大战将会波及整个南区，百姓会出现巨大伤亡。深吸了一口气，邱鹤鸣立刻对着身边的秘书说道：是，城主大人。得到了他的命令，那名秘书立刻火急火燎地离开了南城墙。很快，整个极光城之中就响起了警报，南城区的居民开始疯了一般的朝着北城区躲避而去。身处全民转职的时代，面对外面的众多怪物的威胁，每一个城市除了围绕了整个城区的钢铁城墙外，也是建立了能够足以庇护所有人的地下避难所，为的就是能够在这种时候发挥出作用。秘书离开之后，邱鹤鸣又看向了自己身边除了王超的另外一人，这是和他们一样的80级以上的强者，84级的2转火焰法师，乃是极光城的副城主左冷禅。看着身边的副城主，邱鹤鸣沉声询问道：副城主，省里的救援还要多久到达？已经快到了，只不过现在这个局面，就算是省里的援军过来，那也是一场恶战啊。左冷禅闻言，立刻一点自己右手上的手环，一道虚拟的光幕就出现在了面前，上面出现了一个闪烁的红点，正在不断的朝着极光城飞驰而来。看这情况，应该不到3分钟就能赶到。好，就算是恶战一场，那也总比没有援兵强。将我们这边遇到的2只受潮中的 BOSS 的情况告诉他们，也让他们有所准备。看着这一道光幕，邱鹤鸣终于是露出了一抹喜色。我知道了。闻言，左冷禅点点头，立刻在自己面前的光幕之上连点了几下，将讯息传递了出去。邱城主，好了。好，老王，左副城主，接下来在援军未抵达之前，只能拜托你们挡住天上的那家伙了。我会让城里所有2转以上的远程职业者全力辅助你们。至于下面的大家伙，就交给我吧，能顶多久就顶多久。邱城主，下面那大家伙可是比天上的畜生更加强大，你将城内所有的远程支援都调给我们，自己会不会有危险？王超眯着眼看向了远处的85级 BOSS， 脸色有些担忧。放心吧，别忘了我可是89级守护骑士，那家伙再怎么强大，我挡上3分钟应该没问题。见状，邱鹤鸣却是淡然道：2位城主，王校长，这是我们极光城冒险者公会的一份绵薄之力，还请城主千万收下，这能助你更好地抵挡那头君王阶 BOSS。 就在邱鹤鸣即将行动之时，不远处的极光城冒险者公会的负责人迅速上前，伸手一挥，便是出现了大批的药剂：复苏药剂、力量药剂、清灵药剂、大魔力药剂。
看着面前大大小小的一堆药剂，邱鹤鸣三人都是神色一动。这些都是最顶级的药剂，虽然他们身上也有不少，但是这白来的药剂不要白不要。当即，三人都是向着冒险者工会的负责人点点头，表示感谢。各自带走适合自己的药剂之后，便是行动了起来。王超和左冷禅二人飞身而起，朝着天空飞去。邱鹤鸣则是从城墙上一跃而下，重重的砸落在地，却是没有丝毫地停顿。下一刻，他手中一面散发着洁白圣光的盾牌出现，带着这一面巨盾冲向了远处那横冲直撞而来的君王阶 BOSS。第48章，泰坦巨猿，无可匹敌的力量。极光城的强者终于是出动了吗？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抵挡这两只凶兽王者。当王超和左冷禅一同从城楼上飞出，迎战天空之中的那一只君王阶 BOSS 时，秦牧也是注意到了他们的动作。虽然相隔10几里的距离，但以秦牧现在的实力，还是能够看清楚出战之人中就有之前来到这边带走夏清月的那位风系法师。在王超两人冲向高空之时，那天空中的君王阶 BOSS 也是来到了极光城的上空。这是一只鸟头狮身的庞然大物，双翼张开超过20米，并且在双翼上还燃烧着一团团火焰，在空中如同一团火云。尾部则是有着一条长着蛇脑的蛇身，整条尾巴正闪烁着一道道强悍的雷霆之力，雷光闪动，电蛇游走。80级君王阶 BOSS 雷炎蛇尾狮鹫。当这只 BOSS 出现在了极光城上空的时候，秦牧也是查看到了这家伙的一些信息。经过刚刚的一番厮杀，他现在虽然又提升到了37级，但是和这雷炎蛇尾狮鹫相差了40多级，基础的侦查术只能够看见这家伙的名称和等级，其余的信息则是全部显示的，并不知晓这家伙的具体属性和技能。秦牧也无法判断自己现在和这家伙的实力相差多少，但是这也无关紧要，现在有极光城的强者和 BOSS 周旋，他暂时不用上场。在极光城的强者和这只 BOSS 周旋的这一段时间内，他完全可以一边杀自己的怪，提升自己的实力，一边借机观察双方的战斗，预估这空中的王者的实力强弱，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双方实力强弱之间的判断。雷炎蛇尾狮鹫刚一上场，面对迎上来的王超和左冷禅一声厉笑，双翼一震，无数脸盆大小的炙热火球便是朝着两人席卷而来，如同漫天的火雨落下，即便是相隔数百米，也能够感觉到那一颗颗火球上的灼热气息。狂风之怒，火焰屏障。面对雷炎蛇尾狮鹫的攻击，王超和左冷禅两人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脸色凝重地施展出了自己的技能，一攻一守，是要将天空中的无数火球全部抵挡下来，不然落入极光城之中，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撤离的百姓绝对会损失惨重，甚至城墙上的城卫军和其他支援过来的极光城的职业者都将遭受灭顶之灾。这可是80级的君王阶 BOSS 的攻击，整个极光城没有几个人能够抗住。水蛇狂舞，凝冰之息，武器祝福，充盈魔力。与此同时，一道道强悍的魔力波动从极光城城墙上空传荡开来，这是赶来的30几位极光城之中的二转法师、牧师等强者释放的技能。他们或是直接攻击那天空中的雷炎蛇尾狮鹫，或是对着王超和左冷禅二人施加 buff， 提升他们的战力。一时间，在30多位二转强者的努力下，天空中的王超和左冷禅两人面对实力强大的君王阶 BOSS， 虽然是险象环生，但倒也勉强能够与之相持不下，没有让这雷炎蛇尾狮鹫冲破他们的防御。天空中无数的魔法技能相继和雷炎蛇尾狮鹫的火焰碰撞，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双方交战释放的强大气场令人骇然，相互攻击碰撞爆发的冲击波掀起了一阵阵狂风，吹得南城城墙上的所有人的须发飞扬，衣袍猎猎作响。好恐怖的气场，好强大的实力，这凶兽王者实在是太恐怖了。极光城几乎所有的二转法师都参与了战斗，还有一中校长和副城主两位顶尖强者一同联手，竟然只是勉强与之战平。还好有王校长和左城主两人替我们挡住了这 BOSS， 我感觉刚刚那无数的火球中，随便一个火球都能秒我。别愣着了，王校长和副城主他们都在拼命，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给我全力击杀外面冲过来的怪物。是，队长。天空中的战斗短时间内不会分出胜负，但是地面上极光城城主和另一只君王阶的 BOSS 的战斗却是不容乐观。邱鹤鸣的对手是一只85级的泰坦巨猿，那动辄如同小山般的庞大身躯，带着令人呼吸都倍感困难的压迫感。每一拳落下，那比邱鹤鸣还大的拳头都会让其疯狂倒退。若不是凭借着各种增幅药剂临时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加上他手中有一个70级的史诗级盾牌，并借着魔力恢复类的药剂不停地恢复自己的魔力，从而不间断地施展出自己最强的守护技能光耀圣盾，他根本扛不住这实力强大的泰坦巨猿的攻击。可即便是如此，面对那高达50米的泰坦巨猿的攻击，
邱鹤鸣也是节节败退。即便是有着极光城城墙上的火炮支援，不断的轰在这只泰坦巨猿的身上，却也只能够稍微迟滞一下它的前进速度。该死，这样下去根本挡不住3分钟的时间，这畜生就要靠近极光城的城墙了。又是被一拳轰得倒退数十米的邱鹤鸣强压自己胸口那气血翻涌的感觉，脸色铁青。一旦被这泰坦巨猿冲到了极光城城墙前，以其强大的实力，恐怕用不了几拳就能够将极光城的钢铁城墙砸出一个大窟窿。看着继续冲了过来的泰坦巨猿，邱鹤鸣尽管心中焦急万分，却也不得不再度迟钝驻地，施展出了光耀圣盾，挡在了泰坦巨猿的前面。咚咚，伴随着一声声沉闷却又震耳欲聋的轰鸣，泰坦巨猿正一步步地接近着极光城的城墙。1分钟的时间过去，泰坦巨猿距离极光城城墙已经不足500米。吼！看着近在咫尺的城墙，泰坦巨猿突然人立而起，仰天嘶吼，铁拳不断地拍击着自己的胸膛。下一刻，他便是猛地弯腰，一双铁拳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轰！顷刻间，周围飞沙走石，地面被他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与此同时，周围的怪物全部都被震飞了出去，包括在他面前施展光耀圣盾的邱鹤鸣，也是被这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震飞数十米，手中的盾牌亦是被震得脱手而出，施展的技能也是被骤然打断，而他的本人却是在被击飞的同时遭到了眩晕控制。吼！这一刻，泰坦巨猿双眼一红，嘶吼一声，势大力沉的一记直拳冲击。砰的一声，伴随着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浪震荡开来。受到攻击的邱鹤鸣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急速倒飞而出，空气中更是传出了音爆的轰鸣，最终猛地砸在了极光城的城墙上。巨大的力量令整个城墙上的众人都是感觉脚下一震。邱城主，城主大人！见到这一幕，所有人无不骇然，惊呼出声。可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一拳轰飞了邱鹤鸣后，泰坦巨猿没有了最大的阻碍，已经是大踏步的朝着极光城冲了过来。第49章，竟然有人比城主还要勇猛，这是谁的部将？可，被轰飞后的邱鹤鸣整个身子都嵌入了钢铁城墙之中，一股逆血上涌，顿时让他咳出血来，脑海之中还有一股强烈的晕眩感，让他无法动弹。只是刚才的那一下，就让他的血量骤降了1/10。当他睁开眼的瞬间，却是见到了那狂奔而来的泰坦巨猿。不等他从钢铁城墙上挣扎出来，那硕大无比的拳头便是在他瞪大的双眼之中无限放大，顿时让他心生骇然。若是再这样毫无防备的受到泰坦巨猿的攻击，他可能真就要被重创，失去战力了。一旦他失去战力，整个极光城危矣！动起来，给我动起来！感受着越来越近的威胁，邱鹤鸣的心中疯狂的呐喊。然而任由他怎么拼尽全力，他依旧是无法在眩晕期间恢复身体的控制，只能够绝望地看着泰坦巨猿对着他攻杀过来。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手持染血长剑的少年不知从何处飞掠到他的身前，挡在了他和泰坦巨猿中间。滚！一声怒喝传入他的耳中，在他不可思议的目光下，少年手中长剑横扫而出，顷刻间与那泰坦巨猿轰来的右拳碰撞。枪！一股刺耳的惊鸣声响起，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只见少年一剑斩在了那比他整个人还要更大的铁拳上，那身高几十米的泰坦巨猿竟是直接倒飞而出。少年的身形亦是在这一击之中疯狂倒退，猛地砸在了钢铁城墙上。可即便是如此，也足以让所有人震撼不已。泰坦巨猿那可是85级的君王阶 BOSS， 其实力之强，就连极光城的城主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够被动挨打。可是如今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居然一剑将其轰飞，这岂不是说他的实力要比极光城城主更加强大？此刻邱鹤鸣也是清醒了过来，他看向身边一下就从城墙上一跃而下，继续朝着倒飞而出的泰坦巨猿冲击过去的秦牧，心中早已掀起了无边的惊涛骇浪。只有和泰坦巨猿真正交手了，才知道这家伙的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他一个89级的二转守护骑士，借助史诗级的盾牌施展最强的防御技能都无法阻挡对方，偏偏秦牧这么一个少年，一剑就将这实力强悍无比的泰坦巨猿劈飞，那他的实力该有多强？极光城何时出现了这么一个顶级强者，还如此年轻？那是谁？我们的援军吗？居然能够将泰坦巨猿一剑砍飞，太强了！好快的速度，我一个一转巅峰的强者都只能够看见模糊的身影。哈哈，有此强力援军，真是天佑我极光城！咱们极光城有救了！这时，极光城的城墙上也是爆发出了一股热意，无不是感到劫后余生。
刚刚邱鹤鸣这位极光城的最强者被泰坦巨猿一拳轰飞的一幕，让所有人的精神支柱几乎都要全部崩溃。而秦牧的出现，却是让他们感觉从地狱回到了天堂，无一不是激动万分。每个人都在猜测着秦牧究竟是什么来头。轰轰轰！负18800， 9400，加7050，负32000。城墙上人群振奋，城外秦牧也是再度与泰坦巨猿战成了一团。他现在只有38级的等级，即便是攻击触发了金刚王阶的强制击退效果，泰坦巨猿身为80级的君王阶 BOSS， 也能够很快的从中恢复过来。两者此刻几乎是每一次碰撞都会各自倒退。秦牧手持银血剑，一次攻击触发金刚王阶的击退效果后，基本上能够对泰坦巨猿造成近3万的伤害，而泰坦巨猿的攻击也会对秦牧造成3万多的伤害。不过由于秦牧有着银血剑的吸血效果，在对泰坦巨猿造成伤害的同时，也能够替自己恢复血量，因此整体上双方的每一次攻击对彼此造成的最终伤害基本上相差不到哪里去。不过在几个呼吸的时间大战了数百回合后，秦牧的血条却是明显的要比泰坦巨猿降低的更快。呼，我现在已经提升到了38级，血量再度增长了2000万，如今我的总血量已经超过了6000万，所有的属性也都超过了6000点。对战这么久，这家伙整体空掉的血条却是只有我的1/3，也就是说85级的君王阶的 BOSS 血量居然高达2亿以上。若是能够将其斩杀，即便只是获得 5% 的血量上限，那也是能够增加我1000万的总血量啊！又是一记对轰，双方拉开了距离后，秦牧双眼微眯，看着前方那狂暴不已的泰坦巨猿，心中迅速的盘算着。虽然击杀泰坦巨猿最终获得的血量提升达到了1000万，但是这家伙可不是一般的难缠。别说现在秦牧单挑的情况下能否真的将其击杀，即便是真的击杀了这家伙，整体耗费的时间算下来，估计还不如他用归海绝息斩不断大面积的斩杀其他普通怪物带来的提升更快。但这也没有办法，如今邱鹤鸣这位极光城的城主都挡不住家伙的攻击，他若是不站出来，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极光城恐怕用不了1分钟的时间就会被泰坦巨猿攻破。秦牧在这个世界的亲人，就是曾经在守护彩云市的时候被葬身在了兽巢之中，让他后面一直靠着彩云市的补助才生存到了职业觉醒的那一天。如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自然不会放任身后的极光城被兽巢攻破，让里面的百姓惨遭毒手。小友，我来助你。这时趁着秦牧和泰坦巨猿拉锯的这段时间，恢复了自己的状态的邱鹤鸣也是找回了他刚刚被震飞的盾牌，冲到了秦牧身边，与他站在了一起。他已经见识过了秦牧的实力，秦牧虽然能够和这只君王阶的 BOSS 周旋，但他作为极光城的城主，肯定是不会在后面看着秦牧一人和泰坦巨猿作战的。一起上，你挡在前面，我蓄力释放技能。见到赶来一同战斗的邱鹤鸣，秦牧也没有拒绝。有邱鹤鸣加入战斗，他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最重要的是，邱鹤鸣若是挡在了他的面前，替他挡住泰坦巨猿的攻击，他就可以放心的在后面施展自己的技能攻击这头大家伙。听见秦牧的指挥，邱鹤鸣没有多言，举盾向前，再度释放了光耀圣盾，挡住了泰坦巨猿重重砸落的一拳后，身形倒退了数十米。归海绝息斩。而秦牧也是撑着这个空档，手中银血剑向上一挑，无尽水雾泛起，一道道如浪潮般的剑气，剑芒呼啸着朝着处于就力已尽、心力未生至极的泰坦巨猿轰去。第50章领域霸体。秦牧没了。好！在泰坦巨猿的一声痛呼声中，他那庞大的身躯竟是被秦牧斩出的一道道剑气轰飞了起来。负3万，负6万，负9万。与此同时，一道又一道的伤害在秦牧的眼前出现。不错，一道技能攻击就能够斩掉泰坦巨猿135万血量，估摸着施展150次归海绝息斩就能够将这家伙干掉了。看着自己这一道 S 级技能落在泰坦巨猿的身上造成的恐怖伤害，秦牧双眼一亮，立刻信心满满。作为现在他手上唯一一个可以不计损耗施展的进攻性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给他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从自己的背包空间中取出一瓶大魔力药剂，秦牧一口将其喝下。趁着被自己第一道技能攻击还没有落下的泰坦巨猿再度发出了一击，归海绝息斩。哗啦啦，浪潮声再度袭来，在声声流转的潮水声中，泰坦巨猿的身躯又一次被轰飞到半空之中。归海绝息斩，归海绝息斩。接连不断的施展技能，秦牧不断的将即将落地的泰坦巨猿轰飞。而在自己的魔力值消耗一空，没有来得及恢复2000点的施展技能所需魔力值的间隙，他则是闪身冲到了泰坦巨猿的身躯下方，手持银血剑登地跃起几十米高，将自己手中的银血剑当做了棒子来使，
对着这泰坦巨猿就是一顿狂锤。触发了金刚王阶的强制击退效果之后，因为是从下方攻击，秦牧也是毫无例外的将落下来的泰坦巨猿在没有施展技能的情况下轰飞了起来。即便是在双方短兵相接，彼此触碰的一瞬间，秦牧也会被巨大的力量反震砸落地面，将地面轰出一个大坑，同时砸掉自己几万的血量。然而秦牧却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在坑中站定后，凭借着1秒时间恢复的2000点魔力值，再度释放了技能攻击。技能施展，魔力值亏空的间隙，他又是猛踩地面，如同一颗炮弹一般朝着泰坦巨猿冲了过去，故技重施。就这样，技能释放的间隙间掺杂着普攻的强制击退效果，一个令所有人都呆立在原地的惊人场面赫然呈现在了所有关注着这一战之人的面前。在一道道呆滞的目光注视下，秦牧就这样上蹿下跳，轻松的把一座小山般的泰坦巨猿颠排球一样戏耍。我靠，这都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胎啊？不远处，邱鹤鸣喉结滚动，目光错愕的看着不远处的一幕，只觉得头皮发麻，手中的史诗级盾牌砸落在地都没有察觉。好，面对着秦牧这近乎无奈的打法，泰坦巨猿气愤不已。在承受了秦牧10发归海绝息斩后，他终于发出了一声怒吼，身体周围出现了一圈金黄色的气场。当秦牧的第11道归海绝息斩的剑气落在他的身上时，他虽然遭到了伤害，但归海绝息斩的技能击飞效果却是不再对他起到任何的作用。与此同时，更随着最后一道剑气冲到了泰坦巨猿下方的秦牧一剑斩出，也没有能够再将其强制击退。霸体！瞬间，秦牧就知晓发生了什么。很明显，在他的攻击下，暴怒的泰坦巨猿终于是施展出了他的霸体技能。咔嚓！就在秦牧微微愣神的这一瞬间，泰坦巨猿猛地将他一把抓住，只让他露出了一个脑袋。强大的握力让他浑身骨骼都发出了一道道令人牙酸的咔嚓声。若不是有着 SSS 级天赋特性血神恩赐带来的6000多点的全属性增幅，让仅有38级的秦牧体质达到了惊人的6500点左右，仅仅是这一握，他就要被泰坦巨猿捏碎。好，握住秦牧，泰坦巨猿将他抓到了自己面前，一双堪比秦牧整个人大小的双目之中满是愤怒，张开火车头大小的巨口对着秦牧狂吼一声。秦牧只感觉一股飓风袭来，将他的脸皮都吹得疯狂的抖动。不过他更在意的却是帮随飓风冲击而来的那一股令他作呕的口气，直熏得他要晕厥过去。我敲你妈，这口臭，这东西是吃老爸秘制汉堡长大的吗？心中怒骂一声，秦牧连忙封闭了自己的口鼻，屏住气息。一声怒吼过后，泰坦巨猿见自己无论如何用力都无法将秦牧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类捏碎，紧接着又是怒吼一声，抓住秦牧，不让他有任何挣脱的机会。同时张开的嘴中却是凝聚起了强烈的光芒，一股令邱鹤鸣这位89级守护骑士都心悸不已的能量迅速凝聚。显然泰坦巨猿这是要对着秦牧放大了。不好！远处看着这一幕的邱鹤鸣脸色巨变，迅速捡起盾牌，爆发全部力量，顶着泰坦巨猿就冲了过去。轰！然而就在他刚刚跑出去没几步，一股庞大无比的重压随之出现，他就感觉自己身上突然压了一座1000丈大飓风，恐怖的压力让他差点一个趔趄栽倒在地。即便是竭力稳住了身体，他此刻也是举步维艰。与此同时，以泰坦巨猿为中心，周围1000米区域内的地面骤然凹陷下去10米之深，坑洞内所有实力在50级以下的怪物全部都在这一股重力压制下爆体而亡。就算是那些实力强大、侥幸存活下来的怪物，此刻也都是一个个五体投地，被死死地压制在了地面上。如若不是前面秦牧不断的攻击将他轰离了极光城城墙上千米的距离，就连极光城城墙上的众人都会受到影响。重力领域，这是畜生居然还掌握了领域的力量。突如其来的重压加上周围的场景，邱鹤鸣立刻就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泰坦巨猿释放的重力领域，而且重力高达骇人的上百倍。在恐怖的100倍重力领域下，即便他这位89级的二转守护骑士也难以及时支援秦牧。嗡！就在他抬头的瞬间，一道白色的冲天光柱猛地从泰坦巨猿的口中喷射而出，被他抓在了手中的秦牧也是瞬间被这一道光柱吞没，身形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之中。结束了吗？邱鹤鸣眼神呆滞地看着那道冲天光柱，悲从心起。这一道攻击能量波动之强，令他感到无比心悸。即便是身为守护骑士，以防御和血量见长的他，面对这一击都会被毫无意外的秒杀。第51章援军到，巨炮萝莉，你 TM 搁着原子吐息呢？给爷滚！归海绝息斩！然而就在光柱将秦牧的身躯完全笼罩之时，一道带着愤怒的声音陡然传出。秦牧趁着泰坦巨猿有所放松之际，瞬间挣脱了他的手掌。
在邱鹤鸣愕然的目光注视下，一道道威力强悍的磅礴剑气陡然间从光柱中绽放，迎着能量光柱一波又一波的冲向了泰坦巨猿张大的嘴巴。随着前面8道剑气全部被光柱击碎，第9道最强剑气终于是冲破了这威力耗尽的能量光柱，在泰坦巨猿的嘴角上撕裂开了一道森然的伤口，滚烫的鲜血顿时从泰坦巨猿的口腔中喷涌而出。负88万，弱点攻击。吼！泰坦巨猿吃痛，发出了一声痛呼，暴怒之下，一掌就将刚刚挣脱束缚的秦牧炮轰得倒飞而出，重重地砸到了地面上，将地面砸穿了一个深达10几米的人形坑洞。承受了泰坦巨猿最强的能量冲击，秦牧也并不好受。在刚刚的能量冲击中，他的血量也是持续的疯狂下降，短短的片刻时间就已经损耗了超过了500万的血量。所幸的是，泰坦巨猿对他采用能量冲击的时候也是放松了警惕，让他有机会脱困而出。不然，他若是完整的承受了那一道光波冲击，少说也得掉上1000万的血量。纵然他现在的血量高达5000万以上，那也遭不住几次这样的攻击。操！这家伙真他妈的够狠的，居然还能掌控重力，这可比我之前遇到的矿山狼王那家伙强大太多了。地面下，秦牧吐了一口嘴里的泥，挣扎着从地下窜了出来，破土而出，感受到了身上受到的100倍重力后，他也是忍不住吐槽一声，同时从自己的背包之中取出了一瓶复苏药剂，一口干了。复苏药剂每秒恢复2万点的血量，持续的1分钟内可以让他的血量恢复120万点。虽然比不上刚才那一下消耗的血量，但也聊胜于无。太好了，这小子没事。看着秦牧灰头土脸但却完好无损的破土而出，邱鹤鸣顿时大喜。他万万没想到秦牧居然在这么恐怖的攻击下依旧安然无恙。吼！这时泰坦巨猿也已经回过神来，对着秦牧疯狂嘶吼，脚步一踏地面，和之前击飞邱鹤鸣一样，强力的控制技能再度释放，周围一切都被震飞了起来。无论是邱鹤鸣还是秦牧，亦或者是那些仅存下来的怪物，都是如此。在将秦牧震飞的瞬间，泰坦巨猿的口中能量光团再度凝聚，对着秦牧再次释放了恐怖的攻击。还来！血神武装！面对这一刻的攻击，头晕脑胀，身子处于被击飞状态无法躲闪的秦牧顿时施展了自己的第2个特技血神武装。血神武装是他成功一转之后激活的本源天赋的第2特殊技能，一样是 SSS 级的强力技能。然后100万血量召唤可以抵挡任何伤害的血神武装，保护自身，而且每持续1秒的时间消耗的血量也只有100万点。嗡！随着散发着无尽狂暴能量的白色光柱再度将秦牧笼罩，白光透过了秦牧的身躯，轰在了地面上，直接就将地面轰出了一个不知道深达多少米的深渊大坑。这一次，泰坦巨猿的能量吐息施展了足足3秒钟，这才缓缓停息，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这样就已经能够将秦牧斩杀，而是因为施展这一招对他的消耗同样巨大，持续喷吐3秒的时间，几乎将他体内的魔力消耗的见底，不得不停下来。这下没蓝了吧？轮到我反击了！当白色能量光柱消失之后，秦牧身影显现，立刻解除了自己身上覆盖的一层血红色的铠甲。3秒的时间，他消耗了300万的血量，挡住了泰坦巨猿的持续的大招攻击。这可比他之前硬生生的抗住半秒的冲击就掉了500万血量划算多了。若不是及时施展了血神武装，他真要被这家伙喷上3秒，至少要损失3000万血量。金能粒子炮！咻！在他准备出手攻击泰坦巨猿的时候，高空之上陡然袭来一束金黄色的光线，落在了泰坦巨猿的身上。只一接触，金色光线就将泰坦巨猿的胸膛洞穿，烧出了一个磨盘大小的焦黑空洞。顿时，一道惨烈的嘶吼声便从泰坦巨猿的口中传出。在秦牧的诧异的目光中，受到这一击的泰坦巨猿头顶的血条竟然直接空掉了1/10，一击至少打掉了这泰坦巨猿超2000万的血量。有高手！诧异之余，他也是顺着这道光线攻击的方向看去，顿时就见到了一位全身覆盖白色机甲、脚踩喷射火焰的银色战靴，手中扛着一把超过1.5米巨炮的粉头发的双马尾萝莉凌空而立。从他的动作上看，刚刚那一道金色光束也绝对是从他手中的那一门巨炮中发出来的。职业机械大师，等级128级，3转。见到此人，秦牧立刻释放了侦查术，朝其扫去。双马尾萝莉并没有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2行小字立刻在秦牧面前出现。这居然是一位128级的机械大师，看起来年纪并不大呀。看着眼前的2行信息，秦牧的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一抹错愕的神色。就在他微微愣神之际，远处天边又是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小黑点由远及近，呼吸间便是化作了一艘长达数十米的盘形战机，出现在了极光城上空。
竟悬在双马尾萝莉的身后。刷刷刷！战机悬停的瞬间，一道道人影迅速地从战机中飞出，足足上百人，全部都是二转境界的强者。这些强者一出现，便是立刻朝着战场中最为强大的2只君王阶的 BOSS 蜂拥而去。悬停在空中的战舰也是展露出了诸多炮口，一道又一道等离子能量炮朝着远处的怪物群轰去，每一炮都能够带走数百只怪物，火力竟然要比整个极光城的南城火炮加起来更加猛烈。同时，双马尾萝莉也是再度瞄准了下方的泰坦巨猿，巨炮充能，一道和之前一样强悍的金色光束刹那间就从炮口激射而出，在泰坦巨猿的身上留下了又一道前后通透的焦黑大洞。省里的援军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次来的居然是他，这下咱们极光城算是安全了。当看到了天空中的少女时，邱鹤鸣喜不自胜，心中的一颗大石头总算彻底落地。第52章震撼。嗷！伴随着又一道上金色光束贯穿身躯，泰坦巨猿血量骤降，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仰头就朝着天空上的少女咆哮一声，双腿用力一蹬，几十米的身躯瞬间跃起了数百米高。可奈何少女所在的位置在千米高空之中，即便是泰坦巨猿使尽全力，也还是差了上百米的距离才能够得着她。虽如此，但是少女却依旧是催动了一双战靴上的推进装置，继续向上飞了数百米，彻底的断绝了泰坦巨猿想要伤到她的念想。吃了我2记金能粒子炮，居然还这么能蹦的，我倒要看看你能够接我几炮。拔高身形后，少女低语一声，随即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了一道带着淡金色未知能量的电池，替换掉了手中巨炮的能源，然后就将自己的炮口对准了下方的泰坦巨猿，又是一炮轰出。金色光束再度出现，根本不给泰坦巨猿躲闪的机会，直射其头部。也就是在被瞄准的瞬间，泰坦巨猿心中危机感爆棚，连忙竭力的扭转身躯，朝着一旁连滚带爬的滚去。可即便如此，却也依旧是让金色光束穿透力又坚甲，光束所过之处，无论血肉还是骨骼都被瞬间消融。这一炮直接让泰坦巨猿只剩下了一半的皮肉连接着自己的右臂。至此，泰坦巨猿的右臂已经算是废了，战力大减。遭此一击，泰坦巨猿又是一阵痛苦的嘶吼，滚落在地的同时，身上的霸体和周围的重力领域全部消失，原本凶悍暴力的气息也是骤降不少。躲得倒挺快，不过接下来这一炮我看你还怎么躲。看着又一次躲避掉自己攻击的泰坦巨猿，少女略感诧异，不过很快她又将手中的巨炮瞄准了泰坦巨猿的脑袋。她激发的金能粒子炮消耗的能源瓶价值不菲，一支能源管在外售价高达1000万联邦币，只能够让她激发3次全蓄能的金能粒子炮，相当于一炮300多万联邦币就没了。她已经在泰坦巨猿身上耗掉了3炮，自然是要将这泰坦巨猿击杀，获得这家伙身上爆出来的装备才不会亏。君王阶血统的 BOSS保底都是史诗级的装备，一件80级左右的史诗级装备，随随便便都能够卖个几亿联邦币，轻轻松松就能回本，还能大赚一笔。小姐，小心！就在他将炮口瞄准了身负重创的泰坦巨猿时，一道略显慌张的声音猛地响起。与此同时，一声厉笑也是随之传来。没有任何犹豫，他立刻放弃开炮，脚下战靴爆燃，一股强悍的推力瞬间将他带离了原地。嗡！就在他刚刚离开原地不到30米距离的瞬间，一团雷光猛地划过了他原本所在的位置。赫然是那正在被近百二转强者围攻的雷炎师，就感受到了泰坦巨猿此刻的处境，对着少女发动了袭击。不愧是君王阶的高阶 BOSS， 面对这么多的二转强者的围攻，居然还游刃有余，有能力对我出手。躲过了刚刚的雷霆袭击，少女看向了远处和一众二转强者战斗的不可开交的庞然大物，她微眯着双眼嘀咕了一声轰隆。可她的话刚落，一道轰鸣响起，她就感觉自己的头顶凝聚了一股新的雷霆之力，正迅速地朝着她落下。没完没了了，既然这样，就先解决你这畜生。面对这一击，他伸手拿出一块棱形晶石，放入了身上机甲腰间的凹槽处，一道蓝色的能量屏障顿时出现在了他的周围，替他挡住了这一道攻击。做完这一切，他便将手中的巨炮瞄准了远处的雷炎狮鹫，锁定对方后，金色光束再度爆发，穿过人群的缝隙，落在了雷炎狮鹫的身上。在他加入战团后，原本还算轻松的雷炎狮鹫压力剧增，很快就落入了下风。被斩杀又是迟早的事，趁着上面的混战，我得先把这家伙给抢先解决了。看着天上的大战，秦牧立刻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重伤的泰坦巨猿身上。接连承受了少女的3炮攻击，加上之前和秦牧作战受到的伤害，泰坦巨猿此刻的血量已经不足 50%， 且刚刚从天空上的战舰上下来的几十名实力强大的二转职业者也是对重伤的泰坦巨猿发起了围攻。重伤状态下的泰坦巨猿也是疲于应对，尤其是胸口被洞穿，
加上魔力几乎消耗殆尽，他的抗性大减，让这些二转强者的攻击都能够造成十分可观的伤害，让他的血量在疯狂的下降着，用不了多久就将被击杀。为了抢到这家伙的人头，秦牧已经决定最后凑准机会，在他血量剩下最后 10% 的时候，立刻施展血祭裁决，献祭自己 1% 的最大生命值，将其格杀。现在的他血量上限5000多万，献祭 1% 也不过是掉50多万的血量。若是击杀这家伙，获得的血量上限提升就是2亿多生命值的 5%， 那可是他至少1000万的血量，他的总血量也将突破6000万。最重要的是，击杀了这只 BOSS， 他获得的经验也是最大的一头。一只85级的君王阶 BOSS 的经验对他而言无比庞大，一举突破40级，轻轻松松，怎么算都不亏。都让开，我来给他最后一击！金能粒子炮，血祭裁决。几乎是2道声音同时响起，秦牧和少女一同动手。天空中一道金芒闪过，雷炎施救，直接被金光洞穿了脑门。大地上血色巨刃斩落，单手苦苦支撑的泰坦巨猿也是不甘的轰然倒下。成功击杀君王阶 BOSS 泰坦巨猿，获得海量经验。成功击杀君王阶 BOSS 泰坦巨猿，生命上限加1250万。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叮！你的等级提升，力量加10，体质加10，敏捷加2，智力加2，自由属性点加40。嗡！随着秦牧一剑斩杀了泰坦巨猿，他的身上骤然间闪耀起了数道升级光芒，等级连升4级，达到了42级。与此同时，倒下的泰坦巨猿的身躯上也是闪耀起了各种光团，一件件战利品悬浮在光团之中，散发着诱人的气息。不过这个时候，围在泰坦巨猿身边的其他二转强者的目光却并没有被其吸引，反而全部都落在了秦牧身上。天空中刚刚击杀雷炎施救的少女也是眉头一蹙，顾不得坠落的雷炎施救尸体，转身低头朝着秦牧看去，双眸金光闪动，带着一丝许久都不曾出现在他眼中的震撼。第53章，咱还是第一次被女生追啊！糟糕，忘记周围这么多人看着了。感受到万千目光汇聚在自己身上，秦牧这才猛然间意识到了自己抢了这个人头，确实有些欠考虑。若是他在斩杀了泰坦巨猿的时候获得的经验没有让他成功升级就罢了，他现在隐藏了自己的职业信息，他自己装个逼，说自己是路过极光城的3转强者。那在其他人看来，一剑斩掉泰坦巨猿，最后近1/10的血量，这也不会显得突兀，而只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可是现在他斩杀了泰坦巨猿后获得的大量经验，让他身上升腾起来4次升级光芒。这样一来，只要别人稍加琢磨，就能够判断出他的等级绝对是远低于泰坦巨猿的。那他之前一剑轰掉泰坦巨猿近1/10的血量，那在这些人的眼中可就不是理所应当，而是不可思议了。走！没有任何犹豫，经过最初在空间通道中被外族强者抹杀的一次经历后，秦牧现在可不想把自己的天赋暴露出来。看都没有看泰坦巨猿爆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大手一招，直接将所有的光团全部收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然而就是脚底抹油，一溜烟的朝着城外的大量兽潮涌来的方向冲去。刚刚击杀泰坦巨猿，让他获得了1250万的血量上限增幅，他这一次全部属性也是再度获得了1250的增长，又有连升4级所积攒的120点自由属性点，他毫不犹豫的全部加在了自己的敏捷上，顿时他的敏捷属性就突破了8000点。在他的全力奔驰下，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他就窜出去了近100米的距离。刚刚发生了什么？那小子居然连升了4级，我没看错吧？好快的速度，我一个80级的刺客都没有他这般迅捷的速度，这家伙真的是战士。秦牧这一行动令所有看着他的人都是猝不及防，但当看见了他的恐怖速度之后，所有人都是不由得心中一震，脸上的震撼更浓3分。卧槽！不对，他把泰坦巨猿爆出来的东西全部卷跑了。就在这一刻，一道略带尖锐的声音陡然响起，顿时就将所有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但看见原本浮现着各种物品的泰坦巨猿尸体上空已经空空如也，围绕在泰坦巨猿尸体边上的所有人都是浑身一震。靠，真的，泰坦巨猿尸体上冒出来的光团都不见了，怎么办？要不要追？此话一出，众人都是面面相觑。刚刚秦牧的速度他们是亲眼目睹的，如此迅捷的速度，他们这些人之中最顶级的2转此刻职业者都没有把握追上。你们在这里协助极光城清理剩下的怪物，我去找他。就在众人为此纠结的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一道身穿机甲脚下喷火的身影迅速从他们头顶飞过。是萧姐。看见追着秦牧而去的身影，这些2转强者顿时齐声应是，不敢有任何迟疑，放弃了此间种种想法，
开始全力协助极光城的守城人员清剿起了周围的怪物来。少女可是光云省的骄傲，甚至是整个蓝水星近100年来最杰出的天才。光云省第一世家叶家的最强天骄叶星瑶，3年前觉醒了强大的 S 级本源天赋，如今乃是星城学院的核心学员，实力达到了3转之境。他们追不上秦牧，但叶星瑶绝对可以。野外，秦牧穿梭在数不清的兽巢中奔袭的怪物空隙间，很快他就感受到了身后高空传来的一股波动，正在迅速的靠近着自己。回头一看，他就看见了叶星瑶正迅速的从高空追击而来。没想到第一次被女生追，居然是这种情况，敏捷都超过了8000点了，还是无法脱身啊！看着追击而来的叶星瑶，秦牧有些无奈。他现在的敏捷属性虽然已经超过了8000点，但是面对叶星瑶这位3转128级的强者，他想要躲过对方的追击，显然不太现实。嗖！就在秦牧回头愣神时，兽巢中一道血红的身影急速朝着他冲来。趁着秦牧没有注意到的瞬间，张开嘴，露出了锋利的獠牙，就朝着秦牧的脖子飞扑着咬了过去。68级精英血影鼠。空中，叶星瑶双眼一凝，手中的巨炮顷刻间激射出一道细小的光束，几乎是擦着秦牧的脖子，命中了那只冲向他的血影鼠的脑袋，一击就将其秒杀。突发的变故也是让秦牧立刻反应了过来，目光看向了身边那脑门上破了个前后通透、拳头大小的焦黑伤口的血影鼠。他明白对方刚刚是想要偷袭他，却不料被空中的少女将其击杀。咕噜，这威力还好不是攻击我的，看来这小妮子对我并没有恶意。嘀咕了一声，秦牧索性也就不再奔头。从刚刚的情况来看，他根本跑不过对方。反正对方没有什么恶意，他倒不如看看对方追上来究竟是想要干什么。若是为了刚刚那泰坦巨猿死后爆出来的战利品，他也不介意将其全部交出来。这时，叶星瑶也是来到了秦牧的上空，他只是扫了一眼秦牧周围的怪物，其身上的机甲便是迅速的架起了2门尖炮，对着秦牧周围的怪物发射出一道道威力强大的激光。眨眼的功夫，就将秦牧周围的怪物全部清理干净。做完了这一切，他便是降到了秦牧身前。在他身上那一套机甲上的尖炮，则是在不断的释放着激光，自动击杀着周围靠近的所有怪物。与此同时，叶星瑶上下打量了秦牧一眼，这才开口说道：“不用担心，我对并没有恶意。既然是你斩杀了那泰坦巨猿，那泰坦巨猿死后爆出来的宝物，你拿了也就拿了。我也不是冲着那些东西来的。你先随我冲出兽巢，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这机甲倒是方便，只是不知道靠着机甲上的武器击杀的怪物，算不算自己的经验，能不能增加自己的血量？要是可以，咱也搞一套这样的装备，那刷起血来不要太轻松。”看着面前露出一张清纯可人的萝莉脸的机甲少女，秦牧不由得想到。不过听见叶星瑶的话后，他也是很快的点了点头道：“没问题。”他也是有些好奇对方想问他什么。话音一落，他便是冲着兽巢较为薄弱的方向挥剑冲了过去。背后的叶星瑶见状，也是紧随其后，手中巨炮再度爆发狂暴的能量射线，迅速的清理掉一只又一只怪物。第54章，叶星瑶的邀请，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两人的实力都十分强大，尤其是叶星瑶3转128级机械大师，除了之前那2头实力强横的君王阶 BOSS 外，如今兽巢之中，不论是普通怪物还是精英怪物，都无法承受他的攻击。面对任何怪物，他都是一击必杀。很快，两人便是冲出了兽巢之中，寻到了一处僻静的山头。叶星瑶这才仔细打量起了秦牧来。小伙子倒是长得挺帅的。看着秦牧，叶星瑶脑海闪过了这样一道念头，然后笑意嫣然地伸出手道：“弟弟，认识一下，我是叶星瑶，星城学院核心弟子，128级机械大师。这个世界满15周岁就能够进入天气裂缝中成为职业者。”秦牧刚刚从新手村走出来，年龄还不到16岁，在叶星瑶的眼里，叫秦牧一声弟弟一点不为过。蔡坤见状，秦牧也是伸手和他轻轻一握，报了一个假名。他知晓之前自己的名字可是被全服通告的，所有人都知晓了他秦牧可是破了新手村的最早猎杀中级 BOSS 的记录。遭遇过袭击，死过一次的他可不想让任何人通过他的名字再联想到什么。姓蔡倒是少见的姓氏。听见秦牧的回应，叶星瑶心中暗暗想到。简单点的认识过后，秦牧也是松开手，然后慎重地向面前全副武装的叶星瑶道：“叶小姐，不知你想要问我什么？”他不想和叶星瑶浪费太多的时间，下方的那些怪物数量庞大，若是让这些怪物全部溜了，他可就要损失一大波的经验了。是这样，我看你斩杀那家伙后，分到的经验直接让你的等级提升了4级。我想你的等级应该没有超过50级，应该还在1转之境吧？叶小姐聪慧过人，我确实还在1转境内。见状，秦牧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大方的承认了下来。毕竟他之前的升级光芒，在场的多人都亲眼目睹，
他无法否决，现在面对叶星瑶这样的强者，他更是没有撒谎的必要，免得惹得对方不悦。他可不敢保证对方会做出什么事来。果然如此，秦牧的赞扬让叶星瑶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动人的笑意，接着道：一转境界内，你居然能够跨越那么高的等级，一刀斩掉了泰坦巨猿2000多万的血量。我很想知道，你现在觉醒的本源天赋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在我星城学院的核心学员之中，最强大的 SS 级本源天赋的学员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你是本源天赋，该不会是超越了 SS 级吧？唰！此话一出，秦牧顿时警觉了起来，手中的银血剑已经握紧，随时准备出手。虽然他现在只有42级，实力和叶星瑶相差甚远，但是他凭借着归海绝息斩加上金刚王戒的控制，1对1的话，未必不能像之前连控泰坦巨猿那样与之一战。看来我猜对了，这家伙真的是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看着秦牧的表现，叶星瑶一双漂亮的眸子中闪过了一抹不易察觉的震撼。不过见到此刻秦牧如此警惕的模样，他也知晓秦牧肯定是误会了什么。噗嗤！看着秦牧紧张的样子，他也不由得噗嗤一笑，然后迅速道：蔡弟弟不要这么紧张，我可不会对你行不轨之事。刚刚不是跟你说了，我乃是星辰学院的核心弟子。这一次正逢新人试炼结束，我便是接受了学院老师们的委托，回到自己的家乡蓝水星招募新一届的学院弟子。你若是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来我们星辰学院，不需要任何的考核，直接就能成为和我一样的核心学员。叶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并不打算进入任何的学院。叶星瑶的话一落，秦牧便是毫不犹豫地拒接道。别说他现在觉醒的超限级本源天赋，每次转职都能够获得一项新的天赋特性和技能，仅仅是靠着现有的饕餮血焰和血神恩赐2道 SSS 天赋特性，他就超越了几乎所有 SSS 级天赋职业者。2道天赋特性完全可以看作是2种 SSS 级的本源天赋。试问整个荒神星域，整个人族联邦又有几个觉醒双 SSS 级本源天赋的职业者？一旦暴露出来，又将引发何等惊人的轰动。现在他能够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不被周围的人察觉自己的详细信息，只是因为现在他遇到的人实力都不是特别强大。可若是进入了星辰学院，遇到了那些5转、6转的老师，一旦这些人拥有高级的探查技能，就有可能将他的属性、天赋等信息探查出来。若是他的超限级本源天赋这个秘密被发现，恐怕他这安宁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别说人族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天才会竭尽全力的保护，之前他刚刚走出新手村的时候，不也是第一时间就受到了保护，还被直接送往荒神星域最强者、人族巅峰强者之一荒神所居住的星球。可结果呢，还不是被敌人给暗杀了。若不是他在新手试炼的时候完成了从未有过的壮举，将4大终极 BOSS 全部斩杀，获得了可以让他复活一次的神话道具，哪还有他现在？他现在只相信一句话，那就是搞破坏永远要比保护更加的简单。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他暂时是不会去实力强大的人面前抛头露面的。秦牧如此果断的拒绝，也是打了叶星瑶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很快他就知晓了秦牧心中的顾虑。其实你不必担心天赋暴露，只要你进入我们星辰学院，绝对会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他族的暗杀者根本无法渗入我星辰学院。而且最近星辰学院新发现了一个大型的综合副本，学院3转之下的职业者都进入其中。经过院长和学院一众实力强大的高层一同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便是这个副本能够斩杀最后 BOSS， 成功通关者会获得天地规则赐予的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消息已经传到了人族高层，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人族18大星域的所有高等学府这一次都将集结最强的核心学员进入副本去搏这一次机会，也规定了只有各大高等学府的核心学员才有资格进入这一次发现的副本之中。副本大概会在半个月后开启，我是已经没机会了。但是以你之前展露的实力，一旦进入其中，哪怕会与全人族的顶级天才角逐，你也有极大的概率获得这绝无仅的斩获开启第2职业的机会。那可是第2职业，宇宙中所有强者能够拥有双职业的都是屈指可数。你确定要放弃这个机会？第55章，血法师和狂战士，我都要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听见叶星瑶的话，秦牧顿时眼前一亮。本来以他现在的天赋，他一开始认为自己选定的走狂战士发展的路线是极为适合的。不过随着今天的这一战，面对数量庞大的兽潮，他清理起其中的怪物来，也是明白了范围型技能攻击在面对大规模作战的时候究竟有着多强的作用。大范围的技能伤害对一些低级怪物进行成片成片的秒杀，才是最为合适他第一个天赋特性饕餮血焰。对于其他人而言，击杀低级的怪物并不会获得什么经验，因为有着经验惩罚机制在。
不过他却是完全不需要在意这些，有着第一项天赋特性，击杀怪物就能够给他的总血量进行提升。他只要获得强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技能，完全可以靠着清理大批的小怪，迅速的将自己的血量提升上去。总血量获得了提升，那他接下来的第二项天赋特性血神恩赐也才会发挥出更加强大的效果，让他的实力得以做火箭般的提升。打小怪获得的总血量上限的提升，远比他一个人苦哈哈的对着实力强大的 BOSS 将对方斩杀后对他的总血量上限的提升更大。今天在极光城外对战兽潮的时候，他施展了归海绝息斩清理小怪，就和他对战泰坦巨猿这一尊君王阶的 BOSS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今天的极光城守卫战，让他有那么一些后悔自己一开始的草率转职决定，为自己没有慎重考虑选择法师职业感到一丝遗憾。但现在他却有了一个能够让他弥补遗憾的机会。说实话，他不心动是假的。而且正如叶星瑶所说，这个最近被星辰学院发现的大型副本，只有3转之下的职业者才能够进入其中。也就是说，能够进入其中的职业者，最高的等级都不超过100级。对于这些不过100级的职业者，秦牧自信自己就算是以现在的等级和实力，都能够稳居最顶流。况且他现在已经接近了1转巅峰，距离50级也就差了8级。以他现在的实力，他完全有能力在这一次极光城的兽潮退散之前，大肆屠杀这些凶兽，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50级。届时他再进入转职神殿完成2转，他又将多出一项全新的天赋特性和一项天赋技能，实力必定大增。他有绝对的信心碾压所有的人族天才，拿下那副本中的 BOSS 的人头，夺得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只要获得这个机会，他也能够弥补自己的遗憾，兼修血法师。血法师和狂战士兼修，咱就是魔武双修的职业者，想想都刺激。不过这天大的机缘的背后也有着莫大的潜在危机，若是最后将我的底牌暴露了出去，恐怕又将引来无穷的麻烦。算了，还是先看看我在2转之后觉醒的全新的技能和天赋特性是什么再说。若是能够对隐藏我的属性不被任何人探查的话，倒是可以考虑去那副本走一趟，最好是能够给我个虚空穿梭的超强技能，这样咱拿了第2职业的机会直接跑路，岂不美哉？嘿嘿。秦牧低头沉思了许久，最后他抬头看向了面前的叶星瑶，缓缓道：第2职业的诱惑确实是让我难以拒绝，不过进入星辰学院，将我暴露在众多强者面前，非我所愿。叶小姐，还请容我考虑一番。也是，我也看得出来你并不想暴露自己的天赋。既然如此，那就先给你一段时间考虑吧。我现在回到蓝水星招募学院新生，大概还会在蓝水星停留1周的时间。若是1周内你决定随我一同去星辰学院的话，就联系我吧。叶星瑶闻言点了点头，随即通过面对面添加好友的方式同秦牧添加好友。两人若是需要联系，可以直接通过自己的面板向对方发送消息。为此秦牧也没有拒绝，两人顺利的添加了好友。你现在是跟我回极光城还是？加上好友后，叶星瑶看向了秦牧。不等他的话说完，秦牧则是开口道：我还要继续提升我的等级，这附近的怪物数量多，等级高，正好合适，就暂时不回去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杀怪？听见秦牧要继续一个人在这兽潮中心段杀怪练级，叶星瑶有些诧异。这附近可都是50级以上的怪物，加上数量众多，秦牧一个2转都没有的人在这里面单独杀怪，其面临的危险恐怕不下于他自己一人独占泰坦巨猿这样的85级君王阶 BOSS， 甚至危险更大。希望叶小姐回到极光城的时候，不要将我的消息说与他人。秦牧看了一眼略显惊讶的叶星瑶，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下一刻他便是再度杀回了兽潮之中。此刻兽潮在没有了2大君王阶 BOSS 的带领下，已经有了开始往回撤的迹象。留给他击杀这些怪物，提升自己的等级，拔高自己总血量的时间可不多了。还真是一个有趣的小子，希望最后你能够随我一同到星辰学院吧，姐姐我可期待着你成为我的小学弟呢。见着秦牧留下一句话，便是毫无顾忌地冲向了兽潮。叶星瑶双眼微眯，暗自嘀咕了一句，既然秦牧自己都不担心自己，他也索性耸了耸肩，转身飞离了此地，没有再去打扰秦牧。至于留下来杀怪，他没有一点兴趣。这些怪物数量虽然多，还有不少的精英怪，但是这些秘境中的怪物和副本中的怪物一比，被杀后掉落物品的几率更低，杀上10几万只都未必会有一件绿装掉落。加上他的等级高达128级，就算是他能够大面积的杀伤怪物，可是等级的巨大差距让他在击杀这些怪物的时候几乎不会获得经验。而且有了他带来的那上百位叶家的2转强者，击杀了2大君王阶 BOSS 后，极光城已经不可能被这些兽潮冲毁，没有了任何威胁。叶星瑶作为 S 级的天才，叶家大小姐，她自然不会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成功击杀68级烈火蜥，获得大量经验。生命上限加15000。成功击杀60级精英嗜血蛮牛，获得大量经验。生命上限加20000。随着叶星瑶远去，秦牧也是放开了手脚，不断的施展着自己的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大肆的收割着周围的怪物。如今他的属性都超过了7000点，技能伤害也更高了几分。周围怪物成片的倒下，秦牧的经验条和他的总血量也在迅速的增长。第56章血量破亿。二转倒计时，小姐回来了。极光城城墙上一众叶家二转强者看见远处飞来的叶星瑶，立刻有人激动的喊道。声音一落，叶星瑶的身影就已经落在了南城的城楼上。见过叶小姐。面对叶星瑶的到来，极光城城主邱鹤鸣、副城主和一中校长以及其他极光城的二转强者都是上前招呼道，态度十分的恭敬。这一点除了叶星瑶是叶家大小姐外，还与叶星瑶自己本人的实力有关。撇开一切不谈，单单是三转强者的实力，叶星瑶就足以让极光城的所有人恭恭敬敬的待她。面对邱鹤鸣等人，叶星瑶也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目光扫了一眼城外的情况。此刻整个极光城外已经看不见活着的怪物身影。在两大兽王被击杀后，兽巢也就没有了主心骨。面对极光城的强者和后续叶家支援过来的上百位二转强者的屠杀，自然是如惊弓之鸟，迅速退散。现如今极光城外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职业者和城卫军打扫着战场。这一战倒在了极光城外的怪物数量超过1000万，这么多的怪物，就算是爆率极低也会有不少的好东西。对于极光城的这些人来说，如今正是打扫战场的好时机，运气好，说不定就捡到了好装备了。哪怕没有得到任何怪物身上爆出来的装备、技能卷轴、特殊道具等物品，这般庞大数量的怪物尸体也能够采集到大批的材料。对于一些生活类的职业者而言，怪物身上的材料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他们可以用来打造各种装备，制作特殊药剂，甚至制作出拥有特殊效果的美食。看着外面奔走在怪物尸堆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叶星瑶微微颔首，随即看向了邱鹤鸣。邱城主，我听说你们极光城今年有人觉醒了 A 级本源天赋，不知道这位新人在哪？我这一次回到蓝水星，也是有替星辰学院招收一些好苗子的任务在身。叶小姐，这位便是那觉醒了 A 级本源天赋的新人夏清月，还不够快些来。不等邱鹤鸣回答，他身边的王超便是立刻转头朝着后面的夏清月低声催促道。他的声音刚落，周围的人群便是顺着他的目光纷纷看向了夏清月，顿时夏清月就成了城楼上万众瞩目的焦点。夏清月，见过叶小姐。闻言，夏清月也是亦步亦趋的走上前来。周围都是二转境界的强者，尤其是叶星瑶还是位三转强者。他一个刚刚成为职业者的新人，被这么多强者注视着，一时间也是感觉压力山大。小丫头倒是长得不错。看着双手默默抓住自己衣角略显拘谨的夏清月，叶星瑶嘴角一勾道，你刚刚也听见了，以你觉醒的 A 级本源天赋，通过考核成为星辰学院的学员，10拿9稳。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去星辰学院进修？夏清月闻言有些迟疑，偷偷的用余光瞥了一眼被挤在人群后的夏宏远，直到看见夏宏远欣慰的看着他，并且对着他点头后，他这才鼓起勇气的点了点头。我愿意。好，给你1天的时间好好的和家里人道个别，我1天后再来接你。见状，夏清月笑逐颜开，随后又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一旁没有说话的邱鹤鸣道，邱城主，你们极光城培养出了一位 A 级天才，值得嘉奖。现在极光城的危机已经解除，我还需要去其他城市挑选学院弟子，时间紧促，就不再多留了。至于新出现的秘境，上面会尽快派遣强者过来一探究竟。告辞。叶星瑶说完，扫了一眼自己带来的叶家众多二转强者，转头就飞出了城楼。不用他命令，这些人也是纷纷从城楼上一步跃出，奔向了空中他们乘坐而来的战机上。等所有人都进入了战机中后，战机便是在邱鹤鸣等人的注目下飞速远离了极光城，呼吸间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临近天黑，归海绝息斩。远离极光城80公里外，一道道如浪潮般的剑光闪过，剑光所过之处，所有怪物一一被斩。这些怪物都开始退去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怪物可以给我杀了。想要击杀更多的怪物，就得进入那秘境中去。不过这秘境毕竟是新出现的，还不知道稳不稳定，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不要冒险的好。看着自己前方渐渐稀疏的怪物群，以及前方那撕裂空间的巨大裂缝，秦牧摇了摇头，感慨道：从叶星瑶离开之后，他就一个人一路追杀这些怪物，如今已经来到了那一处突发的秘境入口前。看着周围的怪物悉数逃回了秘境之中，他也只好放弃了继续屠杀这些怪物的行动。秘境和副本不同，
秘境入口的存在很多都极其不稳，只有极少部分的秘境入口出现后是稳定的，可以持续的进出秘境之中，斩杀怪物，提升实力。而那些不稳的秘境入口在出现后，短则1-2天，长则3-5天的时间就会再度消失。若是他面前的这个秘境入口是不稳定的，那么他要是进入其中后，秘境入口突然关闭了，那他就不知道要在这入口后的秘境中待多久才能出来。看着越发稀少的怪物，秦牧最终决定离开，反正自己通过了刚刚大肆的屠杀怪物，他的等级也已经从42级达到了50级，经验条也已经储满，无法继续提升，而总血量更是达到了2亿以上。如今的他也是时候前往转职神殿，开始第2次转职。只有第2次转职之后，他才能够继续提升等级，而且成功2转，他又将觉醒出新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有了前面2道 SSS 级的天赋特性，如今这转职后激发的新的天赋特性是什么才是让他最为期待的？极光城还是别回去了，反正现在也已经离开极光城80多公里，倒不如现在去往另一个距离较为接近的云城市，也不过就和极光城多了40多公里。以我现在的速度，用不了多久就能够赶到。拿出一份从极光城内获得的地图，秦牧确定了自己现在的位置后，便是迅速的朝着既定目标飞奔而去。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进行职业2转了。第57章，第一次杀人干脆利落。秦牧通过大量击杀那些怪物，积攒的总血量突破了2亿点，这让他的所有属性都成功突破了2万大关。别看现在的他只是50级1转巅峰的等级，但是战力却是要比任何2转巅峰的职业者都更加的强大。破2万的敏捷属性也是成功的让他现在拥有了2转巅峰刺客都比不上的速度。120多公里的路程，即便是他没有施展全力，也用不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跨越。快到了，已经看到了云城市转职神殿的那一道冲天光束了。不过这城里和城外还真是2个世界啊。短短1刻钟左右的时间，秦牧就已经距离云城市不到20公里的距离。沿途遇到的野外怪物，他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是轻松斩杀。看着远处夜空中闪耀的转职神殿的白色光柱，他也是放慢了脚步，抬头默默地感慨了一声。夜晚一路走来，这么远的距离，他除了遇到不少的怪物外，在城外猎杀野外怪物的冒险者，他也是遇到过不少。漆黑的夜，危险不仅仅只有野外的怪物，还有一些专门从事暗中偷袭、杀人越货的职业者。夜晚的城外远没有城内那般安全。秦牧在靠近云城市50多公里的时候，在他的前进路上就发现了好几具身体残破的人类尸体，也不知道是被怪物击杀的，还是被同类相残的。不管如何，在遇到了那几个死人之后，秦牧也是变得更加的谨慎了起来。哪怕他现在实力强大，在这云城市和极光城这种偏僻的地方，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威胁到他，他也没有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好，就在秦牧继续前进的时候，一只通体漆黑、体长3米的黑豹猛地从一旁的陵墓后窜了出来，嘶吼一声，便是朝着他发出了3道有黑色的能量形成的利爪攻击。不过这头黑豹虽然是突然偷袭，但是秦牧的反应却是出乎了他的意料。几乎是在其出手的瞬间，秦牧的身体便是已经做出了规避动作，身子一侧，轻松地躲开了这一道攻击。在夜空下几乎看不见的黝黑能量利爪攻击也是扑了个空，最后落在了秦牧身后的地面上，将地面打出了一道深深的抓痕，泛着幽幽的火焰。45级精英幽冥豹，哼，找死！躲过了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后，秦牧定睛一看，就将这偷袭他的黑豹属性洞悉，不屑的冷哼一声，银血剑出现在他的手里。下一刻，他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却是已经来到了幽冥豹的面前。在幽冥豹皱缩的瞳孔中，一剑斩落，整个幽冥豹的脑袋便是直接裂成了2半。20W 致命攻击，一剑出，直接将其秒杀，成功击杀45级精英幽冥豹，生命上限加10000。与此同时，秦牧面前也是出现了一行小字，击杀提示让他的总血量再度提升了1万点。滚出来！击杀幽冥豹之后，秦牧并没有离去，而是愤怒地朝着树林深处暴喝一声。现在的他距离云城市已经不足30公里，这样的位置，野外的怪物最多都不超过20级。可刚刚那只幽冥豹却是45级的精英怪物，这种怪物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段。显然，这只幽冥豹根本就不是寻常的野外怪物，而是兽人控制的。而御兽师就是人类职业者中能够控制怪物、为自己作战的职业。能够收服45级精英幽冥豹，那潜藏在暗处的御兽师实力比这幽冥豹也差不到哪里去。不好，点子扎手，撤！与此同时，在秦牧刚刚斩杀了幽冥豹的瞬间，树林深处，一名面相凶恶、满脸胡茬的壮汉脸色骤变，下一刻便是不顾一切的转身就逃。而这时，秦牧那一声暴喝也是传到了他的耳中，
这让他更加的骇然。没想到秦牧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他，这让他更加不敢逗留，催促着坐下的一头强壮的野狼加快了脚步，朝着远处逃去，并且又是控制着身边仅有的几只怪物冲向了秦牧的方向。哎，本以为是肥羊，没想到却是一个煞神，居然一招就将幽冥豹给秒杀了。这次过后，我恐怕就剩疾风狼一只御兽了，亏，太亏了。操纵着自己身边的几只御兽朝着秦牧的方向飞奔而去的同时，壮汉也是懊恼不已。那些被他指挥着去围追堵截秦牧的御兽，在他看来显然是活不成了。不过就算是这些御兽全部死亡，能够让他逃出去，在他看来也是值得的。自从成为御兽师，第一次控制自己的御兽在晚上拦路截杀回归云城市的职业者以来，他成功得手了超过100回，这还是头一回遇到实力这么恐怖的人。哼，找死！强大的精神属性让秦牧敏锐地察觉到了上百米外的树林深处的动静，一声冷哼，他的眼中猛地闪过了一道凌厉的杀机。归海绝息斩！没有动身前往追击，他直接调动了自己体内的魔力，对着那名御兽师所在的方向施展出了杀招。轰轰轰！9道磅礴剑气骤然轰出，前方数百米的所有林木全部轰然爆碎，化作无数木屑。强烈的气场引得狂风呼啸，卷着无数碎屑冲向夜空。那些冲过来的几只御兽更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化作了血雾。卧槽！在归海绝息斩爆发的瞬间，远比乘着疾风狼以为自己可以逃掉的壮汉感受到了身后急速传来的死亡危机，他只来得及爆了句粗口，下一刻就连人带狼全部化作了血色雾气。待剑气消散，秦牧前方数百米的区域再无任何林木矗立，空旷的大地上唯有几件在黑夜中散发着蓝色、绿色宝光的装备静静地躺在了地面上。这正是从那御兽师的身上掉落下来的装备。一个40级的御兽师竟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死有余辜。看着远处的几件精良和稀有级的装备，秦牧身形一闪而过，将其收入背包之中，冷冷地说了一句，身影便是再次迅速消失在了原地。他这边引起的动静不小，云城市应该很快就会派人前来查看，他不愿招惹麻烦，便是先走一步。第58章妖兽。谁能想象1天不到就2赚了啊！就在秦牧刚刚离开此地不久，夜空中一道人影迅速地从夜空中御空而来。来人身上穿着的是云城市城卫军军官的制服，正是云城市的一名2转风系法师，云城市的守城将领。来到此地也是被秦牧刚刚一击爆发出来的动静所吸引，而当他看见了下方那被摧毁的数万坪树林后，他的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上万坪的树林都被瞬间轰成了木屑，如此实力已经不是一般2转强者能够拥有的了。莫非咱们云城市来了一位3转强者？目光死死地盯着下方那密集的树林中空出来的一大块空地，此人不由得惊呼，心中一股莫名的紧张感油然而生，不敢有任何迟疑。他连忙将自己惊讶的发现上报到了云城市的领导人。云城市外出现疑似3转境界的强者，还在云城市外动手。在未搞明白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云城市也得做好充足的应对方案，免得那位未知强者心怀不轨，对云城市带来灾难。对于后面所发生的一切，秦牧并未察觉。在云城市的那位城卫军军官抵达他之前出手摧毁的那一处树林的时候，他早已经离开那块地方快30公里。现在的他已经来到了云城市的钢铁城墙的城门前，然后顺利地进入了云城市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随手斩杀的一个半路想要劫杀他、谋财害命的不法之徒，已经引得整个云城市的高层风声鹤唳，加强了整个云城市的警戒。云城市倒是要比极光城繁华不少，也大了许多。坐在前往转职神殿的的士上，秦牧看着周边的快速倒退的景象，轻声一语。趁着打车去转职神殿的这段闲暇时间，他终于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自己背包中，清点起了今天酣战一整个下午的战利品。金色传说，泰坦碧铠。当秦牧的注意力落在了背包中的瞬间，他顿时心头一震，惊喜不已。泰坦碧铠护腕传说 LV80， 力量加4200，暴击正 20%， 暴击效果正 50%， 特技重力领域，对一定范围内的敌人施展，等级乘5，被重力压制，持续 30s， 冷却3分钟，增加了4200点的力量属性，还有额外的特殊技能能够通过这件装备释放。又是一件极品装备。看了一眼泰坦碧铠的属性后，秦牧更加欢喜。这一件泰坦碧铠正是之前他击杀了泰坦巨猿之后爆出来的最高品质的装备，这属性效果让秦牧非常满意。不说这泰坦碧铠增加的属性，就单凭这一件装备附带的重力压制这个特殊技能，这就足以称得上是传说装备。若是秦牧现在将这一件装备拿出去售卖，绝对能够引起所有2转战士类的职业疯抢，价值不可估量。
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秦牧继续将清点起了自己背包中其他的战利品。他斩杀了泰坦巨猿，除了爆出了一件金色传说品质的泰坦臂铠外，还有3件紫色史诗品质的装备，以及10件蓝色稀有品质的装备。巨猿胸甲、护甲、史诗 LV80， 体质加1350，血量加50万，格挡加1000，免爆症20%。巨石强攻武器史诗 LV80， 力量加1200，穿透加800，攻速正35%。猿王战靴鞋子史诗 LV80， 敏捷加1300，移速正25%。一件护甲、一把长弓以及一双鞋子，都是80级的装备，属性都很不错。秦牧打算将除了巨石强攻之外的其他2件装备都留着给自己等级提升到80级之后换装。至于剩下的10件蓝色品质的装备，秦牧则是打算将其出售。不仅是他击杀泰坦巨猿后爆出的装备，他今天击杀了几十万的其他怪物，也是爆出了不少的装备。但这些装备大多都是一些白色普通品质和绿色精良品质的装备，数量虽然有个10几件，但秦牧也是看不上这些普通品质装备，准备到时候完成2转之后，去云城市的冒险者公会的交易所，连同自己用不到的装备全部卖掉。除了装备外，秦牧背包中还有一个技能卷轴，乃是一个刺客职业的 B 级前行类技能，只能够让刺客和盗贼这些职业学习。他也打算将其出售，换取足够的联邦币，届时他再尝试购买一些合适自己的技能卷轴学习。毕竟现在他手上的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实在是太耗蓝了。现在他的等级虽然达到了50级的一转巅峰的境界，但是他所有的魔力也就只够支持他释放7次半的技能。后续随着实力越发的强大，1秒钟内都足够交手10几次甚至几十上百次。他总不能一直靠着魔力恢复药剂来补充魔力释放归海绝息斩攻击吧。目的地到了，车费50，谢谢惠顾。这时司机的声音打断了秦牧的思绪。见状，秦牧也是取出了自己的不记名金卡，刷卡下车。2转，我来了。看着面前门可罗雀的云城市转职神殿，秦牧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随后他就大步向前，顺利的进入了其中。和他今天上午出到极光城不同，那个时候正好是新手从天启裂缝中出来，急着转职继续提升自己的等级，才会需要排着队等候。而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基本上成为职业者的新人能够达到10级的都完成了1转，自然云城市的转职神殿现在就没有多少人了。小弟弟，那边是2转区，这边才是1转。就在秦牧来到转职神殿准备2转的时候，一名黑丝高跟、容貌靓丽的职员淡笑着提醒道：秦牧实在是太年轻了，一张帅气的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未脱。在他看来，秦牧肯定是这一届年满15岁的新人职业者，有可能在新手村刷怪到10级，还差了一些经验。今天刚从新手村出来，出城刷了一波怪后才提升到10级，再过来1转的。毕竟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虽然他猜的没错，但他又哪里知晓，作为新人职业者的秦牧，他的等级可不是10级，而是达到了50级。当然，任谁都不敢想象，刚刚从新手村出来的秦牧，居然在短短1天不到的时间内，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50级。离开新手村，仅仅半天时间就要2转，这放在整个人族联邦历史上，那都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绝对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第59章，全新的天赋特性和技能，最顶级的保命组合。没有，我就是要去2转区。秦牧闻言，转头对着女子淡淡一笑，随即便是进入了2转区的战士转职房间。这真的是要2转？咱们云城市居然有这么年轻的2转强者？可能是这位弟弟的长得比较稚嫩吧。我之前的猜测是错的，他不是这一届的新人，应该是往届的职业者。对，一定是这样。得到了秦牧的回答，看着秦牧进入了战士2转的房间，黑丝女子先是一愣，随后又是连忙的说服了自己。她并没有去想秦牧就是这一届的新人，毕竟仅仅1天的时间就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能够进行2转的50级，这对于一个小小的云城市，甚至整个蓝水星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仅仅是一个小插曲，并没有让秦牧的2转受到任何的影响。进入了专属于战士的2转房间后，秦牧伸手放到了转职圣柱上，直接进行了2转，并且将职业选择为了狂战士。随着秦牧站在转职圣柱面前，选择自己的2转狂战士职业后，一道光芒瞬间笼罩在了他的身上。下一刻，一道声音就从他的脑海之中响起：叮！转职狂战士成功！叮！等级提升，力量加40，体质加40，敏捷加20，智力加10，自由属性点加200。随着秦牧完成2转，早已经积蓄到了100%的经验值，一瞬间清空。而他的等级也从50级的一转巅峰达到了51级。相比于一转升1级最高单属性提升10点，现在2转之后单属性最高提升了40点，是之前的4倍。而且
自由属性点更是达到了200点，更是原先一转时的5倍提升。果然，越到后面转职的次数越多，所获得的实力提升也更加的恐怖啊！看着自己提升1级之后获得的属性增幅，秦牧也不由得低声说道：“一转升级，1级力量可是只增加了10点，而他的自由属性点则是40点。因为有着新人王者的金色称号，现在的他提升等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都是其他人的2倍。也就是说，一转普通职业者提升1级，获得的自由属性提升则是20点，2转了也就只有100点。以后随着秦牧的转职次数越来越多，他这一个在新人试炼中获得的金色新人王者的称号带来的效益会越来越大。当然，有了血神恩赐的天赋特性，他对于这一点的属性提升也没有那么在意就是了。到了后面，他遇到了高级的怪物，哪个不是几百上千万的血量，实力强大了，他随便一个技能斩杀几百上千头怪物，就能够鼓增加几千万的总血量，凭借着血神恩赐的天赋特性，就是几千点全属性的增长，这可比他升级给的属性加成强多了。看看这一次我觉醒的全新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吧。没有太过关注自己2转之后升级的属性提升，秦牧紧接着就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上，看向了自己的属性后面的天赋特性和技能。姓名：秦牧，职业：狂战士，等级 LV51%0%，转生2转，血量20813万，魔力15000，力量22170，体质21910，敏捷22252，智力21392，自由属性点200，装备银血剑 LV30，本源天赋血海无量，超限级，以万灵之血汇聚无边血海，每次转生可觉醒一项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天赋特性： 1. 饕餮盛宴 SSS 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获取其最大生命值 5% 的血量上限提升。 2. 血神恩赐 SSS 级，最大生命值每突破1万，全属性增加1点。 3. 血神分身 SSS 级，每1血量可额外凝聚一具无主动意识的血神分身，具备本体 100% 全属性实力，可指挥其协助战斗，分身存在时将会主动承受本体致命伤害，替死保命。天赋技能： 1. 血祭裁决 SSS 级，献祭自身 1% 最大生命值，对血量低于最大生命值 10% 的目标予以斩杀。 2. 血神武装 SSS 级，燃烧 100W 血量，召唤血神武装 ES， 武装期间自身将处于无敌状态，每燃烧100万血量，持续时间增加 ES。 3. 移形幻影 SSS 级，燃烧自身 50% 血量，无视一切禁锢，一切空间，实现本体和分身的位置互换。普通技能： 1. 复苏之风被动 S， 当前生命值低于 30% 时触发强力恢复效果，瞬间恢复 50% 总生命值，并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所受的生命值恢复效果提升 500%。 技能冷却 EH。 2. 归海绝息斩 S 级，消耗2000点魔力，施展出9道剑气攻击敌人，每增加1道剑气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提升 100%， 并附带击飞效果。卧槽！卧槽！卧槽！当秦牧看见了最新的天赋技能和天赋特性后，整个人都有些懵逼。血神分身，现在的他已经拥有了2亿多的总血量，可以直接凝聚2个分身，让他的实力瞬间暴涨2倍。同时配合上刚刚觉醒的第3天赋技能，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再犹豫是否要去星辰学院走一趟了。有了移形幻影，只需要在云城市设立1道分身，等他本人去了那座大型副本，获得了第2次转职的机会。倘若遇到危险，他完全可以直接施展移形幻影，本人和分身的位置兑换回来。这个天赋特性以后等我血量提升到数千亿甚至更多的时候，岂不是能够分身1万？有了1万分身，我再将分身遍布整个宇宙，到时候谁能杀我？血神分身和移形幻影这2个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的配合，简直就是最佳的保命技能。稍微一思量，秦牧便已经发现了自己2转之后获得的新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究竟有多么变态。2者结合，让他即便是现在保命的能力那也是直线飙升。现在2亿多总血量的他，只要凝聚出2道血神分身，他就相当于多了2条命。深吸了一口气，秦牧渐渐平复了激动的心情。调整好情绪和表情后，他便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走出了转职房间，离开了转职圣殿，朝着云城市的冒险者公会的方向走去。他需要将自己背包中不需要的物品全部售卖出去。第60章，疯了吧？这么极品的装备居然要卖掉！云城市的冒险者公会和极光城的一样，都是坐落在云城市的最中心，并且和转职神殿距离并不远。秦牧很快就来到了冒险者公会的交易行中，先将自己背包里面的20几件装备都卖出去，再看看这云城市有没有好一点的狂战士的技能。
进入交易行，秦牧环顾了周围一圈，很快他就找到了目标。你好，我要出售一些东西，麻烦将你们的经理叫过来吧。秦牧来到了收购装备、技能卷轴的柜台前，对着面前的职员开口说道：“这位冒险者，咱们经理暂时在忙，你要是有物品出售，我也是可以代劳的。”柜台职员看着秦牧如此年轻，他并不觉得秦牧手里会有多贵重的物品。对于秦牧一来就要让他们的经理过来交易，这在他看来，秦牧这名一个稚嫩的少年还不够资格。你能够做主交易的话，也行。见状，秦牧也是点点头，对着他说道。对于这名职员对他的看法，他一点也不在意，只要能够迅速的将他手中的这些无用的装备和技能卷轴全部出售就行。话音一落，他就将自己背包中的20多件装备和那本 B 级的前行技能卷轴一股脑的取了出来，堆在了这名职员面前的柜台上。死！这是紫色史诗级的装备，还有这些都是蓝色稀有级装备，居然这么多！我的天，居然还有一本 B 级技能卷轴！你确定要全部卖掉吗？当看着自己面前堆积成山的宝物，这名职员脸色顿时大变，一双眼睛瞪得滚圆，满脸的不可置信，声音都开始颤抖，说话都不自觉地结巴了起来。都卖出去，你快点给我将这些装备和技能卷轴估个价，我待会还有事。看着面前已经被震撼的失态的职员，秦牧则是一脸淡然地说道：“这个。”只不过这时，秦牧面前的这名职员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窘迫的神态，眼神看着秦牧有些飘忽不定，欲言又止。怎么？你不是可以做主交易的吗？怎么慢慢吞吞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别浪费我的时间。看着他的模样，秦牧脸上闪过了一抹不耐烦的神色，心中却是暗自好笑。抱歉，尊贵的冒险者，您这些物品实在是太贵重了，尤其是这把80级史诗品质的长弓和这 B 级的技能卷轴，在我们云城市的冒险者公会几乎没有遇到有人会出售这么贵重的东西。恕我刚刚的冒昧，我这就去请我们的经理出来。秦牧脸上的不悦神色看得这名职员心中一颤，连忙深吸了一口气，对着秦牧表示了最诚恳的歉意。他现在也意识到了自己刚刚犯了多大的一个错误，面前这少年可不是什么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能够拿出这么多好东西，还对此不屑一顾。对方应该不是云城市的本地人，而是更高级的城市中的世家大族的弟子，又或者对方本身的实力就深不可测。不论是哪一种，都不是他一个小小的职员可以得罪的。为此，秦牧没有回话，只是更加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速度快些。见状，这名职员如蒙大赦，立刻对着秦牧点头，然后转身飞奔着去找自家的经理救场，并没有让秦牧等多久，那名职员就再度回来。这一次，他则是跟在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身后，诚惶诚恐的不敢说一句话。女子的到来则是让秦牧眼前一亮，1.7米的身高，一身开叉到了大腿根的旗袍，将他那前凸后翘的火爆身材完美的展现了出来。行走间若隐若现的美好风光，惹得人心驰神往，目不转睛。精致的脸庞，肌肤吹弹可破，娇艳欲滴。54级鉴定大师，居然是2转生活职业，难怪能够成为这里的经理。对方并没有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秦牧在好好的扫视了他的浑身上下一眼后，就查看到了他的职业信息，顿时心中一动。很快，两人一前一后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我是这家交易行的经理雅芳，不知道先生怎么称呼？来到秦牧面前，雅芳眼光扫了一眼他前面柜台上堆放着的各种装备，眼底深处闪过了一道很隐晦的震撼神色。不过，他也很快就将这一抹震撼隐藏，转而看向了秦牧。冒险者公会，血神，雅经理既然是2转鉴定大师，想必会很快给我做出这一批东西的报价吧。秦牧并没有用自己的真名，也没有像之前面对叶星瑶的时候一样使用假名，而是将自己在冒险者公会注册的冒险者的称号说了出来。听见血神2字，雅芳的嘴角微微上扬，他自然是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秦牧用的是自己的冒险者称号，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和秦牧继续的话题。眼看着秦牧注意力都在自己面前的一批装备上，他也是立刻点点头，满脸媚意的笑道：“那是自然，请血神大人稍等片刻。”话落，他这才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秦牧面前的几十件装备上。80级史诗品质的武器，市场价值高达5亿联邦币；10件稀有品质的80级装备，每件都能价值3000万联邦币；18件30到60级不等的普通精良品质的装备，折合1块，算4000万联邦币。至于这 B 级的技能卷轴，适合盗贼、刺客的前行技能，价值比主战职业的杀伐技能稍低，不过绝对也值5亿联邦币。这些装备和技能卷轴总计价值13亿4千万。血神大人，您看这报价，您是否满意？迅速的扫过了所有的装备属性和技能卷轴的属性后，雅芳很快就给出了总计的报价，巧笑嫣然的看向了秦牧。13亿4千万吗？倒也和我估算的差不多。
听见他的报价，秦牧微微颔首，随即便是点头道：“可以，成交。”言罢，不等雅芳开口，他又是对着雅芳询问道：“对了，雅经理可知晓在这云城市的冒险者公会的交易所中是否有 B 级以上适合狂战士的技能卷轴出售？”第61章13亿4千万荆棘软甲，狂战士的技能吗？雅芳闻言，脸上也是闪过了一抹错愕的神色。不过很快，他也是因此知晓了秦牧的职业，心中暗道一声：秦牧果然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强者。狂战士，这可是战士职业后转职的职业。秦牧需要狂战士的技能卷轴，这就说明了对方最低都是一名2转的狂战士了。2转强者，在云城市这样的小地方已经是一流的强者，整个云城市都没有一位3转强者。最为强大的市长，那也不过是接近2转巅峰，仅仅是93级罢了。尤其是秦牧现在拿出来的一批装备中，就有1件80级的史诗级装备和10件80级的稀有级装备。从这些装备的等级和品质上看，身为鉴定大师的他自然也能猜到这些装备很可能是出自 BOSS 的身上。只有击杀80级以上的 BOSS 才有机会爆出80级的装备，而整个云城市附近能够拥有80级 BOSS 的副本也就只有一个罢了。但这个副本中的 BOSS 所爆出来的装备和物品却是与秦牧拿出来的这些装备和物品完全不同，因此他现在能够断定秦牧这是来自云城市外的强者，很有可能是省城那种大地方出来的职业者。但这样想确实又有一点让他有点想不通，既然秦牧是大城市出来的人，那为何他不在大城市的冒险者公会的交易行中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反而是跑到了小小的云城市来？狂战士的技能卷轴云城市也不是没有，但是数量极其稀少，而且品阶都不高。在他的印象中，貌似最高的也只是一本 C 级技能卷轴。实在是抱歉，我们这边最高级的狂战士技能卷轴也只是 C 级的技能卷轴，比您所需要的 B 级技能卷轴还差了不少。不知道您是否需要这一份 C 级技能卷轴？稍微正了正神，雅芳略带着歉意对着秦牧说道：“只有 C 级，等级低了些，那还是算了吧。”听见这个回答，秦牧则是有些遗憾地说道，但并没有多少的失望，毕竟在这云城市能够有 C 级的技能卷轴已经差不多是极限了，没有 B 级的技能卷轴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微微迟疑了片刻，秦牧又一次看向了雅芳那一双散发着一丝若有若无魅意的双眼，淡淡道：“劳烦雅经理带我去看看你们交易所的装备，我需要一些能够提供反伤属性的护甲，等级和属性加成都不需要多高，只要反伤的比例足够高就行。”现在他身上除了30级的银血剑外，其他的装备还都是之前在新手村获得的10级的装备。除了传说品质的金刚王戒，他身上的10级的史诗级狼王套装提供的属性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当然，有了血神恩赐的第2项天赋特性，现在秦牧也不需要多好的装备来给他提供属性上的增幅。正如他所言，不需要装备的等级和增幅的属性有多高，如今最适合他的装备属性就是反伤属性。以他现在的血量，拥有反伤属性的装备才是最适合他的。只要拥有足够的反伤属性，配合上如今他那高达2亿多的血量，就算是面对一位2转巅峰的强者，他站着不动在原地被对方打，仅仅是靠着装备带来的反伤效果，就足够让他的敌人喝上一壶了。碰上一些血低攻高的对手，他甚至可以靠着反伤将对方反死。具备反伤属性的装备我们这边倒是不少，您请跟我来。见秦牧没有着急着让自己将刚刚出售装备的巨款第一时间拿下，雅芳也是立刻笑着说道，眼神示意身后一直一言不发的柜台职员将秦牧的这些装备收下，陈列在柜台上展示后，他便是一个人带着秦牧朝着他需要的装备出售区走去。很快两人就来到了目标区域。根据秦牧刚刚提的要求，雅芳很快就选出了几件具有反伤效果的装备摆在了秦牧面前。这是反伤刺甲，50级精良品质的护甲，属性虽然不高，但是可以将自身所受伤害的 10% 以法术伤害的形式对敌人造成伤害。还有这件荆棘软甲，等级30级，但却是稀有品质的装备，反伤效果达到了 15%。 这是短短的1分钟的时间，雅芳就给秦牧介绍了10几件反伤效果不错的装备。最终秦牧也是挑选了第2件30级稀有品质的荆棘软甲，虽然等级不高，但是反伤效果十分可观， 15% 的反击伤害，在他这一身高达2亿多的血量面前将会拥有极大的收益。而且随着他的血量到后面会越来越多，这一件荆棘软甲的收益也将会持续扩大。好了，我就选这一件荆棘软甲吧，多少钱？决定好了之后，秦牧便是对着雅芳开口询问道。看着秦牧手中的荆棘软甲，雅芳脸上则是绽放出一抹动人的笑容，对着他道，就这件荆棘软甲虽然是稀有级别的装备，但是等级也就只有30级，我们交易行出售的价格在500万左右，这边扣除500万，
您这次在我们交易行出售装备和技能卷轴的收益一共13.35亿联邦币。全部打到这张卡里。秦牧闻言点了点头，取出了自己之前在极光城交易的不记名的金卡，交给了雅芳。接过了秦牧手中的金卡，不多时就已经完成了交易。13.35亿，加上剩下的300多万，差点13.4亿。先在这云城市内购买一处房产，到时候凝聚出自己的2道血神分身，就可以留一个分身在云城市内保底，然后自己再跟着叶星瑶去那星辰学院走一趟。大型秘境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绝对不容放过。秦牧走出了冒险者公会，便是朝着云城市的安居署而去。第62章闯秘境，疯狂刷怪。云城市中心的一座别墅内，秦牧看着身边2具和他一模一样的血神分身，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没想到血神分身的凝聚要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的轻松，1分钟就能够凝聚出一道拥有我除却装备和称号加持外的全部实力的分身。但笑一声，秦牧便是给其中一道分身穿戴整齐，便是让他在这座他刚刚从云城市的安居署耗费2亿巨资购买的别墅中停留。这样他之后随着叶星瑶前往星辰学院，遇到了什么危险，他也可以直接施展出移形换影，同这一具分身交换位置，保住自己的性命。安排好了自己的这一具分身后，秦牧意念一动，另外一具分身便是直接化作了一滴鲜血，融入了他的体内。只要他愿意，他瞬间就能够召唤出这一具分身，协助他一同战斗。做完了这一切后，秦牧这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泡了一个热水澡，好好的休息了一番。虽然有着活力，苹果在今天下午他疯狂杀怪的时候缓解了他身体的疲惫，但是心神难免有些疲惫，这是活力苹果所无法恢复的。美美的睡了一觉，秦牧一大早的起来，匆匆的吃了一顿早饭后，便是朝着云城市外赶去。昨天他和叶星瑶谈到前往星辰学院的时候，叶星瑶已经告诉他在1周内都可以联系上对方，只要他愿意前往星辰学院，到时候联系叶星瑶就能够随着他一同前往星辰学院。至于现在，秦牧反正也还有6天的时间，在这6天的时间内，秦牧打算好好的将自己的等级和血量再刷上去。至于这6天时间刷怪的目标，那自然是之前极光城80多公里外的那一座新出现的秘境了。昨天他在云城市的冒险者公会之中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云城市周围的副本的情况，最高级的副本也不过是90级不到的等级就能够进入，而在这些副本之中，怪物的等级虽然高，但是数量却是不多。相比于等级的提升，秦牧现在最需要的还是将自己的血量提升上来。只有将自己的血量提升上来之后，他的实力才会获得更大的提升。而且现在拥有了血神分身这般强悍的天赋特性，血量越多，他就能够拥有更多的血神分身，这无疑是他最大的保命手段。只要血神分身足够多，再强大的敌人也无法轻松的将其扼杀。之前遇上的幽冥族刺杀，将他直接在星际传送大阵的虚空通道之中杀了一次，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宇宙中其他种族必杀的对象。对于天赋强大的职业者所处的严峻环境，他也是有了深刻的认识，比整个人族联邦的任何一个未成长起来的所有天才都更加的清晰。毕竟整个人族联邦之中的天才，又有谁是和他一样的经历过起死回生经历的？正是因此，秦牧才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能够保命手段的重要性。凝聚更多的血神分身，才会让他的安全有更大的保障。带着一丝热切，秦牧冲出了云城市，一路朝着之前那一座秘境的方向冲去。还好这一座秘境还在，虽然这一座秘境目前还没有稳定下来，但有了移形换影这个天赋技能，我就算是进入其中后，这一座秘境的入口崩溃，我也能够通过这个技能将自己和在云城市的那一具分身互换位置。不到1刻钟的时间，秦牧就奔袭了100多公里，来到了秘境入口外。但笑着看了面前的秘境入口一眼，他没有太多的犹豫，设置好5天的定时后，他便是一头扎进了这座秘境的入口中。秘境自成天地，秦牧在这秘境之中是无法感受到时间的具体流逝的。为了不耽误自己和叶星瑶一同前往星辰学院的计划，他自然是要设置好定时时间。时间一到，就该从秘境中出来，联系叶星瑶，带着他一同前往星辰学院。荒凉。刚刚进入秘境之中，这里面给秦牧的第一感觉就是荒凉，周围没有任何的植被，只有一片一望无际的荒凉大地。看着这地面上的痕迹，之前的那些兽潮应该是前往了秘境的更深处。咱还是沿着这些畜生留下的足迹一路追赶，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批畜生吧。环顾了4周一眼后，秦牧没有发现任何一只怪物，也只好是顺着自己脚下的痕迹追寻而去。之前那些兽潮攻击极光城无果后，逃回了秘境之中，大量的怪物在这地面上留下的足迹可谓十分显眼。他相信自己只要跟着这些足迹，就能够轻松的找到这些家伙，哪怕这些怪物躲藏的再深，终将被他发现。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在奔行了近100公里之后，
他的视线中终于是出现了大批的怪物，而且随着他深入秘境之中，周围的景物也多了起来，植被渐渐的变得茂密，不再是一开始进入秘境之中的那种一望无际的荒凉。而在不远处的前方，数公里之外，更是有着一座由东至西连绵无尽的大河。正是这一条大河周围有了怪物的踪迹。仅仅是看了一眼，秦牧就见到了这一条大河肉眼可见的两畔有着不低于数千只各种各样的怪物。同时，因为没有了之前攻击极光城时的泰坦巨猿和雷炎狮鹫这样的 BOSS 的震慑，这些怪物之间也在上演着弱肉强食。秦牧扫视这一片大河流经的区域周围时，还时不时的能够看到一些强大的怪物对着一些弱小的怪物发起攻击，驱离自己身边，有的更是直接将弱小的怪物直接杀死，将其血肉吞噬。总算是找着你们了，分身出来干活了，给我将所有看得见的活物全部斩杀。看着远处的怪物，秦牧脸上露出了一抹如释重负的笑容，淡淡的吐了一口气。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血气从他体内飞出，瞬间凝聚成了一尊血神分身。有着秦牧的命令，这一具分身刚刚出现，便是抢先一步冲了出去，杀向了前方的怪物群中，成功击杀55级精英嗜血狂狮，获得少量经验。成功击杀55级精英嗜血狂狮，生命上限加4000。这家伙除了是自己的保命底牌外，还是一个不错的打手，不知疲倦，严格执行我的命令，而且分身击杀的怪物也能够替我增加生命值上限，不错，不错。哈哈，看着眨眼间冲到了怪物面前，斩杀怪物的分身，秦牧大喜。话落，他也不再迟疑，一同加入了战斗之中。第63章，实力暴增。惊喜的夜星瑶，成功击杀69级山地灰猫，获得少量经验。成功击杀69级山地灰猫，生命上限加15000。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又是一剑斩出，秦牧将面前的上百只怪物全部清理完毕，看了看时间，缓缓说道。决定之后，他便是直接朝着之前自己进入秘境中的秘境入口所在的方向飞奔而去。经过半个小时的飞奔，秦牧也再度看见了那一道熟悉的空间裂缝。而在他抵达了空间裂缝，也就是这秘境的出入口之后没多久，一尊分身便从远处飞奔来，正是他凝聚的血神分身。分身来到了他的面前后，不用等秦牧开口，就化作了一道血气融入了秦牧的体内。将这一道分身收起，秦牧并没有转身离开秘境，而是继续在原地等待了起来。因为他在这5天的时间内斩杀了多少怪物，他自己都数不清了。血神分身能够替他猎杀怪物，让他击杀这些怪物的速度更上一层楼。因此，在他每次血量提升超过1亿的时候，就会立刻凝聚出新的血神分身，然后安排这些分身前往整个秘境的各处猎杀怪物。刚刚收入他体内的那一具血神分身，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具罢了。在这5天的适应之中，秦牧也是发觉了自己的血神分身凝聚是有限制的，那就是每1亿血量就只能够凝聚1道血神分身，若是这一尊分身损失了，可就无法第2次凝聚。打个比方，秦牧之前2亿血量的时候，可以凝聚2道血神分身，若是其中一具死亡，那么他就只能够继续保持一具血神分身，无法重新凝聚那一具被毁灭的分身。而就算是他的血量再次提升到3亿，他也只能够凝聚血量突破后提升上来的那1亿血量可以凝聚的分身，保持最高2具分身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许墨的血神分身损失掉，那他最高能够拥有的分身数量，就是他总血量除去1亿，再减去那些损失的分身数量。正是如此，秦牧才会在这里等待自己凝聚的其他分身赶来，他才会离开此秘境。虽然有着数量上的限制，但是这些天里，秦牧也是发现了一个令他无比惊喜的事情，那就是在他本体实力提升的同时，他所有的血神分身都会同步提升。这也让他之前对自己先凝聚出来的血神分身实力跟不上自己本体发育的担忧烟消云散。在他的等待下，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又是接连有35道血神分身赶了回来。将所有的分身收回之后，秦牧这才微微颔首，36道分身全部收回，现在可以离开了。话音一落，他就转头跨过了身后的空间裂缝，离开了秘境。离开秘境，前往极光城的路上，秦牧扫了一眼自己现在的属性：姓名秦牧，职业狂战士，等级 LV70 12.88%，转生2转，血量371300万，魔力370万，力量373180，体质372990，敏捷372522，智力371932，自由属性点0。这些天的咱的实力可谓是大幅提升了，虽然等级只有70级，但是总血量却是突破了37亿，全属性也都高达37万以上。这般强悍的属性，
别说二转职业者，就算是叶星瑶这样的三转职业者，我也能够单手拿捏。以我现在的实力，进入那大型副本，谁人能挡？第二职业的兼修机会，我要定了。血法师，我也当定了。看着自己现在堪称豪华的属性，秦牧满腹自信。二转职业者每次提升等级获得的属性增长最高为40点，就算是将100点自由属性全部加点在单一属性上，50级的提升也不过7000点的属性提升。而根据他的了解，三转职业者的等级提升，单一属性的增幅会达到200点，自由属性将会达到500点。三转100级的提升，全部自由属性加到同一属性上，最高也才7万点的属性。就算是拥有一身200级的极品史诗级装备的三转巅峰强者，所有属性在装备的加成下，最多也不过30万。这还是单一属性最高的情况下，若是均衡到其他属性上，恐怕装备了极品史诗级套装装备的200级三转巅峰强者，平均属性都不会超过20万。秦牧现在除了不会飞之外，已经全方面碾压了绝大多的三转巅峰职业者。这样的实力，在一批没有达到三转境界的二转职业者面前，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哪怕是这些二转职业者都是人族联邦的各道高等学府的精英，甚至是这一届觉醒 SS 级、SSS 级的天才职业者，对他而言都没有任何的威胁。何况现在他只是到了和叶星瑶给他说的1周时间的期限，而他一开始收到了叶星瑶消息的时候，距离副本真正开启的时间足足半个月的时间。现在他即便是跟着叶星瑶去了星辰学院，他也还有1周多的时间可以继续升级刷血量。等到了那大型副本开启的时候，他的实力将会变得更加的强大。秘境距离极光城的距离要比云城市更短，如今秦牧实力大增，他更是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回到了极光城内。回到极光城后，他便是点开了自己的好友列表，向着里面唯一一位好友叶星瑶发送了自己确定要跟着他一同前往星辰学院的消息。只是刚刚发送这一道消息过后，秦牧立刻就收到了叶星瑶的回复。叶星瑶，蔡坤，你总算是来消息了，这都最后一天了，我真的害怕你不跟我去星辰学院了。你现在在哪？我立刻过去接你。正好我在蓝水星上的工作也做完了，接上了你就直接出发前往星辰学院。我就在极光城，这段时间都在刷怪升级，这不刚刚从副本出来就联系上你了吗？秦牧看着自己面前迅速弹出的消息，念头一动就将自己现在在极光城的消息发送了过去。叶星瑶，好的，你稍等，我马上就到。轰隆隆，两人刚刚结束聊天10分钟左右，极光城的上空，一座超200米的宇宙战舰物的出现，顿时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秦牧。这么快就到了吗？看向了空中的巨大战舰，秦牧也猜到了，这就是叶星瑶要前往星辰学院的座驾了。第64章 C9 级战舰前往星辰学院。这是 C9 级战舰，有着能够防御4转巅峰强者攻击的防护罩和发挥出4转巅峰强者攻击的舰炮。这一艘战舰，整个蓝水星的最强者，蓝水星星主都不曾拥有吧？到底是谁在这战舰上？到极光城又是来干什么的？战舰刚刚出现，不少识货的人心中大为震撼。倒是极光城的城主邱鹤鸣以及一中的校长王超等少数几人眼前一亮，他们已经猜到了这一座战舰上的人究竟是谁了。除了星辰学院的叶星瑶，还能有谁？与此同时，秦牧的联系人上叶星瑶也是立刻向他发来了消息。叶星瑶，蔡坤，你现在在哪？我已经到了极光城上空了，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坐标，我用飞船的粒子传送将你传送到飞船上来。粒子传送吗？秦牧看着自己面前叶星瑶发来的消息，低语一声，随即他也是将自己的位置告诉了叶星瑶。下一刻，他就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锁定了一样。叶星瑶，蔡坤，我找到你了，你不要抵抗，不然传送会失败的。看着叶星瑶发送过来的消息，秦牧刚刚警惕起来的心也放了下来，并没有抵挡锁定他的这一股力量。很快，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传来，一道光束从天而降，将他笼罩。下一刻，他的眼前一白，身躯便是化作了点点光粒，消失不见，顺着光柱一同消失。等到秦牧感觉周围的场景发生变化后，他的视线也是瞬间恢复。再一看周围，却是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战舰的内部，自己所处的位置是一个8边形的特殊平台上。蔡坤！不多时，叶星瑶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秦牧的面前，高兴地向着秦牧打招呼。今天的叶星瑶并没有身穿之前秦牧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一身机甲，而是换上了一袭淡蓝色的连衣裙，3000青丝垂落，露在外面的肌肤似雪般白皙。这一副和之前截然不同的邻家大姐姐的气质，让秦牧眼前一亮。若不是看着那精致且熟悉的面容，秦牧恐怕一时间都未必能够将她认出来。叶小姐。见状，秦牧也是微微颔首，对着叶星瑶回应道：嗨，现在就不要叫我叶小姐了，听着怪生分的。既然你已经决定跟我去星辰学院了，
以你的天赋和实力，定然能够一举成为星辰学院的核心弟子。到时候咱们就是同学了，你以后就叫我学姐吧，或者直接叫我星瑶也可以。听见秦牧和之前一样称呼自己，叶星瑶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对着他说道：“那我以后就叫你学姐好了。”见状，秦牧也不推辞，点头说道：“走吧。现在已经将你接上学院分给我的这架 C9 级战舰，咱们也是时候出发前往星辰学院了。蓝水星距离星辰学院8000光年，哪怕是进入曲速飞行，也要整整1天的时间才能够抵达。先随我去大厅吧，这次有资格前往星辰学院的4位新人也都在大厅呢。”见到秦牧改口，叶星瑶也没有再在这极光城上空停留的打算，而是即刻前往星辰学院。至于夏清月这些蓝水星上被叶星瑶接往星辰学院的普通学员，早就已经在3天前就被叶星瑶派遣过来的强者接到了省城叶家的基地。在他刚刚出发从省城来到极光城的时候，就已经全部登船了，现在正在战舰的大厅静静的等候。整个蓝水星一开始叶星瑶找到的有资格进入星辰学院深造的人足足18位，其中大部分都是觉醒的 B 级的本源天赋。只不过在之前的考核中，这些 B 级天赋的天才们都被淘汰掉了，能够脱颖而出的也就只有4人，其中就包括了 A 级本源天赋的夏清月。至于其他3人，则是2人都为 A 级本源天赋，唯一一个 B 级本源天赋的天才也是靠着自己的敢打敢拼，还有自身的 B 级本源天赋，也是 B 级天赋中最为顶尖的一种，这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了蓝水星上唯一一位能够进入星辰学院的 B 级天赋职业者。叶星瑶既然负责这一次在蓝水星上的新生招募工作，自然也要替星辰学院把关。毕竟星辰学院所管辖的星空范围高达上万光年，在这方圆上万光年的星空中，也是有着数量庞大的星球，哪怕是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这些星球之中万中无一。但是在这庞大的区域内，也是有近万颗人族生存的星球的，每一个星球距离星辰学院远近不同，若是将全部的人都拉到了星辰学院再进行考核，最终还需要将那些被淘汰的新人遣送回到自己原来的星球上，一来一回徒增消耗。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星辰学院才会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让到自己势力笼罩范围内各个人族的生命星球中招生的老师和核心学员就地展开考核，这样就免去了来回多跑一趟的消耗。一颗星球上只有4个人合格吗？这星辰学院的选拔还真的是够严苛的，这难度恐怕要比咱之前穿越前考上北大清华都高得多。而且这还只是荒神星域中勉强能够排进前1000的高等学府，不知道那些荒神星域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的招生条件和考核又有多高多难。在星辰学院 S 级的天赋职业者就能够成为核心学员，恐怕那些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只有 SS 级的天赋职业者才能成为核心学员吧。这还只是一个荒神星域，人族联邦类似荒神星域的星域足足有18座，而除了人族之外，这个宇宙之中还有其他数不尽的不同的宇宙种族，数不尽的天赋职业者。宇宙之浩瀚，最高处的风景又究竟如何，还真是令人期待啊。听见了叶星瑶的话，秦牧静静地跟在他的身后，心中默念，对星辰学院的招生要求之严苛也是感到了一丝震撼，同时也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让他对登临这个世界的最顶端去看那不一样的风景也是越发的向往。第65章，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跟随着叶星瑶来到了战舰大厅后，秦牧就见到了在这里面的另外4名一同前往星辰学院的新人，3男1女，其中一个就是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夏清月。是他居然也是这一届刚刚觉醒的职业新人，怎么可能？当看见了秦牧后，夏清月脸上顿时出现了一抹惊讶的表情。之前在极光城遭受了兽潮攻击的时候，他可是亲眼目睹了秦牧的强大，一人之力在万千兽潮之中7进7出，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正是因为秦牧的突然驰援，义无反顾地从极光城的城墙上一跃而下，这才将他和他哥哥夏宏远以及其他的10几个实力低微的职业者救了下来。秦牧对他可是有着救命之恩的。最开始他看着秦牧如此强大的实力，还以为对方是极光城的2转强者，却没想到秦牧这一次居然是跟着叶星瑶一同来到了前往星辰学院的战舰上，而且还是让叶星瑶特意赶来亲自来接的人。这便是意味着秦牧的不仅仅是这一届觉醒的新人，还拥有着足以让星辰学院核心弟子都要刮目相看的强大潜力。若他真的是和我同一届觉醒的天才，那他的天赋该多么强大！ S 级还是 SS 级？看着秦牧和叶星瑶2人有说有笑，毫不拘谨地交谈着，夏清月对秦牧的实力和天赋也是倍感好奇。他已经认定了秦牧拥有着至少都是 S 级的本源天赋，很大可能是 SS 级的本源天赋，不然不可能会比他强这么多。各位，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蔡坤，
乃是我代表星辰学院特招的核心学员。你们现在已经是同学了，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吧。来到了众人面前，看着连忙起身相迎的夏清月四人，叶星瑶也是笑着对着所有人开口说道，率先向所有人介绍起了秦牧。夏清月，见过蔡学长。1周前在极光城外，还多亏了学长仗义出手，救下了我和哥哥。学长对我们兄妹良有救命之恩，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夏清月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见状，夏清月则是率先做出了表率，对着秦牧恭敬地称呼道，同时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向秦牧表示了感谢。听夏清月这么一说，秦牧也是回想起了之前在兽潮冲击极光城的时候自己救下的那一批人，很快也是恍然大悟，难怪我说看着这小妮子有些熟悉，原来是之前就见过面的。暗中感慨一句后，秦牧也是露出了一副和蔼的笑容，看着夏清月道，顺手而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哈哈哈。在他看来，这确实是他随手而为的事情，他当初出手也正是不偏不倚的，正好在他们的面前那一座城段。急着刷怪的他，自然是一下城墙就将面前可以看到的所有怪物全部斩杀了。至于救下了这些人，也是和他说的一样，顺手而为。若是他不在夏清月他们那批人的附近，他也未必会专门赶过去救人，毕竟一点也不熟悉。听见了两人的对话，叶星瑶也是目露诧异，他没有想到两人之间居然还有这样的关系，同时也是对秦牧刚刚说的话不禁莞尔一笑，那可是救命之恩，哪能算是什么不足挂齿的小事。陈浩，见过蔡学长。刘能，见过蔡学长。在夏清月之后，其他3名男生也都是立刻向着秦牧打着招呼。叶星瑶已经说了，秦牧是他特招的星辰学院核心学员，因此他们称呼秦牧为学长也不过分。他们这些人进入星辰学院也不过是普通的学员，核心学员的身份可比他们4人尊贵得多。在短暂的彼此认识之后，叶星瑶也是开启了飞船的曲速飞行模式，紧接着就让秦牧他们几人各自寻找一个房间进行休息。秦牧也没有推辞，直接找到一个房间，自顾自地休息了起来。从这里到星辰学院还得耗费1天的时间。从进入秘境之中刷怪开始，他就已经是5天5夜都没有喝过眼，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做的，能够好好的休息1整天的时间也颇为不错。1天后，感觉到战舰一阵抖动的秦牧立刻从床上坐起，透过房间的窗口朝外望去，就看见了周围有着无数的星舰出现，都是一同朝着一个方向飞去。顺着所有星舰飞行的方向看去，秦牧就见到了一个蔚蓝色的巨大星球出现在了自己的视线之中。无数的星舰此刻正密密麻麻地朝着星球飞去，进入星球的大气层，朝着星球表面落去。而且几乎是目光所及之处，星球的各处都有星舰降落，不只是汇聚一处。好多星舰，这是已经解除曲速飞行了。难道说前面这颗巨大的星球就是星辰学院？一整颗星球作为学院，这未免也太奢侈了吧。看着面前这震撼的一幕，秦牧的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一副震惊的表情。蔡学弟，我们就快到了，待会我会先让夏清月他们进入普通学员的登记处，然后再带着你去核心学员的学院。就在秦牧看着外面星空的震撼场景的时候，他的面前突然弹出来一道消息，正是叶星瑶发来的。可以。看完了消息，秦牧也是立刻给了答复。很快，随着他们这一艘战舰的落地，夏清月、陈浩等4人都是随着叶星瑶下了战舰，然后和学院的管理人员对接之后，叶星瑶便是转身回到了战舰中。不多时，战舰就重新起飞，朝着远处疾驰而去。夏同学，别看了，叶学姐和蔡学长跟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看着战舰远去，陈浩看着身边的夏清月，呆呆地看着战舰消失的方向，也是不由得开口说道，言语中带着一丝落寞的语气。他的话也是让夏清月回过神来。是啊，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或许只有叶学姐这样的天才才能够配得上她吧。低声的呢喃了一句，夏清月有些不舍地看了一眼战舰消失的方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跟着陈浩他们一同随着学院接管他们的管理人员，朝着他们所在的学院走去。第66章，院长要见你。蔡坤，我刚刚收到了院长的消息，他让我直接带你去见他。就在秦牧跟着叶星瑶一同前往所谓的核心学员所在的学院区时，叶星瑶却是突然间开口对着他说道，院长要见我。闻言，秦牧立刻警惕了起来。星辰学院的院长实力必然是极为强大的，能担任荒神星域前1000的高等院校的院长，这样的职业者可能是7转、8转的强者，甚至有可能是9转强者。面对如此强大的职业者，秦牧也担心自己的属性会不会被对方用强者特殊的手段查看出来。在之前穿梭星空的时候，我就已经将你的消息上报给了我的老师，老师对你十分重视，这不就直接上报到院长那里了。院长在听说了你在极光城斩杀兽巢中的怪物王者一事后，很是期待和你一见。
听见秦牧陡然间都有些拔高的声音，叶星瑶还以为他听到了院长要见他后，为此感到激动。但是他又哪里能够知晓，秦牧这可不是激动。这样吗？听完了叶星瑶的解释，秦牧也是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暗自思索了起来。他已经猜到了自己接下来面对星城学院院长的时候可能会遇上什么事情，那一定是想要弄清楚自己的具体天赋等级究竟是多少。而若是之前他还在一转的时候就能够一击击杀剩余 10% 血量的85级君王阶 BOSS 的消息确实被对方知晓的话，恐怕以对方的实力和眼界，应该能够猜到他可能觉醒的天赋为 SSS 级了。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现在在极光城和云城市都放置了血神分身，大不了到时候遇到危险直接走就行了。深吸了一口气，秦牧不再多想，而是静静地等待起来。C9 级的战舰飞行速度极快，不到一会的功夫，战舰就停留在了一座豪华庄园的上空。受到了庄园的智能系统的牵引，战舰被稳稳地停在了庄园的停机坪上。跟我来吧。待战舰停稳后，叶星瑶看了一眼秦牧，淡笑着说道。见状，秦牧也是默默跟上。好多的强者。刚刚离开战舰，进入庄园后，秦牧便是心中一紧。庄园内并不是空无一人，而是有不少的强者来往，数量不下100人。这些人身上都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看着他们身上几乎一致的统一制服，秦牧也大致猜到了这些人的身份。恐怕这些人都是星辰学院的老师，而能够同星辰学院的院长处于同一个庄园内的教师，实力和地位肯定非同一般。秦牧只是远远地动用侦查术扫了一眼自己看见的人，除了几个别的没有隐藏自己的职业信息的人外，其他人的信息他是一个都看不见。而那几个没有隐藏职业信息的，至少都是6转的强者，最差的一位都是6转630级的强者。这星辰学院真的不容小觑。看了周围一眼，秦牧对星辰学院的强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小叶，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位天才了吧？快跟我来，院长在里面等着你们呢。就在叶星瑶带着秦牧来到了庄园最中心的一栋建筑大门前的时候，一名身材高挑、丰满成熟的妇女便惊喜地冲了出来，对着叶星瑶说道：“7转强者，圣庭机械师。”当秦牧看到了面前的妇人，发现她没有隐藏的职业信息后，他又是浑身一震。没想到叶星瑶的老师居然还是一位7转强者，看其职业应该是和叶星瑶一样，都是精通机械类、操控类的职业者。圣庭机械师应该是机械大师后续转职的进阶职业。文月老师好。老师说的没错，这就是我邮件里面说过的蔡坤学弟。蔡坤学弟，这是我的导师，7转圣庭机械师。叶星瑶看着文月到来，也是高兴地喊了一声，同时也是向秦牧和文月介绍起了彼此。见过文导师。见状，秦牧也是点点头，不卑不亢地对着文月说道：“蔡同学天赋异禀，确实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天才，一转就能够斩杀残血的君王阶 BOSS， 着实令人吃惊。你加入我们星辰学院，学院一定会倾力培养，尽最大的努力将你的实力迅速地提升上来。我们走吧，可别再让院长久等了。”秦牧不卑不亢的态度也是让文月又高看了几分，当即堆满笑容的对着秦牧和叶星瑶说道。很快，一行3人就进入了大楼，来到了2楼的一座办公室门外。院长，人带到了。进入办公室，文月便是立刻变得恭敬起来，轻轻地敲了敲门，对着里面说道。就连原本一直都很放松、一脸笑意的叶星瑶，此刻也是收敛了脸上的笑意，身体站得笔直，脸色变得恭敬。两人的反应变化也让秦牧更加的好奇。叶星瑶就算了，毕竟只是一个3转的机械大师，而文月可是一位7转强者，能够让一位7转强者如此毕恭毕敬、小心谨慎，这星辰学院的院长实力必然在7转之上，是一名8转强者。进来吧。就在秦牧思索疑惑间，一道威严的声音从办公室内传出。这道声音一出，门也是自动打开。走吧。文月低声一语，带着叶星瑶和秦牧进入了办公室。好年轻，和我想的老头模样的院长完全不同啊。当秦牧看到了星辰学院的院长的那一刻，他也不由得一愣。在办公室座位上的居然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文静青年。此刻见到了秦牧他们到来，也是伸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抹淡笑的看向了3人。当然，其目光也是最终汇聚在了秦牧一人身上。被青年注视的瞬间，秦牧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如山般巨大的压力袭来，强大的威压令他感觉自己浑身一僵，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凝滞。不过所幸的是，这股压力却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第67章，看不透，来自院长的震撼。好小子，不错。看着秦牧的表现，并没有因为自己刚刚的那一瞬间的威压有任何的动摇。姬寒武心中暗道一声，随即便是查看起了秦牧的信息来。只不过在他施展了侦查术看向秦牧的时候，
却是没有任何的信息出现。隐藏了吗？心中一动，他立刻换了一种更加强大的探查术。在他的探查下，秦牧的等级和职业信息也都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职业：狂战士，等级70，二转，力量、体质、敏捷、智力、本源天赋。刷！当看到了自己面前出现的信息后，姬寒武也是猛地站了起来，之前的淡定全部消失。我一个9转强者，施展特殊探查术，居然都无法看出他的属性和天赋信息，这怎么可能？而且这小子若是真的如叶星瑶这丫头说的那样，是这一届觉醒的新人职业者，仅仅1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2转，达到了70级的等级，这也太逆天了吧！起身的姬寒武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看着秦牧，心中满是震撼。院长，你怎么了？姬寒武突如其来的举动也是吓了叶星瑶和文月一跳，尤其是文月这位7转强者，他也是星辰学院的老牌导师了，在星辰学院待了几十年的时间，可在这几十年里，他还从未见过姬寒武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失态的表现，因此也是不由自主地开口询问起来。不过他的疑惑在他话音落下之际便是彻底消散，立刻想到了其中的原因。难道是院长发现了我这边的这个小家伙的天赋非同寻常，这才会做出如此激动的表现？能够让院长这位8转强者都如此失态，岂不是说这小家伙的本源天赋达到了 SSS 级？想到了这里，文月也是没有了疑惑，而是同样的看向了身边的秦牧，一双美眸之中充满了震撼。SSS 级本源天赋的学员，那可是整个星辰学院有史以来都从未拥有过的。星辰学院矗立荒神星域上万年，有史以来天赋最强的学员也不过是 SS 级的本源天赋。若是秦牧真的是 SSS 级本源天赋的职业者，那么姬寒武的失态绝对是正常的。若是发现了秦牧的天赋是 SSS 级，那还不为所动才不正常。没什么。通过文月的提醒，姬寒武这才反应了过来自己刚刚的失态，当即罢手说道。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绝对不正常，而秦牧身边除了姬寒武之外，也就文月和叶星瑶2人了。此刻两人的注意力也都是因为姬寒武的表现全部凝聚在了秦牧的身上。看着一脸淡然面不改色的秦牧，叶星瑶此刻心中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蔡坤学弟的天赋究竟有多么的惊人，才能够让院长如此的激动失态？这该不会是 SSS 级的本源天赋吧？天哪，我这之前也不过是幻想着他的天赋是 SSS 级，没想到居然成真了。我居然替学院招了一个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哈哈！看着身边的秦牧，叶星瑶心中疯狂的呐喊，激动万分。两人的表现也是被姬寒武看在了眼里，他也是有些后悔自己刚刚的失态。在查探秦牧的具体属性和天赋无果后，他现在已经非常好奇秦牧究竟是什么天赋，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他这位9转强者都无法看透一个2转新人的属性信息。他只好对着两人道：好了，小叶、文导师，你们先出去吧，我想和蔡坤同学单独聊一聊。是，院长。听见了姬寒武的话，文月和叶星瑶两人都是立刻躬身应是，随即就要退出院长办公室。对了，今天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说起，从今天起，蔡坤同学便是我星辰学院的核心学员，由我亲自教导。这件事你们也都暂时给我保密，都明白了吗？看着两人即将离去，姬寒武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立刻对着2人补充道：明白了，院长。两人闻言都是心中一惊，连忙回应道。直到2人退出了院长办公室后，他们也是彼此对视了一眼，都能够看见对方眼中的惊骇。星辰学院的院长居然都亲自教导，这绝对是 SSS 级的天赋无疑了。办公室内，秦牧看着将自己一个人留在房间内，又是谨慎地开启了某种屏障，隔绝了外界窥探的姬寒武。他也是好奇对方这么做的原因，至于对方会不会对自己不利，他倒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现在的他有了血神分身和移形幻影2大 SSS 级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只要对方有对他不利的想法，他能够立刻施展2个能力，直接遁走。蔡坤同学，你不要紧张，我先来介绍一下自己。我姬寒武，星辰学院院长，职业赤焰圣师，目前的实力8转巅峰。看着秦牧紧紧地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姬寒武脸上露出了一个自认为和蔼的笑容，对着秦牧说道。谈到自己实力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将自己的真实实力暴露出来。不仅是秦牧，整个星辰学院的强者都一直以为自家学院的院长是8转职业者。姬院长好，不知道姬院长把我单独留下来是想要和我谈些什么？听见姬寒武的话，秦牧点了点头，称呼一声，然后又是反过来询问对方留下他的用意，倒也没有真的放松警惕。你小子倒是挺警惕的，放心吧，我留你下来绝对不会对你做任何不利的事情。看着秦牧的表现，
感受着他那一刻都不曾离开过自己身上，时刻观察着自己一举一动的视线。姬寒武心中也不由得赞叹，随后便是直入主题，开口询问道：“留你下来是想要向你确认一下，你觉醒的本愿天赋的等级。你能够在还未达到一转巅峰的时候就能够一击斩杀，还有 10% 左右血量的泰坦巨猿，想必你的天赋等级绝对不低。这是天赋测验水晶，你将手放在上面，水晶就能够绽放出对应天赋等级的光芒。”说着，他的手中光芒一闪，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水晶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第68章摊牌了，我是 SSS 级天赋测天赋。看着姬寒武手中的那一块水晶，秦牧心中一紧。这个世界的天赋从最低的 F 级到最高的 SSS 级共分为9级，而他的天赋却是超限级的本源天赋，根本不在这天赋分级之内。他若是在这天赋水晶上测试，到时候天赋水晶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光芒，又或者是完全没有反应，他都无法解释自己的本源天赋一事。想到了这里，他脑筋一转，立刻有了决定。与其接受姬寒武的天赋等级测试，让他那不在等级限制中的本源天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索性他直接摊牌，大方承认自己就是 SSS 级天赋。姬院长，测试天赋就不必了，如您所猜想的那样，我的天赋确实是 SSS 级的本源天赋，名为饕餮血焰。其天赋特性是可以令我在斩杀目标的时候获得目标最大生命值 5% 的总血量提升。至于我之前一刀斩杀了那85级的君王阶 BOSS， 那也是我这 SSS 级的本源天赋伴随的天赋技能有关。我的 SSS 级本源天赋伴生的天赋技能是通过限制自己 1% 的血量，对生命值低于最大生命值 10% 的目标直接斩杀。正是如此，我才能够将那残血的泰坦巨猿击杀的。秦牧早就在准备来到星城学院的时候做好了可能会暴露自己属性的准备，但是看现在姬寒武的表现，这家伙应该是没有探查出他的具体属性来。至于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秦牧没有多想，想也想不明白，因此他也是直接将自己现在的第一项天赋特性当做自己的本源天赋说了出来。既然这8转巅峰强者姬寒武都无法看透自己的具体属性，那在这星辰学院之中，恐怕也没有人能够看透他隐藏起来的具体属性了。只要他不去搞这个天赋测试，他自然不怕自己露馅。而且在来到星城学院之前，他也是做过了功课，关于 SSS 级本源天赋的觉醒者都会觉醒天赋技能的情报，也是被他在人族联邦的网络上了解到了。因此将自己的第一项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说出来，正好可以打消姬寒武的疑虑。真的是 SSS 级的本源天赋，击杀怪物，提升自己的血量。难怪这小子2转的职业是狂战士，有了这样的天赋技能，他能够一击斩杀泰坦巨猿，倒也正常。听着秦牧摊牌，姬寒武脸色一正，心中暗道：果然如此。哈哈，好啊！我星辰学院矗立荒神星域上万年的时间，终于是让我们星辰学院盼来了一位 SSS 级的学员。蔡坤，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我来做你的导师，亲自指导你。还有，你这天赋最好就是不断的击杀怪物，提升自己的血量。以后学院的课程都一律不用去上，我带你去怪物星球，让你杀怪升级加血。还有你这本源天赋伴生的天赋技能，简直就是刷怪抢 BOSS 的神技。这一次，你若是去那大型副本拿下这大型副本最后 BOSS 的首杀，获得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将会是最大的。距离我们星辰学院发现的那一座大型副本开启的时间还有8天，这段时间你会将你的等级提升到100级的2转巅峰境界。嘿嘿，这大型副本可是老子我的星辰学院发现的，第一个怪物首杀奖励落在我星辰学院的学员手里才是正解。哼，这个消息传出去，联邦的那些个顶尖的高等学府仗着自己的生源优势，都想要来抢这一份蛋糕，还鼓动了全联邦的高校学员都能够参与其中，争夺这一次机会。我倒要看看我星辰学院的学生力压全联邦的天才，斩获首杀奖励后，那些顶级的高等学府的老家伙会是怎样的一个脸色。哈哈哈！得知了秦牧天赋的具体特性和天赋技能的强大后，姬寒武此刻也是一点也不顾及形象的大笑起来。本来在这个世界的规矩就是谁发现的副本就归谁拥有最先进入权，但是对于星辰学院发现的那一座大型副本，由于这怪物 BOSS 首杀奖励实在是太过珍贵，在消息一经传出后，就引来了所有人族联邦的强大势力，高等学府都想要横插一脚，夺得这一次给各家的天才职业者一次拥有第2职业的机会。在联邦定下了所有高等学府各大顶级势力都能够派出各自势力的3转以下的精英参与这一次大型副本的 BOSS 争夺之后，姬寒武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心中却是一直憋着火。奈何星辰学院虽然强大，但是在整个荒神星域的所有高等学府之中，星辰学院的排名也只有在900名左右。
更何况人族联邦和荒神星域一样的星域还有17座，其中各种强大的高等学府那也是数之不尽。整个联邦的这么多高等学府都掺和了进来。星辰学府作为发现这个副本的势力，想要让自己的学院天才拿下这副本 BOSS 的首杀奖励，可谓是难如登天。这在他的心中早就已经放弃了夺得这个大型副本的首杀奖励。毕竟和那些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的天才比起来，他们星辰学院的核心学员的天赋和实力都要差不少。可是现在秦牧的到来却是让他看到了希望，尤其是秦牧刚刚跟他说的他那 SSS 级天赋的半生技能，能够直接斩杀血量低于 10% 的目标。这就和他说的一样，这简直就是用来抢人头的神级技能。尤其是这一次的大型副本，这里面的 BOSS 实力绝对非同小可，即便是人族联邦的天才们都进入其中围剿，想要解决掉这家伙也绝非易事。而秦牧这个直接斩杀的技能，在这一次绝对能够一鸣惊人，直接拿下大型副本的 BOSS 首杀，将那获得兼修第2职业的奖励拿到手。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看着面前兴奋大笑的姬寒武，秦牧默默想到，同时也是对姬寒武要带着他去刷怪升级充满了期待。一个8转巅峰职业的强者会带他到何种地方去刷怪呢？第69章3号怪物星球，这待遇逆天啊！跟我走一趟，我带你去最近的3号怪物星球，那里的怪物正好适合你现在击杀提升自己的等级。就在秦牧还在思索着姬寒武会带着自己前往何处练级的时候，他的面前姬寒武立刻对着他开口说道：啊，这么快？姬寒武的干脆果断也是让秦牧微微愣神，心中暗道，这位院长也太雷厉风行了，那是自然要快一些才好。现在距离那大型副本开启的时间不过是8天剩余，而你只有1周的时间去刷怪升级，提升自己的等级，拔高自己的血量上限。最后1天，你还要跟着我去那大型副本中一趟呢。看着秦牧有些愣神，姬寒武也是不由得笑着说道。话音落下，只见他身上涌现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不等秦牧反抗，就带着他直接离开了办公室，来到了庄园的一处广场上的中央，手中蓦然的出现了一根银质流光法杖，在地面一点，嗡！突兀的嗡鸣响起，秦牧就看见自己脚下亮起了无数道繁杂的铭文。下一刻，他和姬寒武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广场之上。那是传送阵，是院长激活的传送阵。刚刚我好像看到院长带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子一同离开了，不知道那小子是什么来历，院长又要带着他去哪？我有一点印象，跟在院长身边的那小子好像是叶星瑶那小妮子带回来的，待会我们去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幕也是令在周围走动的学院高级导师们有些猝不及防，尤其是看着姬寒武带着秦牧一同乘坐传送阵离开，他们这些6转、7转的强者顿时都对秦牧的身份感到无比的好奇。一些对秦牧有印象的，看过叶星瑶和文月2人带着秦牧进入了校长的办公大楼那一幕的强者，都准备去找叶星瑶和文月2人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然而有了姬寒武先前的告诫，他们这些人注定无法在2人的口中得知任何的消息。对于自己带着秦牧一同乘坐庄园内的传送阵离开所造成的一时间的轰动，姬寒武并不知晓。闲杂的他已经带着秦牧通过传送阵传送到了一处庞大的基地之中。基地内所有人都是实力强大的战斗职业者，每一个都是至少2转的强者。基地大门前时不时的有强者组成的小队进出，每一个人都是脸色肃穆，风尘仆仆。从外面归来的人不少都是浑身沾满了各种颜色的血迹，这些他们在猎杀怪物的时候身上所沾染的怪物鲜血。而随着基地的传送阵亮起，姬寒武和秦牧从传送阵中走出，基地负责人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传送阵前，见到了来人是姬寒武之后，负责人立刻脸色一变，连忙的恭敬向前行礼道：3号怪物星球狩猎基地总指挥王虎见过院长大人。对此，姬寒武只是微微颔首示意，并没有多言，就带着秦牧离开了此地。倒是秦牧对此颇为震撼，又是一个7转强者，这个3号星球居然需要7转强者作为总指挥，那这个星球的怪物实力应该不弱。还有在这些来往的人，最低都是2转强者，大多数都是3转强者，4转的也不少见。从他们身上隐隐散发的凶戾之气可以看出，这些人身上的那股气质都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越是观察周围来往的人群，秦牧心中也越是震撼。蔡坤，这3号星球上的怪物最低都是60级以上的怪物，100级到200级之间的怪物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数量。当然，200级以上的怪物数量也不少，占据了整个怪物星球怪物数量的1成左右。至于这个基地，则是我星辰学院在这里建立的要塞。除了我们学院的临近毕业的普通学员以及我们星辰学院的核心学员外，3号怪物星球周围的星空中的人类职业者都能够进入3号星球猎杀怪物，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怪物星球上的怪物数量众多，
而且等级实力上也很适合你现在猎杀升级，提升自己的总血量。看着身边的秦牧对周围的情况十分的好奇，姬寒武也是立刻跟他介绍起了这边的基地。听得秦牧连连点头，简单的介绍完了这座基地和这颗星球的怪物基本情况后，姬寒武又看向了秦牧道：蔡坤，现在我就带你去这个怪物星球的核心地带，那边都是200级以上，堪比4转强者的怪物，到时候我会将那些怪物全部打到残血，由你来补上最后一刀。虽然说击杀怪物所获得的经验会根据击杀怪物造成的总伤害高低进行分摊，可对最后斩杀怪物的人也是会得到最低 5% 的经验获取。以你现在70级的等级，击杀这些200级以上的4转怪物，哪怕只是获得 5% 的经验，那也是十分可观的。最重要的还是这些200级以上的怪物，即便是普通怪物，血量都要超过1000万点。你的天赋击杀一只这样的怪物，总血量至少也能获得50万点的提升。1周的时间足够让你的总血量提升到6转圣盾骑士都不及的程度了。到时候我再给你准备一套史诗级的100级装备，我倒要看看届时整个大型副本中的那些小家伙还有谁能够与你争锋。比6转强者还要更多的血量，加上一套极品装备增加你的属性，即便是那些顶级学府的种子天才也别妄想打得动你。哈哈，我们走。对着秦牧说出了自己这一次来到了3号怪物星球上的具体安排后，姬寒武也是隐隐有些兴奋，似乎已经看到了秦牧代表星辰学院力压全联邦的所有天才学员，将那大型副本的 BOSS 首杀拿到手后，其他学院的那些老家伙吃瘪的表情了。让我击杀200级以上的怪物吗？这杀一只至少提升50万血量，8转巅峰强者亲自带我刷怪，这也太爽了吧！姬寒武的话同样是让秦牧双眼一亮，兴奋不已。他也没想到这姬寒武带他来这里刷怪，居然是一上来就搞200级以上的怪物让他刷血。第70章目瞪口呆的姬寒武。确定了这一次的行动之后，姬寒武也是直接带着秦牧飞往了这一颗怪物星球的最深处。以他真正的9转境界的强大实力，纵然这3号星球半径高达15万公里，但他绕这个星球飞上一圈也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几乎是眨眼的功夫，他就带着秦牧来到了这颗星球上怪物最为密集、实力最为强大的区域。就是这里了，我们下去。眼看达到了目的地点，姬寒武也是淡笑一声，随即带着还在震撼于他的速度之快的秦牧瞬息间落地，落于无数怪物围绕的中心。好！突如其来的2个人，周围的怪物先是微微一愣，但紧接着便是立刻发出了愤怒、兴奋交加的嘶吼声，下一刻就疯狂地朝着秦牧和姬寒武2人冲了过来。好强大的气势！这些怪物每一个的实力都好强。感受到了这些怪物身上的强横气息，秦牧也不由得感慨道。通过了侦查术探查这些怪物的属性，他因为等级差距太高的原因，只能够看到这些怪物的名称和等级，而他目光所及之处，那些冲过来的怪物的等级都没有一个低于200级的。目前他所见的冲过来的怪物的等级最低都是235级。这小子倒是挺淡定的啊，一个70级的小家伙，面对这些超过200级、实力堪比4转职业者的怪物，居然面不改色。不说这小子拥有 SSS 级天赋，小年纪能够拥有如此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的沉稳，他就算是一个 S 级的天赋职业者，未来的成就也绝对不低。深深地看了一眼秦牧，姬寒武心中对他的评价又高了1分。他又哪里知晓，秦牧两世为人，他的心智又岂能是其他同龄阶段的少年可比的？再说了，秦牧经过之前在极光城外突现的秘境中刷了大量的怪物，现在的他即便是只有70级，但是他的真实战力，绝大多数的3转巅峰的强者都要远不及他，一般的4转强者他也能够与之抗衡。何况他现在的血量已经高达37亿，就算没有他在身边，秦牧也敢和这些堪比4转强者的怪物一战。只不过斩杀起这些实力强大的怪物来，需要耗费不少的力气和时间罢了。眼看着周围的怪物已经冲到了身边，姬寒武也不再迟疑，这些畜生都给我跪下！声音一出，带着冰冷无比的杀意和难以形容的威严。姬寒武手中的银色法杖轻轻在地面一扣，一股强横的力量瞬间从他的体内爆发，狂暴的魔力涌出法杖，无数的赤焰化作了无数火焰枷锁，眨眼间就将周围数千只怪物全部牢牢锁住。呲呲呲！哦！赤焰锁链锁住这些怪物的瞬间，炙热的火焰顿时将这些怪物烧得嗷嗷直叫，无尽的痛苦伴随着这些怪物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星球的核心地带。几乎是眨眼间，所有的怪物便是停止了哀嚎，一个个都是浑身软弱无力的瘫软在了地上，浑身皮毛鳞甲全部崩裂，进气的少，出气的多，全部都处于了濒死的残血状态。若是秦牧现在能够看清楚这些怪物的具体属性的话，就会发现这数千只200多级的怪物，此刻居然全部都只剩下了不到10点血量，
而且在姬寒武的攻击下，这些怪物自身的回血也是完全被中断，即便是瘫软在地上，也根本无法动弹和慢慢恢复自己损失掉的生命值。蔡坤，交给你了，这些家伙都只有不到10滴血，而且这些家伙的防御也已经被我破了，哪怕是你现在只有70几，攻击他们也能够破防，将其全部斩杀了。看着周围全部趴下的怪物，姬寒武对着秦牧淡淡的说道，语气之轻松，似乎刚刚将这数千堪比4转强者的怪物全部打成濒死状态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实际上对他这样的9转强者而言，弹指间解决这么多的4转实力的怪物也确实是小事一桩。居然在这么一瞬间就制服了数千4转实力的怪物，还将每个怪物的血量都压制到了10点不到，好精妙的火焰操控能力，这就是8转巅峰强者的真实实力吗？这未免也太强了吧！若是遇到这样的强者，对方想要杀我，我岂不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看来就算是有血神分身和移形幻影这样的保命技能和天赋特性，也不能够妄自尊大啊！看着周围那成片倒地的怪物，秦牧的脸上也是忍不住露出了惊骇的神色，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无比震撼。而看到了秦牧这样的表情，一旁的姬寒武心中竟然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得意。嘿嘿，让你小子之前都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老子这只是稍微的一出手就震惊你这小子了吧？哈哈！看着秦牧面露震撼和惊骇的表情，不知道为何，姬寒武突然感觉自己成就感满满，心中无比畅快。这样的感觉，他也就只有在那些实力强大的顶级学院的老家伙面前成功装逼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之前，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一个只有区2转的小家伙面前这么有成就感。毕竟平时那些6转、7转的强者都是对他毕恭毕敬，至于更加弱小的人，他都是不屑一顾，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人的想法如何的。然而还不等他享受这份独有的畅快多久，下一刻就是轮到了他目瞪口呆。归海绝息斩！只见刚刚还是一脸震撼和惊骇的秦牧，直接手起剑落，施展出了自己目前最强大的范围性的杀伤技能。无尽的剑气凝聚成了9道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剑气横扫，直接将面前的数百只怪物全部击飞，同时也是在第一道剑气纵横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些濒死的怪物全部斩杀。他们的尸体则是在后续到来的一道道剑气的轰击下，不断的被击飞向更高的天空。卧槽！9重攻击，一次比一次强大，还附带强制击飞效果。这 TM 的什么技能？怎么这么猛啊？这一幕直接就让姬寒武这位真正实力是9转的强者看得目瞪口呆。第71章，极度令人面目全非啊！不等他询问，秦牧又是对着周围其他几个方向的怪物施展了自己的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几乎是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他就成功的将姬寒武打残的数千只4转实力的怪物全部斩杀，成功击杀255级金刚吼，获得大量经验。成功击杀255级金刚吼，生命上限加58万。成功击杀278级精英黄金猛犸象，获得海量经验。成功击杀278级精英黄金猛犸象，生命上限加98万。叮，等级提升，力量加40，体质加40，敏捷加20，智力加10，自由属性点加200。叮，等级提升，力量加40，体质加40，敏捷加20，智力加10，自由属性点加200。嗡嗡嗡！随着秦牧将这些怪物全部斩杀，他的血量也是直接做火箭般飙升。这边的怪物全部都是200级以上的怪物，而且和刚刚姬寒武说的一样，一只怪物至少能够让他增长50万的血量，而他刚刚一口气击杀的怪物达到了3700多只，平均下来更是每只怪物都能够给他提供60万左右的血量提升。仅仅这不到1秒的时间，秦牧的总血量便是增长了近23亿，这已经超过了他之前耗费5天时间在秘境中疯狂杀怪的一半收获。而且击杀了这些怪物，秦牧也是获得了海量的经验，身上接连闪过了10来道光芒，他的等级连升12级，赫然到达了82级。卧槽，这升级速度还有血量增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1秒都不到的时间连升12级，还获得了近23亿的血量提升，直接让我全属性增长了22万多点，实力直接提升了一大截啊！要是再来这么几下，我恐怕都能够肉身横渡星空了，不比那些5转强者差。接连升级带来的快感和血量提升后带来的庞大的属性提升，让秦牧整个人都是飘飘欲仙。他十分的享受着升级带来的全身心都沉寂在愉悦中的快感，几乎要呐喊出来。最重要的还是本源天赋的第2项特性带给他的近23万的全属性增幅，让他现在的全部属性都已超过了60万点。这样的属性已经接近了最顶尖的那些4转巅峰强者。这般强大的实力来自一个2转82级的职业者身上，
这要是说出去，估计没有人会相信。你小子刚刚施展的技能是什么？怎么这么强大？还不等秦牧平复激动的心情，一旁的姬寒武就已经忍不住地朝着他询问道：“姬院长，这是我在极光城外的一个30级副本里杀了 BOSS 爆出来的技能卷轴记载的归海绝息斩，技能级别是 S 级，我看着不错，就自己学了。”听见姬寒武的询问，秦牧也没有隐瞒，对方既然都已经将他当做弟子培养了，那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而且他都将自己觉醒的是 SSS 级本源天赋和拥有斩杀生命值低于 10% 的目标的技能告知了对方。相比于他自己主动摊牌的天赋和天赋技能，他这 S 级的技能归海绝息斩也自然算不得什么。S 级的技能居然还是打一个30级的副本爆出来的，凭什么啊？我的个老天爷，你这也太偏心了吧！当听到了秦牧的回答后，姬寒武只觉得自己有些头晕目眩，大呼老天爷的不公，一个30级的副本居然能够让这小子打出一个 S 级的主动攻击技能，这小子的运气简直逆天。姬寒武从成为了职业者开始，直到成为现在这样一位真正实力达到了9转的顶级强者，他斩杀的怪物何止亿万，出入的副本也是数不胜数。S 级的主动技能卷轴这样珍贵的道具，那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爆出来过的。至今他所掌握的诸多技能中，也就是只有一个 S 级的技能，这还是他耗费了巨大的代价从联邦交易到的。可秦牧呢？算上今天，也不过是刚刚从新手试炼中出来1周多1天的时间而已，居然就在一座30级的副本中获得了一道 S 级的技能卷轴的奖励。两人对比起来，这运气的差距简直不忍直视。最重要的是，同为 S 级的技能，若是在等级越低的副本怪物中爆出，那么这技能的消耗也会适应低等级的消耗。这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晓的一点，整个人族联邦都没有多少人知晓的秘密。毕竟 S 级技能卷轴这样的道具想要爆出来，概率低的令人发指。就算是爆出来，那也是最有权有势、最顶尖的那一批天才会想方设法的将这 S 级的技能卷轴收为己用。除了这些人之外，也就是姬寒武这样的实力顶尖之人才知晓一二。就拿秦牧之前在地狱难度的矿山副本击杀的矿山狼王爆出来的这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由于是一只45级的君王阶 BOSS 身上爆出来的，这一道技能释放的魔力消耗只是2000点，而姬寒武现在掌握的一个 S 级技能，那都是他8转之后去联邦换取的高等级副本中 BOSS 身上爆出来的技能。技能虽然强大，但是释放技能对魔力的消耗也是不小，达到了恐怖的50万魔力值，也就是姬寒武已经是9转的法师职业，魔力值过亿，这才对这 S 级的技能释放起来不会有多大的压力。否则一般的3转法师强者，就算是拿到了这 S 级的技能，自身的魔力估计释放个2次技能就将消耗一空。正是如此，姬寒武这一刻得知了秦牧在刷30级的副本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这 S 级技能时，之前的那一丝因为自己小露一手让秦牧感到震撼而引以为傲的得意早就已经消失不见，内心机遇抓狂。这般逆天的运气让他这位9转境界的顶级强者也都不由得有些嫉妒。和秦牧一对比，他这一生的运气简直就是让他不忍直视。看着此刻目瞪口呆，眼睛都垂到了笔尖都恍若未觉，嘴角微微抽动，表情丰富的姬寒武，他心中默念：姬院长这是怎么了？居然这副表情。姬寒武的变化让秦牧疑惑不已。第72章，做火箭般飙升的实力。此刻姬寒武也似乎是注意到了秦牧那怪异的目光，也是连忙轻咳一声，随即道：嗨嗨 S 级的技能确实不错。不错，好了，既然你有这么一个技能，那我们接下来杀怪的速度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本来还想着这些天在这3号怪物星球上，你的血量能够突破到100亿级别就很不错了，但是现在看来却是要远远不止啊！事不宜迟，不要浪费任何一个提升的机会，我们接着杀怪。这3号星球可不止这么一群实力在4转的怪物。努力维持自己脸上的平静表情，姬寒武淡笑着对着秦牧说道。看着他那强装镇定的表情，秦牧心中不免有些好笑，倒也没有拆穿他，而是点点头，在他的带领下继续去寻找附近200级以上的怪物，笑着说道：好的，院长，不过我先将这些装备收集起来，咱们再离开。有这么一个大腿带着自己升级，秦牧可是求之不得，自然也是不愿意浪费任何的时间，准备收拾完他击杀的这3000多具怪物爆出来的各种物品后，就立刻动身离开。速度快点。闻言，姬寒武也没有拒绝，而是微微颔首。放心吧，这些东西也不多，很快的。言罢，秦牧便是身形一闪，开始打扫战场。这怪物星球上的怪物爆出物品的概率比副本和秘境的更低，即便是秦牧月100多级甚至200级斩杀了这些残血的怪物，也不过是爆出来了寥寥几样物品，装备更是只有1件。但是秉承着蚊子再小也是肉的原则，秦牧都是来者不拒，全部拾取。
他的动作很快，几个呼吸便是回到了姬寒武身边。搞定了，院长，我们继续吧。姬寒武看了秦牧一眼后，一挥手，一股强大的魔力瞬间席卷秦牧的身躯，带着他一同飞离了此地。随着两人的散去离去，原地就只留下了3700多具怪物的尸体。在姬寒武那强悍的气势散去之后，远处那些实力弱小的怪物再也忍不住这边的血腥气息，纷纷疾驰而来，开始大快朵颐这些被斩杀的强大的怪物的血肉。随着这些弱小的怪物吞掉了这些怪物尸体上的血肉后，他们的实力也是在迅速的提升着，时不时的就有怪物的等级获得提升。对于这些怪物而言，除却种族的等级上限，他们吞噬这些高级怪物的血肉，就相当于职业者们直接猎杀怪物获得经验一样。他们可以通过吞噬这些血肉获得大量的经验，迅速的将自己的等级提高。归海绝息斩！轰轰轰！一周后，3号怪物星球的某处，秦牧一剑斩出，9道狂暴无比，一道更比一道强的剑气呼啸而出，顷刻间横扫了前方数千米范围内的所有怪物。这些怪物都已经被姬寒武打残，在他的攻击下瞬间击溃，直接暴毙。而秦牧也收到了大量的击杀提示，总血量又获得了数以亿计的提升，但是他等级却不再提升，升级的光芒已经不再出现在他的身上。这一切只因他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早早的达到了2转巅峰的100级等级上限，在没有进行3转之前，他是无法继续升级的。哪怕是他斩杀再多的怪物，获得再多的经验，也是如此。一击斩杀了数万怪物，提升的血量却不如最初的几千只怪物，看来还得是杀高级怪物获得的血量提升更快。只可惜这3号怪物星球上200级以上的怪物基本上都已经被杀完了。现在的我，哪怕是有姬寒武在身边，也无法再找到之前那样大批200级以上，实力堪比4转强者怪物聚集地了。看着自己这一次斩杀了2万多怪物，总血量只是提升了10几亿，秦牧内心也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好了，这次怪就刷到这里吧，是时候回去了。现在就剩下1天的时间，那大型副本就要开启，我还需要给你准备一套装备，然后再带你过去大型副本那边，这些都需要耗费一些时间。蔡坤，刷怪就到此为止吧。姬寒武平静地看着秦牧一剑解决了上万的怪物，他的脸上没有生出任何一丝的波澜。这么长的时间，他对秦牧越来越强大的技能威力也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再也不会露出和之前那样的震撼表情。谢谢院长，这段时间辛苦院长了。秦牧闻言也是咧嘴一笑，他的感谢这一次可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在姬寒武的带领下，他在短短的1个星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实力上质的飞跃。如今他的血量在疯狂屠戮这个星球上的海量怪物后，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8000亿的恐怖数值，全部属性此刻也都已经是以亿为单位。如今的他在属性上足以碾压6转强者，短短7天的时间，他的实力近乎是以几何倍数的增长。如今他就算是面对7转强者，那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而他的实力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火箭般的飙升，这一切都得多亏了身边这位星辰学院的院长。没有姬寒武这样一位8转巅峰强者的帮助，他根本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血量刷到这个地步。若是他自己一个人来这3号怪物星球刷上1周的怪物，按照秦牧自己的推算，充其量也就只能够将自己的血量刷到不到1000亿的数值。有了姬寒武的帮助，起码让他省掉了至少1个月的时间的苦刷。呵呵，都这么多天了，还这么客气。我现在可是你的导师，你又是 SSS 级的顶级天才职业者，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看着秦牧真诚地向自己道谢，姬寒武摇头失笑道，随即伸手一点手中的银白色法杖，两人的身体便是腾空而起，化作了一道流光，迅速地朝着他们最初来到3号星球的基地所在方向飞去。第73章，姬寒武的礼物，100级史诗品质的战士套装。院长大人，您回来了。刚刚回到了3号怪物星球的基地，秦牧就看见了王虎，立刻迎了上来。显然，这家伙肯定是早就在等着姬寒武回归基地了，不然不可能动作这么迅速的来到他们面前迎接。我带着我的学生已经将这3号星球上的200级以上的怪物全部斩杀，估计要过一段时间，这些相当于4转职业者的怪物数量才会回暖。你这段时间倒是可以休息一阵子了。看着面前的王虎，姬寒武微微点头，对着他开口说道：是，多谢院长。听见姬寒武的话，基地的负责人也是立刻表示感谢。他这样一个7转境界的强者，坐镇在这样一个怪物实力最高不过是相当于5转职业者实力的怪物的星球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将这个星球上实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和数量的高级怪全部清理掉，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那些前来这个星球上狩猎的转职者的损失，降低人族职业者的伤亡，
以便人族的实力持续的壮大。不仅是星辰学院所辖的这颗怪物星球，几乎所有的怪物星球上都会有人类建立的基地，分派强者坐镇，不让这些怪物星球的怪物实力无限制的增长，以至于危害到周边人族居住的星球的安危。毕竟像5转的主战职业者基本上都能够开始肉身于星空中行走，而若是这些怪物成长到了堪比6转职业者的实力，以这些怪物的强大实力，就算是脱离怪物星球，遨游太空，朝着周围的人族居住的星球发起袭击，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表示了自己心中的感谢之后，3号怪物星球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脸色惊异地看向了秦牧。刚刚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在姬寒武身边的这个小子可是姬寒武的学生。作为星辰学院的7转强者，他对姬寒武也是有不少的了解。自从他进入了星辰学院以来，姬寒武可是从未传出过有自己的弟子的，而且他也从未见姬寒武收过学生亲自教导。如今对方亲口承认了秦牧是他的学生，这怎么能不让他惊讶？这小子能够被院长看中，收为自己的亲传弟子，还不惜屈尊来到了3号怪物星球，一待就是1周的时间，还将整个3号星球的200级以上的怪物屠戮的差不多了。这可是以往打死他都不会相信发生的事情。作为星辰学院的院长，姬寒武平时可不清闲，反而是日理万机。这点他作为7转强者，作为学院的高级导师十分清楚。可是现在却是带着秦牧来到了3号星球待了1周，只为了给这小子刷怪练级。这小子不简单呐！看着姬寒武身边跟着的面色平静的秦牧，王虎心中感叹了一声。曾经星辰学院也是有过 SS 级的天赋职业者进入学院成为核心学员，但即便是 SS 级的天赋，也没有让姬寒武这位学院院长亲自教导的资格，并没有让姬寒武心动而收为其麾下的弟子。可现在却愿意为秦牧做到这个地步，他心中已经有了几分猜测，那就是他面前的秦牧至少也是最顶尖的 SS 级的天赋职业者，甚至是 SSS 级的天赋职业则也说不定。越是往下想，这名王虎心中也越是震撼和惊骇。不必客气，我作为学院院长，清理学院周围的怪物星球上的垃圾也是理所应当。好了，我不在这里和多聊了，就先带着我的学生回去了。看着面前的王虎带着惊异的目光看着秦牧，姬寒武眉头微不可察的微微一皱，随即说道。不等王虎反应，他就带着秦牧朝着基地中心传送阵飘然而去。嗡！随着一道冲天的光柱闪过，秦牧和姬寒武两人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3号星球基地中心的传送阵中。来，蔡坤，我的好学生，这就是老师给你准备的一套史诗级的装备。回到了星辰学院后，姬寒武带着秦牧到了他的庄园内的专属别院，立刻就去替秦牧取来了之前应承给他的那一套装备：圣堂锁甲、护甲、史诗 LV100， 力量加2000，体质加5000，格挡加3000，血量加100万，反击伤害正 20%。圣堂头盔、帽子、史诗 LV100， 力量加2000，体质加2000，格挡加2000，免爆率正 30%。圣堂腰带、史诗 LV100， 体质加3000，血量加100万，每秒血量恢复加10000。圣堂腿甲、护腿、史诗 LV100， 格挡加2000，体质加2000，血量加100万。圣堂战靴、鞋子、史诗 LV100， 体质加2000，敏捷加1000，移速正 25%。套装效果：血量加2000万，每秒血量恢复加10万，受到攻击减低敌人 20% 攻击速度和 30% 移动速度。套装特技：圣天使守护，召唤一次绝对防御护盾，可吸收1000万伤害。特技冷却 600S， 100级的圣堂套装，还都是史诗级的品质，而且还有套装特技，每10分钟可以激发一个能够吸收1000万伤害的护盾。院长，你确定要将这一套装备送给我？当秦牧将这些装备的属性看清楚之后，他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神色，看向了面前的姬寒武，向他询问道。虽然以他现在的实力和属性，这一套100级的史诗品质的套装对他的增幅效果已经微乎其微，但是这放在其他的2转职业者面前，绝对是极品装备。2转内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一套史诗级的顶级战士套装，如此珍贵的一套装备，没有100亿联邦币绝对弄不下来。秦牧这1周的时间，在3号怪物星球上击杀的怪物所爆出来的所有物品和装备全部转手卖出，估计也都不一定能够换得来这样的一套100级2转巅峰的史诗级品质的装备。尤其是在这个大型副本开启在即的节骨眼上，这样一套史诗级品质的套装，其价值甚至要比平时高出4-5成，而且4-5成那都是秦牧的保守估计。第74章18000多具血神分身。既然我都说了送给你一套好装备，这自然是你的了。况且这东西对你们这些2转的职业者而言很是珍贵，但是你觉得我一个8转巅峰的强者还会看得上这样的一件100级的史诗级套装吗？哈哈。
哈哈！听见了秦牧的询问，姬寒武则是笑着反问道：“那倒也是哈，感谢院长送宝。”闻言，秦牧也是点点头。100级的史诗级套装虽然对2转的职业者而言异常珍贵，但是对于姬寒武这样的强者来说却是并不起眼。毕竟已经达到了8转巅峰，这2转装备哪怕是传说级套装，若是没有极为特殊的属性，对其而言也是不屑一顾的。不过姬寒武却是说错了一点，这套装确实是对2转的职业者有很大的增幅效果，但是对秦牧这位2转100级的职业者来说，其属性上带来的增幅，秦牧还真的没有将其放在心上。这一套装备充其量也就加了好几万的全部属性，和他一身上亿的4维属性相比，这一套圣堂装备全部加起来的属性也不过是零头罢了，对他的战力增幅真的没有其他的2转强者那么大。不过这一套圣堂套装也是不可多得的装备，尤其是圣堂锁甲的提供的 20% 的反击伤害，这可比他现在身上的荆棘软甲更加的强大，因此也是直接将这一套装备全部换上，替换了自己身上的那些低级的杂牌装备。好了，现在装备也给你换好了，还有让你拥有了10000亿总血量。如今以你的这些血量，就算是那副本中的最终 BOSS 都远没有你的血条厚，到时候你完全能够直接和那家伙战撸，最后等到剩下不到 10% 的生命之后，直接出手秒杀那最终 BOSS。 当然我的建议是你大可不必表现得太过突出，免得被其他的天才针对，说不定在最后这些家伙为了 BOSS 的首杀会用各种技能控制你，让你无法输出。所以为了确保你能够拿下那 BOSS 的首杀，你最好一开始先隐藏自己的实力，哪怕是最终面对 BOSS 的时候，对方血量不残，你也苟在其他的职业者的人群中，不要真的去和那 BOSS 战撸。看着秦牧当着自己的面将圣堂套装穿上，姬寒武也是满意一笑，随即又给秦牧提了点建议。他自己本人也是深谙苟道，自己明明已经达到了9转职业者的等级，但是这么多年来却一直对外表示自己只有8转境，直到近些年来才表示自己达到了8转巅峰。而到了8转后，进行9转就不再是等级达到了8转上限之后，可以通过转职神殿的圣柱直接就能转职了，而是还需要获得相应的半神遗物才能够完成转职。因此9转职业者也被称为半神职业者。姬寒武也正是因为向外宣称自己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半神遗物，这才能够让大家一直没有怀疑他的实力。只有他自己知晓，苟住不暴露自己真正实力会有多爽。很多时候，很多和其他同级别的强者的行动都是因为他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实力，最后都是他获得了行动的最大好处。因此他想让秦牧更加有把握的将那大型副本中的 BOSS 首杀拿到手，也就不得不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我知道。对于姬寒武的建议，秦牧也是立刻点头回应，但他心中却并不这么想。以他现在的实力，若是那大型副本真的是限制3转之下的职业者进入，里面的怪物 BOSS 再怎么强大，他恐怕都能够一剑将其斩杀了。一剑不行，那就多来几剑。现在的他全属性都破亿了，全部都达到了1亿8千万以上，这份实力早就已经远超了2转的职业者，甚至6转巅峰职业者都不是他的对手。在那最高只能让2转巅峰100级的职业者进入的大型副本中，他完全可以一人碾压一切，横推无敌。现在秦牧真正的打算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一波流，自己一人直冲副本深处，速推拦路的所有怪物，在最短的时间内冲到 BOSS 身边将其斩杀。有这份无敌于副本中的实力，他哪里还需要隐藏？对于秦牧心中所想，姬寒武那是一点也不知晓。秦牧的回答加上眼神之中带着的兴奋神色，让他还以为秦牧这是对他的提议感到兴奋呢。看着秦牧，他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喜欢。哈哈，那咱们可就这么说好了，我期待着你给我将那兼修第2职业的奖励夺下，在这一次全联邦都参与的行动中大展我星辰学院的风采。之前在那3号怪物星球上高强度的让你持续释放 S 级技能，连续杀了7天7夜没有合眼。我们明天早上出发前往那大型副本，趁现在还有1晚上的时间，你今天晚上就好好的休息1晚吧。确实是有些许乏困，院长，那我就听你的，这去休息了。去吧去吧，院长再见。简短的一阵交流之后，秦牧便是迅速退下，回到了自己在这座庄园里被特别安排的一栋别墅中。进入房间之后，他并没有休息，反而是检查了周围没有异样后，便是盘膝坐在了床上，开始凝聚一道又一道血神分身。之前跟着姬寒武一直刷怪将血量提升了上来，他也没有机会凝聚血神分身，现在正好有时间独处，秦牧自然是不愿意浪费1分1秒。这些血神分身可是能够保命的东西，一具分身就能保住他的一条性命。在这之前，他的血神分身还是37道，之前37亿的总血量也只能够凝聚37道分身。
而如今他足以能够凝聚18000多具血神分身，这可是18000多条性命。他若是将这些血神分身全部凝聚出来，就算是9转巅峰强者想要杀他，都得站在他面前对他出手18000多次才行。嗡嗡嗡，随着秦牧开始凝神静气，全力凝聚血神分身，一具具全新的血神分身开始迅速的凝聚成型。随着秦牧如今的实力暴增，他的血神分身凝聚的速度也是大涨，几乎是1秒就能够凝聚10道血神分身。在这些血神分身凝聚之后，便会立刻化作一道血气融入秦牧体内，分身凝聚再消散，化作血气融入秦牧体内，周而复始。时间1分1秒的过去，秦牧所积攒的血神分身也是越来越多。第75章，前往副本，天才云集。呼，一个晚上凝聚了18000多的血神分身，现在也差不多要动身离开了。第二天早上，秦牧睁开了双眼，收敛了最后一丝血气入体，低声一语，随即便是下床伸了个懒腰，浑身骨骼立刻爆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顿时让秦牧感觉一阵神清气爽。简单的洗漱完毕，秦牧便是出了门。如他所料，并没有让他等待多久的时间，姬寒武便是叫着他一同离开了星辰学院，通过传送阵传送到了之前被发现的大型副本外。这个传送阵正是之前星辰学院的强者在发现了这一处大型副本之后，顺势在副本外设立的一个空间传送的节点，可以方便星辰学院的强者来往。至于其他势力，只能够乘坐星际传送大阵到距离这个大型副本最近的人族定居的星球毗陵星，然后再朝着这边赶来。姬寒武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实力，制造出了一片场域，让身边的秦牧也能够跟着他一同在星空中矗立。好多人啊！秦牧跟随着姬寒武立于宇宙星空之中，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人群，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叹。此刻，除了他们2人之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强者带领着各自势力中要参与这一次大型副本的天才立于星空之中。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强者释放自己的强大实力，制造出能够让2转职业者们都可以在星空中无恙的场域，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前面的那一道横亘在星空之中如瀑布水幕般的巨大光幕的彻底开放。光是我们荒神星域的高等学府，这一次就有超过3000学府的势力学员参与其中，而且大部分的学府都不只带来了1位学员，而是好几位2转的天才学员。平均下来，一座星域的天才和强者的数量就差不多有个2万人。18座星域有个30-40万人到场也不足为奇。现在的这几万人还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很多人都没有来。这一次可是全联邦的学府势力都参与其中的大型活动，进入这座大型副本的天才学员数量可能要超过20万了，且全部都是 S 级以上的天赋职业者，你的竞争压力还是不小的。所以你得记住我昨天说的话，可不要最后阴沟里翻船了。哈哈。听见了秦牧的惊叹，一旁的姬寒武也是笑着跟他解释，后面甚至是调侃起来。放心吧院长，我可都是记着呢。秦牧闻言淡定的点头回道，随即他的目光就落在了那星空中的巨大光幕上。这就是这一次的大型副本的入口了吗？仅仅一个入口就有数万平米的大小，果然要比蓝水星的那些普通副本大得多。看着这长宽都超过了100米的巨大空间门户，秦牧心中也是忍不住感慨起来。在极光城，他进入的废弃矿山副本的入口也不过是一个直径3-4米的漩涡形塌光幕罢了，和面前的这个巨大光幕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甚至极光城外的那一座突然出现的秘境裂缝都不及眼前的这一座大型副本的入口的1%。哈哈，老姬啊，好久不见，你们星辰学院这一次就带这么一个学员进入这副本吗？就在这个时候，数道人影朝着秦牧他们这边飞来，一道强大的气息靠近，无形的场域和姬寒武释放的场域相互碰撞交融在一起，同时也让一道带着些许揶揄的声音传到了姬寒武和秦牧的耳朵里。闻言，秦牧也是带着审视的眼光朝着来人看去，正好见到了一名背负重剑的独眼壮汉带着5名少年朝着这边踏空而来。王蛮子，这一次可是全联邦的高等学府都参与到了其中的，你蛮荒战院虽然比我星辰学院稍微强了那么一点，但也就那样了。你以为你带着5个学员过来，靠着人多就能够拿到那副本中的 BOSS 首杀奖励吗？太天真了。哼。和秦牧不同，在看到了来人之后，姬寒武的脸色并不怎么好看，反而是对着对方冷言说道：哼，就算我蛮荒战院不行，但是真的论拿下首杀奖励的机会，我带来的5位学员肯定是要比你星辰学院这么区一个人更大。嗨，真是可怜啊，本来自己发现的副本却是不得不要和全联邦一起分享，而且还只能够挑出一个学员来，我要是你，这一次我都不好意思带着人来了。面对姬寒武的冷言冷语，壮汉也并不示弱，反而是一脸装模作样的叹息道。
其话中嘲讽的意味不言而喻。哼，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星辰学院一人足以挡你蛮荒战院所有人。你还是让你的学员在副本之中小心一些吧，实在不行就直接撤出副本，免得在里面丢了小命。到时候你们蛮荒战院的天才全部死在了副本里，那笑话可就闹大了。姬寒武对其的嘲讽却是一点也不在意，因为只有他自己知晓身边的秦牧究竟有多强。这蛮荒战院此番来的学员虽然不少，足有5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天赋是达到了 SS 级的，全部都是 S 级的本源天赋。这样的人别说是5个，就算是50个、500个，也断然不是秦牧的对手，更别想和秦牧抢夺那副本中的 BOSS 首杀。在这种前提下，对方对他的嘲讽，他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反而是在看小丑一样看着对方。这种感觉就像是世界首富上街体验农民工生活的时候，被一名工地小组长看不起和不屑一顾时的感觉差不太多。切，死鸭子嘴硬！看着姬寒武油盐不进的样子，尤其是姬寒武看着自己的表情，蛮荒战院的院长王莽并没有在姬寒武身上找到乐子后，也只能够是吐槽一声，颇为郁闷的带着自己的5名学员朝着远处离去，并不愿在这里继续和姬寒武掰扯。哼，井底之蛙，目光短浅。看着对方离开，姬寒武这才不屑一笑。第76章创神学院种子学员。院长，看起来你和那位蛮荒战院的领队并不对付啊。秦牧看着对方离开，等到对方走远了之后，他也是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看向了自己身边的姬寒武，笑着说道。听见了他的话，姬寒武却是无所谓的摆了摆手，道：蛮荒战院一个和我们星辰学院明争暗斗多年的老对手罢了。王莽那家伙就是蛮荒战院的院长，差不多要到8转巅峰了吧，但是和我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这老家伙自己比不过我，就在自己的学员身上找存在感，刚刚过来就是来恶心我的。不过他这一次的举动，我也只当他是一个小丑看待罢了。呵呵。姬寒武简单的几句话就将他和蛮荒战院的院长之间的关系表明，原来是竞争多年的竞争对手。秦牧闻言默默点头，倒是明白了过来王莽为何会带着自己的学员过来了。两人的对话也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都是静静地待在了星空之中，等待着那大型副本的入口开启。早在出发的时候，姬寒武就已经告知了这一个大型副本和一般的副本不同，大型副本内并没有限制一次性进入的人数，而进入副本中的所有人都会在同一个地图上出现，开始角逐。整体来说，大型副本更加趋向于一个自成空间的秘境，只不过和秘境不一样的是，副本会定期的开启，里面的 BOSS 和普通的怪物都会在每一次开启的时候全部刷新，且每次刷新的怪物的数量和等级实力都是一致的。而秘境中的怪物则是和那些怪物星球上的怪物一样，都是靠着自己生存繁殖的，数量和等级实力可以不断的提升，这是两者本质上的区别。在秦牧和姬寒武等待的时候，周围的星空之中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陆续赶来。轰隆隆！就在这时，一艘庞大豪华的战舰猛地从远处飞来，然后骤停在了众人的上方。快看，那是银河星域创神学院的战舰，那是 S9 级战舰，这可是能够发挥出8转巅峰强者攻击和抵御8转巅峰的强者轰击的战舰，这好大的手笔！出来了，创神学院的学员居然足有上百名。创神学院不愧是人族联邦最强星域的最强学府，底蕴深厚啊！这100多名学员至少都是觉醒了 S 级本源天赋的职业者。带头的那位应该是创神学院的第1副院长，据说已经成为9转职业者数百年了，实力异常强大。这艘战舰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和惊叹，即便是姬寒武和秦牧也不例外。而那些从创神学院中走出的少年，眼看着自己受到了万众瞩目，而且这些人还都是其他高等学府的最强一批的天才。顿时，所有少年都是不由得微扬脑袋，脸上露出了一副自傲的神色，很是享受这种感觉。9转强者，创神学院。秦牧看着自己上方来人，嘴角默念，居然有2人连我也看不透他们的任何信息，看来这2人是被创神学院赐予了屏蔽信息的宝物啊！这2个人绝对是创神学院的种子学员，恐怕觉醒的天赋不是 SSS 级，那也是最顶尖的 SS 级的本源天赋。秦牧一旁的姬寒武此刻的目光也是紧盯着创神学院的那名9转职业的副校长身边最近的2名少年，眼神之中带着一抹震撼。在场的众多天才，他都已经通过了自己的特殊秘法查探了一遍所有人的属性，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能够威胁到秦牧的天才。不过在他的观察下，这些前来参与大型副本争夺那唯一一次的 BOSS 首杀奖励的天才们的本院天赋最高也不过是 SS 级，并没有能够威胁到秦牧夺取 BOSS 首杀获得第2职业兼修资格的人。但现在这创神学院的出现，里面2个少年的本源天赋、职业、等级他都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其他人倒是能够一览无余，因此他也是立刻有了警觉。在创神学院的其他随行而来的天才学员之中，他们的天赋不乏 SS 级的存在，甚至有的学员的本源天赋在 SS 级的天赋里面也是名列前茅，十分的强大。即便如此，这个别的学员都没有能够躲过他的探查。现在那2名学员不仅能够让他一无所获，还待在了创神学院的副院长的身边。结合这2点来看，姬寒武觉得这2人觉醒的本院天赋恐怕是以 SSS 级的天赋的概率更大一些。若这2人都是觉醒的 SSS 级天赋，那么2人在一起都是创神学院的学生，他们若是联起手来，或许会对蔡坤夺得最后的 BOSS 首杀造成不小的麻烦啊。一番审视之后，姬寒武脸色逐渐严肃起来。银河星域作为整个人族联邦18星域之中势力范围最大，人族占据的生命星球最多的星域，几乎是每一届的新人之中都会出现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而这些 SSS 级的本源天赋觉醒职业者没有任何的例外，全部都被招募到了创神学院之中，成为创神学院的核心弟子。因为这创神学院的校长就是银河星域的主导者，实力达到了9转巅峰的银河之主，整个人族联邦之中实力最为强大的职业者，人族第一人柳白。有这样一尊顶级强者坐镇，这些觉醒了 SSS 基本源天赋的天才们也会受到最高规格的保护。蔡坤，你进入副本之后，注意一下创神学院那名副院长身边的左右2名学员，我估摸着他们2人都是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2人绝对是你在这一趟的副本之行中最大的对手。深吸了一口气，姬寒武神色凝重地看向了秦牧，向他说道。秦牧闻言，他也是微微一愣，目光落向了远处那站在了战舰飞行甲板上的2位创神学院的种子学员，远远地注视了他们2人几秒钟后，他的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容，点头道：我知道了，院长。第77章，老姬，咱们打个赌如何？对此，秦牧表现得十分轻松，即便是听见了姬寒武的话，知晓对方十有八九是觉醒了 SSS 级本源天赋的职业者，但是他却丝毫不惧，因为只有他自己知晓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这些 SSS 级本源天赋的职业者固然强大，超人一等，可和他比起来，那就差得远了。他给姬寒武展示的，只不过是他想要给姬寒武看见的。面对自己的超限级的本源天赋带来的强大战力，一旦进入了副本中，那2个创神学院的种子选手也只配在他身后吃灰。你呀，倒是挺自信的。感受到了秦牧身上没有丝毫的压力，姬寒武也不免为他的自信和淡定赞叹一声。不过我还是得劝你一句，莫要小瞧了任何 SSS 级本源天赋的职业择合，毕竟这些可都是和你同级别的强大天才。SSS 级天赋的半生的天赋技能也都是威能莫测，其中说不定也有能够对目标进行斩杀的天赋技能出现。整个人族联邦万亿以上的人口中的顶级天才，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末了，姬寒武又是继续开口教导道：哼，知道了，我会注意的。对此，秦牧也只是报以微笑，表示自己了解，然后就没有继续和姬寒武说下去，心中不免也是有些感慨，各个世界的领导、校长等都是一副德行，话是真的多。看着秦牧如此，姬寒武也知道自己已经无需多言，便也是缄口不言，与秦牧一同静静地等待着副本的开启。随着创神学院到来，18大星域之中的各个最为顶尖的高等院校也都是带着各自这一届招收的最杰出的弟子出现。在姬寒武的观察下，整个人族18大星域之中，这一届疑似觉醒了 SSS 级天赋的天才高达14人。至于为何会是疑似，这都是因为姬寒武看不透这14位各大星域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带来的弟子的任何属性，能够让这些顶级的高等学府赐予如此高级的屏蔽信息的宝物，这14人的本源天赋绝对非同一般， SSS 级的可能极大。轰隆隆，就在秦牧和姬寒武出现在副本外，等待了约莫2个小时的时间后，星空中的那一座数万平的巨大光幕陡然间发出了一股剧烈的震颤，声波伴随着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传递四方，即便是在星空之中，秦牧和这副本入口附近的几十万人都能够听见那一声嗡鸣。而在这之后，整个光幕也是开始缓缓旋转起来，最终从一个长方形的能量光幕化作了一道直径接近200多米的光幕漩涡。副本开启了，我送你进去。几乎是在这光幕漩涡形成的瞬间，秦牧身边的姬寒武也是同时眸光暴涨，下一刻从他体内涌出了一股让秦牧根本无法抗拒的强大魔力，魔力席卷他的全身，嗖的一声便是带着秦牧直接冲向了副本入口处，速度之快，数万米的距离几乎眨眼便至。紧接着靠近了副本光幕的秦牧就被这一道光幕漩涡吸了进去。此时此刻，不仅仅是姬寒武这么做，其他的各大势力的领队也都是将自己这一次带来的势力天才全部一股脑的朝着副本扔了过去。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
原本在副本外的40多万人，就变成了只剩下10万左右的各大学院势力的领队。所有2转的年轻职业者，则是全部被丢进了那一座大型副本之中。大家带来的天才都进入副本的了，正好闲着无聊，不如这一次咱们这些老家伙来打个赌如何？就赌这一次的最终胜利，取下副本 BOSS 首杀的究竟是哪一家高等学府？待所有学员全部都进入副本之中后，一名实力达到了8转巅峰的高等学府的院长也是立刻开口提议道，声音伴随着他的强大魔力传遍了附近的星空，让剩余的每一个势力学院的领队全部听得清清楚楚。闻言，所有强者都是为之心动，但却没有几个人有动作，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了，提出了要打赌的正是天龙星域第一高等院校天龙五院的院长，那可是一位实力强大的9转职业者。对方在提出了这个建议的同时，目光也只是朝着18大星域之中各自最顶尖的那些高等院校这次的领队看去。对于其他的院校的院长、各大势力的领队，他却没有多少关注。显然，这天龙五院的院长也只是打算与自己同级别的强者之间进行对赌。对赌，这个提议倒是不错，那我就赌我灵武学院的学子拿下这副本 BOSS 的首杀吧。哼，我作为创神学院的副院长，自然也当下注自家学子。天龙院长，我这一次也赌创神学院拿下这一次的 BOSS 首杀，没问题吧？在天龙五院的院长的话说完后，那些顶级高等学府的这一次的领队也都是纷纷聚拢到了一起，全部都是9转职业者，实力强大，各自的底蕴珍藏也是不少。很快，这一批9转强者们就自行的组成了一个9转强者才可以加入的小圈子。至于其他的8转强者见到这一幕，也只是在远处看着，很有自知之明的没有上前融入这9转强者的圈子中。老姬，那些顶级学府9转强者的圈子咱们融不进去，不如你我2人对赌如何？这时姬寒武的身边，王莽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凑了过来，对着他提议道，你想赌，我奉陪便是。你莫非是要赌你那5个小子能够拿下这 BOSS 的首杀不成？看着凑过来的王莽，姬寒武轻笑一声，话中调侃意味渐浓。哼，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可不像你。这一次，我只不过是让那几个小家伙出来见见世面。若是要赌，那我也只会选实力最强的创神学院。听出来姬寒武话中的调侃，王莽虽然气急，但却也是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带来的那5名学员实力不足，顺道也不忘对一番姬寒武。第78章，这副本不简单呐！哼，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直接就选了最强的。王莽此言一出，姬寒武立刻鄙夷的看向他，吐槽道。但转眼的功夫，他眼珠子一转，脸上又是露出了笑容，看向了对方。既然你赌创神学院，那我就选我星辰学院拿下这次 BOSS 首杀好了。既然要玩，那就玩大一点。我看你也快到8转巅峰了，不如这一次，你我2人对赌之物就拿半神遗物来做赌注如何？怎么样，敢不敢来？你疯了，居然赌你星辰学院赢，还拿半神遗物做赌注？且不说你星辰学院在场的这么多高等学府之中处于末流位置，就这半神遗物，你拿得出手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姬寒武的话一出，王莽整个人的声音都是不自觉地提高了数倍，脸上带着鄙夷之色。若是姬寒武有了半神遗物，这家伙早就自己用了。他可是知晓这老小子在8转巅峰停留了几十年的时间，若是有半神遗物，他根本不会让自己还停留在8转巅峰境界。因此他是一点也不相信姬寒武能够拿得出半神遗物这等珍贵无比的宝物。你别管我拿不拿得出半神遗物，你只要回答你敢不敢跟我对赌便是。不敢赌的话，就别那么多废话，赶紧的给我滚一边去。看着满脸鄙夷的王莽，姬寒武的气势也是丝毫不弱，对其还以颜色。你看着姬寒武如此，王莽的火爆脾气瞬间就上来了，刚想着开口接话，但是只吐出了一个字，他就骤然停了下来。不对劲，很不对劲。我选的可是实力最为强大的创神学院，赢面可比星辰学院高了不知多少。以这老家伙以往的行事风格，他也不是一个冲动的人。若非是有着足够的自信，他不可能拿半神遗物这等珍贵的宝物来对赌。这老小子今天有些不对劲，他选星辰学院赢，难道说那个被他带过来的学员实力远超我的预料？心中这般想着，王莽刚刚的冲动也渐渐的平息了下来，又是偷瞄了一眼姬寒武，却发现这家伙的嘴角微微上扬，脸上带着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顿时让他心中一惊，脑海之中浮现一幕幕自己以往和姬寒武交锋时的场景。就是这个表情，他娘的，以前在这老家伙面前，每次遇到他这样笑，我都占不到便宜。该不会这家伙是在算计我几年前得到的那一块半神遗物吧？算了，不管是这老家伙故意激我，图谋我的半神遗物，还是说他想要赌一把创神学院也无法取得 BOSS 的首杀奖励，两者打平，没有输赢，咱这一次都不能和他继续对赌下去。
现在我用不了几年就能够达到8转巅峰，到时候有着手中的半神遗物，我能直接踏入9转。等我进入9转之后，看这老家伙以后还怎么压得住我。我这块半神遗物绝对不容有失。思索间，王莽也顾不得面子不面子，半神遗物可是1等1的珍贵之物，对他极其重要，他没有必要去冒险。哼，你就是个疯子，老子不和你赌了。王莽抬头看向了姬寒武，话锋一转，说完便直接头也不回的离开，远远的拉开了和姬寒武在星空中的距离。这个莽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机灵了？是我露出什么明显的破绽了吗？王莽突然间来了个急刹车，也是让姬寒武一愣，喃喃自语的说道：他刚刚可是真的准备坑一波对方，拿到了对方那一块半神遗物来着。不过现在看来，他的这个计划算是彻底的泡汤了。算了，还是静静的等待结果吧。也不知道蔡坤那小子能不能真的给我将那首杀奖励抢到手。可能是14位 SSS 级的天才职业者一同与他竞争，这压力可不小。没有再去关注王莽，姬寒武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远处那缓缓旋转的漩涡状的副本入口，期待着这一次大型副本试炼的最终结果。副本内，秦牧穿过了入口后，就出现在了一座荒芜的平野上。与他一同出现的还有近30万的人族新晋的天才职业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这一届刚刚完成新手试炼的新人职业者。因为一般的往届的 S 级本源天赋职业者早就在1年的时间里突破到了3转境界，而这些人能够被各大高等学府霸主势力挑选出来参与这一场大型秘境的试炼中，显然都是各大势力学府中的最强天才，受到了最好的资源培养，就如同秦牧一样被姬寒武亲自带着升级。这些人也基本上全部都是在这短时间内被各大势力的顶尖强者带着刷怪升级，让他们的等级全部达到了50级以上，进入到了2转境界。尤其是那些顶尖学府的学子，更是一个个都达到了100级的2转巅峰境界。在等级上，顶尖学府的学员和那些霸主级势力的顶尖天才职业者都是相差无几。轰隆隆！就在秦牧等人刚刚进入这一座副本时，他们周围的大地突然间剧烈的颤抖了起来，所有人都是被震得身体一个趔趄，然后就是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四周。此时此刻，周围那荒芜的原野上，大地上鼓起了一个又一个数十米的土包。正是因为这些突然出现的土包的集体升起，才造成了堪比18级大地震的地面震动。砰砰砰！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这些土包突然间全部炸开，一个个身高数十米的石巨人纷纷站了起来，出现在众人面前。石巨人精英，等级 LV125， 血量 2000W， 魔力 800W， 力量25000，体质26000，敏捷18000，智力10000。技能巨石天降，岩突冲击，金刚石夫。居然是125级的精英怪，这个副本不简单啊！但秦牧一个探查术将这些怪物的属性等级查看出来之后，他也是立刻嘀咕了一句：这个副本只能够让3转之下的职业者进入。如今出现的第一批的怪物就是125级的精英怪，等级还超过了在场众人最高100，等级达到了25级。就算是 S 级的天赋职业者，面对这些石巨人都不会轻松。何况这些石巨人的数量遍布了整个原野，比他们这20多万职业者不知道多出了多少倍。第79章，大家组队冲！卧槽，刚刚进来遇到的这些都是125级的精英怪，而且数量居然这么庞大，后面恐怕更加的难啊！哈哈，我喜欢，只有这样的副本难度才适合我们这些天才。取得 BOSS 的首杀这项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冲！魔焰光沙炮，这么多怪，看我流星火雨！除了秦牧之外，其他的那些进入副本中的天才在看到了周围这些石巨人的属性之后，也都是心中一震，纷纷惊呼起来。不过这些人毕竟都是各大学院势力最为顶尖的天才学员，在各自的势力的强者帮助下，已经全部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100级的2转巅峰，加上一个个都是至少 S 级的本源天赋职业者。他们在看到了这周围的石巨人的属性之后，除了最开始的一丝惊讶之外，更多的则是兴奋。这一刻，所有人都几乎是同时对着周围的石巨人发起了攻击，寒冰、火焰、雷霆、激光、火炮等等各种各样的强大攻击，如同雨点般朝着周围的石巨人轰了过去。几乎是眨眼间，最前方的数万弹巨人便是被淹没在了众人的攻击之中，纷纷化作了崩裂的碎石，轰然间倒在了地上，被彻底击杀。轰！在这些人之中，也有极个别的新人职业者十分显眼。其中一声巨大的轰鸣过后，秦牧的目光也不由得被一个率先冲在了最前面的人影所吸引。确切的说，是被那家伙召唤的10几米高的巨型机器人所吸引。那是机械师的机械造物，没想到
姬寒武让我注意的那2名创神学院的学员，其中1人居然是机械师，这机械造物实力确实不俗啊，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家伙自己弄出来的。秦牧看着远处冲在了最前方的那巨大身影，他的脸上也是出现了一副诧异的神色。在他目光注视下，那一具类人形、浑身红蓝相间、色泽厚重的机械造物手持泛红的巨大铁刃，铁刃上释放着无比灼热的气息，一刀斩下。就算是那石巨人碰上了，他身上堪比金刚石的坚硬身躯也是如同雪花遇到了被烧得通红的滚烫烙铁一般，迅速融化成红色的岩浆。那人形机械造物手持泛红的巨刃，砍着这些125级的精英石巨人，就如同砍瓜切菜，十分的轻松。也正是有着这一具机械造物，那名站在了机械造物肩膀上的创神学院学员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攻击这些怪物。同时，另外的上百名创神学院的天才们也都是紧紧地跟随着这一名学员，开始疯狂地朝着副本深处插入。所过之处，没有一具石巨人是这些人联合起来的对手。任何一只石巨人在碰到了创神学院的这批学员的时候，都被第一时间集火秒杀，不留任何的余地。不仅仅是创神学院这边的学员联合了起来，其他的几个方向也都是有数十上百名实力强大的天才们联合在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冲刺。这些人都是来自各大星域之中的最为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中的天才，他们不仅是实力和天赋更加的强大，人数也是众多，联手一同行动的情况下，推进起来的速度更加迅速。这些顶级学院的天才们一个个以学院为单位抱成团，第一时间朝着石巨人之后的副本深处冲去。石巨人的数量庞大，大家都是2转，尽管天赋出众，实力都是2转职业者中的佼佼者，但想要在这里直接和这些石巨人硬拼，将这些石巨人全部斩杀，明显不现实。这么多的石巨人一望无际，数量起码上亿，是他们的数百倍，且实力都不弱。一般的 S 级天赋职业者对付起来都不能做到秒杀，而是需要缠斗一番。2转巅峰终究是魔力有限，一旦长时间战斗消耗过大，再陷入了这些石巨人的包围，那即便是他们这些实力强大的天才也会有被灭杀的危险。因此，集合最大的最值得信赖的力量，冲出这些石巨人怪物所在的地盘，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大家快看创神学院和稷下学宫那些顶尖的高等学府，卧槽，他们居然整个学院的天才联合起来突围，这是要冲过石巨人怪物群去抢 BOSS 啊！嗨，人多真好。兄弟们，小弟有个提议，不如我们也联合起来，一起冲。这个主意可以，这些石巨人实力很强，我们分开各自为战，实在不可取。那好，咱们就先摒除各自学院不同的嫌隙，一同冲过了这石巨人怪物群。等到遇见了最终 BOSS， 咱们大家再各凭本事抢夺 BOSS 的首杀。好好好，大家一起冲啊！在一个人率先提出了实力稍弱的学院的学员可以10几个学院的学员联合在一起冲杀的提议后，整整20万左右的天才们也是迅速达成了共识。很快，一个又一个几十上百名的天才组成的全新团队开始朝着石巨人怪物群中穿插而去，如同一柄柄尖刀，疯狂地朝着副本深处挺进着。这些人或许不如最顶尖的那些学府的学员联合起来的挺进速度快，但是相比起之前大家各自为战，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杀戮这些石巨人的速度而言，确实是快了数倍不止。兄弟，不如我们一起。这时，秦牧身边一行20多人也朝着他靠近，为首的一人更是开口邀请道：这批人正是秦牧附近刚刚拉起来的几个实力不怎么强大的学院学员组成的队伍。开口的人此刻也是一脸笑容地看着秦牧。他之所以要来特意的拉秦牧入伙，都是因为他之前注意到秦牧一个人面对这些数量繁多的石巨人时，对方的脸色始终如常，没有丝毫的波动。如此镇定的模样，也让他对秦牧的实力有了几分猜测。在他看来，秦牧面对众多的石巨人都如此淡定，那其本身的实力绝对不弱。第80章，不必了，我习惯一个人。拉我组队。秦牧闻言，看了一眼身边走来的众人，见到了这些人的都看着自己后，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不好意思，我习惯一个人，你们去找其他人组队吧。声音冷漠，颇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而听见他的话后的一瞬间，那名刚刚开口邀请组队的人脸上的笑容猛地一僵。被秦牧这么冷漠的当众拒绝，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毕竟在这里大家实际上都是彼此的竞争对手。秦牧不和自己组队，他也没必要得罪对方，而是自己带着人继续朝着其他人走去。附近还有不少的团体，他没必要揪着秦牧不放。看着众人识趣的离去，秦牧也没有过多的关注这批人，而是扫了一眼已经冲到了最前方的那些家伙，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顶尖学府已经冲出去好几公里了，我也不能继续看热闹了呀。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看看
这些石巨人所在的地盘究竟有多大吧。秦牧深吸了一口气，低语一声，下一刻他的小腿猛地发力，整个人直接冲向了那茫茫无尽的石巨人群。轰！上亿的属性下，他的速度之快，周围的空气都被瞬间的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音爆声。轰！轰！轰！几乎是同时，在他动身后，无尽的音爆声传荡开来时，也是有着无数石巨人身体炸裂的轰鸣声响起。秦牧仗着自己高达上亿的属性，面对这些挡在了他面前的数量巨大的石巨人，不闪不避，而是直接蛮横地撞击了过去。石巨人虽然是125级的精英怪，但是在秦牧的面前却是要比豆腐还脆。他只是轻轻一撞，这些石巨人但凡是稍微触碰到了他，整个几十米大小的身躯便是骤然炸裂开来，哪怕是被秦牧碰伤了一个脚趾头亦是如此。这些石巨人都只是2000万的血量罢了，属性也不过是几万点，面对秦牧那1亿8000多万的属性，没有任何的意外，一触即死。成功击杀125级精英石巨人，生命上限加100万。成功击杀125级精英石巨人，生命上限加100万。成功击杀125级精英石巨人，生命上限加100万。与此同时，秦牧在瞬间秒杀这些怪物的时候，他的界面上也是不断的闪过了击杀提示。由于是已经达到了2转巅峰的100级等级上限，纵然是这些精英石巨人被击杀之后会有庞大的经验，但却都无法让秦牧继续获得这些经验进行升级。倒是他击杀了这些血条超厚的石巨人的时候，都能够获得100万的生命值上限的增长，让他的总血量依旧能够持续的上升，力量、体质、敏捷、速度等全部属性也都是飞快的提升着，让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悍。卧槽！什么鬼动静？爆炸了！那些石巨人都爆炸了！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一条线上的石巨人全部爆掉了？哪位妖孽天才出手将这些石巨人斩杀的？这份实力未免也太恐怖了些吧！我好像看到了模糊的一个人影一闪而逝，这些沿途的石巨人便是全部死了。超了！超了！眨眼间就超越了创神学院这些顶级学府的队伍深入的程度，一瞬间秒杀了数以千百计的精英石巨人，这真的是2转的职业者能够做到的吗？这副本里面不会是有鬼吧？这太诡异了！屁！你何曾听过副本里面有鬼了？再说咱们现在都是职业者了，害怕毛的鬼啊！鬼来了，我他妈直接一个大宝剑过去给他物理超度了，还愣着干嘛？这么好的机会，大家借助那神秘强者留下来的这缺口冲过去啊！对对对，大家冲啊！在秦牧一路横冲直撞，将自己前进路上的所有石巨人全部撞爆之后，其弄出来的巨大动静也是立刻就引起了附近所有的天才们的注意。看到这么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一幕，所有人都惊呆了。而且由于秦牧的速度实在是太快，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见他的身影，这顿时就引起了周围这些天才学员们的惊骇，引发了阵阵惊呼。不过不少机灵的人也都是看眼前一亮，看着秦牧一路杀出去的一条几乎是真空的通道，他们都是毫不迟疑的趁着周围的那些石巨人还没有将这被秦牧开辟出来的一条康庄大道重新淹没之前，卯足了劲的朝着前方冲了过去。是他，没想到那家伙的实力居然如此恐怖，难怪不愿意和我们组队，如此恐怖的实力和我们这些人组队，反而是拖了他的后腿。我的天，还好老子刚刚没有得罪那家伙，不然……与此同时，在注意到了这一边的动静后，数十道身影几乎都是在转头之后不久，观察了一下周围之后，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震撼无比的神色，尤其是这几十个人最前面的那名男子，更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这些人正是刚刚邀请过秦牧加入的那批人，秦牧是在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之后，便是直接爆发，所以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走多远。秦牧的动静一动就引发的音爆，也是第一时间将他们这些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转身后，这些人都注意到了原本秦牧所在的位置，整个人都消失不见。而那些石巨人被轰杀，一路冲向前方的康庄大道的起点，貌似也正好和秦牧所在的位置相吻合。结合起来看，他们立刻就猜到了秦牧就是造成这一切的元凶。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如此震撼。而为首的那名男子更是为自己之前没有得罪秦牧，而是转身就走的决定感到庆幸不已。不然在这副本内得罪了这样的一名逆天妖孽，他都怕自己走不走得出这副本了。第81章，横跨上千里，那是何人？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最前面创神学院为首的那名机械师脸上也是露出了惊骇的神色，看着那速度快到了人影模糊的秦牧迅速的后来居上，并且在几乎眨眼间的时间就消失在了10几公里外的这一幕，他只感觉自己整个人的脑袋都是懵的。沐纯风，那个家伙，你看清楚了他的身影没有？就在他愣神之际，
一道身影也是迅速地冲上了他脚下的机械造物，对着他说道：“此人正是创神学院中的另外一位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王兰。”此刻他的脸上也是那不可思议的惊骇表情。没有，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速度就算是五转刺客职业者都未必有如此速度。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方本身不仅仅是速度快，他的战力也是空前的强大。这125级的精英石巨人，我的机械造物也需要命中要害才能够将其秒杀。但是你看他所过之地，所有的石巨人纷纷爆碎，这份实力你我远远不及。有如此恐怖的强者，你我二人就算是加上我们学院的所有人都恐怕没有机会拿到那 BOSS 的首杀了。看着来人，听见了沐纯风也是深吸了一口气，怅然若失地说道，似乎自己失去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东西一般。听见了他的话，一旁上来的王兰也是沉默不语，看着下方沐纯风的机械造物在一步步带着创神学院的队伍前进。虽然速度迅捷，推进的脚步迅速，在所有的学员队伍之中都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和刚刚那一道模糊身影飞一般的速度比起来，却是相差甚远，根本不值一提。哎，这一次咱们怕是要让院长他们失望了呀！此人如此强大，他真的是二转职业者吗？最终，同样身为 SSS 级天赋职业者的王兰，此刻也不得不叹息起来。经过秦牧这样一闹腾，他们之前那一股盛气凌人的倨傲气势早已经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打击，还有无与伦比的震撼。他们怎么都想不通，自己都已经是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了，实力在这些进入了副本中的学员之中都是最为顶尖的存在。那未知的强者实力如此强大，完全碾压他们。那对方的天赋究竟是什么级别？总不能突破了这数万年来出现的最高级别的本源天赋的界限吧？ SSS 级本源天赋已经是最高级别的天赋，这在数万年来的经历和历史之中已经被全人族认可。不仅是人族，就连宇宙之中的其他的智慧种族也普遍地认为这 SSS 级的本源天赋就已经是职业者觉醒天赋的极限了。秦牧如此强大，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创神学院的王兰和沐纯风两位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其他的星域之中的顶级高等学府之中的那些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此刻的内心亦是掀起了滔天巨浪，被震撼的久久不能平息。震撼之余，他们也都是一脸的懵逼，根本无法想象秦牧究竟是有着怎样的恐怖天赋。这18星域之中的整整14位 SSS 级的本源天赋职业者，现在都是处于深深的震撼之中。带着这难以言语的震撼，他们也只能够不断的更加卖力的击杀着前方挡住他们去路的石巨人。除却他们之外，其他人也都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几百支队伍，纷纷朝着副本深处赶去。虽然大家都已经觉得有了秦牧这样的一个强大到了超模的天才出现，击杀 BOSS 已经是没有他们的份了，但都已经进入了副本，总归是要看一看这副本之中的情况究竟如何。这最终的 BOSS 又是什么？这般大型的副本，哪怕是没有能够斩杀 BOSS， 他们在这副本之中探索，说不定也能够有意外的收获。对于自己弄出来的动静所引起的全联邦的天才少年的强烈震撼，秦牧并不知晓，但他也能够猜到自己这般爆发之后，大概率会引发什么样的震动。所有人恐怕都会被他突然爆发的实力所震惊，但是这震惊与否，他却完全没有兴趣去知晓。如今的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的找到这一座大型副本之中的最终 BOSS， 第一时间将其斩杀，拿下这 BOSS 的首杀，获得兼修第二职业的机会。血法师配上他的天赋，无疑能够让他爆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同样的，有了第二职业血法师的大范围的血法伤害，他清理怪物，提升自己实力的速度也将越发的迅速。呼，30秒后，急速奔驰的秦牧这才停顿了下来。呼吸间，他的嘴鼻间顿时涌出了一股滚烫的白色雾气，正是他短时间内爆发急速之后，身体上的血液沸腾，让他的体温迅速升高带来的鼻息间的灼热气息。30秒，以我刚刚的速度，居然都用了30秒的时间。这些石巨人的地盘最低都得有1000公里了，1000多公里的地盘，石巨人那般密集的数量估计上亿了。有这些家伙的阻拦，就算是创神学院的那些学员，没有个1-2天的时间，都休想冲出这石巨人的地盘。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整个秘境，寻找秘境中的最终 BOSS， 将其斩杀。停下来，平息了自己那略显急促的呼吸之后，秦牧回头一看，低声说道：“在他身后数百米的地方，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石巨人，周围的石巨人都在对着他疯狂的咆哮，但是却不敢再越过雷池一步，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将他们这些怪物限制在了特定的区域。秦牧知晓，这就是副本的规则，就如同他之前在极光城之外下的第一个副本一样。在没有击杀那矿山的半兽人工头之前，前往矿山底部的铁门他永远无法打开。在这里，
这些石巨人就是永远也不会踏出被限制行动的区域。面对已经脱离了石巨人地盘的秦牧，这些石巨人也就只能是凑在了一起，对着秦牧隔空咆哮，无能狂怒。第82章万千打手，分身妙用。现在的实力，直接横冲直闯都能够撞爆这些125级的精英怪。之前一路冲杀过来，被我撞碎的那些石巨人就达到了3000多只，又给我增加了30亿的血量。这些怪物的数量和质量都不错，白白的浪费掉倒是有些可惜了，就留下一些分身在这里慢慢的杀吧。看着里面的那些疯狂咆哮的石头人，秦牧嘴角一勾，下一秒，在他的身边，一缕缕的血气从他的身体内飘出，然后瞬间化作了上千道和他一模一样的血神分身。你们给我将这里面的石巨人都统统杀掉，若是遇到了那些人族的天才，对方若是不识趣的招惹你们，尽管还手便是。当然，人族的天才没有先动手，那也不要滥杀。对着这上千道血神分身下达了指令后，秦牧又是念头一动，所有的血神分身的脸部都是开始幻化出了一层血色雾气，将其面容遮住。等到血色雾气消散之后，上千张不同的脸就替代了原本和秦牧一模一样的脸。在人前，秦牧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血神分身，不然全部都是和他一模一样的血神分身达到上千具，还个个都具备极其强悍的实力。这消息一旦传出去，恐怕惊动的不只是人族的巅峰强者，就连其他宇宙种族的巅峰强者都会为之惊骇。上一次那种被异族出手偷袭的情况，估计也会再度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现在的实力确实是比之刚刚从新手试炼出来的时候强大了太多，但他还不认为自己现在就有了和那些九转强者对抗的实力。充其量，现在的他也就是保命能力强大罢了，能够在九转强者的攻击下依旧保证自己能够活命。但是想要击杀九转强者，这根本不可能，甚至连九转强者的一根毛他都未必能够伤到。当然，若是他遇到了一个残血的九转强者，尤其是对方的血量低至 10% 生命值的时候，那情况倒是不同了。他的可是有着必杀一击的 SSS 级技能血祭裁决，只要任何低于 10% 生命值的残血目标，他都能够施展血祭裁决将其斩杀，除非对方有着和他这般能够保命的手段，不然就是中之必死。嗖嗖嗖！随着秦牧的命令下达，这幻化好了容貌的上千的血神分身也都是化作了一道道残影，冲回了那些石巨人盘踞之地，对着这些石巨人发起了疯狂的杀戮。砰砰砰！这些血神分身刚刚进入石巨人的地盘，整个区域之中便是接二连三的爆发出了震响。原本疯狂咆哮的石巨人几乎都是在瞬间爆碎成了漫天碎屑，化作了沙尘坠落了地面。这些血神分身拥有着秦牧100%的全属性战力，除了没有技能、没有装备的各种属性特效的加持外，这些血神分身每一个单论属性都是已经达到了18000多万点，和秦牧本体比起来绝对弱不了多少。有着这般恐怖的属性，这些血神分身即使是赤手空拳，也能够轻松的在拳掌间将这些石巨人纷纷秒杀。成功击杀125级精英石巨人，生命上限加100万。成功击杀125级精英石巨人，生命上限加100万。一道道击杀提示不断的在秦牧的面板上弹出。上千血神分身斩杀这些石巨人的速度，要比秦牧一个人横冲直撞来的更加的凶猛迅捷。仅仅是眨眼间的功夫，秦牧的总血量又是上涨了1个亿，并且还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着。能够使用自己的血神分身斩杀怪物，这速度才是最快的啊！感受着自己现在迅速飙升的血量和各种属性，秦牧咧嘴一笑。上千具实力和他不差多少的血神分身对石巨人的屠杀，可比他自己一个人斩杀这些石巨人的时的速度强多了。就算是之前秦牧施展自己的技能归海绝息斩进行范围性的杀伤，也绝技达不到现在他的上千血神分身斩杀石巨人的效果。现在是时候去探索这一整个大型副本的情况了。所有的血神分身给我出！看着自己的上千血神分身不断的斩杀着石巨人，秦牧也不再关心这边的情况，而是立刻将自己剩下的所有血神分身召唤了出来。他在来这个大型副本的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全力凝聚出了18000多具血神分身。除去了刚刚那上千杀戮石巨人的分身外，他还有着近17000的血神分身。此刻，随着他的念头一动，无数的血气从他的身体内飘出，剩下的血神分身在这一刻全部都被他召唤了出来，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给我全部散开，四处探索这一座大型副本，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座副本的 BOSS 找出来。将所有分身召唤出来之后，秦牧便是下达了自己的指令。顿时，上万的血神分身全部化作了残影，朝着四面八方迅速的奔袭而出。同样的，这些血神分身，秦牧也都是让他们幻化了不同的面容，以掩人耳目。所有的血神分身派遣出去之后，
秦牧自己也没有继续深入这一座大型副本的打算，而是准备找一块相对比较隐秘的地方落脚，继续在这副本之中凝聚自己的血神分身。虽然他本身的实力要比这些血神分身强大，但是他架不住自己的这些分身数量多啊，人多力量大。他一个人的速度就算是比这些血神分身的速度更快，但是在绝对的数量优势下，这数以万计的血神分身探索副本的速度绝对要比他快上成千上万倍。有了这些不知疼痛不知疲惫的小弟们任劳任怨，他又何须亲自出马？很快，秦牧就如愿地找到了一块合适的隐秘场所，当即就开始在这一处隐秘之所落脚，然后便是开始继续凝聚自己的血神分身。只要其他的血神分身找到了这一座副本之中的最终 BOSS 后，他完全可以施展移形换影的技能，瞬间调换双方的位置，由他亲自将那最终 BOSS 斩杀，杜绝任何的意外。第83章，血量4万亿。秦牧在找到了僻静的场所之后，他便是迅速地凝聚起了自己的血神分身，一具具血神分身以每秒10具的速度迅速地凝聚着。刚刚凝聚的血神分身又会被秦牧下达朝着这位探索的指令，迅速地朝着远处奔袭离开。在秦牧的身边，也就只留下了一具血神分身，警惕周围的情况，确保秦牧在凝聚新的血神分身的时候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威胁。很快，他就将自己进入了副本之后多出来的总血量的几十亿血量带来的几十具血神分身凝聚出来。之后，他所凝聚的血神分身的速度也是渐渐的慢了下来。这都是因为他满了1亿总血量后才能够额外的凝聚出新的血神分身。现在他的18000多亿的总血量能够凝聚的血神分身已经达到了上限。现在想要继续凝聚新的血神分身，只能够等他的总血量上限再度提高以亿为单位的数量级才可以。不过，有着前面1000多的血神分身在迅速的屠戮着那些精英石巨人，秦牧的总血量的上限增长速度也是极为的惊人，最后也依旧能够保持1秒5具血神分身的凝聚速度。这也就代表着他在有上千的血神分身的疯狂刷怪下，自己的总血量的上限正在以每秒超过5亿血量的速度疯狂的增长着。如此迅捷的血量提升速度，比他之前在有基寒武这样的8转巅峰强者的陪同下斩杀星辰学院附近的3号怪物星球上的200级的怪物增长的速度更加迅速。彻底放开限制，动用所有的血神分身的力量进行刷怪，这速度就是如此恐怖。真不知道这些石巨人的数量有多少，若是真的和我之前所猜测的那样拥有上亿的数量，那我在这里只需要将这些石巨人全部斩杀，我都能够获得100万亿血量上限的增长。这就算是没有拿到最终 BOSS 的首杀，没有得到那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我这一趟也赚大发了。不过就算是真的有这么多的石巨人，想要全部杀完获得100万亿血量，以我现在每秒5亿血量的增长速度，没有个3天时间也完成不了。当然，这要是让我其他的血神分身全部加入对石巨人的围剿之中，倒是能够大幅度的缩减斩杀全部石巨人的时间。面对自己迅速增长的血量，秦牧一边迅速的凝聚着自己的血神分身，一边也在感慨这副本秘境中的那些125级的精英石巨人的血量之后，让他的生命值上限增长的速度如此迅捷。同时也有些不满足于自己现在的那上千血神分身屠杀那些石巨人的速度。当然了，他话虽如此，可绝对不会这样去做，让自己所有的血神分身全部加入到对石巨人的屠杀之中。现在他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这一片大型副本之中的最终 BOSS 的藏身之所，获得第2职业的兼修机会，这才是他这一趟的目标。他可不会为了这样一个让自己血量成长的诱惑，放弃了去寻找 BOSS 的所在。一旦这样做，那可就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完成这个副本的 BOSS 首杀，获得第2职业的兼修机会，这可是只有唯一一次的机会。而他想要提升自己的总血量上限，提升自己的属性，则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去找怪物猎杀进行提升。两者孰轻孰重，秦牧还是分得清的。嘀咕了几句之后，秦牧便是继续靠着自己的血神分身斩杀石巨人给他带来的血量提升，来凝聚新的血神分身。越来越多的血神分身也都是在后续被秦牧投入到了在这座大型副本之中搜索最终 BOSS 的任务中。这座大型副本的地图极为辽阔，简直就像是一个大世界，面积早就超过了秦牧所遇见过的任何一个生命星球。他估计即便是之前姬寒武带着他前往的星辰学院所在的那一颗巨大的生命星球，也没有这般大的面积。他现在只有不到2万的血神分身投入到搜索之中，想要遍寻这一处大型副本的每一个角落，绝非易事。若是那最终 BOSS 躲得深，他运气也不太好，需要将整个副本的每一寸土地都搜索一遍才找得到最终 BOSS。哪怕他现在的血神分身数量再增长1倍，没有个1天的时间，也难以将整个副本的所有区域全部逛一遍。而实际情况貌似也在从侧面表达了秦牧现在的运气并不怎么好。接连几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他的血神分身都已经凝聚，总计突破了4万数量，
却依旧没有遇到那最终 BOSS。倒是那些被他派遣出去的分身遇到了不少的精英怪物，发生了无数次战斗。3个小时的时间，我的总血量已经突破了4万亿了。有了4万多的血神分身，已经探索完了这个副本大部分的地区。再等等，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反正其他人都还被困在10具人群中，我也无需担心他们抢在我前面。接连凝聚了2万多具血神分身，秦牧也是停下来做短暂的休息。虽然几个小时过去了，自己的数万血神分身依旧没有找到这个大型副本的最终 BOSS， 但是秦他却是一点也不着急。在他的那上千对付10具人的血神分身的刻意避免下，他们并没有朝着那些人族联邦的其他职业者所在的方向杀戮，而是避开了这些人前进的方向，朝着其他方向的10具人屠杀，留下这些人冲击的方向上的大量10具人，阻挡这些人族天才职业者前进的步伐。10具人个体实力并不弱，加上有秦牧的刻意为之，为这些人族天才突进的方向留下了足够多的10具人。因此，就算是至今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的时间，人族那20万左右的天才职业者也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冲出了10具人所在的地盘。哪怕是最强的创神学院的上百名学员亦是如此。这可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他们不像秦牧这般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可以无视10具人一路全力冲刺。3个小时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他们冲出10具人的地盘。只要这些人没有冲出10具人的地盘，他们根本无法去和秦牧竞争。秦牧自然不需要担心这些人会比他更早的找到这一座大型副本的最终 BOSS。第84章，总算找到你了，我没蓝了，快来人替我！这些10具人究竟有多少啊？杀了这么久还没有看到头。是啊，这些10具人的数量也太多了吧？这样下去，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摸到这个副本的 BOSS 啊？嗨，别管了，就现在咱们的实力，对上这些数量的10具人，咱们最后能够安全的离开这些10具人所在的区域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啊，还好创神学院的那些天才愿意带着我们一起，组合起了所有人应对这些10具人，不然我们这么多人之中，有不少人会死在这里面，被这些10具人围攻致死。没错，这一次我们真的得感谢创神学院这些强者了，不愧是咱们联邦第1大高等学府，所有的学子都是心怀天下，我自愧不如啊！刚刚没有创神学院的王兰出手相救，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感谢他们。联邦第1学府实至名归。另一边，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鏖战，人族联邦这一次进入了副本中的所有人都是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队由20万天赋职业者组合而成的大型队伍，组成了1-3角阵型，由木纯风的机械造物打头阵，所有人轮换着来到最外层抵挡周围冲上来的10具人，身上的魔力和力气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会迅速由里面的天赋职业者替换掉，让其退回到内圈开始休息，恢复刚刚消耗的力量。其中包括木纯风和王兰在内的所有14位 SSS 级天赋职业者都分散在3角阵型的各处边缘，随时准备出手应对各种意外。也正是这样，这一批进入了大型副本中的所有人才能够安然无恙的在这几乎杀不完的10具人的围攻之中依旧保持向前突进。还好这一次进来之前，院长他们给了我足够多的各种恢复药剂，我也准备了充足的动力源，不然我这个擎天神这般高负荷高强度的杀敌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早就耗尽动力源了。也不知道之前那名神秘的天才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了，他是否已经冲出了这10具人的地盘？以他的实力，应该早就冲出去了吧？只是希望这副本足够大，他一时半会都找不到最终 BOSS， 这样我或许还有那么一丝的机会，能够尝试一下抢夺那间修第2职业的机会。3角战阵的最前方，木纯风眼眸深邃地看着前方那几乎杀不尽的10具人，心中抱着最后的一丝侥幸。接连在这怎么打都打不完的10具人怪物群中战斗了3个多小时，就算是他身边的创神学院的那些学员都已经有些承受不住高强度的战斗，连创神学院的这些学员尚且如此，那就更加不要说其他学员了。其他大大小小的学院组成的学员团体，就算是有着数百人之巨，但是整体实力也无法和创神学院的100名出头的学员组成的队伍相提并论，战力上要相差许多，面临10具人的围攻，受到的威胁也更加巨大。甚至有不少人都是出现了一不小心就被10具人的岩石天将这些技能命中击伤，更是有几人差点就死在了这里。本着大家都是联邦的天才，木纯风这些刚刚满了15岁的少年们都是热血少年，又有了之前秦牧的惊人表现，让他们明白自己抢夺这副本的最终 BOSS 的首杀变得几乎没有了希望。木纯风等人也是毅然决定将所有人的力量都整合起来，大家一同携手冲出这一群10具人所在的地盘，这才有了如今所有人都聚集在了一起的这一幕。20万左右的天才职业者们凝聚在一起，所爆发的力量可比大家之前各自为阵的时候强大得多。也是因为如此，后续大家才没有遇到过致命的危险。在木纯风这些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的合理安排下，
他们这14名实力最为强劲的 SSS 级职业者分别在三角阵型周围平均分散开来，兼顾周围的战线，一旦有人支撑不住，来不及换防，遭遇危险时能够及时的出手相助，解决掉威胁，确保不会出现伤亡的情况。就在前不久，创神学院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王兰就一剑救下了一名差点被石巨人活活砸死的一名疲惫的 S 级天赋职业者。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拧成了一股绳，一同朝着前方突进，稳扎稳打，一时间也是渐渐的将局面稳定了下来，稳中求进。若是没有意外，再有个10几小时的时间，他们这些人也将冲出石巨人的地盘。毕竟都是2转巅峰的强者，哪怕被这些石巨人限制阻挠，他们前进的速度也要远超普通人，1小时奔袭个180公里，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就在沐春风这些人凝聚了所有2转天赋职业者冲刺的同时，秦牧这边一具分身迅速的在一片茫茫沙漠中奔袭，全力奔驰下，他一路飞奔而过，所引发的涡流化作了一股股狂风，将其身后所过之处的沙砾纷纷卷起。所过之处，那是一个沙尘漫天，而从高处看，这些被席卷起来的沙尘绵延出去了不知道多少公里，如同一条看不见尾巴的沙尘巨龙。显然，秦牧的这一道血神已经不知道在这里飞奔了多远的距离了。呲！就在不久后，原本正在飞奔的这一道血神分身顿时停了下来，双脚急刹车在惯性的作用下，于沙漠之中划过了2道数百米长的沙痕。停下来后，这道血神分身兀然地朝着右边转头看去，只见在他的右手边，一座巍峨巨城矗立在了这无边的沙漠之中。整座巨城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这一眼看去，就像是全部用金灿灿的黄金打造的巨城。唰！就在这一刻，距离这道分身万里之遥的秦牧也是猛地站了起来，双眼之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脸上一时露出了极为兴奋的神色。等了这么久的时间，总算找到你了。第85章黄金古城，黄沙金甲卫。通过了和自己分身的共享视角，秦牧瞬间便是确定了这道在沙漠中的血神分身找到了正主。激动之余，他也没有任何的犹豫，移形换影，一念间，秦牧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那一道在沙漠之中的血神分身，此刻则是出现在了他原本所在的地方，而秦牧的本体则是直接来到了原本那血神分身所处的沙漠，两者在一瞬间完成了位置的互换。沙漠中，秦牧看着不远处的那一座巨大的黄金古城，嘴角微微上扬，当即召集了所有的血神分身，朝着自己所在的位置赶来。既然已经找到了这最后的 BOSS 所在的位置，其他的那4万多的血神分身自然不需要让他们再去漫无目的的寻找最终 BOSS 的所在，全部聚集在一起，这样正好能够让他将所有的力量都整合到一处，以碾压之势横推这一座黄金古城。当然，他将自己的分身全部召集到自己的身边，也是为了预防在他将这黄金古城中的副本最终 BOSS 斩杀后，副本会将他直接排斥出去。若是这样，他的血神分身不在自己的身边，这4万多的血神分身来不及一同带走，那就只能够留在这副本内了。这大型副本并非秘境，尽管有着庞大的面积，但是每次刷新副本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副本的规则是否会将他留在这一座副本中的所有血神分身全部湮灭？这些都是未知的。对于这些未知的危险，秦牧自然是能避则避。这4万多的血神分身，基本上是他现在的这4万多亿的血量所能够凝聚的全部分身了。若全部折损在这副本内，于他而言也是巨大的损失。就这样，在下达了所有血神分身全部回归的指令后，秦牧直接在原地等待了起来，并没有贸然的冲向那黄金古城，而是等到所有分身齐聚之后再做行动。因为这一次有了秦牧这个明确的方向，所有的血神分身都不需要注视周围的情况，只管全力奔驰即可。因此，在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所有的血神分身便都是陆续的赶到了秦牧身边。如今随着秦牧实力的提升，他的这些血神分身只要在他身边1万米距离内，他可以一念之间就将这些分身全部化作血气吸收进入自己的体内，并不担心这些分身来不及收走。4万多人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只需要1000人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收起来。秦牧看着周围汇聚的全部血神分身，他琢磨了一番后，便是将绝大部分的血神分身化作了血气吸收，只在自己身边留下了刚好1000的血神分身。没有了后顾之忧后，秦牧便是带着自己身边的1000分身冲向了远处的黄金古城。嗡！就在秦牧带着人刚刚闯到了黄金古城大门不足1000米的时候，似乎是感应到了敌人的到来。这一座黄金古城的最高处的一道闪烁着金光、刻有玄奥铭文、雕刻太阳图案的圆盘骤然间发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芒，光芒迅速的席卷了整个黄金城。
一股如同一个道口的碗状物的无形屏障瞬间笼罩整个黄金城，并且将黄金古城外超过100米范围的所有沙地都尽数笼罩。在这座黄金古城前方的空地上，无尽的沙尘骤然席卷上扬，迅速地凝聚成了一道道手持2米多长的金色长枪的沙兵。这些沙兵身披金甲，虽然全部都由黄沙凝聚而成，但却极为的凝实，宛如一整块岩石雕刻出来的。并且这些沙兵一个个的身上都散发着强横的气息，比之秦牧最开始遇到的石巨人更加的强大。数量庞大，万人成阵，一个个沙兵方阵迅速成型。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秦牧和他的1000道血神分身就被这些沙兵全部包围了起来。黄金古城下方数以百计的沙兵方阵将秦牧他们围得死死的，水泄不通。有意思。秦牧看着这陡然间冒出来的100万沙兵，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黄沙金甲卫精英，等级 LV160， 血量、魔力、力量、体质。160级的精英怪，秦牧的普通侦查术在相差60级的情况下，也只能够将这些家伙的等级信息看出来，其他的详细属性全部都是。不过秦牧并没有在意这些家伙的属性，这些沙兵的实力必然是要比125级的石巨人更加的强大。对于这一次进入副本中的绝大部分天才来说，对上超过了自己60级的精英怪，哪怕是只应付一只，那也极为的棘手。恐怕也就只有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才能够在相差如此巨大的等级差距下，保证自己1对1的时候没有压力。可这里的沙兵那就不和你1对1了。如此多的数量，就算是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来了，估计一不留神都要被这100万沙兵群殴致死。但这些家伙对于秦牧而言却是没有任何的威胁。他如今的全部属性都高达4亿以上，7转强者都不见得比他的属性更高。面对这些只有160级的精英怪，那和他之前面对125级的精英石巨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真要说的话，那就是他在这击杀这些精英黄沙金甲卫的时候，获得的血量提升更多一些罢了。杀！就在所有沙兵凝聚的瞬间，100万沙兵齐声怒吼，一股冲天杀意绽放。吼！天空之中顿时凝聚出了一头黄金雄狮，虚影仰天咆哮。一声怒吼之下，所有的沙兵身上的气势都更加强盛了3分，实力获得了提升。这是军事，我敲，用不用这样牛批？这些沙兵如此强大，你让其他人怎么来斩掉这黄金古城中的最终 BOSS 啊？看着这样的一幕，感受到了所有沙兵实力的提升，秦牧也不由得感慨一声。这样一个大型副本，最后杀 BOSS 前要对付的小兵都是这般难度。除了他之外，整个人族联邦之中的所有进入副本的天才加起来，想要闯过这一关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第86章诡异沙兵中幻术了。秦牧震撼于这一座副本的难度不假，这可是只能够限制在3转之下的职业者才能够进入其中的副本。如此多强力的怪物，对于任何一个2转的职业者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挑战。但这并不包括他。面对冲杀过来的100万沙兵，秦牧脸上只有略微的震撼，便是没有其他的任何表情，一丝一毫的恐惧都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动手，给我轰碎他们！就在这时，秦牧淡淡的开口说了一句：轰轰轰！一瞬间，他周围的1000血神分身立刻暴动，下一刻便是化作了一道道血色残影，冲入了周围杀来的100万沙兵之中。血神分身的实力并非被凝聚出来的那一刻就定型的，而是可以随着秦牧的实力提升而提升。如今秦牧通过斩杀大量的石巨人，他如今的总血量已经达到了4万亿以上，所有的属性、力量、体质、敏捷、精神纷纷达到了4亿以上。这些血神分身继承了秦牧的100%的属性，他们的实力也是强悍无比。就算是没有任何的技能和装备加持，任何一具血神分身的实力都不比一尊6转强者差，甚至能够硬汉7转强者。如此强大的血神分身，如今只是面对这些160级的精英怪物，完全是降维打击。只是一个冲锋，这些血神分身就像是一道烧红了的烙铁，冲进了这血堆里面。所过之处，所有的沙兵在被血神分身触碰到的瞬间，纷纷爆碎成了无尽黄沙。任凭这些沙兵的实力强大，血量过千万，可在全属性都超过了4亿点的血神分身面前，血神分身的随便一拳一脚都能够将这些沙兵的血条清空。血神分身有着超过了4亿点的敏捷属性，行动起来的速度极快，肉眼根本无法琢磨。秦牧只听见了周围发出了一连串又几乎是在同时爆发的轰鸣声传来，周围的100万沙兵就在几秒钟的时间里被清理干净了。不对劲，为什么杀了这些沙兵没有任何的击杀提示？这里面有古怪。就在所有的沙兵都被秒杀之后，秦牧的脸色却并不好看，在他的身上看不见任何的喜色，因为就在刚刚，他的血神分身击杀的100万精英沙兵，
他却没有收到任何的击杀提示。在他的属性界面上，他的总血量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正常情况下，他击杀的任何一个怪物，无论这些怪物是不是血肉之躯，他都能够将这些怪物的总生命值的 5% 化作自己的总血量的增长。之前那些石巨人，这些特殊的元素生命被他和他的血神分身击杀的时候就是如此。可是现在这些沙兵被他全部斩杀之后，他的总血量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增长，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怪物击杀的提示，这就让他不免的疑惑了起来。然而很快他的疑惑就变成了震惊。只见在他周围的沙漠之中，无数道沙尘迅速的席卷，凝聚成了一个个人形的沙堆。很快这些沙堆就化作了一个个全新的沙兵。那些原本被他的血神分身轰碎化作流沙的那些沙兵，此刻又是凝聚了起来，再度形成了100万沙兵的100个方阵，和之前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区别。在这些沙兵重新凝聚之后，便是和之前一样，没有丝毫停留的冲向了秦牧和他身边的血神分身。再给我杀！秦牧看着这一幕，眉头不由得皱起，立刻下达了继续斩杀这些沙兵的命令。下一刻，他的身边那些血神分身也是飘然而动，一道道血色残影闪过，几乎是一个呼吸的时间，所有的沙兵便是再度被斩灭。但是秦牧的眉头却并没有舒展，反而是越发的紧皱了起来，因为他这一次也同样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击杀提示，血量亦是没有丝毫的增长。很快，熟悉的一幕便是再度出现，一个个消散的沙兵再度凝聚，朝着他冲击而来。该死的，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老子中了幻术不成？这些沙兵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幻境。看着这一幕，秦牧也不由得怒骂一声，很快就让一道血神分身冲到了沙兵堆里，试探了一下这些沙兵的攻击。-1 miss -1。下一刻，看着受到攻击的血神分身的身上不断的冒出一点伤害和大量的 miss 的字样，秦牧也立刻明白了，这些沙兵绝对不是幻象，而是实打实的有着160精英怪实力的怪物。你们一半的人给我将这些家伙全部杀了，再有凝聚的就继续杀，剩下的一半给我直接轰开那座黄金城的城门，我倒要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哼！面对这一切，秦牧并没有不知所措，而是迅速的安排了起来。他的实力强大，对于这里发生的诡异一幕并不会有多大的压力。换作是其他的职业者来，就算是 SSS 级的天才职业者，面对这些打不死的沙兵，那也绝对是会被吓得连忙逃遁，不敢再闯这一座黄金古城。但他却不一样，身边的1000血神分身，哪怕是分出一半，也足以保证他的身边100米之内不会有任何的一只沙兵闯入。随着秦牧的安排，在他身边的1000血神分身立刻有了分工，500血神分身直接朝着周围的沙兵杀去，一道道血神分身火力全开，一拳一脚都轻松的将这些沙兵轰碎。虽然数量上少了一半，但这些血神分身解决起这100万沙兵的速度却是一点也不慢。强大的实力让他们在呼吸间就将所有的沙兵全部解决。不等这些沙兵重新凝聚，在秦牧的命令下，这些血神分身只要见到了周围的沙地上有沙堆凝聚，他们便会迅速的冲到沙堆前，一拳轰出，直接将这些还未能凝聚成沙兵的沙堆轰散。速度之快，500血神分身竟是让100万沙兵愣是无法重新凝聚。而另外一边，在秦牧的命令下，另一半的血神分身已经冲到了黄金古城的巨大城门脚下，对着这一座庞大的古城城门发起了全力一击。第87章，关键点，一剑破之。轰！500血神分身每一个都是力量属性超4一点的强者，他们一同对着城门出手，几乎是同一时间，一拳落在了城门上，如同是一柄巨锤轰在了一面大鼓之上。一股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顿时传来，强大的气场爆发的气浪瞬间席卷而起，周围的沙地如一道平静的水面被突然间坠落的陨石击中，一股狂暴的波纹朝着四周激荡而出，掀起了阵阵狂暴的沙尘，居然没有一点被轰开的迹象。当沙尘散去，秦牧的目光落在了巨大的黄金古城的城门上，看着那严丝合缝、没有丝毫破损的城门，他的脸上凝重的神色越发的浓郁。轰轰轰轰！很快，又是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巨响响彻了整个沙漠。这些都是血神分身在不断的轰击着这一道黄金古城的巨大城门所造成的。但即便是血神分身强悍无比，不断的轰击着这一道巨大的城门，可是这一道黄金古城的城门却是依旧坚挺，没有丝毫打开的迹象。这也让秦牧知晓了，如今想要靠着蛮力轰开这一座城门是不可能的了。这应该是副本的一种机制，看来只有将这外面的沙兵彻底解决，才有可能将这城门打开。只不过这些沙兵周而复始的复活着，根本就无法斩尽，到底要如何才能够将这外面的沙兵解决掉？思索间，秦牧皱着眉头，用手托着下巴，目光不断地扫视着周围。周围
他的血神分身仿佛不知疲倦的机器，疯狂地轰碎着一切试图重新凝聚的沙冰，让他周围看不见任何的沙冰出现。等等，这个屏障，难道说……就在此刻，秦牧的目光扫视到了周围笼罩了黄金古城以及黄金古城外上万米的沙地的屏障，心中一动，立刻就有一道血神分身随着他的意念冲向了最外面的屏障所在。轰！就在即将抵达屏障边缘，冲出被屏障包裹住的边界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挡住了这道横冲直撞的血神分身。但是这一股力量固然强大，可血神分身的实力却要更强。面对这样的一股力量的束缚，这一道血神分身没有丝毫的迟疑，身体猛地一震，蛮横的直接冲破了这一股力量的束缚。不！只听见一声气泡破裂的声音传出，秦牧的这一道血神分身刹那间穿过了屏障，来到了屏障笼罩的区域之外。果然如此，和我刚刚的猜想一样，这一切都是和这上空激发了这道屏障的圆盘有关。当秦牧通过了这一道血神分身的视角，再次看向黄金城的方向时，他便是发现了在他们的上空那一块城头上的正中心最高处的一块圆盘上，正是释放着一道道霞光，映照着下方的沙地。一丝丝如发丝般细微的线条，如同提线木偶的丝线一般，直如地下的沙地。那些不断汇聚的沙冰沙堆的顶部都会有这样一丝线链接。显然，这些杀不死的沙冰和这些从那巨大圆盘上投射下来的丝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切都和城头上的那一道刻有太阳图案的黄金圆盘有关。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那就让我来终结这一场闹剧吧。看明白了一切之后，秦牧手中陡然间出现了一柄长剑，依旧是他之前获得的银血剑。虽然他现在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00级了，但他依旧没有将手中这把每次攻击都可以偷取25%伤害的生命恢复的史诗级长剑替换掉。现在的他又不缺装备带给他的那些属性的提升，这柄30级的银血剑提供的特殊吸血效果十分不错。看在这样的一道吸血效果上，他才没有将这一柄他早该淘汰掉的30级的武器替换掉。轰！银血剑一出，秦牧便是狠狠地朝着地面一踏，在他的力量之下，一脚踏出，下方的地面便是猛地被他的爆发出的力量轰出了一个巨大的沙坑。而秦牧的身躯也是在这一瞬间如同一颗火箭般直接升空，瞬息间就已经跳上了近1000米的高空。归海绝息斩！一声怒斥，秦牧一剑斩出，磅礴的魔力狂涌而出，手中的饮血剑一挥之下，滚滚如浪潮般汹涌的剑气带着一道更比一道强大的威势，猛地冲向了已经与他此刻的高度齐平的黄金圆盘，轰了过去。轰隆隆隆，咔嚓！只是第一道剑气肆虐之下，这一道黄金圆盘便是被斩出了无数的裂缝。在紧随而至的第二道剑气的轰击下，这一块遍布了裂纹的黄金圆盘则是彻底破碎成了无数的碎块，最后化作了漫天的黄沙，随着秦牧后来而至的几道更加强大的剑气消散在空中。哗啦啦啦！就在这一道圆盘被秦牧斩灭的瞬间，下方沙地上那原本还在不断凝聚的土堆，这一刻也是失去了力量，变成了普通的沙子，细沙滑落，无力的迅速化作了一滩又一滩大小不一的沙堆。成功击杀黄沙金甲卫，生命上限加100万。成功击杀黄沙金甲卫，生命上限加100万。成功击杀黄沙金甲卫，生命上限加100万。与此同时，秦牧也是立刻就收到了一道道击杀提示，足足上百万条击杀讯息。正是之前那些怎么都剿灭不了，可以无限复活的精英黄沙金甲卫被他一举灭杀。100万精英级的黄沙金甲卫被他击杀之后，也是让他获得了1万亿的总血量的提升。这些黄沙金甲卫的等级要比石巨人高出不少，但是这血量却是和石巨人几乎一致，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了。看来之前那些体型庞大的石巨人的是典型的血高防后的血牛啊！看着这些160级的精英黄沙金甲卫被击杀后，只提供了和125级的精英石巨人被击杀后得到的一样的100万血量的成长，秦牧也不由得感慨一声，这一下他的全部属性都超过了5亿点，实力再度获得了巨大的提升。第88章最终 BOSS 沙漠皇帝。轰隆隆！随着秦牧将城头顶上的那一道黄金圆盘轰碎，他的身体也从高空之中落下，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上，发出了一股轰鸣，周围的沙尘尽数被他震荡开来。随后他的目光便是被前方那一座黄金古城所吸引，因为此刻发出阵阵轰鸣的还有这黄金古城的巨大城门。黄金圆盘破碎，这扇大门也终于是缓缓开启。终于开启了，进去！看着这道大门的开启，秦牧嘴角一咧，随即便招呼着自己身边的所有血神分身随着自己一同进入城内。当然他也是留了一个心眼，让之前那一道远离黄金古城的分身留在了外面作为接应，若是在这黄金古城之中遇到了什么不可控的危险和意外，
他也能够通过这一道留在城外的血神分身瞬间脱困。咔嚓，咔嚓，杀！杀光入侵者！杀杀杀！就在秦牧和他的一众分身冲入城中的时候，城内的街道上数不清的石像纷纷活动了起来，口中发出嘶哑的声音，全部一股脑地朝着他们杀来。砰！砰！砰！然而，这些城内的怪还没有靠近秦牧，便是被他的一众分身纷纷轰碎了身躯，化作了大片的碎石坠落在地上。在一众实力强大的血神分身的簇拥下，秦牧一路畅通无阻，全速朝着前方冲去。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这黄金古城之中的最中心的那一栋醒目的建筑，那边一定是这一座黄金古城之中的最后 BOSS 所在的位置。与此同时，黄金古城的中心大殿中，端坐在主位上的一具身披金甲的巨人骤然睁开了双眼，口中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声音：“终于有人来了，所有人准备迎战！”咔嚓，咔嚓。随着他的话音一落，大殿两端矗立的石像表面的一道石皮纷纷裂开脱落，眨眼间，两端的石像便是全部化作了一个个身披金甲的将军。所有人都被激活之后，都是率先朝着主位上的那名金甲巨人深深一拜，10余人这才朝着大殿之外冲去。这些身披金甲的将军，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极其强悍的气势，全部都是 BOSS 级别的存在。在他们冲出大殿的瞬间，却是正好与一路杀过来的秦牧碰了个正着。古城将领，领主级 BOSS， 等级180，血量、魔力、力量。古城将领，领主级 BOSS， 等级175，血量、魔力。12人全部都是领主级 BOSS。好家伙，看来我找的地方没错了。迎面碰上了刚刚冲出大殿的12名黄金古城的将领，秦牧一眼扫过去，顿时大喜。这些将领全部都是 BOSS， 也就证明了他发现的这一座黄金古城8九不离10，就是这一座大型副本中的最终 BOSS 潜藏的地方了。杀！在秦牧对面，12名黄金古城的战将在出门就遇到了秦牧的时候，也是不由得为之一愣。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群入侵黄金古城的入侵者居然能够如此迅速地来到王的宫殿。不过很快，12名黄金古城的将领便是怒喝一声，爆发出了各种强大的技能攻击，纷纷杀向了秦牧和他身边的血神分身。呵，对于这些领主级 BOSS 的攻击，秦牧的脸上并无任何的惧意。领主级的 BOSS 固然强大，而且等级还超出了进入副本中的所有职业者最高等级7、80级，足以让其他任何人为之心惊胆战，小心应对。可对于他来说，这些普遍在170级以上的领主级 BOSS， 并不比刚刚他斩杀的那些城内的普通石像强多少，两者不会有多大的差距。砰砰砰！不等秦牧出手，看着这些冲过来的12道古城将领，秦牧身边的血神分身便是率先出手，身形闪动间，一道道残影出现，眨眼间就出现在了这12道古城将领面前，攻击也是随即而至。轰！38000W， 40000W， 38000W， 成功击杀领主级 BOSS 古城将领，生命上限加25000万。成功击杀领主级 BOSS 古城将领，生命上限加23000万。成功击杀领主级 BOSS 古城将领，生命上限加24000万。几乎只是一股眨眼的功夫，12名冲过来的古城将领便是全部倒飞了出去。血神分身强大的属性，让他们随意一击都能够轻松的打出过亿的伤害。这些等级达到了170级以上的领主级 BOSS， 虽然血条足够厚，每一名古城将领都拥有高达几十亿的血量，但也依旧被轻松的秒杀，没有掀起任何一丝的波浪。12名领主级的 BOSS 被秒杀，每一只 BOSS 都给秦牧带来了超过2亿的总血量的增长，总共让他获得了近30亿的血量成长，越打越强。嗡嗡嗡！与此同时，这12名领主级 BOSS 被击杀之后，身上也是冒出了5颜6色的光芒，光芒之中，各种各样的战利品缓缓浮现，装备、技能卷轴、药剂等等应有尽有。秦牧见状，嘴角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还是杀 BOSS 划算，这些 BOSS 的爆率可比那些普通和精英怪物的爆率高多了。咱杀了外面那么多的石巨人和沙兵加在一起的好东西，都没有这12名领主级 BOSS 爆出来的好东西多。浅叹一声，秦牧带着笑容，迅速地将所有的战利品全部收进了自己的背包之中，随即他的目光才望向了那大殿之内，身影一闪而逝，直接冲入了殿内，然后就看见了大殿最前方的主位上端坐的一名身高数米的金甲巨人。沙漠皇帝，君王级 BOSS， 等级200，生命、魔力，照样是除了名字阶位和等级之外，其他的属性一概都看不见。但是这并不影响秦牧杀这最后的 BOSS， 能够杀到这里，入侵者，你证明了你的实力，但你也到此为止了。伟大的沙漠皇帝伊马瑞斯会
将你埋葬在无尽黄沙之下的。看见秦牧到来，那名金甲巨人立刻起身，手中金光凝聚，一杆黄金权杖赫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上。第89章神话级职业符石。这个 BOSS 倒是和我之前遇到的 BOSS 都不一样，废话真多。沙漠皇帝的话也是让秦牧眼眸闪过了一抹金光，随即便是手提银血剑，一剑朝着前方斩了出去。归海绝息斩！轰！无尽的剑气随着秦牧的魔力涌入银血剑后顿时爆发。不等这君王阶的 BOSS 发动攻击，秦牧的9道剑气便是接踵而至。刚一接触，这实力强大的200级君王阶 BOSS 便是直接被 S 级技能附带的强制击飞效果轰飞了起来。轰轰轰！负3万万，负6万万，负9万万。随着后面的剑气攻击降临，这 BOSS 也是越飞越高。最重要的是，秦牧施展的9道剑气，一道更比一道强。沙漠皇帝尽管血条很厚，但却也依旧是在秦牧的攻击下血量骤减。随着秦牧这一招归海绝息斩，沙漠皇帝这具君王阶的 BOSS 也是瞬间雷斩掉了135亿血量。仅仅一招过后，这沙漠皇帝的血条就消失了近1/5。啧，看来这200级的君王阶 BOSS 的血量也没有多少啊，充其量也就700亿左右，也就是我现在总血量的零头而已。看着自己这一击斩掉的血条，秦牧嘴角上扬，淡笑一声，轰轰轰！这时不等他继续出手，身边冲过去的血神分身已经欺身而上，来到了沙漠皇帝的身边，疯狂地对着他拳打脚踢，每一次攻击都能够带走沙漠皇帝上亿的血量。在众多的血神分身的围攻下，沙漠皇帝的血条几乎是在眨眼间就骤然降至了最后1/10。啊！眼看着这一尊200级的君王阶 BOSS 就要被群殴致死，一声怒吼物的从沙漠皇帝的口中传出，紧接着秦牧就看见了这家伙浑身上下金光大放，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骤然从他的身上爆发，下一刻其附近的所有血神分身都被强制击退，似乎就像是被一堵空气墙直接轰飞了一般。所有在沙漠皇帝身边攻击他的血神分身都被逼得不断的后退。这是死到临头了爆发的范围性的控制技能吗？倒是不错。看着这一幕，秦牧的撇了撇嘴角，淡然的说道。下一刻，手中的银血剑再度挥出，相隔近100米的距离，他再一次施展出了自己掌握的 S 级技能归海绝息斩。一剑斩出，9道剑气朝着沙漠皇帝呼啸而至，转瞬之间就落在了其身上，又是打出了一连串的伤害。不过这一次，秦牧这一招的强制击飞效果却是没有奏效。秦牧一看就知道，这个时候的沙漠皇帝这尊君王级 BOSS 肯定是处于霸体状态。即便如此，秦牧也是在施展出了归海绝息斩这一技能之后，便是收起了手中的银血剑，淡定地看向了被他攻击的沙漠皇帝。这家伙只剩下了最后的1/10的血量，在他这一招之下，仅仅是承受住了前面6道剑气，便是只剩下了一丝血。在第7道剑气攻击落下后，仅剩下的那一丝血量也是彻底的清空，高大的身躯也是轰然间倒了下去。成功击杀君王阶 BOSS 沙漠皇帝，生命上限加35亿。随着沙漠皇帝倒下，秦牧也是立刻收到了击杀提示，紧接着他的目光就被倒下的沙漠皇帝的尸体所吸引。在沙漠皇帝的尸体上，一道道金色光芒于他的身上汇聚。和其他的领主阶的 BOSS 死亡后会爆出各种物品不同，这一具君王阶的 BOSS 死后，无尽的金光汇聚，最终只在其身上凝聚出了一块鹅蛋大小的石头。石头上有着一道道玄奥繁杂的金色纹路浮现，释放着一股股神秘且强大的力量。唰！面对这从沙漠皇帝这尊君王阶 BOSS 身上爆出来的特殊石头，秦牧没有动手，他的一道血神分身就已经直接冲上前，将这一块石头取下。拿下这一块石头之后，确认没有任何的危险后，这道血神分身便是迅速的回到了秦牧的面前，将这一块带有神秘金色纹路的石头交到了秦牧的手上。神话级职业符石，唯一特殊掉落物品，使用后可选择兼修的任意第2职业，并可觉醒第2本源天赋。这就是院长和学姐他们说的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全部都是来自这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上。看着手中的这一块刻有金色符文的符石，看着面前出现的这一颗鹅蛋大小的石头的介绍，秦牧心中顿时激动万分。在他的手上的这一块职业符石上的介绍中，这里面就有了一个介绍，那就是唯一特殊掉落物品。这也正好和之前叶星瑶以及姬寒武2人曾经跟他说过的一样，只有拿下得了这个大型副本第一次开启的最终 BOSS 才能够获得一次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如今他已经将这最终 BOSS 沙漠皇帝斩杀，获得了这一枚职业符石。以后这一座大型秘境再度开启，其他人日后进入这一座大型秘境之中，再次斩杀了这秘境之中的 BOSS 沙漠皇帝，那也无法再爆出这样的职业符石。这职业符石还是一个特殊道具，也就是说我现在获得了这一块神话级的职业符石，自己若是不使用的话，
其他人从我的手中抢夺过去了这一块职业符石，给到任何一个职业者都能够直接获得第2职业。这么一来，我还是先在这副本中将这一块职业符石用了吧，否则若是出去了，被人知晓职业符石在我的身上，恐怕就算是星辰学院的院长都未必能够保得下我，甚至他保不保我都是一个问题。很快，秦牧就分析出了这一块职业符石在他手上对他会带来什么影响。人心险恶，这样能够让职业者兼修第2职业的特殊道具，对于任何职业者来说都拥有着致命的诱惑，甚至9传级别的职业者也不能免俗。不管是为了这难得的一次第2职业兼修的机会，还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他都要当场将这一块职业符石使用，觉醒第2本源天赋，开辟第2职业槽。第90章，副本这么快就关闭了。咔嚓咔嚓，就在秦牧准备将手上的这一块神话级的职业符石使用，觉醒第2本源天赋，获得第2职业的时候，他所在的大殿却是传来了一阵阵裂开的声音，不少的沙尘开始从大殿上空落下。秦牧顿时反应过来，看向了周围，却是发现这一座大殿不知道在何时开始摇摇欲坠了。靠，这里要塌了！一声惊呼，秦牧没有任何的犹豫，身形一闪，直接冲出了大殿。身边的所有分身也都被他直接收回，化作了一道道血气融入他的体内。眨眼间冲出大殿之后，秦牧这才发现，不仅仅是大殿要塌，整座黄金古城都开始摇摇欲坠起来。没办法，为了不被埋在黄金古城之中，他只好迅速的撤离此地。在他的全力奔驰下，片刻后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一座黄金古城，来到了他之前留在黄金古城外的血神分身身边。轰隆隆！就在他刚刚出来没多久，整个黄金古城便是彻底的塌陷，淹没在了黄沙之中。嗡！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力量降临，落在了秦牧的身上。排斥之力，这是要强制驱离副本了吗？感受到了身上的压力，秦牧立刻想起了之前姬寒武提醒过他的话。在大型副本中，一般情况下，只要最终的 BOSS 被斩杀，副本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关闭。所有在大型副本内的人都会被强制传送离开。当然，那些已经陨落在了副本内的职业者，则是不会被传送。一旦大型副本内的职业者没有能够在副本关闭之前出来，基本上也就能够确认死亡了。而现在他击杀了这黄金古城中的 BOSS 沙漠皇帝，正好是这一座大型秘境的最终 BOSS。如今出现这一股排斥之力，驱逐剩余的职业者离开，这也是正常的。血神分身并没有受到这一股排斥的力量，看来咱的分身在这副本之中并没有被规则判定为活着的职业者。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收！秦牧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后，他便是立刻将其手中的神话级的职业符石收回了自己的背包内，又将身边的血神分身收起。下一刻，意念穿过了重重屏障，透过了不知多少光年的星空距离，与远在蓝水星云城市上的一道血神分身取得联系。紧接着，他便是施展了2转之后获得的 SSS 级天赋技能移形换影，几乎是眨眼间的功夫，他便是本尊和蓝水星上的云城市内的那一道血神分身无视了空间的阻碍，直接调换了位置。与此同时，在这一座大型副本内最初的10巨人怪物群所在的领地外，正集合在一起的其他20万左右的天才职业者刚刚冲出了10巨人怪物的地盘，此刻正准备缓一口气，再继续探索这后续的副本，看看能不能找到最终 BOSS。 这些10巨人好像无法突破区域的限制，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冲出了10巨人的地盘了。呼，总算是冲出来了。10巨人应该是第1关吧？第1关都这么难，后续的怪物会不会更加强大？嗨，这下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能够获得第2职业的强者，在整个宇宙中的无数职业者中都屈指可数了。若是其他的获取第2职业的机会所遇到的副本的难度都这么大的话，那些能够取得第2职业兼修机会的职业者，本身觉醒的本源天赋恐怕都是最顶级的 SSS 级天赋了。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SSS 级的本源天赋并不是觉醒的最高级别的天赋呢？或许，大概，可能吧。就以之前那位和我们一同进入副本的天才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别的不敢说，他的天赋绝对是在 SSS 级之上的。没看见创神学院这些顶尖的高等学府的顶级天才都是 SSS 级的职业者吗？他们虽然比我们这些 S 级的职业者强大得多，但是对起那一位猛人来，却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嗨，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冲过来了。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一座大型副本中，我们没理由在这里停下脚步，继续朝着前方探索吧。轰隆隆！就在大部分人都决定休息一番，便继续探索这大型副本的时候，天空之中便是传来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股股强大的排斥力量瞬间降临到了这些人的身上。怎么回事？这一股突然到来的排斥之力，立刻就让这些人族的天才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不明所以。但是不等他们开口说完自己心中的疑惑，
这一股强大的排斥力量便是瞬间将他们所有人全部送出了副本之中，包括创神学院王兰、沐春风这些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亦是如此，没人能够抵抗这一股力量。只一瞬间，原本的20万左右的职业者便是一个不剩，全部被驱逐出了副本之中。副本外，那一座横亘在星空中的巨大副本入口的光幕也是有了异动，原本平静如同一潭死水的旋转光幕，此刻却是如同一锅烧沸腾的开水。紧接着，一道道光影迅速地从光幕之中激射而出，来到了宇宙之中后，便是迅速地化作了一道道人影，赫然都是那些被排斥出来的人族强者。嗡！随着所有人都被排了出来，那光幕也是渐渐的平复，并且变得暗淡起来。这正是副本关闭的征兆。也就是此刻，原本还一脸平静的众多顶级高等学府的领队纷纷释放出了一个个强大的场域，将这些被送出了副本的人族天才职业者全部保护了起来，不至于让他们没有任何的防护的暴露在宇宙空间之中。这些都还是2转的职业者，还无法靠着自己在宇宙中生存下来。怎么回事？这一次这大型副本怎么关闭的这么快？难道是我们之前的估算有误？这大型副本并没有我们预估的那么大。既然副本已经关闭了，那一定是有人完成了这个副本中最终 BOSS 的斩杀。快告诉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你们谁又获得了这一座副本周的最高奖励？所有人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便是从副本中出现，立刻就让周围的所有势力的领队纷纷躁动了起来，迫切的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第91章震撼，我人族竟还有如此妖孽的天才出来了。就这么结束了。这些刚刚从副本之中被强制传送出来的这些人族的天才职业者，一个个都是一脸的懵逼。在周围的各大势力和高等学府的领队的询问下，他们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最后还是由实力强大的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最先反应了过来。沐春风也是对着面前一脸期待的看着自己的创神学院的副院长抱歉一声：院长，我和王兰还有创神学院的大家都没有拿到这最后的 BOSS 的首杀，甚至连最终 BOSS 的面我们都没有见到。是啊，院长，这一次不仅仅是我们创神学院，其他的几大星域之中的最强学院里面的那些种子学员都和我们一样，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座副本之中的最终 BOSS。 这时沐春风的身边同样是觉醒了 SSS 基本原天赋的王兰也是一脸无奈的苦笑道：这是怎么回事？快些与我说说你们在这副本里面究竟遇到了什么。王兰和沐春风两人的话也是立刻让创神学院的副院长这位9转职业者脸色微变，连忙开口询问道。沐春风和王兰的实力他是知晓的，这一次居然连他们两人和创神学院的所有学员都没有见到这副本内的最终 BOSS。 整个人族联邦之中还有何等强大的天才能够在实力上超过他们2位 SSS 级的天赋职业者，能够让人族联邦的顶尖 SSS 级的天才连最终 BOSS 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将其斩杀了？院长，情况是这样的。见状，沐春风和王兰两人先是对视一眼，随即便是将自己在副本内看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不仅是创神学院这边的情况如此，其他的那些顶级的学院拥有 SSS 级的天才学员的学院领队都是同样抓住自己学员的最强天才，一开始都是期待着自家天才拿下的这副本之中的最终 BOSS 的首杀，可是结果都是和创神学院的两人一样，都是表示自己并没有在副本中见到最终 BOSS 的面。这样的结果一说出来，立刻就让那些满怀期待的领队一个个都是面色一愣，也是和创神学院的领队一样，立刻询问起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这些人之前可都是拿出了各自的不少好东西，参与各大顶级高等学府的领队之间的对赌的，自然他们都希望是自家的天才能够将这最终 BOSS 斩杀。现在听到了自己家的天才们连最终 BOSS 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他们就被传送了出来。现在肯定是要将这一座副本之中发生的事情全部调查清楚，搞明白在副本里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又是何人将这最终 BOSS 斩杀。对于这些高等学府的零度的询问，这些学院此次派出来的最强大的天赋职业者也是将自己在副本中的所见所闻全部都说了出来。等到这些9转强者都听见了在副本之中出现了秦牧这样一个战力逆天的天才之后，即便他们是9转强者，此刻也都是听得一脸的骇然。你们说的可都是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一名天才？创神学院这边听见了沐春风他们的叙述之后，副院长在整个人都有些愣住了。以2转的境界秒杀125级的精英怪物，对 SSS 级的职业者而言并不困难，但若是说像沐春风他们描述的那样，在无穷无尽的精英怪物群中一瞬间杀出一条血路的话，任何一个 SSS 级的天才职业者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副院长，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您若是不信的话，大可以向其学院其他的同学核查。而且那人的强大不仅仅是我们看见了，其他学院的学员也都是亲眼目睹的。听见创神学院副院长的话，沐春风和王兰两人都是立刻开口回答道。
在他的身边的一众创神学院的核心学员也都是纷纷点头，表示他们所言不虚。见状，创神学院的这名九传级别的强者一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此可怕的实力，就算是院长在年轻之时也断然无法与之相比。此子倘若成长起来，我们人族又将多出来一位九转巅峰的强者，甚至有望超越半神境界，成为真正的神级强者。他扫视了周围一眼，当他看见了其他顶级学府的领队都是一脸骇然的听取着自家学员的汇报时，他也确定了穆纯风和王兰两人绝对没有骗他。想到人族真的有这么强大的一名天才出现，他的心中一时掀起了滔天巨浪，久久不能平息。现在在场的就只有这么多人，那名天才肯定还在这里，必须将他找出来，拉到我创神学院门下。等院长的伤势恢复之后，就让院长亲自教导他。想到了这里，他也是动了将秦牧挖到创神学院的心思。只不过他刚刚听穆纯风两人说着副本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也知晓他们并没有能够看清楚那名天才的面貌，因此他想要找到这一名天才，只能够在这20万左右的天才之中进行逐一的排查。如此天才必须得到最好的培养和最好的保护。这一届的天才之中，他们已经损失了一位刷新了全宇宙各族职业者新人试炼最快击杀 BOSS 记录的天才了。如今发现了这样一名妖孽天才，他是万万不能让其再遭受人族对立种族的强者暗杀。同样动了心思要将秦牧挖走的，还有其他新域的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于是乎，这些九转强者都是默契的将所有的学员集合了起来，想要找出击杀了这大型副本的最终 BOSS， 获得了第二职业兼修机会的秦牧。只可惜秦牧早就已经在被副本中的规则排斥出来之前，就已经通过了自己的天赋技能离开了副本，根本就不在这些被副本排斥出来的天才之中。他们这样的做法最终也只能是做无用功。而和这些各大新域最顶尖的院校领队不同的是，姬寒武此刻却是有些慌了神，因为在他庞大的精神力的扫视下，被他寄予厚望的秦牧居然不在这些被副本排斥出来的人群中。第92章计划3转，蔡坤人呢？他怎么没出来？难道说他在这副本里面遇难了？不可能啊，他的实力我是知道的，在3号怪物星球上面对那些200多级的怪物都能够轻松的破防。他的实力就算是不如几大顶尖学府中的那些 SSS 级的天才学员，那也绝对差不了多少。怎么会其他人都没有任何问题，从副本中出来了，唯独他一人没有出现？没有找到秦牧的身影，姬寒武整个人都是懵的。他已经感应到了这些进入副本中的20来万的职业者并没有几人损失，因为有着后面穆纯风他们这些顶尖高等学府的天才们联合所有学员的力量，一同对抗那些125级的精英石巨人。在凝聚了所有天才学员的力量下，几乎没有人在副本内丧生。而秦牧没有出来，在姬寒武看来也只有可能是死在了副本内。毕竟就算是以他9转职业者的见地，也无法想象有人能够避开副本的规则，提前离开副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想到秦牧在这副本之中可能遇难。一想到秦牧可能真的在这副本中遇难了，姬寒武便是一阵痛心和惋惜。他痛心的并不是这些天在秦牧身上的付出没有任何的收获，而是可惜秦牧这样的一位天才就这般轻易的陨落。这一点让他着实有些无法接受。不管是他前面1个星期亲自带着秦牧在3号怪物星球上猎杀怪物升级，还是他给到秦牧的一套100级史诗品质的战士套装，于他而言都算不得什么。怎么偏偏这么一名天才就这样陨落了？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在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深吸了一口气，姬寒武也是开始和其他的那些顶尖学院的领队一样，向着周围那些活着从副本出来的天才们询问起副本中的情况来。却不知秦牧不仅没有如他所猜想的一样，反而是真正的拿下了那最终 BOSS 首杀之人，并且现在已经回到了距离此地极为遥远的蓝水星云城市自己买下的那一栋别院内。蓝水星云城市市中心的一座豪华别墅内，秦牧看着这周围的场景，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这和血神分身之间的移形换影还真是好用啊，没想到这个 SSS 级的技能还真的能够让我无视空间的阻碍，直接从那副本之中本体和血神分身互换，回到了云城市内。秦牧淡笑着嘀咕了一句，很快他又是将自己的意念尝试着去联系那和他移形换影的那一道血神分身。很快他就感应到了自己那一具血神分身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在副本关闭之后，受限于副本天地的规则，他的那一道血神分身已经被副本规则湮灭了。看样子在副本关闭之后是不允许有任何外物还在里面活着的呀。可惜了，我的一道血神分身就这样什么都没做便是没了。不过能够用一道分身换来这一块神话品质的职业符石，让我能够兼修第2职业，这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哈哈，感应不到自己和血神分身的联系之后，秦牧也是无奈一笑。
随即看向了自己背包之中静静放着的神话及职业符石，心中那一点因为损失一道血神分身的可惜瞬间荡然无存。现在他的总血量已经超过了5万亿，足以凝聚5万多具血神分身，这仅仅是损失了1具分身，比起他的5万多的血神分身而言，真的是不算什么。现在我的实力等级已经达到了100级的2转巅峰，既然这样，就先去完成3转，等把等级限制解除，可以继续升级之后，我再通过蓝水星的传送阵或者星空战舰到附近的一些怪物星球上去进行第2职业的获取。撇开了心中的杂念，秦牧立刻安排起了接下来他需要做的事情。现如今他已经获得了神话级职业符石，自然是想要迫不及待地将这职业符石使用，让自己获得邪法师的第2职业。不过之前在新手试炼中，他和其他新人一同进入了新手村，开始成为职业者的时候，觉醒天赋之时，每一个觉醒天赋的人身上都会冒出一团冲天光束。他现在用这神话级的职业符石来获得第2职业。根据这上面的介绍，这神话级职业符石在帮助他获得第2职业的兼修资格的同时，也会让他再度觉醒第2本源天赋。为此，他并不知晓在新手村之外觉醒本源天赋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在这之前，无论是叶星瑶还是姬寒武，他们都只是说拿下了副本的 BOSS 首杀之后会获得兼修第2职业的机会，但究竟是怎么获得的，又是否会有第2本源天赋的觉醒，这些都是他们没有给他提到过的。为了确保自己在使用这神级职业符石的时候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秦牧这才决定了前往周围星域的怪物星球之中进行第2职业的获取。血神分身出来一个，继续放在云城市咱买下来的这一座别墅内。等我之后若是在附近的怪物星球上觉醒第2本源天赋闹出的动静太大的话，引起了其他强者的注意，我也能够再度使用移形幻影回到这边，这样就能够摆脱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这样决定了。动身前，秦牧又是思考了一番，随着他的这一番考虑之后，他体内便是冒出了一丝血气，一具全新的血神分身也是迅速的出现在了身边。你就待在这里，哪也不要去。给自己的这一具血神分身下达了指令后，秦牧便是直接朝着云城市的转职神殿飞奔而去。来到了云城市的转职神殿前，秦牧也是特意将姬寒武送给他的那一套100级的史诗级圣堂套装显化了出来，用圣堂头盔将自己的面部容貌遮掩住了10之7八。云城市虽然比隔壁的极光城强大一些，但也是一些小城市，最强大的职业者也不过是不到100级的2转职业者。他现在要在云城市进行3转，肯定是会引来不小的轰动，遮住自己的容貌更加的稳妥。第93章3转，入血之手，血神祝福。这位大人，这边请。云城市转职神殿，一名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满脸敬畏的领着一身圣堂套装的秦牧，朝着3转转职圣柱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怪他这般小心谨慎，只因面前的这一位浑身高级战士装备的强者一来就询问他要3转圣柱的房间。这可是3转啊！能够进行3转，也就是表明了面前这位战士职业者已经达到了100级的等级。而在整个云城市，以往最为强大的职业者也只是97级的云城市的市长。如今来了一个等级高达100级的强悍人物，超过了云城市的市长。这样一名职业者，他怎敢怠慢？在这名工作人员的引领下，秦牧也是顺利的来到了云城市的3转房间。进入房间之后，他也是迅速的进行了职业的3转，突破100级的等级上限。这云城市的转职神殿之中，最高级别就只能够对职业者进行3转。看来以后想要继续4转、5转乃至于更高等级的转职，就需要去省城这样更大的城市之中去才行了。看了一眼面前的3转转职圣柱，秦牧的低语一声，随即便是不再迟疑，伸手按在了自己面前的这一道转职圣柱上。他2转时选择的是狂战士的职业，在第3次转职后，狂战士的职业也会进阶成为邪武者。每次等级的提升带来的属性的增长也会有巨大的提升。嗡！随着他的3转进行，转职圣柱上也是立刻闪耀起了一阵耀眼的光芒。下一刻，这一道光芒便是笼罩了秦牧全身，一股股强大的力量洗刷了他全部的身心。不一会，秦牧就已经完成了转职。叮！转职血武者成功。叮！等级提升，力量加200，体质加400，敏捷加200，智力加100，自由属性点加2000。成功的转职之后，秦牧这段时间积蓄的100%的经验条也是直接让他的等级一瞬间达到了101级。看着提升的属性值，秦牧微微点头。3转之后，等级提升带来的属性的成长是2转属性成长的10倍。3转升1级就相当于2转提升了10级的战力提升。这差距到了后面4转、5转的时候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大。看着自己在3转血武者等级提升的属性成长，
秦牧也更加确定了后面随着职业者的转职次数的增加，每提升一级，实力都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些都是相较于他之外的职业者而言。至于他自己，有着超限级的本源天赋带来的各种 SSS 级的天赋特性，他的实力属性几乎是没有上限，只要击杀怪物，就能让他的实力持续且迅速的提升。这样的提升速度，远不是等级提升带来的属性成长能比的。还是先看看我现在的3转之后新的天赋特性和技能吧，不知道这一次又有什么逆天的天赋特性可以给我带来惊喜。目光落到了自己的属性面板上，秦牧点开了自己的属性栏目，查看起了刚刚转职后的第3天赋特性。姓名秦牧，职业邪武者，等级 LV101%，0%，转生3转，血量53468亿，魔力582亿，力量53470万，体质53470万，敏捷53470万，智力53469万，自由属性点2000，装备饮血剑 LV30，本源天赋血海无量，超限级，以万灵之血汇聚无边血海，每次转生可觉醒一项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天赋特性1，饕餮盛宴 SSS 级，每击杀一个单位将获取其最大生命值 5% 的血量上限提升。2，血神恩赐 SSS 级，最大生命值每突破1万，全属性增加1点。3，血神分身 SSS 级，每1亿血量可额外凝聚一具无主动意识的血神分身，具备本体 100% 全属性实力，可指挥其协助战斗。分身存在时将会主动承受本体致命伤害，替死保命。4，鹿血之手 SSS 级，每次攻击造成额外 1% 生命值的真实伤害。天赋技能1，血祭裁决 SSS 级，献祭自身 1% 最大生命值，对血量低于最大生命值 10% 的目标予以斩杀。2，血神武装 SSS 级，燃烧 100W 血量，召唤血神武装 ES， 武装期间自身将处于无敌状态，每燃烧100万血量，持续时间增加 ES。3，移形幻影 SSS 级，燃烧自身 50% 血量，无视一切禁锢、一切空间，实现本体和分身的位置互换。4，血神祝福 SSS 级，燃烧自身血量，触发赐福光环，光环内自己和友方单位全体属性增幅，燃烧血量乘 0.05% 数值的属性光环，每持续 ES 时间消耗10万魔力值。普通技能1，复苏之风被动 S， 当前生命值低于 30% 时触发强力恢复效果，瞬间恢复 50% 总生命值，并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所受的生命值恢复效果提升 500%。 技能冷却 EH。 2，归海绝息斩 S 级，消耗2000点魔力，施展出9道剑气攻击敌人，每增加1道剑气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提升 100%， 并附带击飞效果。鹿血之手血神祝福，这就是我3转后获得的天赋特性和技能，一个增加攻击伤害，一个更是可以辅助自己和自己身边的队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我这一个职业莫不是还要兼顾辅助职能了？当看到了自己3转之后出现的全新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的介绍后，秦牧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经过了前面2次的转职带来的新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的等级全部都是 SSS 级的经验之后，秦牧现在对新出现的 SSS 级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已经是早有心理准备，甚至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超限级本源天赋带给自己的全新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都会是 SSS 级的级别。因此现在看着这新出现的2道等级 SSS 级的天赋特性和天赋技能，秦牧倒也没有像之前一开始的时候那般惊讶，只是低声的感慨了一句，便是平复了稍显激动的心情。对他而言，鹿血之手的天赋特性出现对他的帮助其实也不算特别巨大，毕竟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是面对超过他200-300级的怪物也能够轻松应对。鹿血之手的出现倒是有些锦上添花了，让他能够更快的秒杀对手罢了。第94章9527号一星，现在3转也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着手第2职业的获取了。解决了等级上限的问题后，秦牧便是走出了转职房间，开始准备去省城一趟。这边无论是极光城还是云城市，都是小城市，是没有可以进行星际航穿越的飞船的。蓝水星附近的怪物星球距离蓝水星的位置都不算近，他想要到蓝水星附近的那些怪物星球上，必须要乘坐可以进行星际穿梭的飞船，到达指定的怪物星球去躲起来，使用神话级的职业符石开启第2职业。走出了转职神殿，秦牧要了一份蓝水星的地图之后，就直接朝着省城的方向赶去。省城比起极光城和云城市那些小城市倒是大得多，职业者的实力也是强出了一个档次。经过了半天的行程，秦牧也是来到了省城云城内，看着周围来往的人群之中的职业者的实力，
他也是不由得感慨一声。相比于极光城和云城市中几乎都是一转的职业者，在云城之中，大街上行走的那些职业者都有不少的人达到了2转境界，甚至时不时的也有3转的强者出现。按照既定的计划，秦牧迅速的来到了云城的星际机场。整个云城因为有着叶星瑶的原因，几乎所有产业都是叶家垄断。这一座星际机场也是被叶家所掌控的。叶家在这云城乃至整个蓝水星之中都是当之无愧的霸主级别的势力，家族最强者已经拥有了5转的实力，几乎是和蓝水星的星主都是平起平坐的存在。而这一切都是归功于叶家出现了叶星瑶这一名 S 级的天赋职业者。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外如是。而秦牧来到了这一座星际机场所在的地方后，便是直接购买了去往附近星域中的怪物星球的最近一趟战机的机票。这一趟星际航行居然要缴纳1个亿的联邦币购买一张机票，看来这叶家仅仅是靠着在这一座机场就能挣到不少的钱啊！也难怪叶家发展的这么快了。叶星瑶应该也只是进入了星辰学院2年左右的时间而已，叶家就能够拥有如此家业，看来就算是没有叶星瑶这样的一层关系，叶家的实力也绝对不弱。战机上，秦牧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机票，又扫了一眼周围的机舱内的职业者们，他也不得不感慨，垄断行业的赚钱速度确实是快。他所在的这一艘星际战舰虽然远不如之前叶星瑶接他前往星辰学院的先进，但是体积却是要比叶星瑶那一架 C9 级的战舰更加的庞大，几乎是10倍于那一艘 C9 级的战舰大小，长度足有数千米，是一头庞然大物。而这一艘战舰内几乎全部座位都坐满了前往异星的职业者，数量也足有近万人。若是都按照最近的一颗异星需要的1亿联邦币购买一张机票的话，这一艘战舰起飞，那就是近万亿的联邦币到账。这还是一艘战舰，整个机场每天起落的大型星际战舰少说也有上百架，这其中的利润可想而知。小兄弟，你这要去几号异星刷怪啊？我是一名3转寒霜法师，要去最近的9527号异星。如果你也是前往这颗异星的话，那我们可以组队一起刷怪。你战士在前面拉怪，我后面释放范围性的魔法，这样杀起怪来也更加迅捷。就在秦牧感慨的时候，他身边的一名3转实力的中年法师看向了他，向他询问道：9527号异星也正是秦牧这一次的目的地。这颗星球不仅仅是距离蓝水星最近的一颗怪物星球，其星球上的怪物实力也和之前他跟着姬寒武前往的星城学院所辖星域的3号怪物星球上的怪物实力相差不大。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能够在这颗星球上横着走，不用担心怪物太强干扰到他使用神话级职业符文获得第2职业的计划。看了一眼身边开口邀请自己组队的3转寒霜法师，秦牧则是笑着拒绝道：我也是9527号异星，不过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就不便与他人组队了，抱歉。这样吗？那太可惜了。看着秦牧如此有礼貌地拒绝了自己，这名中年倒是露出了一抹惋惜之色。两人便是没有在这话题上继续闲聊。来到了战舰上后，秦牧并没有等待多久，战舰在到达了指定的起飞时间后，便是通过了广播告知了所有人，让人有所准备后，再是起飞，朝着既定的航线飞出了蓝水星。一出蓝水星，战舰就进行了空间穿梭，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达到了9527号异星。秦牧这一趟的目的地，随着船上的粒子传送技术锁定了这一趟前往9527号异星的乘客后，秦牧等人就被传送到了该星球的基地之中。那带着他们而来的战舰却是连落地都没有落，就在将他们所有人传送下来后，再一次朝着宇宙星空中进行空间跨越，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显然，这巨型战舰一趟航程的乘客并不是全部都在一个目的地下机。看着天上的巨大战舰消失不见，秦牧也没有在传送平台上逗留，而是迅速地朝着这一座基地外冲去。这一座基地也有强者坐镇，和之前姬寒武带着他前往星辰学院的3号怪物星球的基地一样，坐镇在此地的也是一位7转级别的职业者，实力强大，足以震慑整个星球上的所有怪物，保障基地的安全运行。秦牧现在要通过神话级的职业符石获取第2职业，他自然是想要距离这一座基地越远越好。他的打算就是朝着这一座星球的基地所在的背面赶去，这样一来，他觉醒第2本源天赋就算是真的爆发出冲天的光束，那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这家伙居然跑这么快，还是一个人冲出了基地，看来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啊。这时看着秦牧没有任何停留的直接一人冲出了基地外，最开始那名在战舰上就邀请秦牧组队的中年也是双眼微眯，低声感慨道：第95章 SSS 级第2本源天赋血域之力。就在这里应该差不多了。9527号异星上，秦牧已经一人独自杀穿了整个怪物星球，冲到了和这一颗星球上帝基地向背面的怪物群的核心之地。在他的身边已经躺满了数不清的怪物的尸体，这里的每一只怪物的实力等级都高达200级以上，
都是普通的4转以上的职业者才能够对抗的强大怪物，而现在却是被他斩杀殆尽，数以万计的尸体堆积成山，血腥之气弥漫四周，令人作呕。但是秦牧却是早就已经习惯了这边的杀戮，这些血腥气息非但没有让他感到难受，反而是让他有一种隐隐的兴奋。而解决了这边的所有的怪物之后，秦牧也是决定在这里直接使用神话级的职业符石，将自己的第2职业血法师兼修上。意念一动，上千道血神分身便是出现在了他的四周，围成了一个圈，将他牢牢地保护了起来。我接下来需要觉醒第2本源天赋，你们好好的给我守住周围，任何怪物和职业者都不许靠近。看着自己身边的上千道血神分身，秦牧立刻下达了自己的指令。这些血神分身的实力和他本体相差不大，如今都是有了超过5亿的属性，实力之强大，就算是这个怪物星球上的基地之中的负责人都未必能够轻松拿下。而上千道血神分身一同守护秦牧，现在就算是整颗星球上的所有怪物和职业者加起来，那都无法威胁到秦牧分毫，反而会被他这上千道血神分身全部解决。嗖嗖嗖！得到了秦牧的指令后，这上千道血神分身也都是立刻化作了一道道流光，朝着周围飞去，将秦牧身边的上万米的区域全部都封锁保护起来，不会允许一只蚊子飞入他们的警戒线。看着自己的这些血神分身已经做好了准备，秦牧也是微微一笑，随即从自己的背包之中将那一枚在副本中击杀了沙漠皇帝后爆出来的神话级的职业符石取了出来，使用。看着自己手中这一块刻有金色玄奥符文的鹅蛋大小的石头，秦牧意念一动，选择使用。嗡！下一刻，这一块神话级的职业符石也是在瞬间爆发出了道道耀眼的金光，金光笼罩了秦牧，顿时将他整个人都淹没在了无尽的金色光芒之中。叮！使用神话级职业符石成功，当前主职业为血武者，第2本源天赋血域之力觉醒，请选择你的第2职业血法师。沐浴在金色光芒之中，秦牧听见了一道冰冷的毫无感情的机械声音传来，顿时他也是立刻做出了选择，当即就将自己的第2职业选择了血法师的职业。不管第2本源天赋究竟是什么，他仅仅是靠着第1个超限级的本源天赋血海无量，就已经让他确定了能够更大程度上激发他的实力的职业。第2本源天赋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叮！职业选择成功，恭喜你获得了第2职业血法师。叮！第2职业确然，获得 SSS 级本源天赋血域之力半生技能血符狂舞。在秦牧选择好了自己的第2职业之后，冰冷的机械声音再度在他的脑海之中响起。与此同时，一股冲天的血色光柱轰然间冲上了天空之上，直接突破了9527号一星的大气层，直接冲向了无尽浩瀚的宇宙星空之后。刷刷刷！一时间，这一股冲破了整个星球大气层的血色光柱穿过了无穷的宇宙星空的一幕，也是立刻引起了附近的强者的注意。无边的星域之中，那些实力强大的8转境界的强者都是纷纷踏出了自己所在的生命星球，飞身到了宇宙空间之中，望着那一闪而逝的血色光柱，所有人的双眼之中都是闪过了一道惊骇光芒。这一道血色光柱是怎么回事？又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能够做到这个份上，这一道血色光柱的主人的实力绝对不弱，恐怕已经接近了9转巅峰了。速速发动联邦最高情报网的势力，全力追查这一道血色光芒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人发出的？真心希望是我人族又多了一位9转巅峰的职业者。之前和幽冥族那3大混账种族的强者一战，我们人族联邦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若是能够再出现一名9转巅峰的职业者的话，那我人族联邦多少也算能够恢复不少的元气。在这一道血色光柱冲天起，一闪而逝的穿越了宇宙空间之后，整个人族联邦的强者几乎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很快，整个庞大的联邦情报机构也是开始迅速的调集了各种人员物资，启动了追查程序，势必要将今日这一道贯穿宇宙的血色红芒的情报打探清楚。而对于这一切，始作俑者的秦牧却是毫不知情。现在的他正在9527号怪物星球上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的第2职业带来的第2本源天赋和半生技能。第2本源天赋血域之力 SSS 级，血系法术攻击伤害提升 500%， 消耗降低 80%。 半生天赋技能血符狂舞 SS 级，燃烧鲜血召唤气血魔符，对敌方造成 200% 智力属性伤害。气血魔符每一次回归可恢复自身 100% 智力之血量，当血量处于饱满状态时，溢出的血量回复将转化为等值护盾。没想到觉醒的第2本源天赋居然是 SSS 的级别，半生的天赋技能也达到了 SS 级。在第2本源天赋的血系法术攻击伤害提升 500% 增幅伤害下，施展血符狂舞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就将达到了 1000% 的智力属性的伤害。两者配合起来，若是不计我3转之后刚刚获得的第4天赋特性鹿血之手的加成，这一套技能和天赋配合下，咱这血符狂舞的技能伤害绝对是超过我的所有近战伤害的。
只是不知道我这第4天赋特性的鹿血之手，每次攻击额外造成1%自身最大生命值伤害的效果，会不会在这学法师的技能攻击上奏效？第96章惊动高层，是与不是，试一试就知道了。秦牧淡笑着起身，并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而有太多的困扰。他现在就在这9527号一星上，现在的情况，他想要实验技能，这里的怪物多的是，他完全不需要为此发愁。成功的觉醒了第2职业血法师后，秦牧也是将自己身边的血神分身全部召唤了回来。就在他准备试一试自己刚刚获得的血法师的技能效果的时候，他却是眉头微皱，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有人来了，实力不弱，看来即便是选择到了这一座怪物星球上的基地背面来觉醒第2本源天赋，还是将那基地的强者吸引过来了呀。感受到了有人到来和那迅速靠近的强大气息，秦牧立刻断定了来人就是冲着他之前觉醒第2天赋闹出的动静而来的。想到了这里，他也是不由得感慨一声，天赋太好也是一种烦恼，想要自己清静一下都难。考虑到自己并不想被发现了这一点，他也没有继续在此地停留，而是迅速地离开了此地，朝着远处赶去。以他现在的敏捷属性，速度之快，就算是7转的强者都未必能够跟得上他。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便是消失在了原地。原地就剩下了之前被他击杀的那些相当于4转职业者实力的怪物的尸体。唰！就在秦牧离开此地不久后，一名国字脸中年男子便是从远方飞了过来。这么多的怪物全部都死了，看来刚刚确实是有人在这边。只不过人呢？看到了这边那些大量死亡的强大怪物之后，这名中年男子的眉头也是紧皱成了一个川字。强大的精神力扫过四方，却是没有能够发现秦牧离开的踪迹。上面要找寻出发了今天红芒之人的踪迹，我负责的这个怪物星球上，貌似正好就是红芒一闪而逝的起源点。加上这边的怪物离奇的死亡，却没有发现任何强者踪迹，情况太巧合了，看来有必要将这边的情况上报了。扫了一番周围的情况，中年男子并没有任何的收获后，他也是叹息一声，随即点开了自己的职业者面板的信息栏，开始对着里面输入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上报到了联邦之中。有消息了，前不久发生的那一道冲天的红色光柱，起源点是荒神星域第8区9527号一星。很快，这一则消息便是在联邦的高层中传递开来，一时间，大量的强者的目光都汇集到了9527号一星，甚至已经有9转强者亲自前往调查情况。根据之前的那一道贯穿了宇宙的红色光柱的情况来看，联邦的高层和强者都是一致认为，这可能是出自接近9转巅峰的强者的动静。也只有这种级别的强者，才能够造成这样的异象。在所有高层和强者的眼中，这样的强者想要隐藏自己的踪迹。那9527号一星上的基地负责人不过是刚刚踏入7转不久的职业者，无法发现这样的强者的踪迹也是正常的。但若是有9转级别的强者过去，说不定能够看出一些端倪。虽然不知道这样的一尊强者怎么会在这小小的9527号一星上闹出这样的动静，但是既然已经确定了那边的异常，联邦高层就不会坐视不理。大荒星，荒神君明看着自己的职业者面板上发送过来的情报，他那略带病态苍白之色的脸上，神色也是渐渐的凝重了起来。荒神大人，光明圣域术的技能冷却好了，我开始施展了。就在这时，一名身穿法袍的女子缓步上前，对着他恭敬的开口说道：辛苦你了。君明望向来人，淡淡的点了点头。见状，女子也不多言，手中出现一柄神华流转，散发着圣洁光芒的法杖。法杖轻点地面，一道圣洁无比的光芒在他的法杖上绽放。背后，一尊6翼圣天使的虚影浮现，他双手交叉放于胸前，一道乳白色的光束从他的眉心绽放，落在了君明身上。这正是极为强大的治疗术 SS 级别的光明圣域术。随着这一道光明圣域术的施展，沐浴在圣光中的君明的脸色也是渐渐的好转起来。等到圣洁光芒消失，他脸上那一抹病态的苍白也是消散了许多。荒神大人，您的伤势只需要再接受一次光明圣域术就可以彻底痊愈了。15天后，我会再来给您进行治疗。施展完了光明圣域术后，君明对面的女子脸上也是显露出了一丝疲惫，对着他说道：我确实已经感觉好多了，你先下去休息吧。你只有8转的实力，施展这光明圣域术对你的消耗可不小。听见女子这样说，君明也是立刻点了点头。多谢荒神大人关心，属下这就先行告退了。见状，女子也是立刻对着他躬身说道，随即才退出了大殿。那些3族的家伙倒是不弱，可惜我最后只能斩杀了一名幽冥族的9转强者和一位科隆族的9转巅峰，其他几人逃走却是已经无力追杀了。这一次我人族不仅最强天骄被害，还损失了3位星域之主。等我和其他星域之主的伤势彻底恢复，定然要让这3族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女子走后，君明这才缓缓开口，眼中闪烁着难言的愤怒。他说的这件事情
自然是之前因为秦牧在新人试炼之中破除了全宇宙的最快击杀最终 BOSS 的记录，引来了人族的3大死对头种族的顶尖强者的暗杀，以及后面双方爆发的惊天大战的事。面对3族顶尖强者的围攻，人族这一次可谓是损失巨大。他的这一身伤势，也是之前在大荒星外一人力战5名9转巅峰强者留下的伤势。如今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他的伤势还是没有能够恢复完全，可见他之前受创之重。愤愤不平的冷哼一声后，军民这才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职业者面板上的消息上，伸手托着自己的下巴摩挲着，双眼中闪动着一丝疑惑的金芒。第97章，这太巧合了吧？又是在我荒神星域发现的吗？从上面的情况上看，这在第8区9527号一星上的神秘强者，很可能也是一位9转巅峰的职业者了。若是真的如此的话，这倒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好消息。只不过，先是有秦牧这名天之骄子出现在我荒神星域，引来了3族的强者暗杀。后面又是由星辰学院发现的大型副本开启，又出现了一个不知所踪的顶级妖孽天才。这回又在我荒神星域之中出现了疑似已经达到了9转巅峰的强者。这1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连出现了3次这么大的事情，这是否有些太过巧合了些？那红色光柱激发之人会不会和那斩杀了大型副本中的最终 BOSS 的天才有所关联？摩挲着自己的下巴，军民眉头缓缓皱起，低声说道：之前惊动了整个联邦所有顶级学府的天才学员都参与到了其中的大型副本，最终 BOSS 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被斩杀，而且斩杀了这最终 BOSS 的天才实力超绝，更是没有从副本中出来的消息，也是早就在昨天被传到了他的手里。作为18大星域之主之一，他在人族联邦之中也是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基本上所有的信息他都能够获取。像之前秦牧一个人在大型副本中获得了最终 BOSS 的首杀，夺得那独一无二的第2职业的奖励后消失不见的消息，绝对也是一件重磅消息，绝对不下于这一次那一道冲天而过的红色光柱引发的动静小。而他作为荒神星域之主，这些消息自然是第一时间从联邦那边同步传送到了他的面前。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接连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军民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几件事情凑一块发生，似乎有些不同寻常的联系。尤其是在大型副本关闭后仅仅1天不到的时间内，就出现了红色光柱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忍不住将两者联想起来，一同考虑。不过很快，他又是否决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若真的是如此，那斩杀了大型副本中的最终 BOSS 的人族天骄和那爆发出了惊天红色光柱的神秘人是一个人的话，这未免也太过骇人听闻了。毕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至高规则的限制，那大型副本只能够让3转之下，也就是等级不超过100级的职业者进去其中，超过了100级的职业者，不管如何都无法进入其中。即便是他们这些9转巅峰强者，强大如半神的存在，亦是无法突破这个规则。否则若是可以如此的话，他们这些9转巅峰强者早就自己冲进了那个大型副本之中，夺得那第2职业的兼修机会了。据说兼修第2职业，第2职业会同步的第1职业的等级，对职业者的属性加成都不会少。若是9转巅峰强者获得了第2职业，那就是相当于将一位9转巅峰的强者从最开始的1级到9转巅峰的1000级的所有等级提升过程中增长的属性都再次叠加，足以让一名9转巅峰强者的属性翻倍。而属性翻倍，其实力增长可就不只是翻倍这么简单了。如今的人族联邦之中的所有职业者中，目前都没有出现过一名双职业者，整个宇宙之中的双职业者的数量都是屈指可数。这些双职业者的实力之强大，无疑不是最为顶尖的存在，每一人都足以震慑宇宙中万万亿的实力强大的职业者，震慑宇宙万族。人族若是多出了一位9转巅峰的双职业者，眼下人族的整体实力绝对能够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到时候，一名9转巅峰的双职业者足以压着暗影族、幽冥族和克隆族3族的绝大多的9转巅峰的强者打，人族也将和这3族的彻底清算这么多年的恩怨。所以在发现了这个大型副本之后，通过了联邦中一位9转的占星师的推演，知晓着这一大型副本的奖励后，包括军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族9转巅峰强者都试图进入过这一座大型副本，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他还是其他9转巅峰强者，尝试过了任何手段，都无法突破这个副本的规则，最终也才有了让整个人族联邦的所有2转境界的顶级天才进入其中，争夺那第2职业的获取机会。可2转的职业者实力又能够强大到哪里去？那大型副本开启的时候，各大顶尖学院的领队可都是9转强者的副院长带队的，一个2转职业者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多的9转职业者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比起来，就是那名绝世天才被困在了大型副本之中，和那最终 BOSS 同归于尽的可能都更大一些。是我多想了，这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其绞尽脑汁的去思考这些事情之间有没有关联，
还是让手底下的人加紧寻找那位可能是9转巅峰的人族强者都更加的有用。冥思苦想了一会，君明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的深究。他刚刚的那一丝猜测，终究也不过是心血来潮时的奇思妙想罢了。9527号一星，秦牧对自己刚刚觉醒第2本源天赋所引发的全联邦的震动之势并不知晓。他在远离了之前觉醒第2本源天赋的地方数万公里的距离后，便是开始试验起了血法师的血符狂舞技能。此刻，在他身边有着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气血凝聚的魔符飞舞，朝着周围的怪物飞去。每一只气血魔符在接触到了这些怪物的瞬间，便是对这些怪物造成了数千万的伤害。并非现在秦牧的实力召唤的这些气血魔符的攻击力低下，只能够造成1000万级别的伤害，而是因为这些怪物的实力太弱，就算是满血，也就只有数千万的血量罢了。在这里，任何一只被气血魔符叮咬的怪物，都是在一瞬间被清空了血条，瞬间倒地，也就让这些气血魔符的攻击仅仅能够打出这些怪物的最大生命值的伤害。而那些气血魔符在攻击之后，便会朝着秦牧的方向迅速飞驰，在他的身边萦绕一圈后，又是朝着其他的怪物飞去。第98章，无限无敌时间，恐怖的技能组合效果。血符狂舞这个技能，每一个气血魔符出现就会消耗掉我10万点的血量，若是没有足够多的血量，还真的撑不起这个技能的消耗。不过现在在我超过了5亿的之力属性下，这些气血魔符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数以千万计的血量回复。若是这些怪物的实力足够强大的话，每次气血魔符攻击这些怪物带来的血量回复只会更多。也就是说，若是有足够多的怪物，那我便是可以操控数以亿万计的气血魔符。这些气血魔符的攻击不仅能够大面积的斩杀怪物，更是能够给我提供无限的回血。若是再加上血神武装的无敌效果，老子岂不是直接无敌了？而且还能够一直无敌。感受着自己身边的这些气血魔符带给自己的恐怖回血速度，秦牧的脸上也是不由得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他的 SSS 级的天赋技能血神武装可是能够让他在消耗自身血量的100万点的情况下获得 ES 的无敌时间。本来以他现在的血量就能够支撑他开启足够长的血神武装的技能，超过了5万亿的血量，就算是秦牧的血神武装每秒消耗100万的血量，他1个小时的时间也才不过36亿的血量。一旦开启血神武装的天赋技能，他现在的总血量都够他维持1个多月的时间的无敌时间了。而现在又有了血符狂舞这一项技能带来的可以让他疯狂回血的气血魔符在战斗之中的补偿，只要在有着足够数量的怪物前提下，秦牧完全能够一直开着血神武装，完全无视血神武装每秒消耗100万血量的血量损耗。因为以他现在的智力属性，一只气血魔符飞回来就能够给他提供最大5亿多的血量恢复。这血神武装给他带来的100万血量的消耗，还不及这一只气血魔符带来的血量回复的零头。只要我面前有敌人，那我就能获得无限无敌的时间，这下倒是再也不用担心被敌人斩杀了。有了这2个技能的组合效果，我现在就算是面对那些敌对种族的9转巅峰强者，那也不用畏惧他们。经过了一番思量之后，秦牧洞悉了2大技能之间的互补效果，他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色。所幸现在他也不再隐藏，开始大范围的将气血魔符的数量疯狂提升，转眼间就消耗了万亿血量，召唤出了上千万的气血魔符。秦牧身边顿时魔符狂舞，无数血气魔符将他整个人都围绕了起来，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直径上万米巨大的血色圆球。然后在秦牧的意念移动之下，这些围绕在他身边的气血魔符便是朝着周围的怪物疯狂的疾驰而去。所过之处，所有的怪物不论是等级高低，在接触到了这些气血魔符的瞬间都是血条清空，突然暴毙。而击杀了这些怪物的气血魔符也是会第一时间朝着秦牧的方向急速飞回，带来成百上千万的血量回复。强大的回复效果让秦牧刚刚全力召唤气血魔符消耗的万亿血量几乎在不到3秒的时间内迅速的回满，而后就是一层越来越厚的盾在秦牧的身上不断的积累。千万、10亿、100亿、万亿，随着数千万的气血魔符不断的飞舞，秦牧斩杀的怪物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他身上的由气血魔符回归带来的气血护盾也是越来越厚。同样的，在气血魔符的大肆击杀怪物的前提下，秦牧自身的总血量也是在以一个十分恐怖的速度急速的提升着。9527号怪物星球上的怪物数以100亿计，最低级的怪物都是100级以上的，最高级的更是有超过了400级的怪物，哪怕是平均下来，每只怪物都能够达到1000万级别的血量。秦牧斩杀一只怪物，平均下来都能够获得50万左右的最大血量的增长。随着他的1000万气血魔符猎杀的怪物数量越来越多，辐射的面积越来越大，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以秦牧为中心，方圆100里的怪物全部都被斩杀殆尽，范围内近1000万的怪物全部都被斩杀，
而秦牧的总血量此刻也是暴增到了10万亿级别，而他身上通过血符、狂舞技能的气血魔符带来的护盾，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00万亿级别。再这样下去，等他将整个9527号星球上的怪物全部屠戮殆尽后，他的血量将会直接突破1000万亿级别。到时候，就算是直接面对9转强者，秦牧都有信心与之一战。就算不敌9转强者，他也能够凭借着自身的雄厚血量，开启血神武装，立于不败之地。杀杀杀！将这星球上的怪物全部都给我斩杀殆尽！感受着自己坐火箭般迅速提升的实力，秦牧大喜，不断地催动着自己召唤出来的气血魔符，疯狂地朝着更远处的怪物厮杀了过去。同时，他也不忘继续消耗自身的血量，召唤出更多的气血魔符。现在的他超过了10万亿的血量，足够让他再召唤上亿的气血魔符。一时间，在秦牧意念移动之下，上亿的气血魔符再度出现，疯狂地朝着100里之外的区域弥漫。无穷无尽的气血魔符飞驰在空中，就像是一团血红色的火烧云。所过之处，所有的怪物尽数被灭。气血魔符在来回灭杀怪物的飞行途中，更是将整片区域的天空都尽数遮掩了起来。随着上亿的气血魔符出现，秦牧击杀怪物的速度也是更加的迅捷。刚刚消耗掉的10万亿血量，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就全部都补充了回来。在血量补齐之后，秦牧便是又一次召唤出了新的气血魔符，加入到了猎杀大军之中。周而复始，他周围的气血魔符大军也是越发的庞大，斩杀怪物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他的实力提升速度更是节节攀升。哈哈，爽！这样的实力提升速度，这样躺在了原地就能变强的实力提升方式，实在是太爽了。哼，等我将这一座星球上的所有怪物全部斩杀之后，应该就有能力去找那袭杀我的敌对种族的强者展开报复了。这袭杀之仇等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要报仇了。秦牧站在了原地，感受着自己实力的迅速提升，他那一双充满惊喜的双目之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森然的杀意。第99章兽潮爆发，恐怖血云。就在秦牧疯狂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的时候，他的技能释放的气血魔符辐射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大。哪怕是他现在距离这个怪物星球上的职业者基地依旧很远，但也有不少实力不俗的职业者会渗入到这一颗怪物星球的后背面来猎杀怪物。这些怪物星球上的怪物基本上都会遵循一个定律，那就是距离人类职业者建立在该怪物星球上的职业者基地越远的怪物，其实力和等级也会越高。怪物并非没有智慧，他们之中随着等级的提高，智慧也会迅速的提升，甚至一些300-400级的怪物的智慧已经不比人类的低了。人类职业者基地之中有着7转强者坐镇，时不时的就会出动清理掉一批基地附近的怪物，以保障基地的安全可靠。面对这样的威胁，这些有着不低智慧的怪物也会趋利避害，躲避危险。距离人类职业者基地越来越远，也就会导致在怪物星球上，等级越高，实力越强的怪物通常距离人类的职业者基地也会越远。这个时候，一些来到了怪物星球上的实力不弱的职业者想要尽快的提升自己的等级，增强自身的实力，通常都会远离职业者基地，朝着怪物更多更强的区域杀去。而现在，随着秦牧施展的血符狂舞的技能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在他周围的那些怪物接连死亡，也是让更多的怪物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冥冥中，一股股不安的情绪迅速地涌上了这些怪物的心头。等这些怪物看到了那远处的天空上一团团似血的火烧云正在飞速袭来之后，这些怪物心中顿时大惊，尤其是看到了血云笼罩之处，一只只实力强大的怪物在瞬间就被击杀。这一刻，无边的恐惧顿时涌上了这些远处的怪物，没有任何的迟疑，大量的怪物开始疯狂地朝着远处疾驰。随着越来越多的怪物飞奔逃窜，也是引动了大规模的兽潮。去穷无尽的怪物被身后的血云追杀，疯狂的逃窜，跑得慢的纷纷沦为了身后那由气血魔符组成的血云下的亡魂。这种状况也是导致了这奔逃的兽潮规模越发的壮大，以至于在数十里地外都能够听到万马奔腾的巨大的声响。如此躁动，也是让更多更远处的怪物同样是亡命的奔腾了起来。给我死！远处一名4转职业者一声怒吼，手中的重剑一挥，直接将自己面前的一尊近300级的精英怪物斩杀。随着这一刀将这只精英怪斩杀之后，这名职业者身上陡然间闪过了一道升级光芒，等级直接提升了1级。而他所斩杀的那一只精英怪物的尸体上也是冒出了一团蓝色光芒，顿时让他眼前一亮。嘿嘿，还真是双喜临门，斩了这头畜生，不仅仅让我等级提升了，还让我爆出了一件蓝色稀有级的装备。爽！这可是我在这颗星球上杀了1个月的怪爆出来的第一件稀有级装备啊！250级的蓝色稀有装备，只要卖出，足够我这一趟来回的票价了。看着这只怪物尸体上爆出来的一件装备，这名4转职业者脸上露出了一抹惊喜的笑容，
低声说道。没有任何的迟疑，在话还没有说完之前，他就将这一件装备收回了自己的背包中，满心欢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地却是开始震颤了起来，远处更是传来了轰隆隆的轰鸣声，并且轰鸣声越发的巨大，他脚底下的震动也是更加的剧烈。卧槽！兽潮！这里怎么会发生兽潮？还有，那些兽潮后面的天怎么变成血红色了？这是出了什么大乱子了吗？他感受到了这其中的变化之后，立刻就将自己的目光放到了远处轰鸣声传来的方向。当即，他的脸上那喜悦之色便是全部消失，转而被惊恐和震撼所取代。在他的视线之中，无穷无尽的怪物正疯狂地朝着他这边飞奔，每一只怪物的实力都极为强大，就没有比他刚刚斩杀的那只精英怪低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一眼看不到尽头的不知道多少怪物的兽潮后面，天边渐渐地被血色笼罩，那一抹血色也是在疯狂地推进着。显然，这些疯狂逃窜的怪物所惧怕的正是身后的那一团不断地追击着他们的血云。不，那不是血云，是一种蝙蝠。血色蝙蝠，这又是什么怪物？在这9527号一星的怪物图鉴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怪物啊！当这名四转职业者看清楚了远处天边的那一道血云真正的面目之后，他心中的骇然便是更加的剧烈。作为四转境界的职业者，他的实力绝对不弱。在蓝水星上，五转职业者也就只有蓝水星的星主和叶家家主一共2名五转强者，四转职业者在蓝水星那绝对是顶级强者，足以担任一省之地的执政官。因此，这名四转职业者对9527号怪物星球的情报也是有着足够的了解。他很清楚，在这一颗星球上绝对没有这些浑身血红的蝙蝠。不过，他再怎么震撼和不解，现在也没有时间让他在此地继续停留了。虽然他的实力足够强大，敢于一人只身深入9527号怪物星球的怪物活动的区域来杀怪练级，但是若让他面对这般恐怖的怪物潮，他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恐怕会在这些怪物潮水般的冲击下，瞬间就淹没在这些怪物之中，在这些怪物的攻击中凄惨的死去。更何况，在这些怪物身后，还有那逼得数以亿计的怪物疯狂逃窜的未知的蝙蝠怪物。显然，这些蝙蝠怪物更加可怕，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他能够惹得起的。震撼之余，他也是顾不得多想，直接转身就逃，使出了自己这辈子吃奶的劲，疯狂地朝着这座星球上的职业者基地飞奔而去。与此同时，他也是将这一消息迅速地上报到了基地之中，让所有人都做好迎敌的准备。同时也是让基地想办法告诫那些在这个星球上练级的职业者，迅速地撤回到基地之中，确保自身的安全。第100章，他们怎么不攻击我们？随着秦牧施展的血符狂舞的技能引发的动静越来越大，不仅仅是这边的这位四转职业者感受到了这股恐怖无边的兽潮，在其他的方向也是有不少的职业者都察觉到了这些疯狂奔逃的怪物，以及追在兽潮之后的恐怖血云。秦牧的血符狂舞技能释放的气血魔符都是以他为中心，朝着四周辐射，所有几乎是以圆形朝着四周扩散，360度角的方向上都有大量的怪物被惊动，吓得夺路而逃。若是继续这样下去，引起席卷整个怪物星球的巨大兽潮都是必然的。自然，在兽潮爆发的时候，不止一个人一个方向上察觉到了这兽潮的动静。短时间内，基地中也是收到了不少于100人传递的情报。很快，在9527号一星中的基地中立刻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警告！警告！9527号一星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特大型兽潮，请所有职业者切勿继续外出。警告！警告！9527号一星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特大型兽潮，请所有职业者切勿继续外出。随着警报声的响起，大量基地守备军纷纷登上了基地的最外层的钢铁要塞。要塞上数不清的高科技火炮，由机械师、枪炮师打造的各种强大的自动火力武器都纷纷进入了战备状态。正准备集合自己的队友外出狩猎怪物的职业者纷纷骇然地停下了脚步。大家看着紧张行动起来的基地守备军和启动的防御系统，都是面面相觑。特大型兽潮，前所未有，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兽潮，才会让基地播报如此急促的警报？不知道，反正我们现在就听基地的安排，待在基地里就足够了。基地里面可是有着7转强者坐镇，只要在这基地之中，就算是整个一星的所有怪物都暴动了，我们都能够安然无恙。没错，还是待在这基地里，保障自己的安全最为重要。练级杀怪，等兽潮过了再说。那也未必，这些兽潮如果冲到了基地这边来，我们照样能够协助基地杀怪，获取不俗的经验奖励。所有留存在了基地中的职业者，此刻都是纷纷讨论了起来。当然，在最初的惊骇之后，他们便很快的稳定了下来，没有多少人为此感到恐惧和紧张。毕竟这里可是有一位7转级别的强者坐镇，
加上整个基地都是联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建造起来的，防御力十分强悍，火力也极其强大。只要在这基地之中，他们就无需担心自己的安全。不仅是在基地中，基地外，那些刚刚离开基地不远的职业者小队都是纷纷掉头回到了基地中。距离基地更远处的职业者也基本上都收到了消息。收到了特大型兽潮的消息之后，这些职业者不管是在做什么，都是第一时间放弃了手上的事情，飞速的朝着基地赶去。这可是特大型的兽潮，没有基地的保护，就算是5转强者遇上了这颗星球上的特大型兽潮的冲击，也未必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何况这些大部分都只有2转、3转的职业者，若是他们遇到了兽潮的冲击，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绝对不会有第2种解决。队长，我们身后的那些怪物全部都死了，那些血色蝙蝠太恐怖了，随便一只都能够将一头200多级的怪物秒杀。这些家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的飞翔术的速度已经到了极限，再这样，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要被追上了。怎么办，队长？我们该怎么办？另一处距离基地极为遥远之地，一行5人正疯狂地在空中疾驰。一名手持法杖的女子惊恐地回首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慌张地朝着身边的另一名女子开口询问道。为首的女子闻言，却也是一脸的无奈和绝望。他们一行5人全部都是180多级的3转女性职业者，共同组队深入200级左右的怪物区域练级，却不曾想到突然遭遇到了如此恐怖的兽潮。兽潮的最前端都是一群300多级的怪物疯狂的飞奔。300多级的怪物已经是4转强者都需要小心应对的强大怪物，根本不是他们5名3转强者能够应付得了的。好在他们之中有一位风系3转法师，通过飞翔术让他们全部都飞了起来，这样才勉强保持在了和下方的300多级的强大怪物一同逃命的速度。直到飞上了高空，他们所有人才知道这一次的兽潮究竟有多么的庞大。在前面的都是最强大的300多级的怪物，越是在这兽潮后面，怪物的等级和实力就越低。而他们在飞起来之后，也是看到了真正恐怖绝伦的一幕。在兽潮最后方的那些血色蝙蝠才是最为恐怖怪物，兽潮爆发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些血色蝙蝠的追杀导致，而这些血色蝙蝠的实力也是远超他们想象的强大。事到如今，他们已经亲眼见到了无数实力比他们更加强大的200多级的怪物被那些血色蝙蝠轻轻一碰就被秒杀的从场景。若是他们被这些血色蝙蝠追上，绝对是死路一条。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些血色蝙蝠就算是4转强者遇上了，也都是被秒的份。等他们追上来之后，我们也就完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竭尽全力的逃，能够逃多远就逃多远，多活1秒是1秒。对于眼前的状况，为首的女子也只能够如此说道。她是队伍的主心骨，连她都不抱有生存的希望了。其他4人闻言，脸色顿时都是无比绝望、落寞。而随着秦牧的实力越来越强，气血魔符的速度也是水涨船高。不到1分钟的时间，无尽的血云就已经追上了5人。完了！当5人看着无边的血色蝙蝠朝着他们侵袭而来时，他们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甚至刚刚那位风系法师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迎接自己的死亡。只不过几秒钟过去了，他却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哎，怎么回事？带着一丝疑惑，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几乎是睁眼的瞬间，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们怎么不攻击我们？看着无数的血色蝙蝠，无论是继续追击的，还是掉头往回飞的，全部绕过了他们。他也是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疑问，满脸的疑惑。